若叶村西头的沙滩上，躺着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她身边跪坐着一个瘦小的丫头，小丫头匍匐在女人的心口，干巴儿的小手拍着女人苍白的脸颊。许是小丫头拍打脸的力度有点大，刚刚还直挺挺像死透了的女人忽然轻哼了一声，睁开了双眼。娘，你怎么了？别打了，再打脸都要肿了。这是忘川河吗？想到这里，林小鱼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肚子。是比尔的？我肚子里的孩子呢？怎么会没有了？娘，你怎么了？娘？林小鱼抬眸，视线对上小丫头泪汪汪的大眼睛。什么情况？这个馒头脸是谁啊？这小丫头又是谁？你谁啊？娘，他们说你跳海了。跳海？林小鱼呆了，他看着小丫头，脑子里忽然一阵剧痛，一段陌生的记忆闯进他的脑海，他魂穿了。哥哥呢？哥哥在那。不远处，一个身形消瘦的小男孩站在礁石上看着沙滩，一儿一女。林小鱼的嘴角忍不住荡起抹笑，这是上天弥补给他的2个孩子啊，他一定好好的养着。舅舅也饿了吧？走，娘带你和小黎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去。林小鱼牵着儿女的手往家里走去，一路上不少村民们用诧异的眼神瞧着他们。捡了一条命的人自然不介意旁人的眼光，一眼瞧过去，整个家破破烂烂的，几乎找不到能吃的东西。舅舅，咱家还有什么吃的不？舅奶上午拿来的红薯。这一小篓子里的红薯只有6个，林小鱼掏出了2个来。娘给你们煮红薯吃，你和哥哥长身体呢，得吃饱些。正准备去烧火，院子掩着的柴门被人一脚踹开，发出巨响，吓得2个孩子都浑身一抖。三弟妹啊，听说你跳海了，怎么没死啊？他每次都是抱着饭碗来的，这次也不例外。哎呦，吓我了！老三家的，你怎么搞得跟个女鬼似的啊？托大嫂的福，还没真成女鬼呢。他自顾自地把红薯放进锅里，周氏探头过来瞧见是2个红薯，就咂巴着嘴道：“哎呦，真可怜，3个人就吃2个红薯啊，能吃饱吗？”周氏见林小鱼没什么反应，这可和他期望的不一样。哎，我说三弟妹啊，哎，你这日子过得也太难了。你瞧家里今天吃什么？哎，看我这块大肉这么肥，娘割的上好的五花肉嘞，炖了个把个时辰呐。哎呀，这味道绝了！三弟妹，你闻闻，你怕是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吧？林小鱼抬起眸子，冷冷地看了周氏一眼，如此蹬鼻子上脸的人还是头一回见。我的肉！林小鱼，你还我饭！他没想到林小鱼根本不按他预想的那般做，还抢了他的饭。喏，我尝过了，大嫂说的没错，肉很香的。周氏的双手都在抖，家里10日才吃得上一回红烧肉。哎呀，忘了跟大嫂说了，我长了口疮呢。您瞧瞧，这嘴里啊有泡的，都烂了化脓了。这我吃过的饭，也不知道你能吃不？算了，想想大嫂家里啊也富庶，也不差这碗饭的，不如就给我们了吧。你，周氏感觉自己被林小鱼给耍了。你吃了我的晌午饭，你家红薯得抵给我。这要是不捞2个红薯回去，他就得饿一下午的肚子。敢动我家红薯一下试试？你吃了我的饭，凭什么不赔我红薯？你端着饭都送到我嘴边来了，你给我等着！突然绊倒了秋秋伸出来的脚，摔了个狗吃屎。周氏爬起来就推了秋秋一把，秋秋咚的一下，这脑袋就磕在了门框上了。你个贱丫头，赔钱或滚边去！孩子都欺负呢，你要脸不？
急忙去把秋秋扶了起来，用掌心揉着秋秋被磕到的地方。跳海都没死成的人，果然胆子变肥了啊！我现在奈何不了你了，等着叫娘来收拾你。林小鱼，你个黑心肝的，活该你儿子是个傻子，你闺女是个赔钱货，就你男人也只配给我们吕家赚钱，你们家活该穷一辈子。要不是秋秋磕到了脑袋，林小鱼现在就去自家多年不清理的茅坑里面舀一瓢屎浇他头上，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娘，你好厉害，可以把大伯娘赶跑，还赚了一碗饭和一块肉。头上都肿了包了，疼就在娘亲怀里哭一会儿。娘，疼。刚才周氏说他是个傻子，难道是真的？小丽，娘，哥哥不是傻子，他不是。因为村里人说小李是傻子，原主很嫌弃这个儿子。原主怎么舍得呀？这一儿一女的好夫妻，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他怎么就凭借别人的三言两语，就这么对待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亲生骨肉呢？乖，娘只是叫你哥哥过来吃饭。娘吃什么？娘吃了一肚子海水了，不饿。林小鱼正观察着小李，笃定这孩子不傻。吃过了晌午饭，林小鱼就开始收拾。林小鱼前世的手艺曾经和许多电视剧团队合作过，两个孩子早已睡醒多时。来，试试，新衣裳做好了。我也有新衣裳了，娘给做的，娘给做的。秋秋高兴地在床板上跳了起来，一双眼睛弯成了灵动的月牙。你这个小猴子，床板蹦塌了，怎么睡哪儿啊？娘，我要去给大胖看看我的新衣裳。去玩吧。哥，你看娘是不是对你变好了？你看你的新衣裳和我的一样。小李淡淡的应了一声，并没有很高兴。林小鱼看着两个孩子远远跑开的身影，来日方长呢。林小鱼煮红薯的时候，就听见外头在敲锣。他刚迈出灶房的门，一头就撞入了一个宽阔温热的胸膛之中。我回来了。林小鱼几乎看痴了，这吕成行真是十里八村最好看的男人了。孩子呢？吕成行对于林小鱼的眼神有几分不快。这男人好看归好看，却是个不抵用的，只知道跑船，也不管老婆和孩子，十足的渣男。嚷嚷，娘，你怎么这么慢？小鱼小虾都被别人捡走了，我和哥哥好不容易捡到了一条这个。弟弟！林小鱼这才发觉吕成行站在自己身后，他嫌弃的往边上挪了挪。弟弟，我好想你啊！弟弟看，娘做的新衣裳好不好看？好看。喊吃饭一个个都听不见是吧？天黑了晓得不？煮了你的饭。林小鱼瞥了吕成行一眼，他做不到和吕成行热络。这女人今日甚是奇怪。吃吧，一人一碗。噗，一口差点喷了出来，甜不甜咸不咸的，还夹杂着鱼腥味和野菜的青草味，就是恶心。是太急呛到了。是娘给的粮食不够吃吗？正等你这句话呢。你娘昨天就拿了8块红薯，你一趟出海就10多天呢，你觉得？老三回来了。林小鱼皱着眉头，瞧见一个敦实的婆子跑了进来，欢喜的就站在吕成行的跟前，一双圆眼珠子的目光夸张的上下打量着他。阿弥陀佛，我这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求菩萨让你平安回来。菩萨肯定是被我的诚心给打动了。老三你没事儿，娘这颗心就放回肚肠里了。林小鱼若是不知道吕老太的德性，还真的以为她是那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慈母呢。老娘记挂了，是儿子的不是。我算着日子呢，这回出去13日了，一日是100文，这一趟就是1两3钱银子。是。就从怀里摸出了碎银子递过去。老三家的，不是我说，你给家里男人做的是啥吃的？这可是你家的顶梁柱。我昨儿不是刚送了一大箩红薯过来吗？你个婆娘，惯会吃独食，莫不是都自己吃了？娘也说了，昨儿早上送的8个红薯，昨儿晌午不吃吗？昨儿晚饭不吃吗？你让我们娘仨都饿着，红薯剩给你儿子吃是不？娘既然这么心疼儿子，这怕是晚饭都没有吃就赶着来要钱了吧？
你怎么不领吕成行回你家吃饭呢？林小鱼这一段话说出来是噼里啪啦的，都不带喘气儿的。吕老太的眼睛睁得极大，平时这三儿媳妇儿一直是个唯唯诺诺的性子，今天倒是转了性子了。今天不治治她，她就不知道什么叫婆婆是儿媳妇儿的天。哟呵，林氏我没找你算账，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来要钱，你心里不痛快了是不？我告诉你，你们分家的时候，老三自愿替家里背的债，这才几年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你就去跳海，想丢光我们老吕家的脸不是？脸面，在家里饿死，你们老吕家就有脸面了？林小鱼吵架是不虚的，反而更凑近了2步，和吕老太的鼻尖都快要挨上了。你个牙尖嘴利的贼婆娘，我怎么让老三娶了你这么个玩意儿？你不是要死吗？你怎么不去死？你死了，我赶明儿就给老三再娶个黄花大闺女进门，还真当稀罕你了。是，娶个黄花大闺女进门，你们老吕家门槛高吗？娶我花1两银子，让吕成行背20两银子的债呢。娶个黄花大闺女不得10两银子呀？到时候背个200两银子的债，吕成行有能耐的话，你就跟我和离，去娶个黄花大闺女去吧。吕老太果然就不吱声了。别闹了。吕成行将林小鱼拉开。你觉得我在闹？我看你是跑船被海上的大风刮丢脑子了吧？一个大男人不往家里带银子，妻儿都养不活呢，要你有什么用啊？娘，不要娘死，不要黄花大闺女，不要骂爹。原主太软弱了，乖，不哭。这要是和离了，这俩孩子林氏不要的话，留给吕成行，家里再添2口吃饭的嘴，这怎么算都亏。你们小2口的事儿我也不掺和，毕竟都分家了，你爹还等着我吃饭呢。吕老太给自己寻了个台阶下，脚底抹油就跑了。你把银子留下。吕老太跑的呀，跟那撒了绳子的土狗一样，伸手在门框上重捶了几下，扭头见着是吕成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们谈谈。行，晚些时候。这根儿上的问题就是这男人是个妈宝男。你跳海了？对，似乎是备受震惊。让你在家委屈了，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还算态度勉强还行吧。你若是跑船赚来的银钱都要给你娘的话，那你真的该好好考虑我提出来的合理意识了。你睁大眼睛瞧瞧孩子们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该死的麻烦精，你干嘛？只穿着一条裤衩。我的下山呢？大晚上的衣不蔽体，真是不知羞，露给谁看啊？我下山呢。今天给孩子洗了个澡，连身换洗的衣裳都没有，就踩了你的下山了。当人爹的，自己还有半新的衣裳呢，孩子穿得跟乞丐似的。那是上回娘拿了钱之后送来的，二哥穿剩的。原来是旧衣裳，算是错怪他了。这男人真是生了一副好皮囊，尤其是那双修长笔直的腿，比女人的还要好看呢。若是以前我的工作室能招到这样的汉服模特，定然年收入会翻上一番呢。等林小鱼洗了澡，准备和孩子们一起睡的时候，从吕成行身上爬过去，准备睡到最里侧。谁知道刚跨到他身上的时候，位置恰好又是在他裆部，吕成行的凤眸嗖的一下睁开了，麻溜的滚到了一边，抢过孩子的被子就盖住自己的头。哎呀，太尴尬了。这一晚就在肚子咕咕叫声中度过了。想起被吕老太拿走的银子，他心里是10000个不满，这都能给孩子们买不少肉了。哟，现在才想起来修凳子啊，我还以为后半生都要站着吃饭呢。吕成行抬眼看林小鱼，早上睡醒的时候就瞧见她干干净净的模样了，似乎上一次见她干净还是在刚成亲的时候。跳了一回海，这个女人似乎变得陌生了。你过来。吕成行停下了手上的锯子，心想，若是他因为自己说话难听要打自己，那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和离吧。吕成行将林小鱼的手拉过，放在了她的掌心，是银饺子。这是哪里来的？林小鱼紧紧地握住这块银子，抿着唇笑，问大海借的。大海，他还以为这钱是吕成行去找吕老太要回来的，哪想竟然是借的，借了不得还呐！就知道想这些旁门左道，自己赚来的钱都不知道揣着呢。吕成行起身，知道林小鱼在不高兴什么。家里柴火不多了，我去山上砍柴。哼，秋秋、小黎回家了。
小李走路一拐一拐的，像是受了伤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小李衣服上全都是泥印子，整个人狼狈不堪。见到林小鱼，吓得哆嗦了一下。娘，你不要打哥哥，哥哥是帮我才把血弄破的。秋秋先哭了出来。娘不打人，以后都不会打人了。哭腔的声音中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周氏的3个儿子瞧见他们穿上了新衣裳，就拿土块扔他们。一边秋秋还在巴巴地说着，他们可坏了，就是故意的。要我说，你们就是傻呢，打不过就跑啊，等瞅着他们哪个落单了，把他往死里打。林小鱼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睚眦必报。娘以前不是说不能惹事吗？打坏了赔不起。娘以前脑子糊涂，以前说的呀都不作数，现在说的秋秋和小李都得认真的记进去。特意叮嘱了小李，勉强得到一个小李点点头的回应。林小鱼就开始收拾起屋子来，他挽起袖子开干。他收拾了这么久，静悄悄的就进去瞧一瞧。走到门边，哥哥，娘现在改了，你就和他说说话呗，不要只和我一个人说话。好，我尽量。什么时候要是爹也能天天在家就好了。还是秋秋的声音，爹在家，奶就要来。你还想让爹在家吗？那爹还是不要在家了吧。林小鱼在门外听得高兴得很，这孩子定然是对他有什么心结，但是什么事儿呢？林小鱼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林小鱼听到屋里没声了，又等了一会儿才推门进来。指甲盖外翻的地方都快要化脓了。娘去外头找些草药来，你可千万别乱动啊！秋秋，看着哥哥。林小鱼记得碧牛婆婆家就种了许多草药，若叶村的人有什么要用药的，都是去向她讨药的。牛婆婆，这就来了，别急呀。是阿行媳妇儿啊。林小鱼就将来的目的说了，这是牛皮硝，你给嚼碎了敷上就不流血了。现在天热，伤口容易化脓，这个用了保管不化脓。谢谢牛婆婆，我这也没什么能给你的，要不明天有什么您需要洗的，我来帮您干。牛婆婆微微摇头，阿行媳妇儿，你要是真的感激我，就听我一句劝，这孩子啊得说理，别成日打孩子，知道不？以后等他长大了，才是你的依靠了。你瞧我这一个人多孤零零的不打孩子了，往日呀都是我的不对，家里生计难，我这着急上火的就拿孩子撒气了。真是个听劝的好孩子。牛婆婆拍了拍林小鱼的手，阿婆知道你生计难，你那婆婆3天2头的来，要不是你跟着阿婆去赶海吧，咋不比你去渔船上捡些烂鱼臭虾的好？赶海呢？没想到牛婆婆还有这本事呢。和牛婆婆约好了去赶海的时间，她就匆匆回家了。给小李上了嚼碎的草药之后，林小鱼趁着还未到晌午，背着家里的破背篓就跑去集市上了。的集市特别热闹，摊子上面买了鞋、钳子和木桶，买了20斤的糙米。你弄一下，晌午吃。竟然是2只鹧鸪，哇，这可是2坨肉啊！他也没有了和他计较的心思，捏死了1只之后，另外1只用破箩筐倒扣着，把米搬进来，得让孩子们吃顿好些的。娘，我来帮忙。乖，去玩小鸟去，娘中午给你们炒肉吃。娘，过来就抱住林小鱼的腿，娘炒肉呢，秋秋想不想吃肉？乖，先去你爹那吃饭啦。刚才大海来了，起了南风，一会儿就要出海了，我就不吃了。吃个饭的功夫都没有啊！吕成行扭头就走了。来，秋秋乖，走吃肉喽！林小鱼心里惦记着和牛婆婆约好的赶海，也不知道能捡多少海货呀。有不少人想跟我赶海，连个工具都不舍得买，都是眼皮子短浅的玩意儿，我才懒得带他们呢。牛婆婆，咱们去哪处海滩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你头一回赶海，咱们就去近些的地儿吧。这海里自然是什么都有了，运气好还能遇到螃蟹和鳗鱼，运气一般也能捡几条小鱼和海螺。林小鱼不知道自己弯了多少次腰，木桶里也逐渐变得沉甸甸的了。阿行媳妇，走了，瞧见没？涨潮了，这赶海啊，切勿得意忘形。这大海虽然给我们馈赠，但也是杀人的恶魔。牛婆婆，谢谢你。谢什么？都是一个村里的，你们日子也难。2人一边走一边说着，约好了现在回去睡觉，辰时就起来去码头卖海货。码头，这坐下来没一会儿，这海螺怎么卖？我这里有4个，
这边有5个，老板一块收了，给个合适的价格就行。这阿星媳妇糊涂了，这要是人出个贱价呢？那30文钱吧，都给我。成，要不先回家，这半桶花蛤也顶多卖个1文钱，不如给孩子们添个菜。林小鱼就听了牛婆婆的，俩人一起回家了。三弟妹，哎，不在家吗？不在家我可就进来了。你们别出来，娘去把大伯娘赶走。等他出去的时候，周氏就站在那盆养着的花蛤前。嘿呦，原来你真的抛头露面去卖海货了。娘说你真丢我们老吕家的脸，这东西就没收了。啥？他一脚踩在周氏脚尖上，死命的碾啊碾。哎呀！周氏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林小鱼又是一脚，痛得周氏手一松，将他推搡出去，而后将门一关，死死的用后背抵住。你个小娘皮，丢我们老吕家的脸就算了，还不肯孝敬公婆，你这样的女人死了都入不了祖坟的。哼，要死也是你先死，先死祖坟有的挑呢。你这林小鱼何时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上回抢了自己的红烧肉不说，现在竟然还咒自己死。快点把那花蛤给我拿出来，那是娘要你孝敬的，娘说的话你敢不听？他想吃，让他自己豁出老脸来向我讨要啊！我正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滩上捡的花蛤呢，他吃了不怕折寿啊！哎呦，你竟敢还咒娘！周氏的眼睛都瞪圆了。我咒他什么了？你说娘吃了你的花蛤折寿？周氏像是抓住了林小鱼的小辫子，你还不快给我开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再把那花蛤给我双手奉上，我就不告诉娘。他心里一狠，不来点厉害的还是不肯走了呀。周氏还在拼命的推门，冷不防的周氏啪的一下摔在了地上。他看着那花蛤盆子，几乎都要流口水了。正走了几步，就看到林小鱼拿着一个粪瓢朝自己走来。他也不敢朝那装花蛤的木盆走近了，连连后退，退出了门外。这粪瓢一股子味儿，熏抽了他咋整啊？我再问你一次，你走不走？林小鱼一双明亮的杏眼里燃烧着熊熊怒火。我不走，你刚才说娘折寿，这事还没完呢。周氏感觉自己不能这么虚，他可是生了3个带把的。而且这回可是林小鱼露出了错处，只见林小鱼手中的粪瓢一倾斜，一兜粪水就对着周氏哗的浇了满头。我卖个海货怎么了？还有说我抛头露面了，他不想让我抛头露面，你们老吕家倒是给吃给喝呀，还想来占我的花蛤了，我打死你呢我！你老三媳妇儿，你无法无天了。周氏一边恶心自己身上的粪水，一边左躲右闪的躲避着林小鱼的粪瓢，一时间被林小鱼给打哭了。都是娘的意思，我只是一个传话的。周氏一边哭一边呕吐。你滚不滚？我走。周氏急忙爬起来就走，但是走到林小鱼粪瓢够不着的位置，林小鱼，你给我等着，让娘来好好的收拾你！我他妈！看着周氏跑了，哇，娘好厉害啊！厉害吧？哎呀，这味儿着实有点大呀！这一下够那周氏恶心好几日的了。叫他成日里没事就往自己这儿跑，做驴老太的狗倒是忠心的很。有娘在，球球以后再也不怕大伯娘和奶奶了。好了，娘还要收拾呢，粗粗乖乖去屋里陪哥哥吧。这小店门口有一棵大柳树，瓜子皮嗑了一地。这里是村人聚集说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哈行媳妇儿，平时里看你瘦瘦弱弱的样子，没想到还挺能装的。我装什么啊？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嘴笨，没想到妥帖的死。我刚才呀，正好瞧了个热闹，就是你往你大嫂身上浇了粪水嘞。你说都是一家人，至于这样吗？你大嫂是怎么欺负你了？你嘴确实笨，就闭嘴吧。林小鱼接过桂花嫂打的菜油，冷冷地看了那妇人一眼。我只是关心你一下，还有错了？就你这彪悍性子，活该没有人瞧你喜欢。这吕成行的媳妇儿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呀？哼，难怪独来独往的没人玩。旁人家的事情你少管呢。我大嫂要抢我家东西，我不反抗，怎么我让她抢呢？是有你邀请我去你家吃饭吗？凭啥要去我家吃啊？想看热闹直说呀，何必打着关心的幌子？我就彪悍了，怎么了？吕成贤天天出去跑船呢，
我软弱一些，不是要抱着孩子去跳海了吗？那妇人仗着有台阶下了，还唧唧歪歪地说着自己是好心什么的。林小鱼懒得管他们，已经走远了。阿行媳妇是个勤快的。他们到的时候，潮水正在往下退着。牛婆婆在时间和潮汐涨退的掐算上很准，把控的分毫不差。那边的礁石下有蜡罗和大海货，今日有风，点不了油灯，要不然都能照见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大海货呢？看来我们今天只能碰碰运气了。牛婆婆对今日不抱什么期望。大海螺呢？这里又有一个。牛婆婆快来，这里是螺群呢。这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竟然能遇到这么多螺，已经一眨眼就快小半桶了。还以为昨日里运气好，没想到今日的运气才好呢。牛婆婆，我想去那边看看。去吧，没有油灯照着，咱们也瞧不见，你就摸黑了弄，碰碰运气吧。按牛婆婆的话来说，他们是靠海养着的人，对海货也不能赶尽杀绝，小的放了。起南风了，潮水很快就会涨回来的，咱们走吧。李小鱼点头，两人又回到了村子里。兰花蟹抓住了，之前给秋秋和小李换鸡蛋吃。天亮了，嘴里还喃喃地嘟囔着梦话。哥，娘好辛苦，我们做饭给娘吃吧。秋秋小声说，怕吵醒了林小鱼。我去。林小鱼是闻着米香味醒。娘，是哥哥煮的粥，已经放凉了。你们那么小，万一烫到怎么办？明天不许碰灶台了。两个孩子浑身一抖，不敢再吭声了。乖，粥煮得很好，等你们再大一些，就让你们碰灶台了。牛婆婆提着一桶海螺，急着去码头上卖呢，但是还没开始卖，就遇到了拦路虎。老大家的说你在外面抛头露面，丢我们老吕家的脸，果然如此。吕老太结实的身影把林小鱼眼前的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她一副你丢我家脸了的表情，嘴角还不屑地往下撇着。大海螺、兰花蟹，有人要吗？林小鱼叫卖的嗓门更响亮了一些，就踹了一下林小鱼的木桶。这木桶又大，里面又装满了东西，被吕老太踹了一脚后，反而踢得吕老太自己脚疼。她抱着脚龇牙咧嘴，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快给我跪下去！我们老吕家丢不起这个人。林小鱼耐性有限，嚯的一下站了起来。怎么，我卖海货赚钱，你来买菜花钱，都是抛头露面。凭什么我就是小贱人？那你又是什么？哎，这个我知道，他就是老贱人了。刘三，这是我们的家事，你管不着，给我闭嘴！吕老太看到林小鱼在笑，气得肚子疼，怎么就偏偏的遇到柳三儿的憨货呢？既然是你瞎事，你就回家说去。你站在人家摊子前骂骂咧咧的啊，还不是想让人家生意做不成啊？正好这堆海货便宜了你。大哥，你真像了。吕老太油光发亮的脸颊僵了僵，神色有些不好看，想走，但是又不肯输这口气。他怒道：刘三，你咋的？我教训一下自己的儿媳妇，你要管？我就说这不老实的小蹄子怎么来卖海货了？是不是趁我家老三不在和你苟合啊？林小鱼听着这话，脸色也变得格外难看。吕家的，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叫小鱼以后在村里怎么做人啊？牛婆婆，别浪费口水了，大清早的，您怕是没洗脸就出门了吧？说什么糊涂话呢？这么说你们吕家脸上有光啊？这老头子要是知道自己给家里丢人，少不了要胖揍他一顿。偏生柳三儿不打算饶过他，还真张开了双臂。我要是真苟合，我也和你苟合呀。落叶村哪个不晓得你是家里管钱的？说不准我给你折腾舒坦了，你还给我几个银子试试呢。你是这个理儿没错。柳三，你也不挑食啊。哎呀，我是光棍儿，我挑什么食啊？这倒贴上的老婆娘还给银子使，多好啊！有理有理。吕老太已经气得待不下去了，拎着他的菜篮子就跑没影了。刘大哥，刚才幸亏你了，要不然我婆婆给我闹的呀，也赚不了钱，孩子都得挨饿。这是我的心意，你拿回去尝尝鲜吧。哟，这大海螺都是城里人吃的东西，没想到我还有这种口福啊！别客气，这我不能拿。就这最后一条鱼了，给了你，我好早些回家陪闺女。快点接着吧，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啊！你就拿着吧，刘小子是个好的。牛婆婆，就你还天天笑我这刘小子的。你也是婆婆看着长大的。柳三收拾了桶就回家了。昨日里的那个客人又来给林小鱼和牛婆婆的海螺包圆了。只是路上偶尔遇到村里人，瞧见大家匆匆地朝着海边走去，神色肃穆，林小鱼觉察出了一丝不对劲儿。
但是走到半道上就被一个人给拦住了。哟，这不是吕成行家的吗？这从哪儿回来的？这又是买米又是买糖的，你们还欠大海钱的吧？人家人都死了，你还真是吸血的蚂蟥，死人的钱都不还，反而自己买东西吃吃喝喝。开口的人正是那日在大柳树下和林小鱼有了口诀的妇人，她名唤王金花。回去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眼下这机会不就来了？你说什么？说你欠债不还，自己吃吃喝喝倒是快活。大海死了，那1两银子就是问大海借来的，而且这一趟出海的时候还是大海过来喊吕成行出门的。那吕成行会不会出事呢？是啊，渔船遇到巨浪了，现在船身都被毁坏的不成样了，就在咱们村的出海口呢，好多人都过去了。哼哧哼哧的就朝着出海口跑去。王金花见林小鱼走了，也赶紧追上。就这种不还人钱的，自己一定要在人多的时候将他那副装模作样的脸孔给揪下来，以报那日他怼自己的仇。林小鱼跑到那儿的时候，好像中间还围了一个人。吕成行呢？大海，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要让我们怎么活呀？大海，我的儿啊，你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好狠的心肠啊！你给我起来，你这个不孝子啊！你说等这个冬天还给娘买棉袄的，爹。林小鱼瞅到了大海几个兄弟正在和那船主商议赔偿的事情，林小鱼急忙跑过去抓着那船主问：吕成行呢？吕成行没说。你是？他是我男人。船主正准备答呢，我在这儿，看起来很是狼狈。没事就好。他松了一口气。吕成行没有吭声，这个女人是害怕他也出事吗？大家瞧瞧，这大海刚没了，孤儿寡母的好可怜。这吕老三家借了人家的钱，还去买米买布的，瞧瞧多好的帕子啊，真是舍得花钱。果然大家的注意力就都瞧在了林小鱼身上。我花的是你的银钱吗？你花的是死人呢，你心安吗？王金花说着还指着地上的大海，分明是挑事。借着死人生事，你又安心啊？大海和我男人多好的兄弟情啊！你这么挑唆两家的关系，你就不怕入夜了大海去找你啊？哟，吕老三家的真是转了性子了，以前都装那温顺的猫儿狗儿，现在也比你这种畜生不如的强吧？梁子都已经结下了，不怕得罪的更加彻底。王金花何时被指着鼻子骂过呀？她张开巴掌就想要打林小鱼，手还没落下呢，就被吕成行给抓住了。现在吕老三，你这媳妇好没有道理，你还要护着？王金花挑眉说：与你无关。这落叶村谁人不知吕老三是个巨嘴葫芦，现在竟然也和他媳妇一样了，果然一锅饭吃不出两样的人，白生了这么张巨俏的脸了。大家来瞧瞧啊，我好心叫他们把欠大海的钱还了，吕老三还要打人啊！他干脆就是坐在了地上，一副闹腾开的样子。这吕家确实有点不对了，人家大海都没了，还不赶紧还钱呢？可不是，打人也不对呀，大海还在地上躺着看呢。哎，你说别那么吓人啊！来，与我说道，我男人怎么打你了？打你脸了还是打你身上了？但凡哪里红肿了，你指出来，让大家伙看看呀！林小鱼口齿清晰，嗓门敞亮。找不出来是吧？哼，你这种红口白牙的诬陷啊，真是让人恶心呢。就是不要脸的人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吧？你再不起来的话，我这大巴掌就呼你脸上去了。他的手稍稍的动了一下，王金花吓得一咕噜就爬起来。他更觉得林小鱼让他丢了面子，爬起来就想冲过去撕林小鱼。王金花，你闹够了没有？大海媳妇李桂香从男人身边站起来，指着王金花就骂：我这是帮你啊，桂香，他不还你家钱。王金花将胸脯拍得砰砰响，一副和李桂香掏心掏肺的样子。都是一个村里的，他能不知道王金花是什么人吗？我听说大海掉进海里的时候，是吕兄弟不顾生命危险将人捞上来的。虽然大海没了，但是这恩情我们记着呢。说不是吕兄弟，我们家大海怕是连遗体都被海水装走了。而且倩倩也是我们两家的事，不需要外人插手。他这个戏可演不下去了。糊涂，我看你就是被他们蒙骗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王金花也觉得自己像是个上蹿下跳的小丑，气得跺脚就离开了。没了王金花的聒噪，这里也只剩下大海一家子的啜泣声。吉安，这都是命。这是上回买鞋买米之后剩下的7钱，我没有乱花钱，好歹也是搭伙过日子。林小鱼觉得自己也是摆正了态度，信不信就随便吕成行了。
吕成行点头，自己也从怀里摸了刚结算的3000银子添了进去。他将钱交到了李桂香手里。嫂子，这是我欠大海的1两，你们还要操办丧事，少不了要花钱。哎，吕兄弟，大海就这么没了。走吧。回到家里，这是兔子，他还会做这些。弟弟，娘给做的鞋子。弟弟，娘做的布偶，陪着睡觉就不怕了。弟弟，娘还给我们买包子吃，还给我们做葱油花甲。林小鱼正忙活着，就听秋秋和吕成行说，娘晚上都和牛婆婆出去赶海，我第1天晚上发现娘不见了，还哭鼻子了。娘就做了这个玩偶陪我们，秋秋和哥哥都不怕了。林小鱼听到秋秋事无巨细的都说给他爹听，也觉得没什么，正好省了他在跟吕成行解释的功夫。这时就听到院门被砰的一声踹开了。老三，你糊涂啊！吕老太高亢地喊了一声，奶来了。弟弟一回来，奶就来了。别怕，有爹在。然后将2个孩子放下，让他们进屋里去。他也不是个傻的，从秋秋的反应也能看出来，他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母子3人也是有受吕老太欺负的。看向吕老太的眸光也冷了3分。孩子们刚窜进屋里，吕老太就走到了吕成行的跟前，食指点着，都快落到了吕成行的脸上。你呀！一双凤眸里凛冽寒意，让吕老太缩回了手。吕老太泛着油光的脸皮子抖了抖，想到现在他叫吕成行，唤自己一声娘，那自己的话他就也得听着。吕老太张开嘴，又是唾沫横飞。已经欠那大海的钱还了。还了。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蠢的儿子？这大海死了，你问他借的钱，这就不作数了。只要你咬死不认就成。现在你还还？我看你是脑子不太好了。有这钱拿来给娘不好吗？吕老太想到自己痛失了1两银子，就气得胸脯起伏。人在做，天在看。呸！老天爷要看，就让他看呗，看看是能少块肉还是咋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去大海家把钱要回来。我可是听说了，你跳进海里救的人，他们按理说还得给你钱呢，就那捞尸的都有2两银子的酬劳呢。这么晦气的事儿，一般没人干。吕老太说的正起劲儿，吕成行嚯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从院子里拿了柴。老三，你干啥？吕老太吓了一跳，马上闭嘴不说了。砍柴去。吕成行握紧了柴刀，就推门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吕老太气得跳脚。吕老太想到那1两银子就肝儿疼。她听到灶房里的动静，又摸了过去，见到林小鱼在骗鱼，就把火气都撒在了她的身上。你这个败家婆娘，你男人还人家钱你不拦着的，现在还吃鱼，你可真是有本事。这鱼拿来，小心我和你爹了。说着，吕老太就想去拿林小鱼手中的鱼，这么大一条鱼，够一家子吃了呢。放下，我让你放下。你儿子是吓唬你，我可是动真格的，我的菜刀没长眼睛的。林小鱼左手按着鱼，右手的菜刀对着吕老太的手就剁下。吕老太哆嗦了一下她微胖的身子，哎呦，这林小鱼真是死过一遭的人呢，怕不是被厉鬼附身了吧？你这么对你婆婆，不怕天打雷劈吗？天上的雷咋就这么准劈我呢？要劈也是先劈你吧，死人的钱你都敢算计呢，不劈你劈谁呀？林小鱼见识过，这吕老太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菜刀又是高高扬起。你个短命鬼啊！吕老太一溜烟就跑了。娘真厉害，弟弟都对付不了奶，娘就把他赶跑了。恶人自有恶人磨，你娘我就是这个恶人呢。娘才不是恶人，娘是好人。自己要是还不和他说话，不知道以后他还会不会搭理自己。看来以后得找个机会和娘说话。走，一边玩去。他的鱼还没处理好呢，他回到了灶房，闻着灶上的糙米饭冒出了香味儿。他片鱼的速度更加快了，得赶着来，要不然米饭都要凉透了。他不由得想到了前世在奶奶家住的时候，那种农家双眼灶，又好又实用，2口大锅，一口做饭，一口炒菜。现在自家灶房要是改的话，又得花钱，唉，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呢。吕成行扛着柴火回来的时候，柴火两边又挂了2只鹧鸪。娘来看，娘，弟弟又打鸟回来了。你这是养了一窝鸟在山上吗？可段时间去掏2只呢。没想到吕成行还微微点了点头。这只鹧鸪鸟正好把巢穴遮在山洞里，我砍柴的时候瞧见了，就每回去掏2只。一般人瞧见有鹧鸪，肯定全都抓了，而他呢，没有一次性抓回来，是不是也知道吕老太在欺负他们母子呢？不由就有一股子气往上窜。你娘被我打跑了，差点用菜刀砍了他的手呢。见他没有半分反应，依旧是平淡如水。
说着男人愚孝吧，他故意说这件事，他却没有半分懊恼；说他不愚孝吧，身上还背着家里的20两银子的债。娘，今天有肉吃吗？这鹧鸪活的，留着卖吧。咱们今儿吃鱼，鱼肉也好吃的。再等娘一会儿，炒个蛋就能吃了。秋秋喊了吕成行吃饭，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模样是吃红薯糊糊的时候不曾有过的。这些年他活得太糊涂了，亏欠了孩子。一顿饭下来，一家人吃了个肚子滚圆。林小鱼烧了热水，又给俩孩子洗了澡，刚把他们塞到床上，林小鱼就回到了灶房里。但是刚进门的时候，脚下一打滑，身子失去了平衡，突然感受到腰间被一股大力托起，林小鱼艰难地抓住了门框，扭头看去，只见吕成行光裸着上身，一身的腱子肉。谢谢啊。他挣扎了一番，瞪大了杏眸看着吕成行，只见他的脑袋微微低了下来。林小鱼心里宛如擂鼓。你干什么？虽然你没有人皮面具，但是你不是他，你究竟是谁？吕成行一双眼眸里有如鹰隼一般的金光。林小鱼啊。你不是。我又不跑，能先穿好衣服再说吗？说来话长，先喝点水润润。等吕成行坐下后，林小鱼也就将事情经过道来，只说自己就是林小鱼，只是醒来的时候多了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你不信？你腹部稍下些不是有颗黑色的痣吗？这女人真是胆子大了不知羞。都是夫妻，你也不要不好意思啊，你哪处没被我看过？好了好了，我就是想同你解释，我是2个孩子的亲娘嘛，我以后呢会对他们好的，只是我现在呢有一些特殊记忆，所以我不会让人欺负我们母子3个的，谁敢欺负我们，我就与他拼命。吕成行凝眸，他说的是吕老太、周氏，亦或是他？好了，能睡觉了吗？娘回来了，可以吃饭了。娘，你怎么不让孩子们先吃呢？还有晌午不要煮粥做饭呢，要不然一天不顶饿的。吕成行的眉头皱了皱，没吭声。不会。吕成行默默的不吭声。林小鱼算是看明白了，他确实不会。本来爹说给娘做香喷喷的米饭的，但是爹水放多了，就煮成了粥。林小鱼先给俩孩子一人盛了半陶碗的粥，又说：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娘今日发财了，等下给你们做一个豆腐鲫鱼汤，再炖一个肉末蒸蛋，你们记得留肚子。2个小家伙一听有肉，眼睛都亮了。怎么了？你不会吃腰子吗？腰子还挺补的。林小鱼正在给腰子取白色的筋膜。这个不是特意给你买的，是卖猪肉的送的贴头。越说越觉得自己是越描越黑呀。林小鱼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我不吃。爱吃不吃。林小鱼把腰花摆到了自己跟前，说了送的了，你不信？我只是不喜内脏腥膻。秋秋晃着脑袋上俩辫子，已经伸出了筷子，还捡了一个腰花吃。好吃好吃，一点都不腥，爹爹尝尝。吕成行还真是一口都没动。林小鱼气得不行，这臭男人，烂鲳鱼、红薯糊糊都会吃呢，好端端的菜给他吃还挑剔上了，真是气死人。你去帮我挑几桶海水回来吧，就倒在我放在院子里的木板上，让日头晒着。我等一会儿可能就会去出海。你说什么？出海？他快步走了过来，站在吕成行跟前，仰头看着他。我不许。吕成行不理他，扭头就要离开。你忘了大海是怎么死的吗？你只是运气比他好那么一点，难道你对死亡没有恐惧之心的吗？你知道什么是死吗？你死了之后，你就只能看着小丽和秋秋了，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连抱抱他们的资格都没有呢。看到吕成行眉头深皱，林小鱼又说：左右你也是个不管孩子的，兴许死了和你现在也没什么区别。好话歹话我都说了，去不去随你。娘的钱还要还，等还完了就不去了。还什么钱呀？你其他几个兄弟都还钱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这么大一个人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其中缘由，我不便和你多说。既然答应他的，我一定会还上的。听了吕成行这话，林小鱼气得不行，最后气不过，把怀里的钱都掏出来摆在了桌板上。瞧见没？这都是我昨天晚上捡蒸子赚的，你只要在家里好好带孩子就行，大不了等让孩子吃饱穿暖了，这钱我替你还，月末也用不了多久。他来还。爹娘，弟弟不要出门，弟弟听娘的，阿牛哥哥好可怜，阿牛哥哥都没有爹爹了。行，爹不出海了。你要是想赚钱，就去山上抓鹧鸪吧，昨2只鹧鸪我卖了，也有20文呢。你收着吧，这个家
给你来当。我当就我当，现在我去找牛婆婆一趟，你记得帮我提海水晒盐。婆婆，猜猜赚了多少钱？50个铜板，一共赚了620个铜板呢。咱们对半分呢，就是一人3000又10文。这么多啊！那我们今儿还去捡蛏子？今儿不去了，我们捡蛏子太快了，酒店吃不下那么多的。那张府的彭管家呀，让我找海胆来。婆婆，您知道哪里海胆多吗？是你上回说的那毛刺球，那也有人要吃啊！我以为你捡着给孩子玩的。能吃的，县城里的有钱人点名要的呢，兴许还能卖贵一些。哎，昨儿咱们去的那片海滩就成，礁石下海虎特别多，我以往哪能赚这么多啊？阿星媳妇，你是个有福气的，婆婆跟着你去赶海，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发笔小财呢。婆婆，我们会越赚越多的。你就是柳大哥家的闺女吧？长得还行吧，也年轻，就是你这头发好奇怪啊，带2个孩子太多了，我家老头赚钱不行，这样他会很累的。你能干不？还挺能干的嘛。那个，你应该是误会了，你不是刘媒婆介绍给我家老头的？哎，叫吕婶子，这是我闺女柳絮。上回说给你家闺女绣个帕子，这耽误到现在了。小絮，你看看喜欢不？爹，你帮了什么人忙吗？还是……你这臭丫头，人家有相公的，是吕家老三，这是秋秋和小李吧？哎呀，家里没什么好吃的，我去拿点刚烤好的小鱼干给你们吃。这是什么花啊？好好看，丁香，花朵很小很小的，但是有一股香味儿，一开就是一大簇呢。姐姐，我很喜欢这帕子，以后我也要去看看真的丁香花。你怎么和臭虫一样阴魂不散呢？你撕我男人衣裳干什么呀？这想投怀送抱也太直接了吧？当我是摆设呢？呸呸，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啊？去柳家偷男人，这怎么刚从柳三的炕下来，倒是想起来自己还有个男人了？怎的？你躲到床底下偷听到的？我是没瞧见，旁人瞧见的说与我听的，都敢做咋不敢当？谁瞧见的？站出来和我对峙呀！严大叔家的，还有李狗蛋家的，王麻子家的，你们站出来啊！王金花急了，怎么被林小玉3言2语说的倒是他来诬陷一般呀？说啥呢？我们就是多嘴听你说2句嘛，我们又没说啥。可不是，都是一个村的，哪能跑人家男人跟前说？就是。紧接着林小玉就骑在他身上开始一通乱挠。叫你扯我男人的衣裳呢，衣裳多贵你知道吗？扯坏了你赔得起吗？我就去柳三家给他闺女送个帕子而已，就能给你说成这个样子呢？我还带着2孩子，一共3孩子呢。你和你男人干那点事情都当孩子面的，叫你多嘴长舌妇，我撕了你的嘴呢！疼，我的嘴痛。见林小玉是来真的，他忙说：错了，我错了，再也不敢了。以后谁敢在背后编排我，麻烦当我面说，找我男人算什么事儿啊？娘好棒！娘骂坏人呢，把坏人赶跑了。娘不会打秋秋和小李的，你们都是娘的心肝宝贝儿呢。进屋去。林小鱼和吕成行对坐着。你打徐大山是因为我？那婆娘甚是聒噪。我打水之时，她说女人3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不打她，就打她男人。怎么管教的自己媳妇儿不知道吗？你笑什么？手拿来我看看。林小鱼一把拽过他的手。你轻不过。大男人还怕被人摸下手呢，我这还没摸呢，就看看你被人打了有没有受伤，看着还挺结实的拳头呢。吕成行的剑眉皱了起来，油嘴滑舌，他一把缩回了手。林小鱼又说：你把人家徐大牛打成这般呢，就不怕将人打坏了？你有钱你赔。吕成行丢下一句话，起身就走。娘，你看爹爹抓的兔子。你抓的？你明日带去卖了。吕成行一柴刀落下，柴就劈成了2半。娘，可以不卖小兔子吗？算了，娘要赚钱，养活和哥哥不容易，还是卖了吧。反正山上有好多小兔子。懂事的孩子。行，到时候就留一只小的给秋秋和小丽玩。不过你们要去摘野菜，好好的养着，给养肥一点，到时候卖个好价钱。正欲挤兑几句，外面就传来了一个聒噪的声音。村长啊，就是他们家，我亲眼看见我们家老三带着一窝兔子回家的，肯定是放山火熏兔子了。放山火？林小鱼一时记不起，
但是记得这是个禁忌。村长啊，你还记得前2年的胡家也是熏兔子放山火吗？烧了咱们若叶村一整片山头呢。咱们村里人都指望着这座山里的柴火，我这也是为了我们村子里好啊，这都不惜大义灭亲了。1、2、3、4、5。村长默默地在心里数了数，2大1小，果真和周氏说的是一窝兔子。吕家老三呐，你幼时离家，16了才回来成家，被赶走的胡家的事儿，你应该是知晓的。咱们村里呢，有个不许熏兔子的规矩。吕成行放下柴刀，正准备说呢，却被周氏给打断了。哎呀，村长，我们家小叔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要不然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嘛。要你在这跟前虚伪？哎呀，村长，你瞧瞧啊，他还吓唬我呢。吕老三家的不许吓唬人，熏兔子这事儿严重的很，都有了胡家被赶出村里的先例，你们自然也不能轻罚。不过念在吕老三跳进海里救了大海，虽然人没活下来，但也是我们村里人的楷模了。这事儿啊，就从轻发落，就罚钱吧。谁说我这兔子是熏来的？小叔子，做人得实诚啊！你看你们院里兔子一家都整整齐齐的了，你不是熏来的，难道还是一只一只逮来的呀？就是一只一只逮来的。哎呦切！哎呦，你要是一只一只逮来的，我这脑袋我得朝下给你表演一个倒立一刻钟啊！哼！听周氏这么说，林小鱼也有点微微的担忧。村长，你同我进屋。这兔子右腿处有小石子的击伤，除了这只，每一只都有，连带着兔毛都被打秃了一片，显然是和吕成行的说辞一般。突然响起一声砰的关门的声音。老三媳妇儿，你干啥呢？我就是陪村长过来的，你咋把我给关屋里了呢？那个啥，这家里还在煮着饭呢，要是再不回去，那一锅饭都得糊了。来吧，倒立完1刻钟回去，兴许还能吃点锅巴呢。林小鱼对着周氏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老三媳妇儿，咱们是一家人呐。村长，吕老三家的，咱们呢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不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这我家大嫂找您就是诬告呀！说是我男人找不到证据证明这兔子是自己抓的，那不就要罚钱了吗？那我们又找谁说理去？这些个诬告的人就应该狠狠教训一顿才是呢。吕老大家的，你去外面倒立着吧。人无信而不立，答应人家的一定要做到。村长，我也是一片好心的，我也是担心咱们村里的山被山火给烧着了，能不能从轻发落呀？不行，去院外倒立吧，也给村里的人瞧瞧，以后啊不能有个口角就来我这里诬告。村长，林小鱼配合的开了门，这边周氏带着村长来吕成行家，还是一路吆喝过去的。哟，这是咋了？还倒立上了？该谁叫他诬陷别人的？要是诬陷了我家的话，我非让村长罚他钱不可。可不是嘛，大家又多不富裕，罚钱多难受啊！哎呦，啥？还要罚我钱？村长，我这都听说了，是我家老大家的不懂事，这冤枉了老三家的，左右都是我们自家人，我们关起门来解决了就行了。你这是觉得我多管闲事儿了？不敢。吕老太见自己说话也没用，别过脸去不看周氏这丢人的玩意。既然我家老三的兔子不是用火山熏来的，那就拿来给娘领去集市上卖了还几个钱抵债。可怜我养3个儿子，背了一身的债。那自然是还债先的呀，谁家都不容易呀。这好你个不孝儿媳妇，你敢拦我？不给就是不孝，这哪来的道理啊？没想到他竟然在人前还这么不给自己面子，他伸手就准备捶林小鱼。大家瞧瞧，谁家儿子分家净身出户，还得背上20两银子的债务的？我前段时日不是跳海了吗？就是被这债务给活活逼死的呢！放屁，别听他瞎说。蹭蹭的走到近前，压低了声音对林小鱼说：一笔写不出2个理来，你将我们家老吕家的脸都丢光，坏了名声，对你有什么好处？以后你的闺女还是要嫁，你的儿子还是要娶的。一笔写不出来就不能买2支笔啊？
谁知道吕老太哎呦一声的就倒在了地上。你竟然敢推我，我可是你婆婆啊！林小鱼可没想到吕老太这么会做戏，村里人也纷纷谴责。这你婆婆虽然不对，但是好歹也是长辈呀，做小辈的怎么能打人的呢？谁知道林小鱼也就地一滚，连脸都擦伤了一些。婆婆，我只是说出实情，我根本就没有推你，你还要做戏给大家看，现在还推我。吕老太肯定是装的，和我家的四老太婆一个德行。大家说说，我们这20两银子该还吗？大家评评理，村长也给我们一个公道。这钱应当我自己来还，给我些时间可好？你拿什么还？林小鱼怒瞪着吕成行。若是你不让我去赶海，那我就去打猎，卖些利息能还清的。不行，今日就要扯清楚，免得夜长梦多呢。要是你一直惦记着，那你就以后赚了钱还我。吕老太见两人说悄悄话了，我让我儿子背债，又不是让你背债。那个小蹄子，上蹿下跳什么劲儿啊？你不是去跳河吗？怎么淹不死你个祸害？人群里泛起了嘀咕声。当时吕家人不是还不想认吗？说不是他家人，还闹得滴血认亲。哎，是不是吕老太还觉得不是他儿子，故意让背了这么多债呢？说不准和前头那2个不是一个爹生的。都给我闭嘴！一个个长舌头的很，小心死后遭了阎王爷拔舌头。20两银子可以还给你，既然村长在，也给做个见证。1个月还多少钱？我们慢慢还。这小蹄子竟然愿意松口。还有，我家男人娶妻才2两，养他也花不了20两。这20两的债也有帮其他兄弟还的，那我们就得写个契书了。以后我们不负责养老，说是以后死了，棺材我来处。他还豪气地拍了2下胸脯。你个小贱人竟然敢咒我死！老娘比你还长寿呢，到时候我白发人送你这个黑发人。吕成行没有吭声。那就按照吕老三家的说的立个字据吧。凭什么？我生的儿就是养儿防老的，除了这20两，以后我就是要千两万两，他也得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娘不敢的话，儿子只有去卖身了。我这么大一个人，应该也能值10两银子，要不然继续跑船，要是死在海上，娘1毛钱都捞不到。老三，你既然也和那小蹄子一条心，吕家的，你好好想想。娘，不就是字据吗？咱签呗，以后我们家和老二一家孝敬您，那不是也一样的吗？娘，能拿多少钱是多少呀，以后老三要是死了，可就一文不值了。切，那就商议一个吕家老三1个月能还得起的钱。1个月得还1两银子。哎呦，这吕老太呀，真是个蚂蟥，专吸儿子血的，关你们屁事！只是1两银子太多了，他现在也没有把。5000，我们1个月还5000给你。先前拿了多少钱，你也得弄个收据来。啥？先前拿啥了？都是零零碎碎我儿子孝敬我的，可不是还债的。我记得就行。分家的这3年，一共是给了17两3文银子。原来我们只要还2两7000就够了。没想到吕成行竟然给了他这么多，难怪一家子过得苦哈哈的。他要是早点来了，肯定把吕成行的脑袋给打爆。不行，我不肯。5两，我们最多再给5两，1个月还5000，10个月还清。不过再加一条，断亲。林小鱼的话铿锵有力，他已经见识到了吕老太的无耻，不想再被纠缠。10两，给10两就断亲。吕老太看了一眼吕成行，是不是他儿子还没准呢？而且他离家久了，早已没有什么感情了，自然能多要点钱就多要点钱了。好，这出闹剧总算在吕老太奉上了17两3钱的收据，还有还完钱就断亲的契书以后，告一段落了。弟弟，你一直看娘干嘛？娘脸上有脏东西吗？秋秋，爹还要砍柴呢，快去一边玩去啊！秋秋进来，给娘开火。有事不来找我直说，哼，那就憋死他吧。我也可以。这孩子倒是和我说话也多了。什么时候和秋秋一样，做个小话痨才好呢？进来吧。好香啊！哥，你觉得香吗？小李也点点头。要是娘能一直这样的话就好了，不打人还给做饭吃，还能保护我们。吃饭啦。晚些我们再谈。谈谈就谈谈嘛。好吃。他抬头看林小鱼，有些不明所以。哎，他是怎么了？这女人现在火气倒是大得很呐，还是不惹为妙。弟弟，你应该夸夸娘做的饭好吃。味道确实不错。得了，还没小李真诚呢。林小鱼嫌弃。
一顿饭一家子都吃得肚子滚圆的。他是不是嫌弃自己不帮忙啊？吕成行皱着眉头想。正想着，林小鱼坐在了长条凳上，招手让吕成行过来。你不是吕老太的亲生儿子吧？吕成行眉头微挑，这女人现在如此敏锐，骗他也怕是不成了。左右2个孩子也是你亲生的，我是你的媳妇儿呢，咱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你如果连我都信不过，又还能信得过谁啊？是，如你所料，因为一些缘由，只能冒认了吕成行的身份，所以那20两就当作是补贴他们的。吕成行坦白了，看着眼前的林小鱼，你无需担心，我并非江洋大盗，也不是作奸犯科之辈。那你原先叫什么？我们还一起过日子的呢，总不能连你的姓名都不知吧？2个孩子都不知道亲爹的姓名呢。谢魏阴。哪3个字啊？你识字？以前是不识的，这不是现在多了记忆就识得了吗？就是王谢堂前燕的谢，茂树阴卫的卫，因何之故的之。听得林小鱼眉头一皱一皱的。吕成行这是坦白之后还端着了是吧？还和我拽上文了，这不就是谢谢的谢，蔚蓝色的蔚，因为所以的因吗？这么说多么简单明了啊！那原先的吕成行呢？他死了。吕成行说完之后陷入了沉默。林小鱼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没有接着问。行，知道了啊。之后有什么祸端呢，一定要早日和我说，我好带着秋秋和小李先跑，这是保你谢家的一点血脉嘛。吕成行被他气得绷着脸。我谢家还并非灭门，只是我惹了祸端。这里山高皇帝远，这祸端自然也不会寻上门。这就好，那我先歇着去了，晚上还要去抓海货呢。现在早点睡，等抓海货的时候才更有力气。他毫不在意。这个秘密他藏了太久太久了，如今说出来，倒真是松了一口气。海货，海货，新鲜的海货了啊！又肥又鲜美，榛子、兰花蟹、石斑鱼喽！小嫂子，你这蛏子呀，真不错嘿！我昨日买回去，哎呀，鲜得很。我今日再来买点儿，还是一个价钱的吧？对，还是3文钱2个，买10个送1个。哎，彭管家，你找谁呢？你找你呢？那海胆可找来了？找来了，这么多呢。啊，和我走吧。啊，走哪里去啊？好事啊，林大厨找你，你这些东西他都能包圆了。人来了。大妹子，你叫啥呀？以后我们酒楼问你长期买蛏子。林小鱼。哎呦呦，正好哎，还是本家呀。哎，来，里面说。林大厨，你是想买榛子吗？要的，而且要的量还很大，至少要昨日那么1桶。也是彭管家引荐的，都是朋友，那就和以往的价格一样吧。我每日早上就给你送过来吧，都是晚上去给你现抓，如何？好。林大厨只愣了一瞬。还有一件事儿。但说无妨。林大厨就娓娓道来。所以我想问大妹子你买下这方子，就当我个人问你买的，如何？我只是略微提了几句，并不存在什么方子的。不，要的，还请大妹子你也保守秘密，不跟其他的酒楼说。你统共告诉我2个方子，那么我就按1个方子1两银子算，可好？你就依他呀，给你钱你还不要啊？往日你的海货也有了销路，这可是长期生意呀。好吧。林小鱼接受，这就好比天上掉了馅饼下来，还强行告诉你，你必须张开嘴。看着捧在手里的2两银子，他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你今日还有蛏子卖吗？自然是有的，不多了。哎，对了，我这里还有石斑鱼、兰花蟹，还要吗？你这里竟然还有石斑？多少钱呢？都这么熟了，林大厨给个价吧。石斑就5000银子吧。他没有听错，竟然是5000银子。看来以后价钱可不能再听牛婆婆说了，她也是被人坑得多了。卖。
离开雅士之后，到了后厨，接下来就是和彭管家的海胆的生意。哎，等下，有什么问题吗？你这蒜蓉榛子就是这么做的？彭管家在一边看着，也不敢贸贸然开口了。那怎么做？借个灶台。一时间，灶房里已经香气扑鼻了。尝尝。真的是蒜香扑鼻啊！没想到大蒜还能这样。好吃，确实好吃啊！看来我介绍了一位了不得的人才给林大厨啊！我会了，这蒜蓉蛏子一定会成为我们留客楼的主打菜。林小鱼交代完了这边的事儿，就和彭管家说起了事来。这海胆这么多呢，你们招府能吃完吗？这东西也不知道县城好不好卖。既然是小姐点名要吃的海胆炒饭，那我就多拿一点，给我个10个吧，一个算你50文钱。林小鱼努力控制，才控制住自己想要张大到惊的能吞下鸡蛋的嘴。海胆炒饭是什么样的？我瞧瞧我这酒楼里能不能做。也是小鱼交给我们府上厨娘的。彭管家称呼都亲近了一些。我做一次给你看看。看上去色泽鲜艳，乍一看和蛋炒饭差不多。这方子，这海胆炒饭的方子，林大厨出了足足5两银子。其实这海胆也可以生吃的，生吃微微的甜一些，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做海胆炒饭吧，这样旁的酒楼也不知道你们的用量，这方子捂着也能卖久一些。小鱼妹子真是个妙人呐！林大厨心满意足，背好他的背篓就准备回了。没一会儿，林大厨就追了出来，喊道：小鱼妹子，蛏子至少15斤，15斤呐！林小鱼摆摆手，表示知道了，他也急着去赶牛车呢。下了车，林小鱼就回家了。海盐帮我撒了吗？晒了，见你昨日里用了一半，今日一早就晒了，下午估摸着还能再晒一遍。你拿锅挖长一些，我今晚需要用的海盐很多。他俩的对话就宛如工作中的同事对话一般，心想着这样也挺好的。吕成行倒是看了他好几眼，不管是以前府里的女人和现在村里的女人，都没有他这样的，一心都想着赚钱。吃完饭，林小鱼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找牛婆婆了。但是一出门，林小鱼就见到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朝着自家走来。为首的自然是吕老太，但是跟着的还有今日找过他麻烦的严大树家的。林小鱼，你别跑！事出反常必有妖，而且吕老太还带着一个木桶，万一里面也是粪水什么的呢？让他别跑，他肯定要跑啊！他就撒丫子跑起来，跑得飞快。追老大媳妇，泼！但是脚上一阵温热，只见猩红的液体已经将他从小腿位置都泼上了。泼中了，泼中了！妖怪，你还不给我现形！我瞧着你家老三媳妇就是不对劲的很，肯定是被妖怪附体了。现在黑狗血泼到他了，3念之咒语，很快就能显形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显形显形！林小鱼内心讪笑，哈，原来他们是怀疑自己被妖怪附体了，难怪会用黑狗血和桃树枝这种辟邪的东西来对付自己。林小鱼张着手，故意做了一个吓唬人的表情。哎呀，妖怪啊！离他最近的周氏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做了一屁股的黑狗血。严大树家的和吕老太都是又怕又高兴。看，要现形了，这黑狗血就是厉害。林小鱼不想跟他们玩了，正准备将他们暴打一顿的时候，是吕成行。他跑到林小鱼跟前，看到一地的血腥，剑眉就皱起来，眼中满是凛冽之意，目光如同饿狼一般的盯着吕老太。你又做什么蠢事了？你竟敢这么问你娘？你媳妇被妖怪附体了，娘这是在帮你。娘怕不是老糊涂了，小鱼哪里是妖怪附体的样子啊？难怪林小鱼不喜吕老太，往日要银子也就罢了，现在是隔3差5的过来找事啊！快了，快了！刚才我们都看到他变脸了，妖怪肯定就要现形了。吕老三，你到时候就知道感谢我们了。你想想，睡在你身边的要是个母长虫，多可怕呀！许仙和白娘子看多了吧？你们说的现象是这样？
这一下3个人都明白过来了，刚才林小鱼只是在吓唬他们而已。周氏看着自己沾染的黑狗血比林小鱼还多，心里懊悔不已。她都说不来不来的，婆婆偏偏就要她来。娘，我先回家去换衣裳。看着飞快跑回去的周氏，吕老太低低咒骂了一声：没用的东西！去把村长叫来，带上纸笔和那欠条。这边吕成行一走，吕老太和严大树家的就吆喝起来：村里人注意了，咱们村子里来了个妖怪，大家都出来看看，瞧一瞧。现在咱们等这个妖怪现形，就将他就地正法。等吕成行回来的时候，林小鱼就被村里看热闹的人围在了中间，大家议论纷纷。我瞧着你们呀，也真能够臆想的，这黑狗血的泼到了，要现行早就现行了呀，人家明明就是个人，好不好？林小鱼看过去，只见是柳三儿，就给了他一个感激的眼神。村长来了，村长来了！人群又是一阵沸腾。吕家的，小鱼是你媳妇儿，你隔三差五的闹这么一出，是在寒她的心呐。她才不是我儿媳妇，她可是妖怪。村长无奈的摇了摇头。村长来的正好啊，上回我们约定好是10两银子的，我给了2钱，现在呢还剩下9两8钱，对不对？说着，林小鱼从自己怀里摸出了银子，一掏就是一个银元宝，一掏又是一个银元宝，再掏出怀里的一点老本，恰好凑够了9钱8两银子。村长，你抢数目对不对？吕老太就想要过来抢，先将收据写了，还有断亲书，要不然之前可没你数目干系。我写。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感到头皮一紧，吕老太就被林小鱼揪着脑袋往那洒满狗血的地上蹭。我瞧你是个妖怪呀，你倒是给我现行啊，现行啊！小贱人，我是你婆婆，你竟然敢打婆婆，你是要被戳脊梁骨的！银子都收了，亲也断了，你是我哪门子婆婆呀？林小鱼下手更狠了，村民们也都看傻眼了，这热闹还是第一次瞧啊！媳妇儿打婆婆，这好歹是长辈，这样不太好吧？都断亲了，是哪门子的长辈啊？要是你来个人泼你一头的黑狗血，骂你是妖怪，你说气不气馁？这一时半会儿的，大家竟然没有一个上去拉架的。吕老三家的，可以停手了，再弄下去就要出事了。你等着，小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他揣着银子赶紧就跑了。大家可得找找哪家丢了黑狗了。就李老太这抠门的样，哪里舍得花钱买条黑狗啊？哎呀，我说我家大黑怎么找不着了？我上他家去，这该死的老婆子！林小鱼丢下这些看热闹的人就回家了。娘不是妖怪，娘才不是妖怪，他们都是胡说的。你们将我关在门外了。去开下门。阿信还真是个好的，疼媳妇，会给媳妇倒洗脚水呢。有些不自然地撇过了头，耳根子发红，他就干脆进屋里去了。婆婆，我正准备等会儿学你呢。男人给媳妇倒个洗脚水不是应该的吗？怎么牛伯伯还大惊小怪的呢？我听说你那个婆婆用黑狗血泼你，还抢走了你的钱，就过来瞧瞧你是不是还好。就是今天赚的钱都给我用出去了，我给您立个字据啊，抛弃方子的7两，该给您的呢是1两3千60万，要不我打个欠条给您。老婆子又不识字，弄什么欠条？只是我觉得拿的钱多了，心里不踏实。这样吧，往时我陪你去赶海，你没事就给我20个铜板，怎么样？太少了。林小鱼摇头，一点也不少，我就一双手，一时才能挖多少蛏子来，顶多7、8斤。牛婆婆见林小鱼坚决，就只好应下了。这1两银子正好能给自己定一个不错的寿官了，这一直都是牛婆婆的心愿。你送我去牛车上呗。哇，林小鱼都快看对眼了。这4个桶都拿走了，这是大门户里的少爷干的事儿吗？要不让我拿一个呗？不用，我能拿，我先回去了。你身上也没什么钱了，都被那贼老太给搜刮走了，这钱你就留着应急吧。我不要，骨气不是留给自家人的。我知道你能赚钱，因为我让你看孩子，你没办法上山去打猎了，我都知道。这钱呢，给你也是应急的，要是孩子们有什么想买的，你就拿着去买，你花不花随你，但是我是孩子们的娘，给他们花钱是应该的。好。
到了县城，林小鱼先去了留客楼，后厨里林大厨早就叉着腰在等着了。小鱼妹子呀，累坏了吧？小吴，快去接过来。小鱼妹子先歇歇，你从乡下坐牛车来的吧？明天啊，我让人去你牛车停的地方接你。好嘞，谢谢林大厨啦。啊，对了，这里一共有20斤左右呢，你要的15斤，可以还5斤给我。哎呀，还什么呀？昨日你教的那蒜蓉蛏子卖得好极了，这留客楼开了这么多年，这一回呀，是真正的把客人留下来了。20斤我们也吃得下。林大厨当即就给他算钱去了。刚走远，林大厨又追了出来。小鱼妹子，那海胆有的话再抓一些回来啊。昨日卖了一半，但是我瞧着和蛏子一样，第2日呀，生意绝对也能爆。大丈夫的管家找你去做甚？大娘，我将蛏子卖去酒楼了，每天都有定量的货呢。你的菜要不要也卖去酒楼啊？我跟你搭个线。林小鱼是个知恩图报的，大娘每日都这么帮自己。卖菜大娘却摇摇头，酒店要的量大，我都是自家种的，肯定供不上，就不麻烦了。在这里摆摊还挺好的，还有你陪我说说话。说着，卖菜大娘还和林小鱼手挽着手，觉得很投缘。是小鱼呀，真的是小鱼！哎呦，我的乖女儿啊！是原主的亲娘没错，后来她贪图旅程行的男色，不要彩礼也要嫁给他，因为送的礼比较普通，竟然叫吕老太给赶走了。算起来都5年没见了。小鱼啊，我的女儿瘦了。娘，哎，你说你这丫头脾气也是倔，怎么就不回家呢？你爹和你一样的。他说你不回来也不许家里人去看。娘啊，是好几次走到你们村口了，就是没迈进去。幸好老天爷保佑，让我在大街上遇着了。娘，这菜你先拿回去吃吧，我再陪你逛逛，给你买点东西。林老太说什么都不要，说家里边有种，给他买东西也都说不要，最后还是约定好了下午赏去他家，这才只收下了1刀肉。他带着满满1背篓的东西就坐牛车回家了。娘，看是小鹿，爹爹带回来的小鹿，可以卖好多钱呢。今天在县城遇到我娘了，就答应她下午回娘家，你收拾收拾。好，还要带她？带着给你爹娘吧，这么多些年没回去了。娘，快来，快上车！马车缓缓地被推动，这感觉倒是不错。来，娘教你们唱歌啊。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在推车的吕成行看着妻儿，听着歌声，浑身也充满了劲儿。爹娘，这林小鱼喊了2声，还是没把林老太喊出来，反而把邻居给惊动了。哟，小鱼回来了，稀罕啊！都以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回来了呢。嘘，你没女儿的不要瞎说。女婿来了呀。爹，这个是秋秋，这个是小李，还没见过吧？还买了您最爱喝的酒呢。你娘说是你下午赏要来，给你腌老菜帮子去了，说能带回去多吃10日。外公，好孩子，这10里8村呐，哪有一胎生一双的，还是个龙凤胎，都怪你娘，要不然呐，外公早就见到你们了。林老头一边说着，一边用自己的脸贴2个小家伙。哎呦，外公胡子扎人。这秋秋像娘，小李像爹，很好啊，都是有福气的好孩子。哎呦，这就来了呀，这来的也怪早。哟，这长得也忒好了，这要是走在街上还不敢相认呢。这县城里的公子哥都没我女婿长得好吧，难怪闺女当初怎么都要嫁给他呀。哎呦，你们俩就是我们家的2个小宝贝吧？来，让外婆好好稀罕稀罕。小李和秋秋都对视一眼。以往在村里，这些老太太都是碎嘴的，很喜欢说闲话，要么也都和吕老太差不多，不喜欢他们。
除了牛婆婆，眼前的人是他们见过最和蔼的老太太了。哎呀，走走走，进屋去。这么多人等着看咱家小鱼笑话的，哪知道我们女儿女婿发达了，带了这么多礼来呢。哎呦，这女婿你杀了小鹿干什么呀？这活的猎物不是能去县城里多卖几个钱吗？娘，这鹿带来呀，就是送给你的呢，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哎呀，你这丫头，娘在家怎么教你的？过日子就要男人赚钱，女人持家。这鹿肉能卖钱，为啥不卖钱呢？爹娘，家里可有大锅呀？啊，要大锅做啥子啊？炖个鹿肉烩饭吧。你看我这么多年才回来一趟呢，大家出来瞧热闹，瞧成这样子了。希望你和我爹在村子里没少听闲话吧。李老太的眼眶更红了。别搞这些有的没的啊，这留着换钱多好啊。娘，钱还能再赚呢，名声咱们也是要的。哥哥们不都还没有收上媳妇儿吗？也不是没说上，你大哥本来是有个媳妇儿的，但是咱们家里日子苦，你大嫂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你爹摔了腿，看大夫，家里用去了不少钱。老二说亲的对象要5两银子，家里拿不出来。老三老四年纪也跟着上来了。唉，想到这里的风俗都是用女儿的彩礼给儿子娶妻的，想到爹娘没收吕家的银子，只因为自己看上了吕成行，林小鱼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小鱼说的在理，就炖鹿肉吧。老张啊，我闺女和女婿送了鹿肉来，说是炖了什么烩饭的，我也不知道啥是烩饭。我闺女说好吃，等会儿过来吃啊。好嘞好嘞，你这闺女这么久不来，这来了我们父老乡亲一定要尝尝她的手艺啊。我家外孙子外孙女这么大了，你还没见过吧？说的好笑啊！啊，你这个亲外公都是头一次见，那我去哪儿见呢？一家一碗啊！我闺女孝敬我们老两口的鹿肉嘞，可是货真价实的嘞。香得很呐！我回去再给我媳妇吃去。我这先吃，等我吃完还有剩下的，给我包点锅巴啊！这他们林家何时被人看得起过了呀？这一切都是靠小鱼呀。女婿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酒量这么好。林老头说完就咚的一声，脑袋砸在饭桌上了，还打起了呼噜。哎，你这老头子，你爹他这是高兴呢。娘，我把爹送回去休息吧。小鱼啊，要吃亏的，不让你嫁，你非要嫁，嫁了你就别回这个家，还真不回来啊。吕成行要走的步子顿了顿，他一双漆黑的眸子里也显露出了几分伤感。这几年他活得不像个人，连带着也没有管他们母子3人，可不是吃大亏了才去跳海的吗？岳父您放心，我会对小鱼好的。吕成行半跪在林老头的床前。臭小子，酒量真好，小鱼眼光不错嘛。林小鱼恰好走到了门口，过来瞧一瞧，就听到了自己老爹的醉话。吕成行回过头，两人四目相接。回去吧，晚上还要赶海呢，酒楼那里每天都要交货的。他拍拍脸，林小鱼清醒啊，男色误人。外婆，我真的吃不下了。哎呦，来，再吃一口，这胃啊慢慢打开了，人就能吃胖了。林小鱼赶紧打断，和林老太说等一会儿就要走。哎呀，这童工也没待多久啊，那你让小李和秋秋留下来住几日，这样你来接孩子的时候，我还能再看你一眼。不知道你这次来了，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啊？你们俩要住在外公外婆家吗？娘过2天就来接你们。要。见他们愿意住下，林小鱼想着晚上赶海能没有顾忌一些。等他准备走的时候，却瞧见吕成行不见了。等了一会儿，见到他扛着一捆柴走了回来，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我关岳父腿脚不方便，家里的柴火用的差不多了，就去山脚下砍了这些，下回来的时候再多砍一些吧。
你上去，我推你。老实坐着，不许动。你愿意累就累着吧。回到村口的时候，就被吕老太给堵住了。听说你们往他娘家送了一头鹿？没有。你还跟这个小蹄子学会撒谎了？村里好多人都看到了，一头鹿啊，活生生的鹿啊，凭什么送到他娘家去？谁才是你亲娘？你忘了吗？吕老三，娘还是快回去喝口水润润嗓子吧，这都断清了呢。要是把钱还给我们，我让我相公给你上山，再打头鹿给你。这身体素质。吕成行一听林小鱼口中的相公，唇角扬得更深。吕成行就把院门一关，任凭吕老太在外面气得跳脚。你就不管他？这也是为他好，他也打不过你。别忘了我的海盐，晚上我还要去赶海呢。我陪你去。啊？林小鱼独自一个人呆着想了好一会儿。还有4个哥哥送她出嫁的时候，每个人纷纷拿出自己的梯级钱给她当嫁妆的场景，这可都是她存了好久的媳妇本啊！现在这么赶海，什么时候才能存够3个哥哥的媳妇本呢？入夜，俩孩子不在家，林小鱼和吕成行2人躺在床上，林小鱼尴尬地抠着自己的手指：“那个，睡吧，其实晚上也用不上你。我雇了许多村子里的妇人帮忙呢。”突然感觉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痒痒，吕成行竟然敢碰他。睁开的时候，忽然看到吕成行从他脸上抓到一只大蜘蛛。丢了没？丢了没？我就怕这个呢。你不松开我，我怎么去扔啊？林小鱼左手搂在他的腰间，右手还捶打着他，不过也没什么力气，就跟挠痒痒一般。那你快去。回来的时候整个人身上还带着水汽，发丝也有湿漉了一些。晚上还是我陪你去吧，你们一群女人我不放心。然后深呼吸了一口，闭上了眸子。想到这家里不会还有蜘蛛吧，他努力地朝着吕成行那边挪了挪。他一个机灵就缩了回来。不好意思啊，我睡相不太好，你可以把我推开的。没事。吕成行皱了皱眉头。林小鱼看着自己的细胳膊细腿的，心想着这厮怎么像是受了内伤一般呢？他忽然就秒懂了，发现门口已经有5个人在等了。真的只要捡捡蛏子就行了吗？这一晚上真的能给我们20文钱？哎呦，这大晚上起来也挺不容易的。这3个妇人还在吵吵嚷嚷的。今儿你家阿行也去啊？他也去，就是帮我们去提提桶什么的。大家也没说什么，跟着牛婆婆就出发了。你怎么跟在我后面啊？你胆子小，怕你遇到什么危险。我才有鱼，那边有鱼呢。你帮我拦住那个海沟，我来抓鱼。抓到了。里面还有。怕不是夫妻鱼吧？还躲在海沟里恩爱呢。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和吕成行，自己这么说，吕成行不会误会他是在比喻自己和他吧？你怎么还不上来啊？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你拉我一下。林小鱼只好将手伸过去，若是让他知道他骗自己，那他就完了。你是不是傻呀？踩到海胆也不吭声的，这多痛啊！你好好穿着，我不需要。这里又没男人。你穿着，等下好了再喊我。你们2口子在这里干什么呀？我这蛏子都满1个桶了，还有空的桶吗？有的，我这就去拿。林小鱼像是被撞破奸情一般的吓得跳了起来，然后就匆匆的跑去板车上拿桶了。阿行家的，走了。来了。我自己能走，你搀着我，太重了。你给我老实点，这都受伤了。等下涨潮太快了，你是想留在海里喂鱼吗？没想到这个人看着瘦，还挺沉的，真是。你倒是去啊，为了这几个蛏子，把命留在海里，值得吗？那妇人倒还是真想去，看到潮水涨的速度特别快，原来他们抓蛏子那地方已经被海水给淹没了。呀，这是石斑鱼呀！一时间他都有些眼红。蛏子和鱼都搬上了板车，林小鱼就拿钱给大家结算。吕老三家的，你看我们一个人都捡了2桶蛏子呢，这满满当当的，至少也有20斤吧，就算卖10文钱1斤，也有200文了。你给我们20文，是不是太少了？哎，狗大娘，这钱不是说好的吗？人是他喊来的，而且价钱都说好了，这临时嫌钱少，这事儿确实是不地道。说什么说好的？那我为了抠蛏子，我的手都烂了。瞧，这不得多给点吗？
这是给你干活弄伤的。但是其他人就都没有这样的伤，唯独他一个人有。村里的人呐，就是这样，一文钱也会计较半天。他很是好奇女人会怎么处理。那你想要多少啊？100文钱，我只拿我捡蛏子的一半。你这2条石斑鱼都好几千银子了，就别克扣我这点钱了呗。哪有你这么算账的？那要是今天一点都没抓上来，你就不要钱了吗？哼，反正我不管，今天没有100文，这事过不去。要不然这石斑给我捞一条带走一声。你做梦呢？我做梦了，这大晚上陪你出来抓蛏子不辛苦吗？还害得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今是不给100文钱就别回去了。让不让？不让。大家就瞧见林小鱼不知道从哪里拿起了一块大石块，对着狗大娘抓着板车的手就要重重砸下去。狗大娘最终在石块落下来之前把手缩回来了，她跟看着恶鬼一般看着林小鱼。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疯女人！瞧瞧谁是疯子，想尽了法子要讹钱呢啊！当我是软柿子谁都能捏一下的吗？你给我钱，我要的又不多。我愿意多给你点，把手放在板车上，我给你砸烂了，到时候大夫要收多少钱我都赔。你这个疯子！狗大娘又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她看着林小鱼这恶鬼一般的架势，是真的要把自己的手给砸烂。算了，先回家吧，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可不是嘛，这桂香给我们一个赚钱的机会也很好了，现在这点小事就不要闹得这么难看了，明日可还是要来的呢。另外2个夫人也在打圆场。那你给我等着，明儿我就找村长来说理，我这手上的伤你肯定得赔钱。哼！吕老三家的这事儿呢不怪桂花，他来找我的时候啊，这狗大娘在边上，他自己嚷嚷想来呢，没想到还闹这一出。我们大家呀都是讲理的人，明儿村长来了，我们听你说话，坐好，不许下来。吕成行的嘴角噙起一个笑来。第2日一早，林小鱼还睡得迷迷糊糊的，自家门口就吵翻天了。他出去一瞧，是那狗大娘带了村长来了。看热闹的人集聚了不少，其中王金花就站在前排，她唧唧歪歪：“我就说了不要给他干活，瞧这次被坑了吧？有些人的心都是黑的，偏生你们就看不清。”你说谁心黑的？没。王金花吓得一溜烟跑到了人后。村长，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这手。狗大娘将手拿了出来，手指的指骨上结痂了，但是说严重也不严重，其实就是破了皮结痂了。吵，大清早的叫魂呢？是没给你结算工钱是怎么着啊？一晚上20文钱，你还想怎么样啊？带着起床气的林小鱼踢翻了院子里的一个木墩子，可谓是杀气腾腾的从屋里走了出来，对着狗大娘怒目而视。村长，你瞧，他非但不赔偿钱，还这么吓唬我。这事昨夜里不少人瞧见了，是这位嫂子想要讹钱，还要100文。你们都进来瞧瞧，我们昨日给他抓了多少东西啊！你们都进来！狗大娘说着就冲进屋，还招呼着看热闹的村民。林小鱼家的堂屋里摆着一桶又一桶的蛏子，一个个都是带着泥还鲜活的。哎呦，这么多蛏子呀！天哪，我可从没见到过呢。这是咋抓的这么多蛏子？我咋抓不到呢？这里少说也值个几两银子吧。村民们一下子都被震惊到了，难怪林小鱼能这么快还了吕老太太钱，原来她赶海真不是捡几个小海螺而已。我要100文，多吗？这是人家林小鱼指头缝里露出的一丁点而已。村长，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平时软弱的李桂香竟然站了出来。我们说好20文钱的，这抓蛏子的法子都是小鱼的，蛏子一个一个的往外冒，我们只是捡一下而已，按理说也不会伤到手，我捡了2日都没有事呢。村里人都惊呆了啊，这怎么可能呢？蛏子怎么会一个一个往外冒呢？村长，就是这样的，其实这钱我们赚得很容易，就是狗大娘啊瞧小鱼赚得多，所以狮子大开口呢，这事他不占理的。可不是嘛，有本事他自己去挖蛏子就行了，没必要帮人挖呀。还有不远处的牛婆婆也急匆匆赶来，她当即掏了100文钱出来。狗大娘眼睛一眯，这死女人不是厉害的很吗？自己叫来那么多人来，还不是得乖乖的掏钱出来吗？来，村里的人有没有瞧见这狗大娘的手是怎么弄的？要是有看到的，
这钱就归你了。这话直接让村里的人沸腾了。这时，一个人弱弱的举起了手来，是个瘦弱的妇人。我看到了，我昨日早上在河边洗衣裳，见到狗蛋娘，她脚滑了一下，然后手磕在石头上，她还嚷嚷着说：“哎呦，痛死了，都出血了。”李小鱼眯着眼睛笑，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伸手一抛，将那一串钱给了那瘦弱妇人。把钱还给我！你为了赚这点黑心钱，竟然说胡话！这是我的钱，是贴补我的伤势的。你抢人家钱喂！但是紧紧地攥着钱不松手，被狗蛋娘骂的他也生气了。我分明就是亲眼看到的，就是县太爷来了我也敢说这话。你敢发誓，你这手上的伤不是在洗衣裳的时候弄的吗？那个吕老三家的，你既然愿意舍这100文钱，你直接给我咱们不就完事了吗？干嘛要便宜那个小蹄子？我给你，那以后让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来坑我呀！我给他好歹还能还我一个清白公道呢。村长，这事你听清了吗？听清了。狗蛋娘，还不快走？还不能走。狗蛋娘以为林小鱼回心转意了。既然你污蔑我，这给这人的100文钱应该你来出，要不然这以后谁胡乱的污蔑我，都要害我亏钱呢。村长捋了捋胡子，这话听着还是有点道理的。狗蛋娘，我哪有钱啊？这是他自己找人作证的，我还没答应给呢，你问他要回来呀。我们若叶村是个公平公正的地方，今日若是你这手真的是帮吕老三家的干活伤到了，他就该给你钱，但是你诬陷，这证人的钱就该你出，好好长长记性。村长一个眼神，几个热情的妇人就帮忙扯住了狗蛋娘，在狗蛋娘怀里摸出了一个银饺子。我的钱，我的钱！林小鱼也心安理得地接过了这1钱银子。林小鱼的杏眸从左到右扫过人群，要的就是这杀鸡儆猴的效果。我今日还缺人挖榛子，有愿意的就去桂香嫂子那里说一声，工钱还是20文。他冷静的声音落下，又让人群沸腾了。村民们纷纷报名，林小鱼可没管大家怎么想的，已经准备去县城里了。今日直接来个车了？抓的有些多，就直接雇了车了。1桶不够，3桶，咱们还是30文钱1斤，就算你1两吧。现在生意这么好呢？大妹子，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呀！这么大的石斑鱼，这么好的食材，才能引来有钱的主顾。不多说，这就给你这个数。他又比了一个1。这个也要，这个也要。我们进里面点去，给你算钱。林小鱼出来的时候揣着6两银子，到了集市上，卖菜大娘给林小鱼管了位置。他这刚拿出来，有客人瞧见就围了过来。小嫂子终于来了，等你好久了。我要去走亲戚，今日多买些，买30个吧。我要10个，烧汤什么的扔2个都鲜得很哟。我也要，让不让挑啊？一时间，林小鱼又被人给围住了。现在客人散了去，这道眸光越发强烈。小妹，我都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你现在这么能干，难怪爹娘高兴成这样。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看着眼前的男人，模样和他有7分相似，有点女子模样，但是表情里带着极大的欢喜。是他记忆中的四哥没错了，也是最疼爱原主的哥哥。四哥，你昨日回家了？回了，码头扛米的活计结束了，正好歇几日。娘给我炖了鹿腿吃，真香啊！听说是妹夫打来的，还有俩孩子，住的都挺好的。娘说那日在这儿遇到你的，我就寻来了，没想到你生意这么好。四哥，你要不考虑一下不做工了，去帮我卖海货吧？啊，卖海货？我不行，我不行的。林四强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试试，没事的，我一个女人皮都厚实呢，你还怕羞啊？蒸子，新鲜的蒸子了啊！烧汤炒都很好吃的，有人要吗？这怎么卖的呀？告诉他3文2个，买10个送1个。客人抬眼看他，他生怕人跑了，才赶紧说
3文钱2个，买10个送1个。语速快的有跟诵经一般。再说一遍，响亮一点啊，要不然客人会说没听清楚，然后杀价的。果然，林小鱼的话音刚落，那个在挑选蛏子的客人就说：“啊，1文钱1个呀，那我挑10个吧。”是3文钱2个，买10个送1个。小本生意，不能便宜的。直接把那蛏子一扔，皱着眉头就走了，还嫌弃的丢下一句：“这么贵啊，谁买啊？”小妹，我好像不行。四哥，做生意你得笑啊，客人还价你要表现出自己卖的已经很便宜了，要不然他们花钱还要受冷脸，心里不舒服，这钱就不肯给了。再来，四哥，加油！林四强又吆喝了几声，这会儿好了许多。大娘，这蛏子都是新鲜的，3文钱2个，这都卖了1桶了，给你们10个送1个吧。行吧，买10个。原来做生意好像也不是很难呢。大娘，放你篮子里了哈。这你弟弟啊，成家了没啊？大娘又问了林小鱼一句，眼睛盯着林四强看。不，这是我妹妹，我还没成家呢。先赚钱再成家。大娘，好走啊。哎，咋的？买个蛏子还看上人家后生了呀？想嫁女儿了？胡说什么？四哥，那你感觉做生意如何啊？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是只要说几句好听的，客人就会高兴的。林小鱼，突然一声近乎咆哮的声音响起，哎，又有人找麻烦。你怎么来县城了？你的脚无需你管。吕成行走近，将眸光挪向了林小鱼边上的男人，他们2人竟然挤在一处摊位上，胳膊都贴着胳膊了。他的剑眉一下子拧起来，浑身的温度也骤冷了几度。这你相公吗？怪俊俏的，般配。这脚咋了？昨日里赶海的时候扎到了。小鱼的相公，快来这儿站着，正好你舅兄也在，快过来，你们一家子正好说说话。舅兄。他努力回想，想到他与林小鱼成亲那日，吕老太为了抠省银子就不摆酒席，林老头那会儿受了气，就带着4个儿子愤然离去，再也没有来过入叶村。至于那4个舅兄的模样，他也没有看仔细。舅兄，你这个小子对我妹妹好点儿，要不然我们4兄弟的拳头你可是知道的。林小鱼微微垂着眸子，这个四哥还怪可爱的呢。可惜他前世没有兄弟，往事有不够照顾林小鱼和他的孩子的，我日后定然会改得干干净净，凡事都以他们母子3人为先，今生定不负的。好了，他这不是来接我了吗？我们好着呢。林四强见吕成行点着头，看着就老实。好了，哥，今天这个呢就交给你来卖了，再拿个扁担挑2桶过去。这么多，我能卖完吗？这边集市我刚才卖过了，应该卖的没那么快。说是你愿意走街串巷的话也成，最好是去稍远一些的集市上卖，这粽子可以放不止1天的，你别慌。那我试试，小鱼，哥一定会努力的。蛏子，又肥又大的新鲜蛏子喽！你刚才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没什么。那走吧。是这些吗？我自然是有办法的，要不然今天晚上会找那么多人来帮忙挖榛子啊。见他胸有成竹，吕成行就没有再问。林小鱼叫刘把式把他们送到了码头。老板，榛子要不要啊？鲜活的榛子能放5到7天嘞。怎么抓的？这么多呀？还有吗？您说吧。40文1斤吧。我今儿只有1桶，明儿应该能抓不少的。您都要吗？不过我散卖的话是35文1斤呢，您要的多，收您40。这东西也不好抓呢。你这小妇人猴精的，那你明儿可至少给我送3桶来，多少我都吃得下。行嘞。当夜，材料没什么事了，给我好好休息，免得你伤口发炎了，浪费这好药呢。不许跟来啊！我们都从你们那窗上看见了，2口子还怪亲热的，出门赶海还要再亲热2下。林小鱼不答话，让他们调侃去吧。今晚这么多人，肯定能捡不少蛏子。他让牛婆婆带路就出发了。有人跟着我们，他敏锐地察觉到。
猛地一回头，离他们不远处有2团黑乎乎的人影。这是人是鬼啊？这怪吓人的。咱们这么多人呢，还怕2鬼呀？后面的人快滚过来，我们都看到你们了。正是吕老太和周氏。你们婆媳来干什么呀？我们也去赶海不行吗？管你们什么事儿啊？难道这路都是你家开的？各走各的当，咱们没有必要为了某些人错过赶海的时间。小鱼说的对，退潮统共没有多久的时间。快点啊，吕老三家的，我想看看这蛏子是怎么冒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看，蛏子冒出来了！住手！有毒的东西你也敢碰？啥？这东西有毒呀？没毒蛏子能从沙子里面冒出来吗？说好了来这里就要听我和阿星媳妇的话，你们不服的话就回去好了。牛婆婆板着脸，头一回发了脾气。李小鱼抿唇，似乎明白了牛婆婆的意思，她不想让人知道撒下去的是海盐，这样挖蛏子的事就能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谢谢牛婆婆。你这鬼女还跟我客气什么？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多捡点蛏子买寿关呢，我都瞧好了。一下子婆媳2个都懵了，这蛏子怎么一个个的都在洞口等着他们抓呀？反观自己那边的海滩上，只有蛏子洞，却没有蛏子。刚才的话没听清楚吗？这海滩这么大，让你们去那边呢？哎呀，李小鱼，你别太过分了啊！都是海滩上的东西，凭什么我不能捡呢？上面还写了你李小鱼的名字了吗？吕老太也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李小鱼的脚狠狠地碾了几下。你松开，我走开就是了。婆媳2人站在一起，纷纷用眼神弯着李小鱼，恨不得在她身上撕下一块皮肉来。他们2人也只能羡慕地看着村里的人捡蛏子。走，去那边挖吧，总不能一晚上不睡，还带个空桶回去。对着蛏子那孔洞一直往下铲走沙子，直到挖到蛏子。哎呀，娘，我瞧见了，我去抓住。哎呀，娘，又跑了。吕老太气得狠狠剜了他一眼。你来挖，让我来抓，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蛏子这么难抓。娘，你瞧瞧他们呢。而他们看着自己桶里的几个蛏子，那几个还是在李小鱼那里蹭来的。这费这么大力气才抓了1个蛏子，那还抓个屁呀！要涨潮了，快走！傻子还愣着什么？还这么多没抓呢，我们抓快点！吕老太赶紧就跑过去，把他们刚才站着的地方给占了。他们还真是够懒的了，这潮水不是还没涨上来吗？竟然这么快就走了！切！这时周氏跳起来：“哎呦，娘，潮水涨了，我的鞋都湿了。”湿了就湿了，这都是钱啊，快捡！吕老太岿然不动，这一趟出来了，自然是要占一点便宜才能回去的。娘，屁股也湿了。吕老太看到水都淹到蛏子了，自然是抓不了了。但是看到洒在地上的白色东西，好像还没有完全化开，吕老太就抠了一些起来。娘，你干啥呀？你刚才没听到他们说有毒吗？他们说你也信，真是个蠢的。要是真是有毒的，那毒蛏子怎么卖给旁人吃？呸呸！闲来胡人。突然就琢磨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娘，潮水涨上来了，快走啊！救命啊！周氏说着就拉着吕老太，抓住！救我们！要是不救我们，我们死在这里，村长肯定也会怪罪你们的，以后也不要让你们来这些地方赶海了。闭嘴！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把你丢下去！快救我呀！没一会儿，在村里妇人齐心之下，他们婆媳2人都被拉上来了。哎，我看你这个老婆子真是疯了呀！啊，我们救你这么累呢，你竟然还抱着桶呢？挣的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老大媳妇，我们走。对于这些救他们上来的人，他是一句谢都没有。真是良心被狗吃了，往事都叫他那张笑脸给骗了，竟然是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婆媳俩一样。哼，可不是嘛！刚才要不是一个村的，我都懒得拉他们。真晦气呀！明天可不想遇见他们了。村妇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埋怨着，大家一边说着一边回村。到了第2日出门，这么多呀！刘把式说话都稳不住了。牛车还能放得下吧？刘把式点点头。这林小鱼是怎么抓的这么多蛏子啊？
如果是我能接过这个生意，会如何呢？这不比赶牛车好啊！刘把式，等一下。这被老三媳妇儿包车了。赶紧走！吕老太跟在后面，气得跳脚起来。林小鱼，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什么抓撑子的秘方我都知道了。等明儿看你这撑子就不是独一份的了，我看你还能赚那么多钱。哎，他也能抓到这么多撑子，或许他们可以合作一下。小妹，林四强站在了摊子前。四哥，昨儿拿去的卖完了吗？这是昨天卖的钱，你收着。四哥，这是你自己赚的钱，我就收个本钱就好了。这榛子我也是雇人捡的，这样你给我10文钱一斤就行。昨日你那2桶是20斤，你给我200文就行。林小鱼说道，自家的亲哥哥还能坑自己不成？才200文。林四强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他凑近林小鱼，小声嘀咕：我昨日数过了，这布袋子里是732文钱呢，你才拿200文，太少了。我雇人捡1晚上榛子也才20文一夜呢，其实是赚了你的。不，我就帮你卖，你给我算个工钱就成。我扛米也才30文一日，这活一点都不累。要不你也给我30文？林小鱼皱了皱柳眉，这哥哥也好得过分了一些吧？四哥，这钱你要是不拿的话，就不要认我这个妹妹了。都说了这批是给你的，你卖多少钱就该你自己拿着呢。可是我从没拿过这么多钱。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了。今日2桶够卖了吗？4桶吧，我昨儿去隔壁县城里卖的，今儿还去。要是卖不完再跑远一些，我不怕累。若是每天都能赚这么多钱，二哥也能娶到媳妇儿了，然后再是3哥，最后是我。迟早的事儿，我去给你拿榛子啊。林四强跟着林小鱼去牛车那边，过去就看到刘把式蹲在木桶边上在弄什么。卖完了。林小鱼看着那几桶撑子倒是没少，不过还是觉得刘把式有些奇怪。还没，我4哥拿一些去卖。搬了撑子以后，林小鱼看着他胀鼓鼓的胸口，忍不住失笑。有空闲啊，就把这钱兑成银子，这样带着太沉了。不对，昨夜里啊，爹和娘坐在床上数钱呢，数了好多遍，笑得都合不拢嘴。我不对，今日再带回去，让他们多高兴一会儿。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对了，小李和秋秋也在家里玩得很开心。这段时日忙，你就先不要来接。娘说让2个小家伙好好陪陪他。哎，林小鱼回到自己的摊位上。刚才那个老婆子好不讲理，非要来这里。我说这里有人了，还骂了我一顿，说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大娘，您别气，您就当那个人是个屁，将他放了。瞧，那个屁在那儿。林小鱼凝眸，竟然让他瞧见了吕老太。你说刚才要来占位子的人是他？可不是嘛，他也是来买撑子的。撑子啊，撑子，新鲜的撑子，刚抓的撑子3文钱2个，买10送1。这不是照抄自己吗？价钱都一样。吕老太看到林小鱼在瞧他，就抬起头来，对着林小鱼瞪了一眼，像是在耀武扬威一般。榛子，又大又新鲜的榛子了啊！吕老太看到生意没有林小鱼的好，就喊起来。买10个送2个撑子。但是吕老太就小半桶撑子，卖了一会儿就卖完了。她走的时候还扭着身子，像只打赢了架的公鸡一般，还故意从林小鱼的跟前路过。小蹄子，你给我等着，明儿我抓的撑子比你还多，别以为钱都进了你的口袋。什么脏东西啊，还来我们这儿杵着。烂菜叶子一下就丢他脸上去了。你他一个新来摆摊的，再看林小鱼和那个卖菜大娘，一看就是一伙的，当即就咬牙忍下了。他回到了停牛车的地方，只见吕老太站在牛车边上，和刘把式说着什么。哎呀，你就带上我呗，牛车这都空了。刘把式把头转向林小鱼。这不带，你想坐车回去也行，把这1日包车的钱还给我。林小鱼说着就爬上了车，不想和吕老太过多的废话。这人呐，他很是瞧不上。咱们走着瞧吧，林小鱼。坐着牛车到了码头。哎呦，
11桶啊！怎么抓的呀你？都能收吗？能，多少都吃得下。你给我买的伤药，药效极好，现在腿脚已经不疼了，你无需担心我。谁担心你了？小李和秋秋在我娘家住的挺好的，我今天听四哥说的，那就让他们多住几天吧。行。吕成行点头。下午晌，林小鱼躺在床上眯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却突然做了一个噩梦，梦到自己被推下悬崖的瞬间，徐邦峰那个狠厉的眼神，他吓得惊醒。怎么了？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别讨好我，还不是看在我能赚钱的份上吗？这话说的是不是重了点啊？哎呦，真的哎，真的蛏子冒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婆婆也知道了这个法子，怎么办？咱们这生意还能做吗？没事儿，你想，种菜的人还有那么多人一样种菜呢，难道就不种了？我们抓蛏子，他也抓蛏子，那我们就各抓各的呗。林小鱼安抚了牛婆婆的情绪，虽然知道找人帮忙来抓蛏子，这海盐的秘密肯定就捂不住，可没想到第一个知晓的竟然是吕老太，这就让人心里很是不舒服了。不就是让蛏子冒出来吗？有什么稀罕的？我们也会。还有你们20文，就给他干一晚上了。要不然帮我抓蛏子，我抓22文钱。真是22文呐！有几个新来的妇人很心动。真的还是假的？吕老太，你要不要脸呢？就这么抢小鱼的活计也就算了，你还挖人？可不是，大家别忘了，是小鱼给我们这份活的呢。没有小鱼的话，咱们1文钱都赚不到呢，还在家中带孩子呢。就是差这2文钱吗？林小鱼见大家都这么支持他，说不感动是假的。他自信地看着吕老太说：“你说22文，有愿意过去的吗？愿意过去的就过去吧，我这也没关系。”25文。吕老太憋红了脸，喊了一声。他都已经掌握了让蛏子冒出来的这个法子了，一定要比林小鱼赚得多才行。那个多5文钱呢，吕老三家的，那我就去帮你婆婆抓蛏子了，你可别怪罪。要不你也给25文钱吧，我留着给你干。可不是嘛，都能多买2斤半糙米了呢。行了，干活吧。哟，真就是只顾着自己一个人赚钱，一点都舍不给旁人。你这种人迟早要玩完。林小鱼直接就弯腰，趁着吕老太没有见到，抓起一把沙子就塞进了吕老太的嘴里。昨天就不应该做你这个老东西的。你要杀人！老大媳妇，老二媳妇！吕老太哀嚎着。林小鱼将吕老太的双手反扣住，让她先在沙滩上像个擀面杖一样的滚了一圈。沙滩都是沙子，也不疼，主要就是丢人。你再动娘一下试试，还没笑到了是不是呀？哼，你们不想捡榛子就跟我耗着，没事的。你要再过这根线，我再喂你吃沙子，这回绝对让你吃饱了。林小鱼用脚在沙滩上勾了一条线。别，你给我等着！你等着，李小鱼，你的蛏子肯定卖不出去。哼，林小鱼没将此事放在心上。这回吕老太老实了，大家相安无事地挖着蛏子。到涨潮要走的时候，林小鱼在岸上给大家算钱。李桂香翻着手上的25文钱，急忙喊：“哎，老三家的，你这钱给多了。”其他几个妇人也数了数自己手上的钱，多了5文钱呢。谢谢大家没有被某些人挑唆走，能待在我这边，那我肯定也不能让各位嫂子和婶子吃亏啊。那也就给25文钱，都拿着吧，辛苦了啊。这时吕老太他们也在涨潮的最后一刻上了岸，但是他们却因为算工钱的事情而吵了起来。算什么钱？什么钱呢？这蛏子都还没卖出去，谁给你们钱？这我们可说不着的，我们帮你抓榛子呢，还管你能不能卖呀？你看看人家林小鱼多爽快呀！你给不给？老娘这一日不是白给你忙活的。一时间吕老太也有些控制不住场面了，这几个妇人要不到钱就和吕老太打了起来。哎呦，你们不要打我娘啊！钱又不是不给你们，你们这群泼妇！林小鱼这边的人看了一会儿热闹就散了，心里也在讪笑，谁叫他们要贪吕老太这5文钱的便宜呢？吕老太是什么人，他们可算是见识到了吧。第2日一早，吕成行帮林小鱼推着板车到了村口，
到了村口，左等右等也根本不见刘把式。大叔，你可瞧见刘把式来了？瞧见了，都已经走了。哎，你咋没上车的？我好像瞧见你婆婆坐上车了，还有一桶桶的蛏子，不是你的吗？林小鱼懵了，这刘把式载着吕老太去县城了。我送你去县城吧。在一旁的吕成行开口，一双眸子里透露出说这话的认真。你不行的，我去找人吧，你先看一下。哎，今日送2趟啊，还是找林大厨。什么送2趟？早上就1刻钟前不是来了一回了吗？是那个车把式送来的，林大厨把钱都结算给他了。小帮厨一头雾水地看着林小鱼，林小鱼同样一头雾水，他低头一琢磨，吐出俩字儿：糟了。小鱼妹子，怎么了？今儿还有这么多呀？我今日的蛏子还没送过来呢。哎呦，我这脑子呀！我以为那个车把式一直是给你送货的，也就没多想。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先这样吧，明日林大厨可万万不能再收错了。妹子，你放心，一定不能错了。没有你这方子呀，我这蛏子都还卖不出去呢。就是旁人给我便宜，我也是不收的。好嘞。林小鱼没想到吕老太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心里也是窝了一股火，但是听林大厨这么说，也是得到了安慰。这时后厨里又跑出一个帮厨说：大厨，今日送来的蛏子里下面半桶都是泥呀，这妹子你怎么能这么做生意呢？这不是小鱼妹子送来的，哎呀，都怪我收错了啊！帮厨也傻眼了。小鱼妹子，哎，这肯定不够卖了，你再补1桶蛏子给我吧。林大厨也是一脸愧疚，没想到被那车把式给算计了。你当这个集市是你家呢？一个人占这么多地方不知道啊？哪儿来的死老太婆？你这木桶搬不搬走？这又没标姓名归谁的，我就占位置了，怎么了？你看他不也是占位置？不搬是吧？兄弟姐妹们，我们帮这个死老婆子搬。带头来和吕老太说话的人是一个腰圆膀粗的汉子，直接拎起吕老太的桶丢到了一边。这桶被丢过去，直接就翻了，蛏子掉了一地。吕老太都心疼的哭了，气急的说：我搬，不要糟蹋我的东西啊！你们怎么还欺负一个老人家？你瞧见没？他一个人占了这么多位置，这集市上就卖他的东西好了，你们也别买肉买菜了，就把蛏子当饭吃好了。别瞧他老，心眼坏着呢，就是个老坏人。林小鱼啪啪啪给那个汉子鼓掌。蛏子，鲜活肥美的蛏子，烧汤炒菜多好吃嘞！活畜生，你给我等着！等着就等着，你以为你和刘把式合伙抢我1次生意，还能抢我第2次呢？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已经让小树爹将蛏子送去码头了，你这些蛏子卖不完，留着自己吃吧。林小鱼就知道刘把式知道自己的蛏子的销路，肯定会这么干，所以抢先一步将东西送回去了。你，呸！谁想？林小鱼又等了一会儿，林四强才姗姗来迟。四哥，今天遇到点事儿了，剩下的蛏子有点多，你帮我多卖点吧。我也正是要和你说这事儿呢。他就把自己跑到隔壁县城，路上来回花了1日功夫，但是卖蛏子就只用了2个小时的事儿给说了，所以他早上赶回来已经不早了。这样正好，你路上注意点。老三家的呀，这码头的老板把钱给我了，我这也不敢放家里去，生怕掉了。嫂子呢？都在桂香院子里呢，你一道去吗？去。林小鱼跟着小树爹就到了李桂香的院子里。小鱼回来啦，等我这菜干晒好了送你一些，拿这炖大棒骨可香了。这肉摊上的那个大棒骨啊不值钱，但是和这菜干炖了以后啊，这菜干啊也是一股子肉味呢。嫂子不骗你，你回去试试就知道了。既然大家都在，我就和你们说一下这蛏子是怎么冒出来的吧。我将海盐撒在蛏子的孔洞中，这蛏子被咸到了就冒出头来了。林小鱼一口气说完，看着李桂香和小树娘呆愣的眼神，人都傻了。小鱼，这为啥要告诉我们呀？这是你的迹象呀，告诉了我们，你还咋赚钱呀？可不是嘛，我们帮你捡蛏子就好了。
也省得动脑子去卖了呀。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吗？林小鱼就把今日吕老太顶替他送货的事情说了。啊，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他知道这是海盐让蛏子冒出来的，也算是从小鱼这里沾光了，竟然这般不要脸，还顶替送货。可惜我今日没去县城，要不然我非把他的脸给挠花不可呢。这样也好，到时候你们抓了还能卖给我呢。估计蛏子价钱马上就会下来了。还有，蛏子白日里也是能去抓的。我晚上赶海是为了去抓一些石斑鱼啊、海胆之类的。我们真的要去抓吗？这不太好吧？赶紧去抓吧，要不然以后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的，以后蛏子就不值钱了。你们若是有什么交好的人家，也可以去告知一声，就是要注意安全，涨潮了不能留在海滩上。那我们就去了啊，去吧去吧。嫂子，你不去吗？小鱼，我还想跟着你赶海，我不求赚多少钱，你带着我就行了。有牛婆婆在，我也安心。海里真的是太危险了，我也不敢。李桂香说着，眼眶又红了几分，是想到了大海，她的男人就是丧生在海里的，自然对海就有敬畏之心。好，婶婶，这是我娘做的饼，我留下来送给你吃。林小鱼看到李桂香的儿子阿牛，他只比小李和秋秋大1岁，没了爹爹，看起来格外的懂事。乖，阿牛吃，婶婶不吃。婶婶吃，奶奶说多亏叔叔婶婶帮我们家呢，要不然爹爹的坟都没钱修缮呢。修坟？林小鱼微微侧过脑袋，李桂香才知道这件事吕成行没有和林小鱼说。没事儿，这是应该的。当初要不是大海借我们家的1两银子，我们可能都饿死了呢。林小鱼说的也是真心话，他很感激当初大海能够借钱。婶婶快拿着，阿牛手酸了。你们家老三在家也没吃吧？那这个再带上。林小鱼知道这饼子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东西了，既然是一番心意，那就接了过来。小鱼，难得你这么善心。牛婆婆，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没跟你商量就。没事儿，婆婆心不凶，这几日我就攒够了钱买寿棺来，咱们以后就不捡蛏子，就赶赶海。你运气这么好，婆婆跟着你肯定能赚大钱的。婆婆将胸脯拍得砰砰响，一脸慈爱地看着林小鱼。好嘞，到时候啊，咱们卖海胆去，赶海的活是牛伯伯你的独一份，谁都学不走呢。林小鱼笑着说。好嘞。这时吕成行递过来一只薄好的兔肉，都是瘦瘦的粉色精肉。牛婆婆，你拿回家吃吧，是掉进陷阱里的，断气儿了，卖不上好价钱。哎呀，我瞧着你们两口子真是天生一对，2个都是这么好的脾性，还这么大方。我老婆子哪里啃得了野味，留着给2个娃娃吃，即使不借也怪想他们的。什么时候接回来呀？明儿就接回来了。牛婆婆，你不要的话呢，那我炖好了给你送过去些，炖烂乎些。林小鱼这么一说，吕成行就把手缩回去了。牛婆婆都不好意思了。嗨，这早知道我就不来了。牛婆婆，你我呢就不要分这么清楚了。林小鱼说着就拉过牛婆婆的手，感激地说着，没有牛婆婆就没有赶海，也没有抓蛏子的事儿。牛婆婆笑着点点头就走出去了。吕老太那里可要我去给你出气吗？左右是这抓蛏子的方法太简单了，被人学走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他占我1回便宜，也占不到第2回了，明日就卖不起高价了。你不生气就好。是你不要生我的气才是。林小鱼想到那日朝他发脾气，正好趁着这个机会道歉，他脑袋也不禁垂了下去。夫妻之间偶有口角是正常的，我不会放在心上。林小鱼当夜也没有去赶海，村里倒是格外热闹，一家家的都抓蛏子抓疯了。虽然他们就住在海边，但是这捡钱的日子可不多呢。早啊。这个给你做的，试试。怎么想着给我做衣裳了？就是给你做的衣裳啊，做件衣裳而已，还要挑日子啊。林小鱼嘟囔着，却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换上的样子，就挥手催促他。快点。吕成行就将身上的衣裳脱了下去，露出精壮的上身，
林小鱼顿时就微微的别过头去。看就看，谁怕谁啊？我又不是没吃过肉的人。好看吗？吕成行话音落下，那身衣裳才套到了他身上。这一身衣裳非常的合身，穿起来倒是都不像是村里的人了。精神多了，说明以前吕老太送来的旧衣裳啊都不衬你呢。往日的媳妇儿没那么好的手艺。小鱼，外头响起了小树娘亲热的呼唤声。嫂子，要去卖蛏子啦？小鱼，是这样子的，码头那边我刚去问过了，现在是18文钱1斤在收。我听我家男人说你在县城还能卖钱呢，县城和咱们路远着呢，价格降的也没那么快。我这些蛏子都18卖给你，你再卖去县城酒楼那边也能赚点钱嘛。小树娘这折腾了一遭，其实是为林小鱼考虑的。她将这蛏子的法子都告诉大家了，自然也是要给他回报的，不能寒了好人的心。这蛏子价钱一日便宜一日了，那这样吧，我赶紧去卖了。现在涨潮抓不了，叫我男人陪你去。林小鱼看到板车、蛏子还有推车的人都给准备好了，这小树娘是铁了心的，非要自己赚钱呢。她只好点头出发了。到了县城留客楼后头，小鱼来了，你们快走快走！说了不会再收你们的东西，2个骗子！呸！林大厨在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想到昨日的蛏子里还有半桶的泥，他心里就更来气了。哎呀，大厨，我便宜点卖给你，25文钱1斤行不行？吕老太就黏着林大厨，码头那里都卖不上价钱了，他自然就想要多赚一点，他自动降价，就不信林大厨不心动。20文，林大厨还是摇了摇头。我都降到20文了，我看你还能赚几个钱。小鱼来了，都搬下来吧，我是不会再上那2个骗子的当的，你放心吧，还是30文钱1斤。林大厨，现在蛏子价钱降了呢。哎呀，蛏子价钱归蛏子价钱，但是咱们有情分呐。还有啊，我这店里的蛏子卖价可不降啊，这卖价一日不降，我还按照30文钱1斤收。真是太谢谢你了。有石斑鱼这种好食材，记得也要送来我留客楼，不要送去别家啊。好嘞。小鱼啊，你最近可是村里的名人了，这大家可都靠着你发财了。柳大哥哪里的话呀，我要回娘家了，你帮我挑挑好吃的鱼吧。哎，这黑皮鱼怎么样？刺儿少，肉嫩，老人孩子都爱吃。柳三说着就去把那黑皮鱼捞了上来，一根稻草直接从鱼鳃那里穿过去，提在手上给林小鱼看。就这个吧，柳大哥，我记得你家有船的。不出海，绝对不出海，你甭劝我了。我是想着咱们村里的蛏子多，你若是收上来，用船运到其他地方去，也能挣不少钱呢，不比你卖鱼强吗？这船走水路呢，不往深海去的，没那么多危险，赚的钱也多呢。妹子，你倒是点醒我了，这鱼呀，拿回去吃吧。我家这儿有须也快大了，要给它攒嫁妆了。我家那破船，我一直舍不得卖，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我去拾掇拾掇。回到家里，只见吕成行刚从山上下来，又换上了旧衣，身后还背着好几捆的柴火，比他这个人都要大好几倍。怎么不穿我给你新做的衣服啊？不是说好今天陪我回娘家的吗？吕成行将身上的柴火卸下，看着林小鱼微微气鼓鼓的脸，像是在质问。我想着岳父岳母家中没有什么柴火，就去打了柴，又怕弄脏了新衣服。赶紧去把新衣裳换来，咱们赶紧去，等到了还能做个午饭呢。吕成行去换了衣裳，林小鱼见他出来时，连发带都重新绑过了，整整齐齐的，还一半披在脑后，看上去更显得俊逸了不少。这男人还挺会打扮。走吧。林小鱼正准备走，只见吕成行从屋里推出了板车。你的脚无妨，已经休养了这么多日。吕成行说完，见林小鱼不上车，就过去打横抱起了他，吓得林小鱼尖叫连连。你干什么？然后他就被稳稳地放在了板车里面。苏完了。林小鱼抱好了他装菜的篓子，老老实实地坐在了板车上。林小鱼忽然觉得有一个能搭伙过日子的人也不错，只希望他不是第二个徐邦峰。只是徐邦峰长得也没他俊呢。等到了秋田坳，村里的人家都飘起了炊烟来。娘，我回来了。
林小鱼到了院子外边，就看到林老太在忙活，正在淘米，也准备做饭呢。哎呦，咋这么快就来了？这不是让四强和你说了2个孩子安心住着吗？吕成行从板车上卸下来2捆柴火，放在了林家墙根处。哎呦，这女婿还带着柴火来，最近四强都在家，到时候让他去山上砍就行了。林老太就把淘米篓子塞给了林小鱼，就去拉着吕成行的胳膊进屋了。女婿啊，进屋歇着，喝口水先。林小鱼看着淘米篓子里的石头，默默地捡起来丢掉。这感情他才不是亲生的呀。又多了他们2个人，1把米肯定是不够吃的。林小鱼又去抓了一把，刚出来就看到秋秋和小李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后面还跟着依依不舍的小孩。秋秋本来还和他们说着什么，一抬头看到了林小鱼。娘，我娘来接我们了，我不跟你们玩了，快回家吃饭。秋秋拉着哥哥的手，跑得飞快地回到了院子里，一下子就抱住了林小鱼的腿，一张嘴委屈地瘪了瘪。还以为娘不要我们了呢。怎么会呢？林小鱼将淘米篓子放在一边，先蹲下来，将自己的儿女一左一右地搂在了怀中。小李和吕成行如出一辙的小黑眸看着林小鱼，用小奶音喊了一声娘，然后还把脸贴在林小鱼的脸颊上蹭了蹭。外婆不是跟你们说过，你们娘赚钱可辛苦了，还要去赶海，还要去摆摊儿，不能缠着娘的。娘，你也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带自己家的孩子怎么能说辛苦呢？林老太摇着头，想要去拿淘米篓子，没想到被林小鱼抢先了一步。今日的饭我来做。这么多肉啊，这要花多少钱呢？娘，赚钱就是要花的呀，这回给咱家人吃，甭心疼了。林小鱼说话的时候，只见林老太从屋里拿出了大半只鹿肉，已经被熏干了。林小鱼不管他去，将米放在锅里煮着后，就杀起了鱼，切起了肉。告诉娘，好吃不？好吃。小李真棒呢，以后要多多说话。娘奖励你和妹妹再吃一块。猪耳朵卤好之后，林小鱼就开始切，最后又在林家的小菜园子里拔了一把菜炒了炒。今日4个菜。林老头在外头早就闻到香味了，他没进来，在外头搓了好几遍手。吃饭喽！来了。哎呀，还买这么多好菜来呀。爹，女儿不孝，这辈子呀还没给你们正经做过几次饭呢，快尝尝。外公，好好吃，快猜猜是什么肉？答对了再吃一个。这肯定不是猪肉，还挺有嚼劲的，应该啊是野味儿吧？是兔肉。林小鱼揭开谜底。这时候秋秋站了起来，眼眶红彤彤的看着林小鱼。娘，我的兔子。乖，你娘没杀你兔子，是爹做的陷阱里抓的，兔子掉进去，然后就被扎破肚子就死了，所以只能炖了吃了。吕成行摸了摸秋秋的脑袋，秋秋是相信爹爹的，他冤枉娘了吗？小李也低声说，小兔子肉没那么多，娘对不起。没事儿。哎呀，先前我还听那些闲话说我们小李是个小哑巴，真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吞石头去，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男孩子就是说话比女孩子晚一些罢了。这么多好菜也不弄点酒啊？哎呀，这酒闺女也送来了，就是上回喝大了，在女婿面前丢人了。林老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其实又在默默的炫耀。哎，对了，你那个老二的心事怎么样了？现在我家老四啊，跟着我家小鱼做买卖，小子可有信心了，说是迟早要让兄弟几个都娶上媳妇儿。好小子呀，有志气。吃完午饭后，林小鱼一家子就在林家留宿了一晚上，而林老太刻意带走2个孩子，让林小鱼夫妇睡一间。咋，我睡相不太好啊？他也是尴尬的摸了摸鼻子，赶紧逃离。再睡会儿。林小鱼被吕成行簇拥着，感受着他怀里的温暖，有些懵了。我们的关系何时亲近到这般了？
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来，然后慢慢像个软骨虫一般从吕成行的怀里逃离。而他刚走，屋里的吕成行就睁开了眸子，他似乎比以前还要排斥自己。娘，快来喝粥，外婆煮的红薯粥可好喝了，比你做的好吃。没几粒米的汤水里面再加上红薯，再加上一些野菜叶子煮出来的糊糊，嗨，有那么难吃吗？瞧你昨儿弄的那一桌都不错呀。以前穷，没什么好吃的。我听俩孩子说了，日子这么难过也不回家，亏得我们都以为那老婆子虽然抠搜，但是总归是亲儿子，总不能把你们饿死。林小鱼内心讪笑，可惜儿子都不是亲的，更别说他和俩孩子了。娘，咱们昨日做的那香肠啊，可得拿出来晒晒呢。嗨，你爹早就拿出来晒了，还偏偏站在那跟前和人闲聊，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他闺女送的。爹高兴就好，这是特意做给你们吃的，可千万不要舍不得吃呢。哎，我们吃那么好的东西干什么？你带些回去。你去快吃，俩孩子都说好吃。谢谢娘。这时两个小家伙已经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抬起头征求林小鱼的意见。娘，我们能不能和这里的小伙伴告别呀？去吧，早去早回。林小鱼挥了挥手。等他们吃完饭，俩孩子也回来了。娘，出汗了，头上都晒出油了，我会不会更黑啊？林小鱼无奈地笑笑，伸手把他的小脸捂住，这样就不会晒黑啦。回到入叶村，路过大柳树边上的时候，就听到村民们议论的声音。现在蛏子卖不上钱不打紧，我的陷阱还能抓利我。我现在就上山去瞧瞧去。娘，要不要挖野菜？想挖就去挖吧，正好小兔子也要吃呢。要是我们的家再大一点点就好了，这样就能把外公外婆接过来。秋秋很喜欢外婆呀。林小鱼蹲着和孩子一样的高，问道：喜欢呀，外婆会给我们讲故事，会跟我们玩。你关门干什么？你给我开门！开门！你这个蠢货，你要是不说，现在我们一日都能赚好几两银子。你这个短命鬼，你都不知道我为了这点钱付出了什么。你个短命鬼！谁跟你们我们的？你再说一句，我就把早上的沸水对你从头上浇下去。林小鱼没了耐性，开门怒瞪着吕老太。吕老太本在哀嚎的嘴脸一下子就收了起来，嘴闭得很紧实。走不走？林小鱼扭头就要去灶上端沸水一般，吕老太一下子跑出去半米远。你就是个穷命，唯一的财路也被堵了，我到时候瞧你吃不上饭，别过来求我！呸！他话音刚落，林小鱼就想拿起扫把丢过去打他脸的。这时不远处跑来一个同村的男人，柱子爹。快来瞧瞧啊，吕老三打了大家伙，大家都出来瞧瞧啊！他一边跑一边叫喊着，村里的人纷纷开门出来瞧。啥大家伙啊？我也不知道啊。看热闹的时候永远是人最多的。没一会儿，村里好多人就围到了林小鱼家。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好像在拖着什么东西。哎呀，大虫，是大虫啊！走，我们都去帮帮啊，帮帮吕老三他家去。柱子爹激动的手舞足蹈起来，这样子比他自己打到还要高兴呢。大虫？蛇吗？不对，蛇那叫长虫呢。这时吕成行走的也近了一些，他看到他身后扛着一个猛兽，仔细一看，这不是黄色斑斓的老虎吗？哦对了，这玩意儿叫大虫，武松打虎里面就是叫大虫。我的天爷，咱们这座小山上竟然还有大虫，幸亏被吕老三家的抓住了，要不然下来吃了几个人还怎么得了？这吕老三是学过打猎还是怎么的呀？竟然连大虫都能打。我长这么大呀，还没瞧见过大虫呢。村里的妇人们更是激动地叫嚷起来。村里的几个男人过去帮吕成行将那头足足几百斤的大虫给抬了回来。我爹爹能打大虫。秋秋和小李当即就跑了过去。秋秋跑到一半又害怕地折了回来，他胆子小，带着哭腔对林小鱼说：娘，大虫的牙齿这么长，我害怕。不怕，已经被爹爹打死了，就是那么一堆肉了，能卖钱的。林小鱼眯着眼睛笑了出来，这老虎应该很值钱吧？那肯定能卖很多很多钱。
吕成行将大虫砸在了自家门前，那大虫已经死透了，他身上还沾染了一些血迹。他看了看自己的新衣裳，皱了皱眉。真好真好，刚才谁说我们家要穷死的？被重伤到的吕老太挤在人群里，这时嗓子像是卡了一口大枣一般，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难受得很。可不是，有些人就狗眼看人低，就贪图那么点小钱，只要是不断亲的话，这大虫怎么也得分一小半给他吧。我听说这大虫的肉啊，吃了能够延年益寿呢，这可是好东西呀。我就说吕老三和他媳妇两个都是有出息的，瞧见没？人家一出手就是一头大虫，哎呦，多么厉害呀！吕老太听到这话就更难受了，可不是吗？要是没断亲的话，这大虫怎么也有一大半是他的呢？吕老太一下子就眼红了，跟那乌眼鸡一般。老三啊，娘可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的，你不能听了这个坏女人的话就真跟娘断了亲啊，怎么也是一家人啊。吕老太过去就抓着吕成行的双臂，吕成行直勾勾地看着他，怎么会有人的母亲如此呢？以往他不计较，但是他莫不是将自己真的当成个傻子吧？谁知道吕老太见吕成行不说话，以为他是被自己说的话给打动了，就过去拉巴着大虫的后腿。真的好沉啊，这么大一个大虫你一个人也搞不定的，我叫你两个兄弟来，都是自家兄弟，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帮忙去县城卖了去。卖了，然后呢？卖了，得人钱放娘这里了。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的，花钱又快。吕老太理所当然地说道，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这时围在外面的村民都听不下去了。你要不要脸呢？这都断亲了呢，你还好意思贴过去啊？还什么钱你放着，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大虫是你一个老婆子打回来的。可不是，这脸皮厚的都能刮下好几层的灰了。儿啊，我是你亲娘，不会害你的，我们分这么清干什么？这大虫怎么处置，小鱼说了算。吕成行看了一眼站在后面的林小鱼，他心里认定她才是家中的女主人。这咋行呢？他惯会补贴娘家，他娘家穷着呢，4个兄弟3个没娶到媳妇来，不能他说了算。闭嘴！吕成行怒斥，一双眸子里怒意渐盛。老三，我是你娘啊！村里人在看热闹，都很瞧不起吕老太，但是大家也想瞧瞧吕老三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的。林小鱼站在后面也是这个想法，只见吕成行一把扛起了吕老太，他就一直挣扎着喊：放我下来！老三你个不孝子，放我下来！我是你娘啊！吕成行都听得腻歪了，吕老太说来说去便是这一句，他走出去几步，毫不犹豫地将他扔在了邻居家放在外面的稻草垛子上。吕成行一把将他丢了下去。再吵一句，别怪我不客气。丢下一句话，吕成行折了回来，林小鱼都看在眼里，心底也舒服许多。这时小树娘和李桂香一起来看，小树娘说：赶紧的送县城去，我之前也听人说过这大虫可值钱了呢，趁着这刚打死的送过去，我让我孩子爹和你家老三一起送县城去，这东西啊怪沉的，2个人一起轻松一些。李桂香想了想自己能不能帮上啥，小鱼心思活泛，也跟着去说说价钱，2个孩子就放在我家和阿牛在一起。林小鱼点了点头，吕成行也听到了他们的话，就对着小树爹点头。麻烦好大哥了。这时候村里人也纷纷帮忙把大虫抬到板车上，这大虫弄好就去县城了。到了刘克楼的后门，哎呦天哪，这是啥？正在洗碗的小帮厨一抬头就看到了老虎头，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时候虎头边上冒出了林小鱼。小兄弟，不好意思啊，稍微拉远一些吧。小帮厨起来摸了摸屁股，这是大虫啊！林大厨，快出来啊！有大虫！是哪道菜里有虫子呀？不是菜里有虫子，是大虫。小帮厨指着板车上被捆得紧紧的大虫。这是真的？刚死了没多久的，你摸摸。林大厨摸了摸，这大虫真的还有些温度。这能卖钱吗？这虎肉我从未做过呀，这肯定能卖，肯定是上好的食材。我们刘克楼有虎肉能卖，还怕没有客人吗？要不你开个价？
100两银子，怎么样？林大厨，你刚才也说了，这大虫呢在留客楼里，客人自然就会上门的。这样，我帮你想个主意，定然让你今日赚到比这卖大虫肉的10倍的价钱。你买大虫的话，也多付一些钱，如何？说来听听。今日呢就现卖虎肉，比如你订一个套餐，10荤10素，连带着一份虎肉，再定一个价钱。这样的话，来买虎肉的人，必定还会买其他菜的。还有呢？还有就是这大虫，你可以放在留客楼门前展示，但凡是有能吃得起的都会来吃，大家竞相攀比，说自己好歹也是吃过虎肉的人。剩下的呢，该送礼的送礼，这东西啊，可比银子好使呢。200两，这虎肉算我200两。行，不过虎骨和虎皮的话，若是有人问起来，林大厨，你能帮我卖了吗？没事儿，包在我身上。林大厨，还有蛏子忘了呢。哎呀，倒是忘了这个。现在我们酒楼里卖的最好的可是蛏子呢。现在外头卖10文钱1斤了，林小鱼就还是按照18文钱结算给小树爹。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这是应该的，林大厨一直都给我这个价，我也按8文钱1斤给你。大哥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这车钱就给我免了，就当今日是帮我白送这大虫了，可好？好的好的。这时吕成行将林小鱼的表情都尽收眼底，他在赚钱的时候整个人好像都活泛得很，在对上吕老太的时候又宛如一个悍妇，对着孩子们的时候又是这般的慈爱，唯独在对他的时候冷冰冰的，带着一些抗拒。他这人倒是有千面呢。大哥，你先回去吧，我和我家的再逛逛。等小树爹走了，林小鱼才和吕成行说，我想买个马车。他说起这话的时候，吕成行的眼神一直在林小鱼的脸上。那就去买。林小鱼诧异地看了吕成行一眼，这一次打大虫都是他的功劳，按理说就是他赚的钱，自己买马车的要求对他来说无异于前世买奢侈品一般，他竟然一句都不说。你听清了，我要买的是马车，不是驴车。我听清了，是马车。这好，我也会挑马，咱们去瞧瞧。林小鱼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后，就带着吕成行到了卖牲口的集市，目光扫视了一圈，才看到有在卖马的。在那。两人到了之后，看到卖马的是个老头，看到林小鱼和吕成行过来，赶紧大力推销起来。瞧瞧我这马车，这高头大马，还有这车，多好啊！这都是新打的车厢呢。老头就指着马车介绍起来。马儿低头刨了刨蹄子，一副不想理人的模样。这马多少钱啊？35两，连带这个车送你。往日啊，我们都是卖40、50两的，实在是我要出门了，就贱卖这马儿好了。哎呀，也是我的老伙计了。卖马的老头摸了摸这马，眼里流露出了伤痛。林小鱼见他对这马儿是真的有感情，倒是信了他的说辞，但是不还价可不行。25两如何？哎呀，25两太少了。卖马的老头见林小鱼一直在摸马，瞧得出来是真的喜欢，他也就将价格咬得紧紧的，没有要退让的意思。吕成行却拉起林小鱼的手就走，一边对那卖马老头说：“我们不买了。”林小鱼被他拉出了好几米远，心一沉，觉得吕成行刚才是哄自己的，刚才还说要买马车呢，现在怎么就不买了呀？那边卖马老头挥着手说：“哎，来，卖给你了，25两。”可以吗你？知道走一走，这老头就会卖给我们了。我不是这意思。吕成行说着，又扭头对卖马老头说：“我们不要了。”林小鱼眉头皱起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买马车花大钱了？这样，我不用卖大虫的钱，可行？”我不是这意思。他正要解释，那卖马的老头却追了上来：“你们两个有毛病是不是？跑来消遣我们呢？还了价钱又不买。”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就先不买吧。真是一对狗男女，白白浪费我老头子的时间，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老子最烦你们这些人了。卖马老头一张嘴说个不停，
林小鱼也不满起来，阴唇微张，准备骂回去的时候，只听吕成行说：“你拿出一匹有病的马，在这坑蒙拐骗，这25两银子给你，出不了10日，这马就会死掉。你如此行骗，你还好意思骂人？”我这哪是病马？你胡说！你拿出证据来。那我就指给你瞧瞧，免得你坑骗下一个人。这已经是一匹老马，而且牙龈红肿，这马还烦躁的撅蹄子，就证明已经生病了。还有看它便门4周红肿，说明这马一直在拉稀。吕成行指着马解释，卖马老头瞪大了眼睛，听完只能毫无底气地说了一句：“你胡说！”林小鱼看样子就知道吕成行说的才是真的，他对着卖马老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个老东西，坑蒙拐骗还骂我们狗男女了是吧？拿骗来的钱买棺材吗？”那卖马的老头这才体会到林小鱼的嘴有多厉害，差点被他骂得昏厥过去。幸好吕成行将林小鱼给拉走了。“你还会看马呢？”以前家里幼时有人知道如何看马。林小鱼知道他应该幼时家底不错，看他这模样就知道穷人家里的哪有这么周正的呀，而且吃相站姿都跟村里的人不一样。你若是真想买马，我知道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哪里呀？跟我走就知道了。吕成行拉着林小鱼走了一路，走的林小鱼感觉自己的腿都快瘸了，而且越走越偏僻。要不是他是吕成行，林小鱼都怀疑他是拐卖良家妇女的人。驿站门口还守着2个士兵。驿站重地，闲杂人等勿进。吕成行将林小鱼放了下来，对他伸了伸手。林小鱼脑子一懵，竟然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摸出一点碎银子。差大哥，拿着买酒吃。你有什么事儿？我们就是想买一匹驿站退下来的马，你看看能不能行个方便。2个士兵对视一眼，彼此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那我带你们进去，你们可不许乱走，直接去马厩挑吧。他们2人就被带到了马厩。养马的也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看着士兵点头哈腰：“差爷是来要马的吗？这匹马已经喂饱了。”“不是，这是我家的2个亲戚，想要匹退下来的马，你带他们去选一选。”“好嘞，正好有几匹马上了年纪退了下来，这马贩子最近2日还没来，你们赶巧了。”他本来以为上了年纪的马是很差的，可没想到一头头都是威风凛凛的。他指着其中一匹对自己扬起蹄子的马说：“这是上了年纪的。”驿站的马到了4岁就不要了，但其实4岁还算是马的壮年。这后生说的没错，你们买回去啊，自己家用拉车那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都是快马，要不然也不会在驿站送信了。那这价钱？养马老头比了一个2，20两。我们这里一般都卖给马贩子，这马贩子也是我们驿站官员的亲戚，你们这偶尔来买个1匹2匹的也没关系的。那我们要2匹，成不成？林小鱼皱着眉头看他，2匹马一起拉车会更快一些吗？吕成行微微凑近林小鱼：“舅兄不还是要去临县卖蛏子吗？”“对，我们就买2匹马。”一共选了2匹马，1公1母。“取个名吧。”“就叫追风和梅痕吧。”林小鱼看着一匹黑马和一匹枣红马，摸了摸黑马的脖子说：“到时候呢，就把你送给我4哥，你好好帮4哥干活，而你媳妇儿呢，就在家里和我们享福。你每天来拉货，还能瞧见你媳妇儿呢。”老三家真是不得了，挨了个大虫，竟然买了2匹马，这高头大马好威风啊！我还没见过马呢。我也瞧瞧去。这配车了没有？要我说呀，马车还是没牛车实用。爹娘，我要去看马车，要看马车去。林小鱼和吕成行就被村民们跟着猴一般的给围观了，大家都你一手我一手的摸着马屁股。梅痕脾性好，也就是甩甩尾巴，追风都气得撅蹄子了。爹爹，我想骑马。小李看着骑在马上的爹爹，这吕老三家的儿子真会说话的呀，之前还以为他是傻的呢。这不是大家都听见了吗？可能是吕老三家走了什么气运了，旺得很。我瞧着也是呢，我也要去烧香拜拜才行了，让菩萨保佑我们家呀。吕成行下马，将小李抱上马，一大一小骑在马上遛弯。球球要不要骑马？娘抱你上去。不要，我以后想坐马车，马这么高会摔下来的。那马车还没坐好呢，等下爹娘要去外婆家了，你骑马去不？
那让娘带我，不要跑得那么快。哎呦，这什么呀？老太在外面收衣裳，看到林小鱼一家子骑了2匹他从未见过的牲口回来，微微有点愣神儿。你个笨老婆子，那是马呀，大马。啊，咋就买马了呢？之前不是还推着板车的吗？林老太想不通，这闺女家的钱就这么好挣了吗？回来都有新鲜东西啊！林小鱼已经从马上跳了下来，把秋秋也抱下来。爹娘，我们买马了，四哥回来了吗？还没呢，这一趟卖撑子说要跑很远的地方去，兴许就迟了些。你个糟老头子，腿脚不好还骑马！林老太无奈地笑着，看着林老头慢悠悠地坐在枣红马上去村里转悠了。对了，这匹黑马叫追风，到时候就给四哥拉车用吧，这样他就能每天回家了。这时林老头也遛弯回来了，身后还跟了一串的老头老太太。小鱼啊，这马可不能给这么贵重的东西呢，你们自己1匹够用了，另1匹可以租出去给人拉车呀。不是，就是特意买给四哥拉车的。爹，你就拿着吧，这也是我的意思。哎呀，还是老林有福气呀，没想到这女儿女婿赚大钱了，竟然对家里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我闺女女婿啥时候发财呢。要我说啊，这林家闺女这有钱买马，还不如给你哥哥娶媳妇来。有几个羡慕的心里都酸溜溜的了，说出的话也带着一股酸味儿。林小鱼笑道：这给哥哥安排了活能赚钱，还愁没有媳妇儿啊？要不然我就算给他娶了个媳妇儿，生了孩子也要我来给他们养着呀。哎，这林家闺女通透啊。成家立业，要我说呀，也得先立业。老林咋这么有福气呢？林老头听着这些老伙计的话，一张脸上是红光满面。林小鱼让林老头在外面炫耀了一下，就把马往院子里拉。进屋的时候，林老头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你这闺女一点也不懂事儿，女婿打了大虫，这种好事又不是每日都有，你买马就买1匹就够了，还买2匹，你哥让他们自己赚，不需要你贴补娘家，犯不着。爹，买了马车这么高兴的事情，你还要训我呀？林小鱼看着这个别扭的小老头，但是感受着他的父爱，心里也是暖暖的。岳父，真的是小旭提出要买马的。吕成行再次说，并不是刚才在外面给林家赚面子而已。有这钱，你们该去县城买房子，钱要花在刀刃上。现在村子里的房子还能住呢，小丽也还没有到读书的年纪，还不如买了马先呢。那你们有钱了，一定要去县城买房子。嗨，我年轻在县城里做工的时候，就可想着有一套县城里的房子了。呸！你们别听他的，就是看上人家县城闺女，没房子人家不嫁给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哪有？你这老婆子莫要胡诌啊！分明是我嫌她不好看，她要跟你年轻时候一样俊，我早娶了。去，孩子面前混说什么？这时候门口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哎呀，莫管去，肯定又有人想要来看马。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院子里，自然是要上门拴的呀。但是外头拍门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爹娘，我们回来了。林老太急急忙忙跑过去开门，嘴里说：哎呦呦，老二怎么回来了呀？结果等林小鱼出去的时候，就瞧见了自家3个哥哥，林大强、林二强、林四强，3个齐刷刷的站着，不过还缺了一个林三强。大哥、二哥、4哥，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小妹，是这样的，我这次呀把蛏子都卖完了，也赚了钱，70斤的蛏子我赚了2两银子多，这要是在码头搬米，可得干1年呢。我想着就把大哥和二哥给叫回来了，他们做瓦匠，1年也顶多就2两银子。然后林大强还皱着眉头打量林小鱼和吕成行，这妹妹和妹夫这么久没回家，也是有点责怪，但终究是亲妹妹。小妹，妹夫。林二强腼腆一些，但是早早的就看到了院子里的2匹马了，指着那马说：马？这马是……你们回来了，
这马是你们小妹买的，说是要分一匹给四强做生意呢。哎呀，真好啊！今晚吃个团圆饭去。我去村口王大娘那里瞧瞧还有啥东西买不，就差3强了。林老太看见3个儿子，眼里堆满了笑，赶紧就出门了。林小鱼就喊了3个哥哥进屋，一家人就在饭桌上聊天。小妹，娘刚才说的是真的？这太贵重了，不能要，你去退了吧。林大强和林二强都是一头雾水，小妹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马呀？林小鱼看着3个哥哥求知的眼神，就把吕成行打了大虫回来，去酒楼卖了钱，再去买马的事情给说了一遭。你打死了大虫？当初他是瞧不上吕成行的，除了长得好看点，人瞧着这么瘦，看着就不是干活的样。大虫掉进了我做的陷阱里，后头是被我打死的。成，你出去，咱俩打一架。哎，小妹，你放心，我下手会注意点的。吕成行明白，这大舅兄是不相信那大虫是他打死的，顺便在自己这里立个威，让自己往后别敢欺负他妹妹。你敢不敢？吕成行站起来就走了出去。哥，你说爹爹厉害还是大舅厉害？爹爹。小李的小奶音哼哼出这2个字，还带着得意。林小鱼刚听到自家儿子的话，都没有看到吕成行出手，林大强就被他一个过肩摔，已经摔在了地上。大舅兄，还打吗？吕成行伸出了右手，林大强抓起吕成行的右手就起来了。林大强脸上微微有些难堪，好歹也和他过几下招吧，没想到一下子就将自己给撂倒了。你可以啊，记住，男人的拳头是用来保护女人的。好，我记下了。大哥，你还真操心呢啊！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怕他对我不好呀？这不是按理说，是你回门的时候，我们兄弟就该告诉妹婿的吗？之前漏了，现在补上。想到几个哥哥对自己都这么好，林小鱼心中也是动容，该好好的帮他们规划规划了，不能再让这个家里这么穷下去了。回到饭桌上，林四强又露出了几分苦恼之色。我让大哥和二哥都回来了，但是听说这蛏子的价钱都降了，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赚到这么多钱呢。现在蛏子的售价呢是10文钱左右。四哥，你若是要的多的话，价钱还能再便宜一些，以后估摸着价钱呢能稳在5文钱1斤左右。但是咱们这一片啊离海边比较近，往后你有了马车就再远都不怕了。只见林四强在怀里摸了好几下，将身上的2两银子给摸出来。这马也不知道多少钱，就当是我借的。我知道这点钱不够，但是日后我会慢慢还上的。他说完还生怕林小鱼不收。小梅放心，我身上还有几百个铜板呢。四哥，钱你拿着，这马我当然也不是白给你的。林家3个兄弟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林小鱼，所以小梅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马就当是我租给你们的，租金就拿来参一份子，这样的话你们往后赚的钱就都要给我一份。这要是赚不着钱可怎么整啊？赚不到钱马也还在啊，对我也没亏什么。小妹这个主意好，钱不至于赚不到，就是赚的多和少的问题，咋也比卖力气好。到时候收货就来我们村里收吧，我给你们找靠谱的卖家，免得收上来的蛏子里面有半桶是泥呢。对了，大哥，我听说你娶了个嫂子，还生了个小侄子呢，你什么时候将嫂子和小侄子接回来呀？哎呀，等他自己想明白了就回来了，嫁给了我，咱家就这样了，总得先把二弟的婚事先安排了吧。大哥，大不了我就不娶了，我瞧着我一个人挺好的，你看你们还吵架嘞。林二强想到林大强2口子因为自己的事情吵架，心中就难受，本来就内向的性子更是微微垂下了脑袋。大哥想想，若是我回娘家了，孩子他爹不来接的话，你这当哥的心里啥滋味？大嫂也是别人家娇宠着的女儿妹妹呢，你必须得去接的。没钱接回来还是吵架，不如跟四弟先去走一走，赚点钱来再说。林大强想了一会儿才憋出了这句话。哟，还在聊呢，小鱼啊，快来做饭了。娘，您让小鱼做什么菜啊？难得回家一趟。对呀，以前还没出嫁的时候被尤见了一回，就说再也不学做饭了。林四强跟着点点头，都坚定地认为林小鱼不行。
连腼腆的林二强也冒出一句：别浪费了这点好菜，你们咋这么埋汰自己妹妹的？谁说小鱼不会做饭的？小鱼的灶上功夫，咱们村没几个女人比得上。林大强、林二强、林四强哥三个相互看了几眼，爹这是原谅小妹这么多年不回来看他，现在倒是变得过分维护了呀。你们等着吃吧，先让程心带你们去骑马，先练练。林小鱼说着就挽起了袖子，等他们吃的时候就知道啦。林小鱼将晒着的鹿肉切了大半下来，和山药一起炖上了。鹿肉山药汤最是温补，这个时节吃也是极好的。还有上回晒的香肠，现在也能吃了，还有点烤肠那味儿。来，再炖个蛋羹，撒点芝麻油，俩孩子爱吃的很呢。好嘞，晚上这一顿已经非常丰富了。林老太看着自己买来的菜里还有一个咸鱼没有炖上，还有一把子豆面，忍不住嘀咕：哎呀，早知道少花点钱，这都已经够吃了。娘，以后几个哥哥都能挣钱了，您啊就别想着省钱了啊。等大嫂把孩子带回来，你就只要把饭菜给做了，带个孩子就成。行，到时候你和女婿也去赚钱，小李和秋秋也送来，娘也给你一块儿带了，娘就稀罕孩子。吃过饭之后，林家三个兄弟都震惊了，这小妹的手艺确实不是盖的。第二日天亮的时候，林小鱼就带着林四强去若叶村收蛏子了，一人骑着一匹马，就快马加鞭的到村里了。回到村里，只见柳三儿在收蛏子。柳大哥，哎，小鱼，刚听说你买了马，这马真不错啊！你那日的话呀，我听进去了。我家那艘船呢，好好的，我准备收一批蛏子去外地卖。哎，有你收蛏子呀，村子里的人也不怕吃亏了。小妹，你咋把赚钱的法子都告诉旁人了呢？没事，四哥，他是走水路的，你在岸上卖，碰不到一起的。而且你挑那些周围没有河岸的县城卖就行。而且柳大哥人很好的，帮过我许多忙呢。在那会儿旁人都瞧不起自家的时候，他能站出来仗义说话，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那人家对我们好，咱们就该回报。林小鱼就带着林四强去了李桂香的院子里。小鱼姐姐，有没有很意外？是我在这里啊。你爹做生意去了，是把你放在桂香姐家。这人是谁啊？在你后面杵着，倒像是个木头。这是我娘家四哥。小丫头不许乱说，什么木头呀？我只是话少。林四强也皱了皱眉头，眼前这小丫头可真没礼貌啊。对，话少还不是木头啊？林小鱼看着柳絮故意在逗林四强，无奈一笑，就进屋子里去找李桂香了。李桂香正在做早饭，正在锅里炕玉米饼子。嫂子，小叔娘家住哪的？我找他收蛏子呢。我给娘家的哥哥想了个买卖，日后每日都要收的。哎，好嘞，我这就带你去。李桂香把最后一个饼子盛出来，就听到外面笑得咯咯咯的声音。柳三兄弟将闺女放在我家了，这一日还给20文钱呢，给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咋办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的，知道大海不在了，都想帮衬我。那你就拿着呀，柳大哥这生意要是能好好做，就要发财了呢。你照顾好柳絮，他才没有后顾之忧的。那村里传闲话，说他们一个官夫一个寡妇，说的也确实难听。有什么闲话不闲话的？柳絮还小，一个人在家里肯定不放心。再说，是柳絮在你家呢，柳大哥估摸着连门都不迈进来的，哪个要是敢在我面前说闲话呀，我非撕烂他嘴呢。还能有谁啊？就那王金花啊。李桂香也无奈地摇摇头，她将玉米饼子端了出去，看到柳絮竟然把林四强给捆住了。林四强一脸无奈地看着林小鱼。小鱼，谁知道这丫头骗我，她说给我变个戏法来着的。因为我们四哥呀人老实，所以才会被柳絮这个小精怪给骗了的。以后做生意可不能这么老实了，你心里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最多多送一点，要不然钱都买的客人会回来闹事的。小叔娘，李桂香一阵吆喝，小叔娘就匆匆地走过来。我早上啊去了一趟你家那儿呢，见着马都不在了，就想着你肯定是出门了，辛苦嫂子把小鱼给带过来了。没事儿，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小鱼，你们坐着啊，我就把蛏子拿出来。我们家的那个说了，必须得给你留着，等你说了不要再说呢。
小树娘笑着同林小鱼说，然后从家里拿出了足足10桶蛏子。这么多啊，这还能挣2钱，就全家都去捡了。过了这阵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卖上钱呢。给酒楼的那3桶还是按那个价给，等会让小树爹陪我去一趟酒楼吧。还有那个7桶就给我4哥，让他带回去卖，就按现在的市场价给吧。对了，嫂子，你们想不想多挣几个钱啊？我也能跟着赚钱吗？比如这蛏子，你们先收上来，就按照大、中和小3批来。大的呢，到时候让我4哥来收，比市价贵2文钱。小的反正按照市场价卖给码头老板。这样的话，一天要是能挑出个10几斤大的，也能多挣20几文钱呢。只要你们不怕脏不怕麻烦就成。行啊，能赚钱怕什么脏怕什么麻烦呢？虽然说折腾了点吧，但是赚到的可都是钱呢。我也愿意。哎呦，小鱼，你这脑子是啥做的呀？咋就和我们不一样呢？赶紧叫大哥出来去县城里送货吧。林小鱼带着小树爹和林四强就去县城了。到了留客楼，林大厨笑得都快要瞧不见眼了。小鱼妹子今日瞧着又漂亮了些呀。哎，吕兄弟今日怎么没来呢？看来昨日酒楼里生意很好啊。林大厨摸摸肚子，那笑容有些委婉，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包递给林小鱼。楼里的生意从来没那么好过，这个给你。这个不能收，这大虫已经收过你钱了。没事儿，店里每个人都有，你这红包要是不收，我就是看不起我。林小鱼只好把红包塞入了怀里，随后问起了这虎皮和虎骨。虎骨都是散卖了，现在卖出去了2根，一共收了23两银子，都让掌柜记着呢。等后头若是没人再要了，直接送去药铺，还能赚几个钱。那虎皮已经有人出价到这个数了。林大厨伸出一根手指，这么多啊！虎肉和虎骨都有那么多，但是这虎皮不同啊，可只有这么1张，至少咱们县城就这么1张呢，买回去多有面子。那就拜托林大厨了，到时候卖的钱酒楼抽些走。哎，咱们这交情还说这。林小鱼和林大厨寒暄完就拿了银子出来，小树爹已经先回去了，而林四强也拿了木匠铺子里给林小鱼做车厢的凭证去给追风套车厢去了。林小鱼只好一个人去找林四强。隐约的，林小鱼就察觉到身后一道目光一直在跟着他。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会出错。林小鱼步子加快了一些，穿过一道小巷。林小鱼，熟悉的声音。林小鱼一扭头，瞧见是他。他来找自己干什么？林小鱼还没开口，一根大木棍子就对着他的脑袋敲下。林四强给马车套了车厢以后，回到了留客楼的后厨，听帮厨说林小鱼走了，他将马车放在这里，就跑出去找了一路，结果连人影都没有。小鱼他兄弟，你咋回来了？不回家去了吗？啊，我在县城找不见小鱼，以为他回家了，就来瞧瞧。他没有回村吗？咱们村里是没听人说瞧见了，兴许是回娘家去了吧。这吕老三和俩孩子不都在娘家吗？林四强点头，急忙拉着马车回家瞧了。老林呐，儿子回来了，难怪就闲得在家薅腿毛呢。一个小子都是勤快人，我腿脚不好，也帮不上什么忙。等喝了闺女送的虎骨酒，不知道这腿呀能不能好点呢？弟弟，我弟弟回来了，弟弟又打到了猎物，弟弟很厉害。看到小李也低头仰望着自己，男孩子可不能像女孩子那般娇气。这时一辆马车就跑了回来。小妹回家了没？还没呢。咋的？你这个混小子自己一个人回来了，把你小妹弄丢了？我去找人，你们看好孩子。去哪儿找啊？落叶村。娘，咱家门被马踏裂了。看到吕成行骑着高头大马，老三你干什么？我现在还是你娘。他在哪儿？啊？谁啊？谁在哪儿？林小鱼他不见了，除了你，我想不到其他人了。吕成行伸手握住了吕老太的脖子，吕老太险些都被掐死了，吕成行的手才被松开。还有王金花和林小鱼一直不对付，还有刘把式，那是
让我顶了刘小鱼的祸，都是他的主意。吕成行骑马出了村子，也没有问人，顺着牛车的车轴印就找到了隔壁村刘把式家中。刘把式听到动静，就暂时放下手上的刀出来。刘把式走出门，躲在门边的吕成行手里拿着一根木柴，砸在刘把式脑后，就将他给砸晕了。李小鱼，他一边找一边喊，在杂物房的时候，他就多停留了一会儿。李小鱼！忽然窜出一只花猫来，就瞧见了稻草垛子还在晃动，他急忙进瞧，李小鱼被捆住了手脚，嘴里塞了一个破布。别怕，我在。我们赶紧走，那个赶车的就是一个疯子呢，他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肯定是想杀人的。要不你别管我了吧，这个人疯了，我等下和他拼一拼，拼得过我就走，拼不过的话，大不了再死一次。你在说什么昏了头的胡话？男人连媳妇儿都护不住，还当什么男人？哟，两口子感情好啊，现在还说着悄悄话呢。林小鱼，你这个男人下手挺狠呐，打得我头都昏着。正好你们两口子一起上路，路上也有个伴儿。刘把式手里拿着那把磨好的菜刀，嘴角带着阴冷的笑容，平日里憨厚老实的样子不复存在。吕成行余光扫了扫杂物房里面，可有什么趁手的东西？我媳妇儿又没得罪你，反而多次照顾你的生意，你怎么就非杀我们不可呢？刘把式摩挲了一下刀锋，谁让这婆娘屡次断我财路？我怎么断你财路了？你忘了你本来包我的车的，你卖撑子赚了这么多钱，还想不包我车了，自己去买车，这不是断我财路？还有，我好不容易和吕老太合作，答应了这卖撑子的钱分我30%，你竟然就将这个抓撑子的法子说得人尽皆知，难道你不是断我财路？该！他看到吕成行的手已经摸到了木柴，并且攥紧了。但是刘把式从林小鱼的眼神里也看到了吕成行的举动，一下子挥着闪着寒芒的刀冲了过来。一个小白脸和一个女人，还想和我斗？这时吕成行将手里的木柴对着刘把式一扔，刘把式当即就去捂着眼睛。我靠你娘的，小白脸就是阴招多！在他愣神的时候，吕成行已经拉着林小鱼冲出了杂物房。刘把式一个100米冲刺，明晃晃的尖刀就对着林小鱼扎过去。吕成行及时挡在林小鱼的身前，握住了刘把式的手。小心！你这个王八蛋狗娘养的断子绝孙的狗东西！不对，说你是狗东西还是玷污了狗呢？我看你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活着也是浪费粮食呢。这骂的刘把式回过神来，他要杀的可是林小鱼呀！他一扭过身，就看到林小鱼的腿一抬，那双鞋子刚好就踹在了他的裆部。没事吧？吕成行看着自己的伤，唇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在刘把式准备反扑的时候，吕成行一脚将他踢翻在地。刘把式感觉胸口生疼生疼的。这小白脸的脚劲儿怎么这般大？他再次爬了起来，刀尖冲着他们两口子而去，一定要速战速决。他觉得有些不妙了。不要看！吕成行忽然出声，捂住了林小鱼的眼睛。林小鱼眨了2下眼，睫毛轻轻地扫过他的手心，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刘把式发出一声闷哼，随后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发出重物跌落在地的声音。这声音很熟悉，林小鱼想到自己前世被人推下来，发出的声音还更响呢。这时林小鱼感觉到吕成行将他的身子转了过去，然后把手松开，他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要看，会吓到。林小鱼皱眉，他将人杀了？嗨，他才不会怕呢。只听地上响起了窸窸窣窣东西扫过的声音，吕成行握住了林小鱼的手，就开了门栓，二人就跑出去，找到了树上拴着的马。趁着吕成行解开马缰绳的时候，林小鱼匆匆扭头看了一眼，只见刘把式躺在血泊里，身上插着一把刀，而且眼睛睁得特别大，里面藏着无尽的不甘。林小鱼扭过头，看着已经将马缰绳解开的吕成行，他身上干干净净，一滴血都没有溅上，一刀毙命，还没有溅到他的身上。林小鱼皱眉，这个吕成行
哦不，谢未因究竟是因何缘故才到了这个若叶村的呢？上马。吕成行说着，将林小鱼抱上了追风马背上。林小鱼忍不住脸颊一红，她又不是连马背都爬不上去的弱女子。今日的事情就不要和爹娘提了吧，就说我去了县城卖菜大娘家玩去了。林小鱼先和吕成行串好口供，吕成行点了点头。骑马很快就到了秋田坳，大老远的就看到林四强蹲在村口的大石块上，眼巴巴地瞅着远处，看到他们的马就一下子站起来。小妹，你这是去哪儿了？要是把你弄丢了，爹娘非宰了我不可。四哥，你放心，我没事的，就是去旁人家玩了，忘了和你说。你怎么还和小时候那么不懂事儿？兄弟俩一边走一边说，就到了家门口。林大强正在院里劈柴，捡一个柴火要回头看门外3眼，再劈一个。这好一会儿的功夫，一捆柴都没劈出来。林二强正在陪外甥和外甥女玩，虽然他手上的草蜻蜓总是编错，但是他面上还是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能吓到俩孩子。直到林小鱼回来，俩兄弟才恢复了精气神儿。小妹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爹娘都担心坏了，快去瞧瞧吧。林大强劈柴也有劲儿了，对着林小鱼提醒。林小鱼赶紧去了林老太的屋里。小鱼呀，你回来了，娘还以为你是被拐子拐走了。哎呦，我的囡呐，娘的心头肉啊！林老太说着就捧着林小鱼的手，闺女的手热乎乎的，她心里才安定下来。这么大人了，出去玩也不知道说一声，还以为你叫拐子拐走了，到时候可怎么和女婿交代呀？林小鱼一眼就看穿了老头老太太对自己是关心，而不是所谓的交代。好了，爹娘，我这都回来了。3个哥哥明儿个呀就要去做生意了，咱们还是想想今晚做点什么好吃的，犒劳一下他们吧。林小鱼一左一右的搭着林老头和林老太的肩膀，想赶紧跳过这茬话题。嘿，好嘞，我去隔壁老黄家买只大鹅回来炖了，就当是提前过年了。都是老邻居了，就按照市价来，大鹅20文钱1斤，这足足有7斤2两嘞，给我144文钱就好了。都老邻居，少2文钱吧，要不然你去县城里卖还得坐牛车去，少不了折腾呢。虽然是邻居，但林老太也没有忘记砍价。林小鱼就往怀里面摸钱袋子。赶车的刘把式死在了院子里，被路过的村里人瞧见，但是他家里空无一人，当即就联系了村长去衙门报了案。官差来的时候，刘把式的妻女也回来了，录口供的时候说是刘把式让他们今日回娘家的，还特意嘱咐了不要回来。官差将刘家细细的检查了，发现并无旁人痕迹，又因为刘把式特意支走了人，就暂且定为自尽。吕家，吕老太走路都轻飘飘的了，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着：刘把式死了，刘把式居然死了，这么年轻力壮的一个人，干啥呀，老婆子，魂不守舍的。吕老头正在院子里面浇农家肥，吕老太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那桶，沾了一身，看得吕老头频频摇头：浇你的菜去，除了种点菜啥也不会。吕老太嫌弃地说道，自己身上的一股子味道，她就赶紧回屋换衣裳去了。门槛外，吕老大站在外头，看到把吕老太吓了一跳，也是搓了搓手，这自个儿娘做啥亏心事了？吕老太瞪了他一眼，回话的时候眼神却心虚地看着脚尖儿，粗着嗓子掩饰自己的心虚。我有啥知情的？我知情个屁，不熟。说是刘把式的娘子，不信刘把式是自尽，花钱找证据呢，说是能提供线索的人给5两银子。吕老太说着，眼底都是放光。吕老太皱了皱眉头，就把事情娓娓道来。昨日老三来了我这儿，那模样可凶了，说是林小鱼丢了，我告诉他和林小鱼有过节的，可能是刘把式。你说会不会是？
娘，莫要再说下去了。真要是他干的，咱家能得个好吗？他左右不是我亲生的，你瞧你和老二长得还有几分相似，你瞧瞧他那样那么俊，你爹可生不出这般好种。娘，可不是这个理儿。吕老大气得跺脚，说不准咱们一家都得吃牢饭，还有他以前给你的钱还要倒找出来贴给刘把式的媳妇儿嘞。吕老大身为家里长子，顾虑是周全的。吕老太的嘴里跟噎了一个鸡蛋一般，久久合不上。咋还要把进了他口袋的钱给摸出来呀？想得美！那咱就绝对不能说。你把自己的嘴也管好了。这么多钱要是交出去，咱家可就没啥老本了。哎，吕老大也重重的点头。秋田坳，嘘，跟我来。林小鱼下地披了一件衣裳，看着外面的月光，还有林家不太隔音的老房子，他总是在想刘把式的死，睡不着。吕成行就跟着林小鱼出去了。怎么了？睡不着吗？是不是因为白天被绑架吓到了？要不要抓一贴安神的药来吃一吃？我看到了，刘把式死了。你在担心我？查不到我们身上，只会断定他是自尽。为什么？因为我是握着他的手，用他的刀自杀的，而且他为了害你，自己已经将别人都支开了。吕成行忍不住冷冷一笑，这就叫做活该。真的？你相信我，我有经验。林小鱼倒是说不出话来，所以这男人是背负了人命官司才冒名顶替了吕老三的吗？我确实是背了人命官司，但是我是被陷害的，我不甘入狱才逃了出来，一路上被人追杀，所以只能反杀，练出来的。知道扎哪里断气的快，知道扎哪里他们的血会流得比较少。这是坦白？林小鱼一时对他的坦白竟然接不上话了，但是他相信吕成行说的是真话，他身上并没有那种凶徒的戾气，所以他愿意相信他是为了自保才杀人。明日还是我先回村吧，若是官府追查到你身上，你就赶紧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那个天色不早了，咱们是赶紧回屋睡觉去吧，要是让爹娘瞧见也不好。吕成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指尖，上面好像还留着林小鱼的一丝温度。他们刚进屋，床边的林老太就缩回了脑袋。老头子，老头子。林老太推了推酣睡如猪的林老头。自从闺女开始回娘家，还带着儿子赚钱以后，这糟老头子睡眠就愈发的好了。啊，赚大钱了，要娶儿媳妇了吗？我刚才瞧见闺女拉着女婿去外面看月亮看星星去了。林老太低声地说，但是那声音里带着满满的羡慕。这黑灯瞎火的不睡觉，闺女脑子有点病，你也有点病啊。林老头打着哈欠，林老太的手又贴在了林老头的大腿处，林老头吓得往床里面缩了缩，躲开了林老太的魔爪。只见林老太满眼希冀，哎呀，你以前那会儿和我刚定亲，我爹娘不让你来，你不也是夜里跑来？那会儿我们也看星星看月亮。啊，有吗？林老头挠挠脑袋。第二日一早，林小鱼起来就看到林老头坐在桌上喝着红薯粥，配着一个玉米饼子，眼底两坨乌青，看着跟打了蔫的青菜苗子一般。娘，快来，外婆煮的真好喝。爹，咋了？没事儿。林老头闷哼一声，真是个古怪的小老头呢。林小鱼也琢磨不出他为什么生气，就老实的喝粥，也不去管他了。吃完粥，林小鱼就看到吕成行坐在院子里敲敲打打，走近一看，就瞧见他在坐凳子。想到自己刚过来的时候，那个家里乱成的那个样，他也是头一次修理凳脚，没想到现在都能坐凳子了。吕老三家的，你这马能借给咱使使不？刘大锤这个憨货竟然想不开自尽了，这办丧事儿都要车呀，看都是一个村的，你瞧瞧能不能行个方便？不方便。有马就了不起啊，
真是的，人死为大，这都不见。这时候，村里也有路过的人替林小鱼说话。那刘把式家里不是还有牛车吗？怎么就非马车不可呢？那以前没有车的人家就不下葬了呀？关你屁事儿！一个村的我就仗义直言，怎么了？林小鱼逐渐走远，他们的争执声就渐渐变小了。到了牛婆婆家门口，她正在屋里面晒着红薯干呢。小鱼啊，来得正好，这红薯干等晒好了，你抓几把回去，小李和秋秋肯定爱吃。婆婆，我从村口回来，听说刘把式死了，这是怎么死的呀？我这刚回村里1日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呢。嗨，官府来人了，说是自尽，好好的想不开。不过他这人就是古怪，瞧见旁人赚钱就眼红。早年也想跟我赶海，但是嘴里没几句好话，我就没带。原来是这样。我昨儿还炒了瓜子，你也带2把回去。这秋日里倒是吃的多了。婆婆，我还得去接孩子呢，等晚些再来吧。嗨，还跟我客气，咱们可是一起赶海的交情。话说你啥时候再跟我一起去赶海啊？这往事都有你一起，现在一时半会儿倒是冷清清了。牛婆婆叹息了一声，这一声叹息让本来准备走的林小鱼停了下来。牛婆婆可是她的恩人呐，她就耐心地说：等明儿吧，今儿我去把我男人和娃接回来。其实先前带你赶海的都是不要本钱的，你要是想赶海抓大货，我还有个要本钱的好法子。要本钱不怕，牛婆婆，你说吧。就是选一个深海沟，在海沟里丢入羊肠之类的腥物，就会引一些海物进坑，然后等退潮的时候，深海沟里没水了，再拿个桶和长铁钳就好了。那要在海沟口上拦着网或者什么吧？就垒石头就可以了，这样退潮的时候没出去的鱼就留在里面了。那我就把孩子他爹叫上。牛婆婆，到时候呢，你就在海沟上面等我们抓了海货上来，等着拿钱就行。我哪能拿钱呢？半点力都没出。这就是该拿的钱啊，这可是您压箱底的赚钱本事呢。就是你们过意不去的话，我就一个请求。牛婆婆犹豫半天才开口，她的请求在林小鱼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婆婆，这事不用你说我们也会的，不过你还年轻呢，会长命百岁的。好，不年轻了，都68了。成，婆婆，明儿咱们去赶海啊！我今儿啊得先走了。林家院子里，林小鱼跳下马就进了院子。林小鱼轻咳一声，吕成行看到林小鱼牵着马进来，就勾了勾唇角，浅浅一笑：没事了。那就回家吧。再住1日，明日一早再回。第2日一早，林小鱼和吕成行已经和2个孩子说过了，现在马儿载不了4个人回家，先让他们在外婆家再住几日。俩孩子都乖巧地答应了。四哥，这是卖完了？卖完了，我赶紧跟你回村去拉一趟再去卖，趁着临县价钱还卖得起来。林四强脸上洋溢着笑脸，有马车就是方便呀，不像以往得有1日的功夫在路上，现在2个时辰就够了，而且一个人顶多挑2桶蛏子，这1辆马车能够放许多呢。这时林大强和林二强也跳下了马车，林大强整个人还处在震惊之中，微微有些发愣，嘴唇动了动，愣愣地说：卖完了，居然都卖完了呀，这做生意好像也不是很难呢。林二强也兴奋地点点头，本来腼腆的性子也和小鸡啄米一般。那你们先进去吃点早饭吧，边吃边说，等下马车回村也快的。林小鱼说着就又牵马折回了屋里去。林老头听说3个儿子的蛏子都卖完了，瞪大了眼睛：这啥稀罕货，这么好卖吗？我都还没尝过呢。这赚钱的东西你咋总想着吃啊？林老太又悄悄拧了一把林老头的大腿。林老头痛得很，但是在儿女面前自然还是要摆出做爹的样子的，只能忍住了叫喊，面无表情的，但是腿都哆嗦了。这死老婆子下手还怪狠的呢。没事儿，也不贵，下一回我来带一些来，管够的。林小鱼想着，心里也有些愧疚。
这秋田奥靠山吃海鲜自然没有他们那边那么方便。哎，别听你爹的，去小妹那里批个蛏子才8文钱，好的也才10文钱，但是去临县卖还能卖25文钱一斤，这都是翻倍呀。而且那边不靠海，蛏子卖的特别快，好像是说那边的酒楼里也有蛏子卖，所以县城里的人也都开始吃蛏子了。我们也没怎么叫卖，生意就挺好的。林老头和林老太坐在桌前，看着3个儿子吃得呼哧呼哧的，活像是自家里养的猪仔一般。他们对视一眼，乖乖，这钱翻倍的赚呢。就没有遇到什么难搞的人。我听小妹的，给大家的价钱都一样，自然是没什么难搞的人了。不买也没事儿，我笑嘻嘻的将人送走。林老头和林老太就放心了，看来这生意是真的上道了。这时林四强摸出2两银子放在林老太的眼前。娘，你拿着先，买点礼，让大哥先把大嫂和小侄子接回来先吧。我都不急，你比我还急。这不是娘家住久了，万一被人骗走了呢？骗走就骗走吧，说明我们缘分尽了。大哥，你上回说赚了钱就去接的，现在赚到了，男人要一言九鼎的啊！而且大嫂不回家也影响2哥收亲啊，旁人会觉得我们家带媳妇不好的。而且能说几句好听的话哄哄嫂子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嫂子肯嫁给你，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嫌贫爱富的人呢。哎呀，你快去把人给接回来，久了小孙孙都不认我这个奶奶了。这不是生意刚开始，我想先赚钱嘛。这不是还有老2老4吗？知道了，我今日就去接回来了，我明儿就能跟去卖蛏子了吗？这得看你把嫂子哄得高兴不，家里一个女人都哄不好，做生意啊还要面对这么多客人呢。村里有人办丧事儿？有个自尽的人。这日子这么有奔头，你们村里一个个的也能挖蛏子赚钱了，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自尽呢？林小鱼默默地在心里应了一声，有些人就是找死啊，拉都拉不住。这时刘把式那送丧的队伍里一下子乱起来，像是有人打起来了。这人死为大，咋还打起来了？这找事儿的人也太不看场合了。哎，不是说自尽的吗？林四强嘀咕。林小鱼睁了睁杏眸，努力地看到2个纠缠在一起的妇人，其中一个身形特别熟悉，突然就琢磨过来，是吕老太啊。吕成行也皱了皱眉头，林四强也有点印象，这吕老太不就是吕成行的娘吗？那个我不知道是亲家母，这之所以起了争执，肯定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四哥，你不用帮那个老婆子说话，我们已经与她断了情了。这事呢说来话长，什么时候有空了再说吧。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就这样的肚兜还好意思送人？我呸！现在刘大锤成了死人了，你们不是有私情吗？你倒是给他殉情啊！刘把式的媳妇儿葛翠喜都快要疯了，2只眼珠子都凸出来，要不是被人拉着，他都恨不得过去将吕老太给撕了。你胡说，咋就是我了？我跟你男人不熟。我都去西西比过了，就和你家晒得一模一样。本来还以为是你哪个儿媳妇的，谁知道是你这个老不休的。吕老太看着村里人都是火辣辣的眼神，大家都没有吱声，但是她像是被剥光了衣裳，晒在这青天白日之下一般。哼，瞧见没？她就是心虚了，不心虚能跑这么快吗？啊？切！人活着的时候有私情，死了的时候怎么不也温存温存呢？这个狗东西身上的寿衣还都是我给他穿的。算了，也不关咱们的事儿。林小鱼说。只见前面的丧葬队依旧停在那里并不走，葛翠喜站在路中央，叉着腰说：老娘想过了，凭什么他活着要我伺候，他还去偷人，死了还得我给他送终，做梦！就停这儿吧。送葬的亲友一个个都看不下去了，在若叶村，这送葬队伍中途停下，特别是棺材停下来，那是大大的不利。那4个抬棺材的亲戚已经腿脚都抖了，这还不走啊？于是亲友里面的女人赶忙就去安抚葛翠喜。一日夫妻百事恩，
好歹还有个儿子呢。人都死了，算了算了。要不先把棺材放牛车上吧？有人提议。这棺材刚放上牛车，这牛不知道咋的就受惊了，横冲直撞就朝着村里跑了过去。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的尖叫声传来。掉河里了，这棺材泡水还吉利吗？小妹，咱们快走吧，这事儿怪邪乎的。林四强用胳膊碰了碰林小鱼，这样的事千百年都不一定能遇得上一遭呢。趁着丧葬队的人都去河边捞棺材了，林小鱼一行人就匆匆走了。这牛车就直接到了李桂香的家里，挑撑子就放在他们的院子里在弄，而现在他们也正在家门口看夕阳景儿。哎，听说刘把式的棺材掉到河里了，天哪，看来偷情的事儿就是真的。听说咱们村有2个呢。哎，算了算了啊，人都死了，不说这个了。这时，李桂香和小树娘就看到了远远来的马车和马，他们看到脸上就扬起了笑容，努力地挥着胳膊叫喊：小鱼啊，可把你盼来了，挑好的大蛏子都留着呢，也不敢卖给旁人嘞。哎，来迟了点。林小鱼点点头。林四强和林二强也从马车上跳下来。嫂子好。哟，这2个都是小鱼的兄长吧？听说还没娶妻呢。这瞧着都是好后生啊，这生意眼见着是越做越好了。我娘家村子里啊，还有几个没嫁人的好闺女呢，改日要不我来说个媒？嫂子有心了，您瞧着安排。小鱼姐，你来啦？你也跟着挑撑子啊？当然啦，我赚的可是我自己的钱，那不一样。柳絮说着，昂着头，脸上满满的都是骄傲。是个有想法的好闺女。林小鱼看着柳絮将蛏子大小剪得明明白白，一点都没有马虎眼。那堆好的蛏子里连壳都没有不完整的，也忍不住赞许的笑了。柳絮眯着眼睛笑得甜滋滋的。他爹开船出去卖蛏子了，不用想都知道生意肯定不错，至少能赚一段时日的蛏子差价，所以经常有人过来说一些酸溜溜的话，而林小鱼说的话是对他的肯定。剪好的大蛏子有10桶左右，小树娘看到林小鱼在看，就说：要不了这么多呀，也没关系，可以给村子里散卖的人。现在咱们村子里呀，个个都会卖蛏子呢。要得了，有马车跑得快，大不了绕远一些的地方。应声的不是林小鱼，而是林四强。林四强看到分拣好的大蛏子，也是有了想法。二哥、四哥，不留下来吃个晌午饭吗？饭哪日不能吃，自然还是赚钱要紧些。老四说的对。林小鱼看到自家2个哥哥已经坐在了马车上，朝着自己摇手了，也是有些无奈的微微一笑。只要是你做的都好。吕成行低头放下袖子的瞬间，黑眸里划过了一丝狡黠。林小鱼就闷头进了灶房里。这肉嫩啊！林小鱼前世谈生意的时候，很多老板都喜欢去一些野味馆，所以这些肉他都不陌生。你现在就杀吧，我做来给你吃。吕成行有些意外，林小鱼竟然没有想着要去卖钱，竟然要做给他吃。他目光略微一带，又扫过了自己的伤处，应该是这处起作用了。你没睡啊？做了2张凳子，在岳父岳母家学的，自家这2张做的比他们家做的好看。吕成行说着，像是偷吃了鱼的猫一样，有点狡黠。林小鱼微带几分无奈。爹娘，你们知道你们的好女婿在给你们做凳子，是在练手吗？那就去县城吧，还要买羊下水呢。林小鱼一个挺身坐了起来。这时候忘了吕成行就在他的眼前，眼神的位置刚好就在吕成行下巴的位置，可以看到他修长的脖颈白嫩的如同羊脂白玉一般。吕成行却先他一步出了门。林小鱼出门的时候拍了拍自己的脸，梦里都看清了吕成行的脸了，是不是预示着已经对他敞开心扉了？这样可不行，都被男人骗了一次了，还要掉在那个坑里一次吗？林小鱼，冷静。说完之后，他已经出了门。吕成行在院子里拉出了眉痕。林小鱼看着他拍了拍身前的位置，对他伸出了手。这2人共骑还能冷静？邪了门了。
林小鱼决定今天加钱也要将马车的车厢给拿回来，省得这该死的暧昧。果然，他上了马，吕成行拉缰绳的手就围在他身前。夜里月明星稀，没有下雨。林小鱼一直在等牛婆婆来敲门。哎呀，成双成对的，真是让人羡慕啊！下辈子我也要找个疼我的好男人来。我还没有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竟然还能坐上马车。这要是让我以前的老姐妹看到了，得多羡慕啊！那明儿白日里带您去见老姐妹。不用不用，刘婆婆急忙摆手。到了牛婆婆说的那一处海沟，是个葫芦形的，就将葫芦口那里用石块垒起来，再将羊下水丢进那水里。羊下水味儿大，涨潮的时候就会把海货吸引进来，退潮的时候，因为这海沟的形状，它们就退不出去了。牛婆婆说着就笑着，露出了一行不太牢固的牙。我年轻的时候试过一次，就是现在年纪大了，吃不消了。好嘞。哎，你别下来，就在这看着，给我递石头就行。瞧，这才是男人啊，对你多好。你们才生2个孩子太少了，得生1串才行。生这么多忙不过来，要赚钱呢。没事儿，我帮你带。牛婆婆乐呵呵地说。小鱼你等着吧，咱们在耐心等2时，肯定会有好回报的。牛婆婆说着，眼里都放出了光芒。这一天，牛婆婆是白日里来的，也是掐算好了退潮的时间，要不然晚上黑灯瞎火的。有东西，真的有东西呢！吕成行看着阳光洒在林小鱼的脸上，照着她的脸颊，还有那个浅浅的梨窝，而狗啃般的头发也因为长长了一些而看着温婉了不少。等下去要把水给舀完再抓海货。让我下去吧，要不然在边上看着也怪没劲儿的，得自己下去抓才行。婆婆，你就在岸上等着吧，淤泥里也不知道有什么呢，万一割到了脚或者扭一下就不得了了。行，都听你的，我就露个面就来分你的钱。分得这么清干什么？你都已经把我们当自家小辈了，不要说这些这么见外的话了。牛婆婆不吭声了，林小鱼才把目光重新汇聚到了葫芦形的海沟里。大海货，我来了。林小鱼下了那个海沟，才知道里面的淤泥有多么难走。头，接着。牛婆婆在上面也是激动的不行，她就说阿行媳妇儿是个运气好的，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光是石斑鱼，她好像就瞧见了5、6条呢。牛婆婆，你可坐稳了啊，别掉下来了。林小鱼嘱咐了一句，就拿起长钳子开始夹海货。她眼疾手快，动作精准。瞧这兰花蟹，都快有半斤重了呢。林小鱼一下子就用钳子夹起了兰花蟹。兰花蟹的颜色在阳光照耀下是淡淡蓝色，随后又抓住了1条石斑，也有约莫3两重了。这也太多了，太多了。牛婆婆接过吕成行递过去的最后1桶海货，嘴里已经念叨了10来遍了。扎到脚了？只是被划到了一下嘛，不碍事，没你上回被扎的那般严重。我就说是我老婆子占你便宜了。虽说这样的海货抓得多，但是哪里有你抓的那么多？原来我是不相信气运这东西的，现在不得不行了。咱们村里还有个倒霉蛋跟你反着来。咱们村还有这样的人呢？是田家的小闺女，人是孝顺懂事的，但是她就是去种地产出都能比人少几分，可能中途就遭了鸟雀什么的，怪倒霉的。现在18了，也还没嫁出去呢。牛婆婆说起来也是为这田家的闺女掬了一把辛酸泪。我们现在就去县城卖了吧。好。那我一个老婆子也跟着你们去县城啊。回想起她上一次去县城还是年轻的时候去的，也都已经过了20多年了吧。那时候坐牛车都颠得她浑身骨头疼。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大姑娘，还怕人看呢。马车坐着快得很呢，很快就到了。要不牛婆婆你先睡一会儿。我才不睡呢，好不容易去县城一趟，我得将周遭的村子都仔仔细细的瞧瞧。这隔壁村啥时候弄了块大石头啊，上面还刻着村子的名字呢。就是他们村还出了个秀才，整个村里大半的人都挂在这秀才的名下，还免了很多赋税。村子可比咱们肉叶村有钱多了。没一会儿，牛婆婆就把脑袋给缩了回来，一脸不好意思地说：
外头那些小娃娃把我这张老脸看红了，瞧我跟瞧猴一样。林小鱼还能听到小孩子们热情的叫声：“马车，马车，马车！”林大厨，林大厨，来了来了！这一下倒是把林小鱼给吓得一愣一愣的。哎，这是咋回事呢？林大厨，我又给你送货来了，这回有点多哟。我这留客楼都是县城里最大的酒楼了，还能多到我吃不下？哎呦，你们这小两口大白天的干嘛呢？他赶海脚受伤了，把海货拿下来给林大厨瞧瞧。吕成行恰好先拿下来的就是那个石斑鱼，这桶里密密麻麻的都是石斑鱼。妹子，你家里这是在养石斑鱼的吧？还有呢，不止这些。林小鱼原来也以为那海沟里只有5、6条石斑的，可没想到足足有15条，哇，这也太多了。这螃蟹呢，得赶紧捆了脚，要不然打架断了腿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这海鳗也是咬上了，品相不好看的。哎，这么多，看来我留客楼还要辉煌一段时日了。哎，走，我们算钱去。林大厨想想就激动，一点都不担心卖不完。卖不完也没事儿，至少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只有留客楼才有这般好的食材。对了，给彭管家收拾一些送去。这送给彭管家的呀，就算是我的心意了，不用给我算钱。哎，还跟我说这些，你怕是忘了我妹妹也在张府当姨娘呢，能少得了张府吗？彭管事那里话我会带到的，你放心吧。林大厨摆摆手，示意自己会送的，钱自己出。这一回的海货都是大货，而且数量足。还有那卖虎骨的钱也有60两，虎皮则是被人花了300两买走了，不过只给了100两的定钱，后续的月底再给。回到马车上，林小鱼就给了牛婆婆62两银子，1张50两的银票，还有12两银子。婆婆不识字，这是多少钱啊？50两。啊？光是手里的12两银子就够沉甸甸的了。她想了想，还是还给了林小鱼。这么多我不能拿。这就是该你的，你是不信我卖了100多两银子吗？这里呀，只是一半，没有多给的。林小鱼真诚地说，这相当于牛婆婆把自己的财气分给了自己而已，是自己在占牛婆婆的便宜呢。说好的给我养老送终的，莫不是你说的话都不算话了？那婆婆，你得留些银子傍身啊。世事无常，没有钱在身边，光是相信一句承诺，让林小鱼觉得牛婆婆的信任太重了。我一个老婆子又不要花什么钱，要这些干什么？她皱着眉头就拒绝。两人推辞了好一会儿，吕成行才冒话：不如带牛婆婆去挑选合适的寿官吧。这成。到了棺材店，林小鱼直接按照掌柜的推荐买了一个顶好的，说是县太爷的老爹死了，用的就是那种木头，还带香气儿的，而且棺盖是2层的，防潮防水，就是有突发情况，下雨天送葬什么的都不会漏水呢。早知道我就收了你的钱了，省得你花这么多钱去。人死了都往土里一埋，要这么好干嘛？可能也不是这么早安排投胎的呀，是疏淡点也好的。可是这么贵呀。没事儿，咱们这一趟赶海的钱还没花完呢，咱们去买点好吃的。牛婆婆嘴里甜，心里也甜，她就知道自己是没有看错人的。后头他们去了集市，李小鱼买了一堆菜，还有点心之类的。买不做衣裳啊，就是这颜色太淡了些，你们年轻人就要穿得红艳艳的才好看。买这么多菜是要回娘家吗？婆婆，你不是想说想回娘家去瞧瞧以前那些老姐妹吗？正好咱们有马车呢，快得很，现在就带你去。我只是随口一说，你怎么就放心上了呢？说呗，要不然东西买了都浪费了呢。我娘家就在咱们若叶村隔壁2个村子那里，叫落雪村，名字很美，对不对？当初我娘还嫌弃我嫁得远，我不听，现在想想嫁得真远，想回家看看小辈都去不了，年纪大了，腿脚不行了。吕成行早就知道林小鱼的安排了，立马赶着马车就去了落雪村。你是小雨家的吧？哎呀，这么多年不见，差点都认不出来了。你是大姑婆？哎呦，我们没去看您，倒是您这么大老远的跑来了。
将带来的礼也各家分了一些。过午的时候，他们就归家了。马车里，牛婆婆嘀咕：“我这辈子的心愿，你都给我全了了，明儿我就是死也甘心了。我怎么就这么有福气，遇到这么好的小鱼啊？”是我有福气遇到你。林小鱼反手握住他有些干枯的手，像是干了的柴火一般。要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想让你们再生个娃娃，我给你们带一带。哎呀，生什么娃娃呀？明儿我就去把小埋和球球接回来。牛婆婆，你到时候别嫌小孩子聒噪就行了。成，不烦不烦。将牛婆婆送回若叶村后，她说那一处海沟至少得隔半个月才能再去。娘。这时，一个面色微黄的瘦弱妇人就蹲了下去，将小娃搂在了怀里，说：“小满，那是马，大马。”这妇人正是林大强的媳妇儿季春桃。回了娘家那里，家里有弟媳妇儿在，嫁出去的女儿终归是泼出去的水。妹子来了，待会儿叫人啊。等一会儿要叫姑姑啊，姑姑会给小满糖吃的。糖？他们农家哪里舍得买这么好的东西啊？这时候，林小鱼从马车上下来，季春桃睁大了眼睛去看。嫂子，哎，妹妹来了，叫姑姑，姑姑给你糖吃。林小鱼说着，从兜里摸出了一大把糖来，透明色的麦芽糖和牛乳糖。哎，季春桃倒是震惊了，竟然还真有糖啊！姑姑，嫂子收着些，这糖呀就是特意给小满买的呢，你别给他多吃啊，要不然容易坏牙的。哎呀，来都来了，还给买啥糖啊？孩子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林大强走了过来，用大掌拍了拍小满的头。大哥，你不会说话就少说几句，快把小宝都惹哭了呢。赚钱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不给孩子吃给谁吃呀？这是你们俩的，可不许馋小满弟弟的糖。好甜的糖。秋秋笑得荡出了2个梨窝，然后拿糖纸在小满的眼前晃了晃。娘，我都能帮舅妈带小弟弟了，你要是生小弟弟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带。恰好这时候，吕成行刚卸下马车，拴好了马，从外面走进来。林小鱼的耳根都微微发红了。这一日被催生2次，是刚好凑在一起了吗？回家吗？在外婆家吃过饭，再住一晚上，咱们就回家了。娘。小满一手指一指吕成行从车厢上拖下来的羊，小嘴嘟囔着：“小满，这是羊哦，晚上一家人啊，好好的吃一顿饭吧。”林小鱼看着吕成行去杀羊了，琢磨着可以做一个烤全羊，羊蝎子还能炖一下，香着呢。季春桃看着这得有几十斤的小羊，怎么也得半两银子多吧。听说这羊肉山，要是只母羊，可以养着挤奶。公的。你由着他弄，小鱼灶上功夫强，咱们就等着吃就成。现在他也能赚，不差这口吃的。季春桃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婆婆，怎么1个2个都是这般呀？吕成行已经利落地收拾了羊，把皮毛弄下来丢在一边。妹夫，这个别扔，我外祖家里是削制皮毛的，这个我会弄，弄好了可以做一件小皮袄呢。这羊小一点，小皮马甲肯定是没事的。嫂子还会这个手艺呢，这羊皮就给小满做一件小皮袄肯定是够了的。还是给小李做一件背心吧。哎呀，不用，说给小满就给小满了。小满可是我唯一的侄子呢，孩子爹会打猎的，以后皮子还多得很呢，就得靠嫂子学制了。我还想做几双皮靴子下海穿，免得总是硌脚呢。妹子说咋样就咋样。林小鱼都惊呆了，这大哥是扯后腿的吧？自己跟嫂子这关系打得挺好的，自己大哥这么一嗓子，直接回到原地了。习惯了。这边吕成行已经在林老头的指点下，把建在院子里的大土灶给点着了。这时外面传来了马车跑回来的声音。老2老4回来了。有马车自然快嘛。哥，你们是闻着香味回来的吗？吃。小满回来了，四叔抱抱。林四强一把将小满抱起来。小满还认识这个四叔，跟他亲昵得很，还用小手揉了揉林四强的脸。这都卖完了？卖完了呀，今儿生意更好呢。这次我们批的蛏子大，
那些个走商的贩子，东西也没我们的好。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小叫花子、小野种的，你们也配坐这么好的马车？快拿出来给我玩，要不然我就不让他们和你们玩了。你们凭什么欺负人？马车是我爹娘赚的，有本事让你爹娘也赚啊！给不给我玩？我揍你了！小胖子一个用力就把秋秋推倒在地上了。不许欺负我妹妹！小傻子，你竟然敢打我！住手！他娘来了，快跑啊！不能让他知道我们以前欺负过他们。你干什么？你也想挨揍吗？小胖子挥了挥他的拳头，连他娘都怕他的拳头，他有奶护着呢，家里谁敢对他不服气，他都揍，更别说眼前这个还没他娘结实呢，他一拳都可以打2个。秋秋是你推的？是我推的又怎么样了？谁让他不把你家的马车拿出来给我们玩的？我奶说了，你家的东西我都可以玩，你家的人我想打就打。小胖子还在说话的时候，林小玉直接一下就把这小胖子给推了个屁股墩儿。你竟然敢打我！小胖子倒是没哭，站起来就要对林小玉挥拳头，但是拳头在落在林小玉身上之前，被吕成行给牢牢地攥住了。没大没小。三叔，你信不信我找我奶来收拾你呢？小胖子拍拍屁股，和个牛犊子一般。林小玉半蹲着问小脸和秋秋：他之前还打过你们吗？秋秋抿抿唇，有些呆呆的了。娘竟然要为他们出头了吗？他经常欺负我们，我的脚就是他扔的土块。小傻子，你告状！小胖子一下扑腾过来，呲牙威胁着小李。小李的手默默抓紧了林小鱼的裤腿，但是脚下的步子却一动没动。把他抓住！林小鱼对着吕成行使了个眼色。这小胖子都10岁了，怕他扑腾起来，自己制止不住。吕成行收到，就把小胖子抓起来，然后他弯着膝盖半蹲下，把小胖子摁在他腿上。只见林小鱼揪下小胖子的裤子，啪啪啪就是一顿胖揍。狗男女，你们竟然打我！别打了，三叔三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弟弟妹妹了，我也不跟我奶告状了，你们饶了我吧。林小鱼看到打得差不多了，就让吕成行把小胖子松开。贱人，贱人！我要告诉我娘我奶去，我让他们弄死你呢！行啊，你尽管去叫来，打你一次啊，我给你10文钱。反正打几下屁股也不会伤筋动骨的。我看你娘你奶呀，肯定愿意用你的屁股赚钱呢。小胖子哭得更加惨烈地回家了。林小鱼看到边上几个孩子都没有走，一个眼神扫过去，这些孩子急忙摆手：我没有打过他们。我也没有，都是吕大宝欺负的。是的。好，不管你们以前有没有欺负过，要是以后谁敢欺负我家2个孩子，你们就等着用屁股来赚钱吧。来我这挨一顿打，我给你爹娘10文钱。林小鱼磨了磨自己闪着寒光的背齿，几个小孩齐齐往后退了退。他好凶啊！走吧。林小鱼发话了，他们才敢匆匆跑了。娘，你好厉害啊！你竟然把他们都给吓跑了。娘打人怕不怕？不怕，娘是教训不听话的吕大宝，他总是欺负我们，还让大家不要跟我们玩，还是在外婆家好，都有人玩。秋秋少他们被孤立的时候，都微微地垂下了脑袋。林小鱼揉了揉他额头的碎发，掏了一把糖。还有糖？拿着和他们交朋友吧。以前他们肯定也是害怕吕大宝才不跟你们玩的，其实并不是不想跟你们玩呢。小鱼！林小鱼听到一声叫唤，他扭过头去看，听到了牛婆婆的声音，但是没有瞧见人。牛婆婆，你给这儿造了一条道啦？以后你们娘在忙的时候就来婆婆家玩，婆婆家晒的红薯条快来尝尝。去吧去吧。林小鱼看着2个孩子询问的眼神，2孩子就从这条小路上跑了过去。婆婆家里的鸡下了这么多蛋呢？不是，今儿看芦苇发现的，要不然我哪说你是我的福星呢？我就是想看个芦苇，和你的路近一些，就让我闯了这么多鸡蛋嘞，也不知道是哪家的鸡下的，全村的鸡
都喜欢往我这芦苇丛里钻。那婆婆留着吃吧。你帮我想想，这么多鸡蛋得咋吃？也有可能下得太早了，坏了的也有可能。那就煮个茶叶蛋吧。茶叶蛋？茶叶那不是贵人才吃得起的东西吗？我哪有这东西啊？听说1两茶叶就要好几百文钱呢。咱不用好茶叶，就用茶叶沫子。林小鱼想到桂花嫂的小店里有的卖，和牛婆婆说了一嘴，就去买了。林小鱼买了茶叶沫子，找了一块纱布缝了个小口袋，就把茶叶沫子给装了起来。这茶叶蛋咋这么好吃啊？我一开始还觉得煮多了呢，生怕煮出来不好吃呢。牛婆婆吃了一个，又伸手拿一个。白得的鸡蛋吃起来可不心疼。我娘做什么都很好吃，婆婆下次有好吃的就送来给你尝尝。现在这里有条小路，我很快就跑来了。哎，乖囡。林小鱼把牛婆婆芦苇丛里找来的鸡蛋煮了大半，足足有30个。牛婆婆，要不你明儿去码头把这茶叶蛋卖了吧？这茶叶蛋啊，泡一夜，到第2天味道更好呢。成啊，这茶叶蛋我卖多少钱一个好呢？我们村里的鸡蛋差不多1文钱一个了，那我就卖3文钱2个。要是没人买，我就还卖1文钱一个，就跟生鸡蛋一个价格。我就不信没人买。我这鸡蛋白拿的不要钱，反正也不亏。好呀，既然要做生意，那就把剩下的20个鸡蛋也给煮了吧。做又是吃食，卖不掉，咱们就拿回来自己吃。卖茶叶蛋可比赶海轻松多了，而且牛婆婆这种老人闲不住，给她找点事儿做做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林小鱼就又做了一锅茶叶蛋。茶叶蛋在煮的时候，林小鱼就坐在灶堂前和牛婆婆聊天，说了一点娘家的事儿。牛婆婆拍手：你做得对，家里人多的都会因为分配不均而吵架，还不如让他们手里捏着，家里安生。又抓到猎物了？都是一些小东西。正好我嫂子能削这兔皮呢，你今天剥的时候啊，记得把兔皮留下来啊。这毛不好，以后若是能猎到白狐，我给你做一个毛斗篷，比较好看。猎到白狐当然是要去卖了呀，物以稀为贵嘛。什么毛斗篷的，华而不实。吕成行带着笑眼瞧他，果然还是那个务实爱财的林小鱼呀。弟弟，吃茶叶蛋。你们想吃？有点辣的。娘，我就尝一小口。林小鱼掰了一点麻辣兔头的肉，放在了秋秋的碗里。这时他又看向小李，小李也要吃。我也要。我要喝水。这时桌上响起的咳嗽声把林小鱼的眼神给拉了过去。吃不了就别吃了。林小鱼刚睡醒，就看到吕成行拉着他的手在干什么。别动，等一会儿就好了。吕成行戴好之后就松开了手，林小鱼缩回手，就看到自己手上戴着一条金灿灿的黄金手链。喜欢吗？就也还行吧。你哪来的钱啊？昨日下午在县井里抓了一头野猪，直接送去了留客楼，一共卖了6两银子，就换了这个。丈母娘说今日是你生日。生辰？爹娘，你们在说什么？娘，这个好漂亮啊！弟弟，是你送的吗？我的呢？我去瞧瞧外面粥煮的怎么样了。林小鱼又把秋秋给哄着睡了个回笼觉，他就起来了。灶房里都已经冒了香味儿了。吕成行站在灶房的铁锅前，里面放了一根棒骨，煮的是骨头粥。煮的什么啊？棒骨粥，我第一次煮，不知道怎么样。是我四哥来了，应该是卖完了来批货的，顺便来咱们家看看。小妹，四哥你来啦，进来喝点粥吧。我们都吃了早饭才来的。林四强话音还没落呢，马车里的人都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走在前头的是林老头，他下来以后就牵着林老太的手钻了出去。哎呀，这马车可真是快呀！我这打了一会儿盹就到闺女家了。瞧瞧闺女家多干净亮堂啊！我就说嘛，女孩子在家就是要娇养着，到了夫家自然什么事儿都学会了。这小梅家里确实干净，不过不种点菜什么的，这么好的院子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哎，小妹啊，你锄头放哪儿了？我和二弟四弟随便翻2下，你这块菜地啊就能给整弄出来了。外公外婆，你们怎么来我家了？姑姑有糖。姑姑这儿啊可没糖了。秋秋小李，你们的糖给弟弟1块吧。我去拿糖。小满弟弟是自家人，我一点都不吝啬的。
秋秋摇头晃脑地说着，小丫头这双杏眸里透露着老成。娘，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这里就跟自家一样，来了就来了，不要带东西的。今儿是你的生辰，头一回在你嫁人之后给你过生辰，那不一样。是啊，小妹，别发话了。鸡、鸭、鱼、肉都不能少。就当咱们热闹热闹吧，反正钱还能赚。今日你生辰，你最大，你高兴就好。家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季春桃抱着孩子也点点头。娘，我自己都险记不住了，没想到你们还当成过节一样。那3个哥哥今天生意也不做了吗？要为我耽搁一天？生意一日只有一次，但是小妹的生日1年只有1天。我是觉得卖蛏子嘛，也不差这一日，大不了今日挑选出来的大蛏子再攒一攒，等明儿我们再多卖一会儿，全给卖了，都是一样的。嘿，这女婿的凳子呀，是越坐越俊了，这学东西真是机灵哎。爹，你腿不好呢，先歇歇，等会儿再转转。林小鱼贴心地搬出来一个长条凳，摁着林老头坐下。林老头坐下了。哎呀，你那虎骨酒啊，喝了很是有用呢。我原先腿还疼的，现在已经不疼了。我好几个老伙计也都想弄虎骨，可这虎骨啊，哪是那么好找的东西呀？还是我有福气呀，给他们一个个羡慕的和乌眼鸡一般。爹喝了好就好。林小鱼看着林老头话语里的炫耀，这小老头也就这么点爱好了，爱炫耀就去炫耀吧。这啥呀？床。难道他买这个床是想让小李和秋秋单独睡吗？然后他和我，人帅又是孩子爹，我遇难也会挺身而出，好像也不亏啊。吕成行已经指挥着车把式将床送进了一个空着的屋子里去了。季春桃也很眼馋地看着那个上下床，若是以后多生几个娃，睡那个不错。我看这尺寸不是大人睡的，应该就是做出来给孩子们睡的。新的床，我和哥哥睡，我睡上面，哥哥睡下面。秋秋本来还带着小满满院子跑的，看到床也蹦跶了回来，高兴地拍拍手。我和哥哥和爹娘分开睡，爹娘就能给我们生小弟弟了。牛婆婆说让娘赶紧生一个，她好过来带孩子呢。告诉大舅母，你咋知道爹娘一起睡就能给你生小弟弟了？是你们夜里瞧见过吗？是哥哥说的，可能哥哥瞧见过。我没有，我也是听人说的。小李急忙摆手。林小鱼看着俩孩子，真是没个省心的。那他一个人过日子也不容易，平日里是要多照顾一些。要不您今儿把他叫来吃饭吧，反正就我们一家子，也没什么外人。可以啊。小鱼，来瞧瞧我这茶叶蛋赚了多少钱啊！2文钱一个，一开始大家嫌贵，但是一个卖出去之后就抢着买，这味儿新鲜，大家都没吃过嘞。那可以就卖茶叶蛋的，省得您啊闲不住。今儿我生辰，等会儿午饭啊就我那吃，我娘家人都在呢，我娘叫我来叫你的。这你家里还有客人，咋好意思呢？哎呀，没啥好意思不好意思的，都说了要给您养老送终呢。您和我呀就是一家人，一定要来的啊，不许偷偷吃饭了。今儿是我生辰呢，不然我要生气了。林小鱼做了一个佯怒的表情，牛婆婆只好笑着点点头。娘，鸡咱们就做个生炒鸡吧，多放点蒜子，香得很。这鸭子就炖汤吧，老鸭汤再配上芋头，肯定很好吃。林小鱼把怀里一兜芋头倒在了地上，这也是从牛婆婆那里刮来的。你看着来，你说的娘都没吃过呢。小妹，你灶上功夫好，肯定做啥都好吃。菜上齐了，原本不大的桌子就挤满了人。吃吧吃吧，今儿是小鱼的生日，这些菜可都要吃完啊。林老头率先开口，然后就抿了一口小酒，这是他女婿打来孝敬他的。吕老太带着儿媳妇周氏还有那个小胖子就来了，一前一后的走着，态度张狂得很，进来就说：你打我家大孙子。然后看到林小鱼一桌子菜，眼神都直愣愣了。这是过年呐，吃得这么好？好啊你，竟然敢打我大孙子！我说了，
打他一顿给20文钱。我们现在正在吃饭呢，你先回去吧，晚些再来给你20文。你不要脸！我儿子的屁股就是我们老吕家的脸面，你打我儿子屁股就是打老吕家的脸。哟，那你们老吕家的脸面啊，真是瓷实呀！我打的手都疼了呢，这脸面都没破点皮的，还真是头一回将屁股比喻成脸面的。哟，亲家们都来了。只见吕老太上前几步，走到了饭桌旁，死死盯着桌上的肉瞧。今儿是小鱼的生日，爹，这人呢，我们不熟的，已经签了断亲书，已经断得干干净净的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啊，这道理您记着些。林老头沉着眸子看了林小鱼一眼，这丫头还在人前训爹，他有些无奈。都是亲家，既然是小鱼的生日，那咱们就一起吃一顿，热闹热闹。我们小鱼说了你是陌生人，还劳烦别碍着我们吃饭。还有，这是我的筷子，可别拿错了。哟，这家的主人姓什么还知道吗？外家还好意思来坐这儿，你们咋这么不要脸呢？还有这什么都不是的人，竟然还坐在这儿。牛婆婆脸面薄，被吕老太说了一顿，一下子就要站起来。林小鱼赶紧回去将牛婆婆摁了回去，杏眸里带着懊恼，看着吕老太说：这是我家，我想邀请谁来吃饭就邀请谁来吃，还请你让让，要不然你这口水喷到桌子上，我们还怎么吃呀？他说着就一把揪住了后衣领子，看得林老头和林老太都是一愣一愣的，这还是他们印象里的闺女吗？这么厉害？要看得我出不起来气了，小贱人！快滚吧你！林小鱼拎着林老太就把她丢出了灶房外。还有，这是20文钱，喏，给你。这钱我收着，既然你识相，我们就走吧。要是有下回，就别让我们上门讨要，直接让大宝带着钱回来。哎，娘，这钱理应给大宝啊，是大宝挨了打。大宝不是家里的一份子吗？这还没分家呢，家里的钱自然是我收着。去！吕老太一把甩开了周氏的手，嗓门也倍儿响的。林小鱼看着吕老太出去，就给院门上了门栓，回屋吃饭了。这一口热乎饭刚进了嘴里，就听到院子外面传来了惨叫声。你个贱人，你竟然敢打老娘！你打我可是要赔钱的！别打了！这又咋了？你婆婆好像挨打了。林老太嘀咕。林老头和林老太相互对视一眼，这有点奇怪呀。亲娘挨打，为啥女婿都不出去瞧一眼呢？肯定是这吕老太以前欺负他们欺负得太狠了。别打我婆婆呀！你娘在，大宝在，我得护着李家的大孙子。娘，你快点躲开呀！周氏在一边瞧着，虚情假意地喊了2嗓子，在边上倒是一下都没动弹。这蠢东西！哎呀！吕老太感觉身上哪都疼，葛翠喜下手都是用死劲儿的，好不容易让她给拽住了棍子。你男人都死了，这事还过不去了是不是？有本事你把他从棺材里刨出来跟他对峙啊！哼，我敢刨，你敢对天发誓吗？葛翠喜打得气喘吁吁，发丝也凌乱地落在脸上，说起那个死鬼，心里头更气了。我为什么要对天发誓？关我屁事！那肚兜子就是你的，你个老不休，都当奶奶的人了，竟然还和刘大锤有一腿！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来打死你们这些勾引别人家男人的贱货！你有本事别出门啊！出门一次我打一次！葛翠喜说起来更来气了，手上一个大劲儿，就又把棍子给扯了回来。吕老太见他又要打，撒开脚丫子就跑。葛翠喜一直撵了他一路。爹娘，多吃一点，吃完了咱们聊聊天。是该好好聊聊。这些年呐，连自己闺女过得怎么样，我们可都不知道。然后林小玉和娘家人一边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说了。关于吕成行是冒认身份的事情，他倒是没说。这事情太大了，多一个人知道，吕成行便多一分危险。哎呦，我的好闺女呀，这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啊？这哪能连饭都吃不上呢？妹子，都过去了，
小鱼是个好孩子，更大的福气还在后头呢。那我们家确实也没有吃不上饭，虽然不是顿顿干饭，但也不至于吃野菜。你婆婆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刚才妹夫都不吭声。没事儿，都过去了。林小鱼笑着。这时牛婆婆起身说回家拿点东西，没一会儿就捧着一个大香瓜回来，她笑得脸上都是和煦的褶子。这香瓜是我后头的那户人家给我的，他家香瓜年年种的都好吃，我一个人吃不完，一直都还没开动呢，正好大家一起吃。林小鱼也不和牛婆婆客气，就主动抱过了香瓜，将瓜皮擦洗干净，然后就削了皮，切成一块一块的分给大家。真甜呐，我们那儿的山地都种不出来这么甜的。好吃好吃，我等会儿还要吃一块。好吃。就在他们吃得乐呵的时候，一个盘着大圆髻的妇人头上插着一根银簪子，正探头探脑地看着院子里。这不是赛秋香吗？专做些买卖人的事儿。来村里转转，不是教唆这家孩子，就是教唆那家卖孩子的。他来这儿干啥？早知道就卖了你好了，这样家里的日子就不会这么苦了。你来这儿干啥呢？我们可是不卖孩子的。老姐姐，别这么说嘛，我难道就是那十恶不赦的人贩子呢？我还有一门活计，就是保媒来着呢。你还会做媒？牛婆婆突然就想到林小鱼的3个哥哥还没有娶亲，就把门打开，让她走进来了。嘿呀，小鱼呀，真没想到你家现在大变样了，我都瞧不出来了。这哪个是你四哥呀？听说他还来你们村收蛏子卖呀，应该赚了不少钱吧？我这里可有很好的闺女呢，都是黄花大闺女呢。林老太也不知这么多弯弯绕绕啊，就问：哦，多大岁数啊？爹娘是干啥的？家里都多少口人呢？这个约莫都是15、16岁，13、14岁的也有，哪个爹娘干啥的都有，我也记不清了。包管就是清白的黄花闺女，错不了。老姐姐，包管你今年回去，明年就能抱孙子，只要10两银子。还没和人爹娘见面，就直接说聘礼了。林老太暗自嘀咕几句，而且这10两银子的聘礼也不便宜啊。这是卖人的钱吧？没想到你现在除了买卖小孩子，还做上了卖闺女的活计了。嘘，别嚷嚷的这么响嘛，给你便宜些也行，8两银子。娘，他怎么又来了？没事，这人只是来给你舅舅说媒的，等下娘就把他赶走啊。小李靠在林小鱼温暖的怀里，抖动的身体也渐渐平静下来。哟，这不是你家这龙凤双生子里的儿子吗？乖，长得愈发俊了呢。这小模样的大妹子，趁着年纪小赶紧卖了。现在不记事儿，很多大户人家都要卖孩子呢，生得俊俏的直接买过去当少爷养着呢，以后家业还给他，多好的事儿呢。你滚蛋啊，别打我家儿子的主意。林小鱼感受到怀里的孩子又微微开始颤抖起来，她搂孩子搂得更紧，对着赛秋香就啐了一口：大妹子，你要是愿意，我能出这数，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比去年我来收价的时候都翻了倍呢。这样的好价钱，除了我赛秋香，旁人可给不出来。滚，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我们家不卖孩子。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不是来给我们说媳妇儿的吗？怎么又要卖孩子？谁家孩子舍得卖啊？啊，你快走！嗨，能赚那么多钱呢？再说你能生一个这么俊俏的，还能生第2个，要不这个就卖了呗，20两不够就30两银子，30两都足够你盖一个你们村里最好的屋了。走，我们不是卖孩子的人家，哪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娘一只脚进棺材里拼回来的？怎么可能卖孩子？就是，我们家小鱼现在今后也都不会差钱也不卖，你就别来了。你们也别当我是坏人啊，这自己赚钱多难啊，卖个孩子而已，这不跟卖个猪牛羊差不多嘛，也都是养大了。他还有个字没有出口，林四强抓起地上的石块就对着赛秋香砸了过去。哎呀，老大的小伙子打人了！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老畜生，你看看你说的那些个是人话不？我打死你！林四强眼睛都气红了，怎么还有这种人呢？赛秋香看他动真格的，这么大小伙子，而且院子里还有3个呢，他哪里是对手呀？只能依依不舍地看了小李一眼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在心里琢磨着，
嘿，真是奇了怪了。快去屋里抓把糖，你们都吃了压压惊。以后爹娘不在的时候，看到这种人呢，就赶紧跑回家里，把门窗都关好。万一把你们拐走了，就没处说理去了。秋秋重重的点头。娘一点都不想卖哥哥，真是太好了。娘，真的不卖我了。没一会儿，秋秋就跑回来，把去了糖衣的糖块塞入了小李的嘴里。娘，这男孩子胆子这么小可不行啊！刚才的坏人已经被你小舅舅赶走了。就是啊，你可是你娘好不容易生下来的，怎么可能卖了你呢？大舅舅我第一个不答应啊！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了。哎呦，乖娃娃，莫哭了。好了，没事了，还吃着糖呢，都不怕卡着了。你和妹妹啊，都是我的心肝宝贝。以前日子那么难都没卖呢，现在肯定也不会卖的。小李都长大了，能帮娘亲干活了，卖了多不划算呢。小李眼里含着一点喜色，他知道娘是逗自己的。娘永远都不会卖掉小李的。小李，你娘才不会卖你呢，还要送你去念书呢。等到时候你考上秀才了，你娘在村里都能横着走了。念书肯定是要送的，现在才5岁呢，年纪会不会小了点呢？林小鱼搂着一双儿女说，季春桃不提这事儿，她也不会忘的。她自己也是9年制义务教育出来的，而且她就是那个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不小了，一般6、7岁就启蒙了，那几个大户人家也有4、5岁就启蒙的。那明年就送过去，是当收女孩子吗？你连秋秋也要送去。一般送孩子上学都是送男娃，就算不考状元，能认字的时候去县里当长工也能多赚点钱。但是女娃念了书没啥用，万一书看得多了，把心养大了，以后嫁不出去就糟了。这种菜大户王家的闺女就是这样，就小时候念了3年书，后头看了些话本子，觉得乡下这些泥腿子都配不上她，她要的是才子佳人的佳话。结果也不顾爹娘养她10几个年头，收拾了包袱就跑了，找才子去了。你咋想的？男孩女孩不都是从我肚子里钻出来的？男人识字遭人稀罕，女人也是如此。现在家里有钱就一块送过去，别的不想那么多。自己的孩子什么品性也是知道的。这时林四强开口附和林小鱼的话，我支持小妹，我们去卖蛏子跑得远，知道外头的女子也都是念书的，书里肯定都是好东西多，多念点儿不吃亏的。那我也相信小妹的想法。必须送去念书啊！林小鱼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果然还是娘家人靠谱啊，有事儿都是站在他这边的。爹娘走了，你问爹娘你就问呗，夺我的树枝干什么？真是的。你想要盖房子，几间啊？你一间我一间，小李和球球长大后也得一人一间呢，一个沐浴房和一个公房，还得有一个放杂物的地方，客房也得弄3间。我娘家人多，还有牛婆婆以后啊也得咱们照料呢。虽然住得近，但是还是比不上一起住着方便，再加1间。林小鱼琢磨了一下，掰了掰手指，就12间吧。我们现在就只有3间呢，还得盖9间呢。帮忙的人找好了，但是我还没有想好这屋盖在哪儿呢。这里围成一圈吧，我们这里3间自家人住，旁边弄2个耳房当灶房和沐浴房，杂物房放在后面，和客房连在一起。这里再盖一个6间，你看怎么样？这样才11间啊。林小鱼提醒，到时候只有不够住的可能，可万万不能弄少了，反正弄多了闲置着也没事儿。你和我1间，先定12间，再多1间，以后万一再生2个孩子也能住。吕成行兀自说着，偏生他的语调平缓得很，像是在说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一般。林小鱼闹了个大红脸，这时外面的风忽然吹得呼呼呼的，他就赶紧一激灵站了起来，找了个由头跑。牛婆婆家里的红薯干还晒着呢，风这么大肯定晒不住了，我去帮忙收。小鱼也太惦记我了吧，咱们这还没有分开一会儿呢，你咋又来了？起风了，早点帮您把红薯干收了。
免得刮到地上去，冻脏了又得好一通收拾呢。尝尝晒的差不多了不？林小鱼嚼着晒干的红薯干，颜色虽然有点土黄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很有韧劲儿和嚼劲儿，咬起来甜丝丝的，还能当个零嘴儿，还是绿色无公害的呢。好吃。吃完了你还来我这儿装？这风咋这么大？算算日子，好像是又要打台风了。台风？可不是嘛，年年都要来的，都是小台风，待在家里等台风过去了就没事儿了。不过今年风势有点大，只要不下雨就没什么事儿。希望这次台风小点吧。林小鱼叹口气说，没有和牛婆婆再说下去了，准备回家做一点防范工作。要打台风了，我将这四面弄一下，免得雨水淋到马。咱们屋顶上的茅草也盖得厚实一点吧，我也去买一些肉菜回来，要不然打台风下雨我们也不好出去了。怎么了？沙子迷了眼睛了。来，娘弄，你俩出了事要喊大人，小孩哪会这些啊？我还难受。林小鱼一把将他拎起来，在他屁股上轻轻地揍了一下，故意做出凶巴巴的样子。这分明就是没事了嘛，以后不能骗娘了，要不然娘得多担心啊。你这还是眼睛呢，要是眼睛真的看不见了咋办呀？我知道了，娘，抱抱。小李对着林小鱼张开了怀抱，林小鱼这里刚抱上一个，秋秋也凑了过来。娘不能偏心，我也要娘抱抱。娘快抱我们吧，等我们长大了可就抱不动了。林小鱼听这话也是忍俊不禁，这小丫头。这时吕成行刚搭好牛棚，眼神灼热地看着抱在一起的母子三人。我割茅草去了。吕成行和林小鱼打了一声招呼，他刚才叮嘱的要将屋顶加厚一下的事儿，他也是放在了心上的，趁着天没黑就去了。等吕成行回来的时候都能吃饭了。弟弟快洗手。秋秋积极地给吕成行舀水，替他浇了2遍水。娘卤的排骨真香啊，早就想吃了，娘不给，说要等人齐了才能吃。弟弟怎么不早点回来呢？那我就可以早点啃排骨了。秋秋嘴里还含着一口肉呢，嘀嘀咕咕地说，一双秀眸哀怨地看着吕成行。小李只管闷头吃，说话影响进食速度。家里的事情只能你多忙些了，那些我都不会，等打台风了你也别出去了。吕成行低头咬了一口林小鱼卤的排骨，酱香味浓郁。他冲俩孩子说，你们娘做的排骨是真好吃啊。弟弟，娘不就在你对面吗？好吃你自己跟她说啊。好吃你就多吃点。吕成行默默地吃了一口饭，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极好，家里孩子乖巧懂事，媳妇儿做得一手好菜。你们就不尝尝这个猪尾巴有多好吃吗？娘，猪尾巴能好吃吗？它长在猪屁股上呢，没肉。这猪尾巴呀都是精肉，皮又劲道，现在卤了这么久了，可好吃了。俩孩子尝了尝，果然就抢起了猪尾巴。你也吃，要不然这2个小馋猫啊可不给你留呢。吃完晚饭，外面天色也黑了，林小鱼一边洗碗一边看着吕成行想要去院子里弄茅草，就伸出头去喊了一声，别弄了，等明日一早再弄也不迟，天黑都看不见了。那成。吕成行就把借来的梯子放在一边了，只好先去冲澡了。等林小鱼也沐浴后回到屋里，只见吕成行一个人躺在床上。俩孩子呢？秋秋和小李又跑哪去玩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呀？孩子没上床睡觉，你也不出去找找的？吕成行的手摩挲了一下下巴，林小鱼的杏眸瞪得更圆了几分。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一会儿，秋秋的声音就从隔壁的杂物房传了过来。娘，我和哥哥睡在新床上，你晚上和弟弟2个人睡啊，不要想我们。你们俩？林小鱼就想到了今日吕成行让人送回来的床，孩子们都稀罕得很，这新床想去睡也是难免的。爹娘一起睡，能给我们生弟弟妹妹吗？肯定可以的。你，吕成行的眼睛扑闪扑闪了一下，对着林小鱼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林小鱼不吭声，他又一把拉过他的手臂，林小鱼一下子失去平衡，就跌倒在了床上，他的怀中。
在他要惊呼出声的时候，吕成行已经堵上了他的唇。林小鱼在他唇上啃了一口，在他离开的时候才气愤地说：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你媳妇儿，我们是夫妻。吕成行没有辩解，只是一双眸子黑的和化不开的浓墨一般，深情地凝望着林小鱼的眉眼。在林小鱼愣住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深吻落下，一下子堵在林小鱼心里的心结就通了，他也开始回应起了这个吻。下雨了，房里漏水呢。娘，怎么了？小李睡在这上下床的上面，他的小身子坐了起来，双手抱在身前，看着林小鱼。外面下大雨了，刮台风呢。娘来看看你们屋子里有没有漏水的。没事，继续睡吧。小李乖乖地躺好，林小鱼就将他的被角掖好。这孩子乖得很，而秋秋一直睡得香，一点都没有被吵醒的迹象，可能是刮台风，屋里也凉快的缘由。小心些，你快进屋里，别淋湿了。天也不是很黑，吕成行低头看林小鱼的时候，林小鱼看到他眼眸中的那股子势在必行的决心。继续，他强调。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林小鱼的耳畔，有些痒痒的。她好歹也当了2辈子女人了，哪里能不知道她想要继续什么呀？难怪弄茅草弄得这么积极，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外面的雨下得湍急，屋里的吕成行和林小鱼如胶似漆地贴在一起，直至深夜，2人才小睡了一会儿。第2日一早，林小鱼听着雨声醒来，床边已经空了。重新铺过的屋顶也没有漏雨。他正要起来的时候，吕成行又回来了。还早，再睡一会儿。锅里粥煮好了。林小鱼看着他凝视自己胸前的眼神，心生一股大事不妙的感觉，马上双手抱胸。我想去看看牛婆婆，你差不多就行了，总不能让我今天都下不来床吧？说了这话，他耳畔还有些红。这厮昨夜跟饿狼一样要了好几回了，今天白日竟然还要呢。要是孩子醒了呢，真是没羞没臊的。还是我去跑一趟吧。这台风起得太大了，好多年没这么厉害过了。唉，你家这里地势稍微高一些，我那边水都进屋了，还好寿官还没运来，要不然被水泡了，我得多心疼啊。牛婆婆，你也没睡呢，等会儿你喝了粥啊，就去我屋里睡会儿吧。嗨，还好有你们啊。娘，我们院子里变成小池塘了，可以钓鱼了吗？娘，真的有小鱼苗。我也看见了。小李也跟着附和。牛婆婆看着2个孩子，一边喝粥一边摇头。小孩子不懂事，这是大台风做大水啊，我们若叶村咋就要遭这样的灾呢？这水要是不退的话，地里的庄稼可咋办啊？希望这雨早点停吧。娘，我们可以捞鱼玩吗？不要掉下来了啊，要不然可没什么衣裳换了。知道了，娘。2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应着，欢喜地去了。他出不去，就在灶房里面等弄粮食。看到白面和剩下的半扇猪肉，就准备做一点包子来吃。娘做了什么好吃的？大包子。吃包子的时候，牛婆婆也睡了一会儿起来了。外头雨这么下着，她也不放心呀。起来朝着自家的方向看了看，这雨这么大，我家的鸡怕是要淹掉了。让孩子他爹去帮你把鸡拿过来。牛婆婆吃我娘做的大包子。小李虽然还是一口小奶音儿，但是越来越敢在人前说话了，还抓了个包子塞给牛婆婆。我说什么来着？男孩子只是说话晚一点，瞧着说的多好啊。都忘了跟您说小心里面的油了。他提醒了俩孩子，倒是忘了跟牛婆婆说了。你这大手包子做的实惠得很，比外头买的都好吃，皮薄肉多，这得放了多少油啊。只见吕成行提着鸡笼回来了，他剑眉深深地皱着，像是外面出了什么事儿一般。进屋，他放下鸡笼就说：外面好多村里人的屋里都已经进水了，这雨看着没有半点小的意思，要不我们现在进山里去吧。进山？我觉得阿行说的对，等水漫进来，咱们可就难受了。现在去山里，若是没事的话，那顶多折腾一下。林小鱼就点了点头，看了看马棚里的煤痕，至少还有马，他们运点东西上山，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
要不咱们去看看嫂子吧，她家也没个男人，我们得帮一把的。林小鱼说的是李桂香，而且柳絮也在李桂香家里呢。想到大海，吕成行的眼底也有一抹伤痛。这回吕成行也没揽着林小鱼，是两口子一起去的。嫂子，我们还好，感觉这水涨得很快，屋里不能待了，要不和我们去山上吧？小鱼姐，你说我爹不会有事儿吧？他可是在跑船的。没事的，咱们在海边才危险一点，你爹精着呢，放心。这雨下这么大咋整啊？都快漫到床上了。老天爷，不带这么玩人的呀！我们落叶村造了什么孽呀？林小鱼他们只好又好心的挨家挨户提醒，让大家都去山上。走快点呀，你这个畜生！我家东西还多着呢，要是被水泡坏了，就亏大了。这是谁家的马？你家的？吕老三家的。咱们可是一个村的，我就是打了几下马，你至于吗？至于？怎么不至于啊？这样的路人都难走呢，上马帮忙运东西就更应该善待他了。我用我自家的马帮你们，那是好心，不是我欠你们的。再动一下我的马试试。那个村民默默地捡起香笼，见到林小鱼不让马驮他家东西，干脆也不装了，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呸！有马了不起啊，什么东西？后头林小鱼也不让梅痕搬东西了，谁家有小孩子出不来，去帮忙驮一下好了。家里除了金银，旁的东西爱搬自己搬一下。等到了山上，大家又因为山洞的事情争执起来。这都是一个村的，山地也都有份，凭啥就要因为先来后到不让我们进去啊？可不是他林小鱼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呢，一家子真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也进去啊！让村长过来评评理才是，大家也都不容易呢。这次咱们若叶村遭灾，大家流离失所，我也很心痛啊。但是这时候就是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都是一个村的，应该相互帮助。这山上啊，就4个山洞，约莫只能容纳50家人。咱们村呢，一共有100户人家呢。那这样，不管先来后到的18岁以上的男人都出来搭棚子，争取在今晚天黑之前多搭一些棚子，这样家里老小也有个能避雨的地方。村长，要我看，就让我们老三一家子住棚子里。你看，我们都顶多带了一点东西，他们一家的东西拿走，我们山洞里可以多2家挤进来呢。而且他们还有那么一大匹马呢，我们人能和马住在一块儿。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哈，委屈他们一家，我们可以多2户人家住在山洞里呢。天灾当前，当然是要以大局为重啊。老三呐，你不要记恨我们呐，我们这也是用最好的分配办法了。林小鱼看着吕成行，心底很是气愤。村里这些个狼心狗肺的，他也算是看清楚了。好呀，我们住棚子没事的。林小鱼感觉和他们挤在一个山洞里都觉得恶心的慌，干脆就选择住在棚子里。真是恶心啊你们啊！忘了是谁把你们驮出来的吗？还不想和畜生一起住呢，我看你们连畜生都不如呢。你说谁呢？想吵架是不是？老娘才不怕！你这个不要脸的睡我男人的贱人，打架都行，我看你就是畜生不如，有种你也出来住棚子呀！葛翠喜过来就是一通骂，她抱着孩子在水里趟着的时候，也是林小鱼拉着马带了他们一路。你个贱人！嘿，骂谁呢？你骂谁呢？我看你才是贱人！吕老太在这么多人面前更不能心虚了，想到刘把式都死了，反正也死无对证。爹，我饿了。娘，我饿了。3个石块上架着小铁锅，里面炖着五花肉，已经熟得差不多了。林小鱼再把中午做的大包子往里面放了放，用炖肉的热气把大包子给蒸热乎。去把你俩婶子叫来。林小鱼把差事分派给了秋秋和小李。哎，这咋吃肉也喊我们呀？这得不少钱买的吧？给秋秋和小李俩孩子吃就成了，我们大人哪差这一口肉吃呀？
啊，就是啊，别说了，这是昨日买了半山猪回来，虽然打台风凉快点，可是要是再不吃的话，就得坏了馊了。再说，你们也没有带那么多东西吗？就当是和我搭伙儿吃口热乎的吧。林小鱼说道，谁帮他，他也都是看在眼底的。你们不吃，家里的老人孩子也饿了。要不我们匀一小碗去就成了啊，我们也带了玉米饼子呢，就怕要在山上待着，家里现成的粮食呀也带了的，就忘了带干柴火了。大白菜我带了，还有土豆呢。凭啥他吃香的喝辣的，我们肚子里空荡荡的？去找村长说道，这都受了灾，有东西应该也匀出来当成公家的吧。他使劲地挑唆着周围的几个村民，但是没人搭理他。吕老太气得跺脚，暗骂一句，没一个有用的，就知道野馋，也不知道去找村长说道。这时边上一个已经在垒灶的妇人骂了他一顿，有本事你去啊，在这当军师呢，想让我们去得罪人？什么公家不公家的，人家吃的是他自己的，要不你先把你家底当成公家的呗。就是好家说的有道理呀，这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能连粮食和钱都充公啊？要是我也不肯，这事儿找村长说了也白说。边上几个妇人也纷纷附和。吕老太闹了个没脸，甩了甩袖子，咬了咬后槽牙。闻着空气中的香味儿，他肚子更饿了，只能往自家人撒气了，对着周氏就来了一脚。还不去垒灶台，家里带出来的东西热一热，真想饿死老娘不成？娘，咱家米粮是带了，但是没有干柴火呀，要不然啃个生红薯果腹吧。没用的东西，我去找别家借点干柴火。这时突然山洞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娘啊，老娘啊，我娘没上山，娘还在家里啊，水这么大，娘可怎么办呢？老五，娘都交托给你了，你咋还能把娘给忘了呢？你看你妻儿一个不落的，家里的猪都带上来了。你还好意思说我？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娘，你家喂猪的糠都带了，你咋也不晓得去看一下娘呢？这水发得这么急，我咋不得过来呀？呸！早知道让娘把田地都给我了，我还不把她捧到天上去了，能落下她？这时外面的好像是村长出来了。你们几个当儿子的真是不孝啊，找几个村里的人和你们一起下去瞧瞧去。夜色里，吕成行的眼睛里像是藏了一把火一般。你带着孩子早些休息，我去帮忙找找人。你当心一点。林小鱼没想到他还这般良善，杀了刘把式，他们又有什么错呢？是刘把式逼他们的，刀都是刘把式自己磨好的。人老了就遭人嫌弃了，特别是年轻时候不善待媳妇的。都说10年看婆，10年看媳，种的什么因，结的什么果。还是我老婆子命好，遇到了小鱼。牛婆婆，别想了，你那福气还在后头呢。娘啊，娘啊，你怎么就这么去了？你让我们这些不孝子孙以后怎么和祖宗交代呀？没一会儿，吕成行也回到了棚子里。林小玉一看他浑身全都湿了，就找了干净的衣裳让他换上，然后生了火，帮他把衣服烤干，顺便在火堆旁放了几个红薯。听着吕成行把这一趟的事情给说出来，牛婆婆也睁开了眼，好奇地问：蒋老婆子人没了？她还比我小好几岁呢。我们下山的时候，水都已经漫过腰部了，山下的水还在涨。那个头矮一点的不都水到胸口了？咱们村子里的房子有一半都是泡在水里的，我们并不难就找到了姜老五的房子，进去的时候都没看到姜老婆子的身影。姜老五说他娘肯定是看到水涨上来了就跑了，可能也藏在山里的哪一处呢。眨眼到了第2日一早，林小鱼就煮了粥，依旧也分给了李桂香还有小树娘一家。直到了第3日，许多人都坐不住了，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村长，你瞧瞧，都是一个村的，凭啥林小鱼天天吃肉，我们都饿死了，你也不出来主持公道啊？我家孩子天天哭，不都被他惹的？王家的，那你准备咋办？我也不是那个不讲道理的，就我们粮食吃的差不多了，他平时里做饭食的时候能不能多做点，每家每户的分点？你说什么？我说错了不成？你又想白吃白喝我家的，还要我给你当厨娘呢？
你怎么不说我煮好了端给你，一口一口给你喂下去啊？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的，大家都没什么粮食了，都是一个村的，都说你林小鱼人好，用马把我们带上来，那你就好人做到底了。村长看着林小鱼，他身为村长，自然是希望村里的众人一道抵御天灾。小鱼，这事儿你怎么看？可以啊。林小鱼应下，王金花的瞳孔都微微睁大了。这林小鱼什么时候成了这么好说话的人呢？既然大家粮食不够的话，那就问我买就好了，粮食肉什么的都按照市场价来，我也不坐地起价了。村长一听林小鱼的话，觉得也是有些道理哈。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王家的，你也别再说了，我去和大家伙说。村长就这么一锤定音了。王金花叽歪了嘴，想要骂林小鱼几句，却又骂不出来。他们欺负你了？除了你会欺负我，还有谁能欺负我呀？林小鱼拍了拍手，根本就没有把王金花放在眼里。小鱼，咱们的粮食也不多，真要买啊？牛伯伯，你放心吧，没几个人会问我买的。那要是真来买呢？就刚才那情况，要是我不说卖粮食的话，他们就要来白吃白喝了。你想想，每顿饭做好了，都有这么多人等着伸筷子，我们只能喝汤了。呀，有人来了，好像不是咱们村的，肯定是救我们的。这不是吕老三家的舅子吗？小妹，哎呀，这吕老三家的怎么被一个陌生男人给抱住了？羞不羞啊？闭上你臭嘴，那是人家亲哥哥，没瞧见这4个都长得差不多吗？那妇人的男人一把将自己丢人的婆娘的嘴给捂住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你们怎么都来了？是怀着小周来的？还有二哥不做活了？先前家里做营生的时候，大哥和四弟都来叫过我，但是我师傅那里活计紧，我出不来。现在刚得了空，没想到你们村里刮台风了，听说呀，好几个村子都涨水了。爹娘不放心你们，就让我们出来看看。没事，我们都在山上呢，挺好的，等水退下去就好了。你们快过来瞧瞧我们住的地方。秋田坳那边地势高，是没有水漫起来的，去那边避一避也是极好的。来瞧瞧我们住的木棚子。看来是爹娘白担心了，瞧小妹这日子过得多好呀。那确实，有肉吃，有饭吃，有地方住，在灾田，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了。老三家的呀。村长，这是我娘家兄长。村长好。一番寒暄后，村长就亲热地拉着他们的手说：哎，辛苦你们来这里了。听说你们还带了个小周来啊？是这样的，我们被困在这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这样，能不能劳烦你们把我们村的村民给送出去啊？村长，这自然是可以，不过我们得先出去，到时候您再派村里年轻的人划着舟来接剩下的人。这不行，要我说你们就得最后走才行。要不然你兄长接了你们就不管我们了呢，我不同意。老三家的。村长，你看到我家的马驮了多少村里人吗？你知道他运了几趟东西吗？为什么上山之后也没什么人过来说我这马辛苦了？村长看到梅痕一直拴在树下，顶头的棚子还是吕成行自己给做的。你们总说马是畜生，就算我这马不累，但现在是我的兄长，难道只有我林小鱼有娘家，你们就没有娘家了？你们的娘家人为什么不来呀？这也不是针对你啊，老三家的，恰好你娘家人来了，就算是旁人娘家人来了，我们也会喊人帮忙啊。不帮就不行了？那我们现在走，你们可以派个人啊和我们一起去，等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再把舟撑回来接人。林小鱼已经想了一个很折中的法子，但是人群里还是有人嘀咕，算上吕老三，你们5个男人在呢，就算一个人跟过去，你们这木舟不借，我们半点办法也没有啊。怎么要我们帮你，还要我们对天发誓不成啊？这时俩孩子都躲在林小鱼的身后，伸手揪了揪他的衣角。如果你们不同意就算了，我们一家人走，你们就当我兄长没来过吧。这怎么行？这肯定不行啊，肯定要把我们大家都带出去啊，谁知道这水要漫多少天啊？你们走不了的，我们村里这么多人，还留不住你们这几个人。这时小树娘这帮人也不甘示弱地帮林小鱼说话。你们想想，没有小鱼挨家挨户的去敲门，你们有多少人会死在家里呀？说不准水什么时候涨上来，你们人就没了呢。
可不是嘛，葛小明，你闺女要不是人家马带上来的，你还能回家去牵几头猪吗？一个个心肝都黑了是吧？难怪人家林小鱼不想让他哥哥带你们出去，就你们这样的黑心肝的，帮了也白帮。村长听听两头也都有道理，但是比起在山上困着，还是让林小鱼妥协一下吧。村长，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不让我走也行，那我留下。哥，你们4个回去吧，反正知道我在这里啊有个棚子能住，还有吃有喝的，让爹娘别担心。村民们一个个都错愕了，林小鱼这真是不让他们占半点便宜啊！怎么，连我兄长他们4个也走不了了？他们可不是若叶村的人呢。村长愣了愣，想了想，还是让出了一条道。小妹，别以为我不知道，整个村子里挖蛏子的法子还都是我小妹教给你们的。现在遇到屁大点事儿，就让人先走都不成？你们这村里的人呢，也都算是狼心狗肺了。大哥，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先回去吧。小妹，你放心，我听说官府的搜救船也出动了，应该很快就到你们村里了，不要急着2天。你们村里哪个狗杂种干的？你说什么呀？你们咋又不走了？不走了就送我们出去啊！我还等着去投奔县城里的亲戚呢。走，我走你奶奶个腿儿！没想到你们落叶村的人心这么黑，我小妹不同意让我们送你们先走，你们就把我们的木舟都给凿了洞。你咋知道是我们村的人干的？村民里还有头铁的人站出来说，村长都没脸的用手摸着脸，原来他们村真的是有傻子的。这山上除了我们4个，剩下的不就是你们村的人吗？不是你们村里的人，就是你们村里的狗，行了吧？算了，小妹，我们就在这里陪你，这样我们也安心。这时柳絮就过来安慰林小鱼。小鱼姐姐，你别被气坏了，等我爹的大船回来了，我们那么多人都可以走。林小鱼点点头，伸手摸了摸柳絮的发丝。我能在你家棚子里玩一会儿吗？秋秋，给柳絮姐姐拿块糖吃。小孩才吃糖，反正牙齿坏了还可以换，我这样换过牙的大人就不能再吃糖了，要是牙黑乎乎的可就不好看了。林四强正拿着稻草在手里把玩，听到柳絮的话，盯着他上下瞧了瞧，冒出一句：小屁孩。手下败将，你竟然敢说我是小屁孩，你信不信我揍你？乖，一边吃糖去。说了我不是小孩子，我打死你！老四什么时候成了妹子这里的孩子王了？应该是收蛏子的时候认识的吧，我也不晓得呀。现在天色还早，咱们一起搭个棚子吧，这样你们晚上也好歇脚。行。中午的时候，林小鱼给他们擀了面条吃，是棒骨的汤底。吃完饭，林二强就提议：我瞧着山下的大水里把河里的鱼都给冲上来了，我来的时候木舟上就有一个网，就是准备来这里抓鱼的，我们去瞧瞧吧。二哥，你还会这个呢？小妹，你忘了二哥小时候因为爬树弄破多少条裤子了，然后就被娘给揍了，送去做木匠，也是让他耐下性子来。小时候的事儿了你还说？小妹，这些事儿啊玩归玩，但是我肯定可以抓到鱼的。我也去。难道他小时候也玩这些？看着就不像啊。到了山下，林二强灵活得很，拉渔网的位置他都看好了。这水是不是降下去了？之前都到大腿处了呢，现在的位置瞧着是大腿不到呢。应该是吧，反正也待不了多久的，咱们趁机啊多捞点鱼卖。这几日没有蛏子卖，咱们就靠卖鱼赚回来。嘿，林小鱼一家4口回到了棚子里。吕成行说：我去抓2只兔子吧，几个舅兄都在，到时候晚上烤着吃，你烤着兔子特别好吃。就你会使唤人呢，自己烤去。半个时辰不到，小树就跑来了。婶儿，起晚了，你家哥哥让你拿桶过去。这不是天灾吗？他咋搞得跟没事人一样？今儿吃包子，明儿吃面条的，家里啥东西都有，现在还抓上鱼了。这大水哪有鱼呀？就这些小鱼苗。我看他等下呀要空着2个桶回来呢。就是的，怎么啥好事都能让他占着呢？你们嘴咋这么碎呢？有空多捡点柴火，做点好吃的去。嗨，你，哎，去，别站在这儿了，上去一些看，万一掉水里了可不好呢。林小鱼对着孩子们一通轰，太温柔了，他们可不听话，到时候村里的妇人不讲理起来就烦人的很。他干脆就折了一根小树枝，跟赶羊一般。你娘好凶啊！我娘才不凶，我娘又好看又温柔，还叫我们乖宝。
就是我娘最好了，我娘天天给我们吃肉，看我都长胖了。你们娘舍得给你们吃肉吗？我们都很听话，娘才不打。略，鱼有鱼呢！哇，好大的鱼啊！竟然真的有鱼哎！让我瞧瞧，我看不见呀。孩子们惊喜的声音让林小鱼回过神，只见林二强和林三强已经把网给拉了上来。这么多鱼啊！林小鱼的眼睛都不够看了。这比起赶海的快乐，这渔网网鱼也很快乐呀。小妹愣着干什么呀？快点摘鱼放桶里啊！你个小贱人，就是和我不对付是不是？我这2天反胃，你就弄这么腥臭的东西来？骂谁呢？你！吕老太闻着自己脸上的味道，呕得苦胆水都出来了。弟妹，你不要太过分啊，这可是长辈。你们不问问我是怎么他了吗？林小鱼刮鱼鳞刮得麻溜得很，一边抬眸翻了个白眼说：他好好的非要来骂我，我就抹了他的脸一把。他自己闻不得味，怪谁呀？老大，你去帮我教训那个贱人。娘，你们这2个没用的东西。娘，消气儿啊，我给你擦脸。吕老太一把抢过帕子就往自己脸上擦了起来，一边擦一边闻着这个鱼腥味儿，他就呕吐起来。咋啦？又要赖别人身上了是不是？说不准你娘是害血呢，等这个水退了呀，你们再带她去县城里好好瞧瞧吧。哼，不要脸的老贱人，你生下来呀，生下来看看像不像我们家短命鬼？要是像的话，我给你养着呀，反正野种也是种，我给你养。你们2个没用的东西，去呀！你们去把他赶走。娘，我腰疼呢，这几日都是我做的饭，山洞里又小，让大嫂去吧。二弟妹，我这2天也恶心干呕，说不准有了呢，动了胎气怎么是好啊？还是你去吧。看着2个儿媳妇相互推诿，吕老太又要发作。好了，你们都闹够了没啊？别丢人现眼了。你个死老头子，你竟然敢说我丢人！你看我这肚子里要是有了，就得赖你呀，害得我被人诬陷清白。那除了是我的，还能是谁的呀？你放心，旁人的闲话我不听的，你就安心的生下来。吕老头一脸骄傲，看了看边上的吕大宝，他孙子都快10岁了，又搞出个小儿子来，村里哪个不得朝他竖一个大拇指啊？吕老太的腿微微有点抖，直到天黑，一共拉了3网鱼，每网鱼几乎都是爆满的。最后用那个漏了好几个眼儿的木舟用泥堵上了洞，用来养鱼了。牛婆婆生怕被人偷了鱼，就一直盯着那个木舟。第2日一早，官府的船来了，船来了！在下是溧阳县县令，知道这一片大家都遭了灾，本官上禀了朝廷，现在派船只营救，你们带上东西都跟着本官走。哎呦，青天大老爷呀，我是这个若叶村的村长，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再待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饿死在这个山上了。范子玲询问了村长以后才知道，若叶村竟然就只有一个八旬老人死了，其余全部毫发无损地上了船。等他问清来龙去脉之后，才知道是林小鱼一家救了村里的人，而范子玲对此一家人也有些印象。本官是溧阳县令范子玲，是年初刚上任的，现在遭遇台风，本官也很是哀痛，幸亏有你们才保下了若叶村，若是多几个你们这样的人，这次伤亡或许没有那么大了。多不起来的。目光看着远处，这一片都成了汪洋。何出此言？林小鱼动了动唇，本来不想说了，比如我们4兄弟就是来接妹子的，都说了接了妹子之后可以把小舟借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就不肯，非要我妹子最后走。这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您是官老爷，您给评判评判。林大强说起来也气，胸脯都气得一抖一抖的。范子玲的眉峰已经耸了起来。这件事是真的？村长胡子哆嗦了2下，但是他也不敢说谎啊，默默地点了点头。你们本来可以自救，却非要寒了恩人的心，若不是官府的传来，就因为这丁点不信任而困死在这个山上，你们可知你们所作所为有多么的糊涂？是天灾，大家都慌了。村长想为村民们说说情。村民愚昧，你也愚昧吗？你是村民们推选出来的村长，是领头之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你都偏帮明知是错的村民，不就寒了好人的心吗？以后谁来救你们？是。等水退了，大家都要好好的跟他们一家人道谢以及道歉。边上的百姓都不敢出声。林小鱼一下子对这个年轻的父母官也另眼相看。
原来还有不糊涂的呀。范大人，我们就不去县城里的安置所了，我娘家在那边呢，到地儿把我们放在没水的地方就成。一个是人多，不想和村民们在那里搅和了，还是去找爹娘好。范子玲嘱咐了手下的衙役，船就将林小鱼一家放在了没有水漫起来的官道。这刚下船，就看到一个马车飞奔过来，坐在马车前的林老头到了跟前，捂着自己的胸口。爹，你怎么驾车出来了？你和女婿都没信儿，他们4个出来也没信儿了。当爹娘的能放心吗？在家里你嫂子就抱着小满哭，你娘就在那儿唠叨，我心里烦，就出来接你们了。还没想到还真让我接到了。就是这马呀，跑得太有劲儿了，让你和娘担心了。我们只是困在了山上，哥哥他们是因为木舟漏了回不来，不过我们抓了好多鱼呢。走，咱们别在路上说话了，咱们秋田坳那边可是没有大水的，咱们先回去，拉2套小妹的东西都能带回去了，到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得去卖鱼呢，现在可是捕鱼的好时候啊。掉钱眼里去了你。人家受灾，他们还能从中想到赚钱的法子，这不是能耐，这是啥呀？好吧，林家闺女，你们村里没死人吧？我听说那水都到大腿根部了，那边好多死了家禽泡在水里呢。天灾呀，可惨了。马车一路回去，到了秋田坳，好多人都在问呢。这种做大水的大事儿，大家也都担心着呢，自然都着急着过来问了。牛婆婆这也跟着林小鱼夫妇到了秋田坳，头一回来，她有些手足无措的。老姐姐，你也不要拘束，我闺女就跟你闺女是一样的，我家也是你家。这糖水你先喝着啊，这回你受惊了。我倒是没什么受惊的，就是小鱼她受委屈了，连带着家里的马都受委屈了。他就把林小鱼在山上受到了不平等待遇的事情给说出来。2个老太太对坐着聊天，2个人都气呼呼的把大腿拍得啪啪响，这确实是太气人了。林小鱼看到牛婆婆和林老太处得不错，自己也洗头洗澡的忙着呢。姑姑，小满对姑姑这么好的呀。不过嫂子，这花生啊，你可不能给小满吃呢，万一噎到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爱吃的话，你就给他捣碎了，或者用石磨碾了，做成花生酱吃。乖姑姑，我知道了，往后再也不给他吃这么硬的东西了。季春桃也吓得不行。嫂子，你说我们不在村里盖房子了，把房子买到县城里去，怎么样？真的？村里的人呐，大多都不行，还不如在县城把门一关，谁都不认识谁，落得一个清净。那当然好啊。啥？终于想开了，要去县城里买房了？看他出来了，马上就闭口不言了。被他知道了，又要炫耀出去，整个秋田坳都要知道了。哎呀，你们继续说呀，商量在县城买房的事儿啊。买了再告诉爹。林小鱼转了转头，用背对着林老头。林老头这颗心是痒痒的，都不能出去和老朋友们吹嘘了。眨眼，林小鱼就在林家住了3日。根据林二强回来说，现在的水都已经退到脚踝了，鱼抓的也没有之前多了，大鱼几乎都卖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鱼。哎呀，这鱼都吃腻歪了，今天做啥鱼好啊？行，今天啊，娘歇着，晚饭我来做。没过一会儿，灶房里就传出了勾人的香味儿。娘，什么东西这么香？秋秋的哈喇子都快要落出来了。呵，娘做的什么东西都香。拿去吧，分点给你们玩的小伙伴吃。知道了娘。2个孩子得了好吃的就跑了。这个是小满的，嫂子，这个是你的，看着点4啊。这炸小鱼也太香了。小鱼，你说这小鱼这样炸完之后能不能卖嘞？应该也能吧。林小鱼看着家里还有好几桶的小鱼，自己这样吃还真吃不完。那以后让娘带着小满，我做炸小鱼，让你哥哥也带出去卖，这样家里也能多个进项。还有，我们也拿家里的钱，我也没怎么出力，我这心里不踏实。肯定行，赚钱的事他们肯定同意的。主要是腌制小鱼去腥，还有一个面粉糊糊是关键。面粉弄得好了，炸出的小鱼才会咬着酥脆。季春桃跟个乖宝宝一样，在边上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听着。这小姑子咋这么厉害呢？林家的炸小鱼卖得很好，一碗能卖8文钱。林老太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又过了几日，水已经彻底退下去了。小妹，祖哥，是有啥喜事不成啊？你看这是什么？蛏子，
这水一退，大家又开始挖蛏子了。哦，对了，你们村长还托我带个话来。林小鱼想到村长，想到受灾的时候村民们的所作所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他说全村的人都要给你道个歉，这是咱们县令大人说的。就是，村里人给你道歉，你就受着，你受得起。要回村了吗？牛婆婆也从房里探出头来，回一趟吧。林小鱼想到还要赶海呢，也不能一直在林家挤着呀。吕成行先骑着梅痕回到了若叶村，把马儿套上车才赶了回来。这做大水的，想必家里的东西都给泡坏了，还真是一股子味儿。这马车用料不错，车架也没烂，就是有点味道。等入秋了，橘子下来了，放些橘皮和陈皮进去去味就行。橘皮去味是不错。林小鱼和牛婆婆在车里说着，俩孩子还不肯上车呢。外婆、小满弟弟、舅母，我舍不得你们。你帮我跟小桃说，我要好几天才能过来玩了。好了，娘，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房子都抢走呢？等我长大了，我和爹一样厉害，可以把他们打跑。娘，我已经观察过他们怎么吵架了。等我长大了，他们肯定就老了。到时候我揪他们头发啥的，他们肯定都还手不了。哎呦，都是我的心肝，忍不住又和秋秋打趣。到时候他们都老了，你还欺负老头子老太太不成啊？让他们欺负娘，我可记仇了。秋秋小嘴撅了撅，一副仇恨坚决不能忘记的样子。回到村里，村民们默默朝马车看了好几眼，都没吭声。这是要道歉的样子呢。进了院门，院子里的东西都是东倒西歪的，他就赶忙收拾起来。牛婆婆也没闲着，先帮林小鱼弄。一时间，小院子里也忙得不行。没过一会儿，就响起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奏着丧乐。这是谁死了？不知道啊。几人刚停下来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李桂香挎着个篮子过来了。听人说你们回来了，怕你们这一日收整不够，就带了一点玉米饼子来。对了，嫂子，今儿谁死了？林小鱼好奇得很。啊，就是那江老婆子，你们知道的，在大水里没了。5个儿子一合计，就去挑了一个好日子，就是今儿个，所以才送上山去。好大的排场啊，一家可以去1个吃丧酒呢。你们回来的迟了，我婆婆去吃，说都还有肉呢。排场。林小鱼忍不住嘲讽，这可真是生前不尽孝，死后尽孝啊！这江老婆子活着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相与的，所以才遭受了这般事儿，都是因果吧。对了，嫂子，你知道村长说让全村跟我道歉的事儿，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是这样的，范大人在县城把我们安顿下来的时候，单独把村长叫过去，说了足足2刻钟，桂香就把事情给说了。果然，等林小鱼这边洗洗刷刷弄得差不多了，那边村长带着村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出了一个代表，一堆人就浩浩荡荡的来了。你不想少爷没事，我把他们赶走。林小鱼有些意外，吕成行竟然会这么说。其实当好人被伤害的应该是他，家家户户去叩门说要发大水了，而且还帮忙搭棚子，还去把江老太的尸体从大水里面带回来。这些善事都是他做的，只是他们一家没有被村里人善待。先看看他们怎么说吧。林小鱼拉了吕成行的手，他的大手有点温暖。虽然知道他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成了逃犯，但是他又是这般的善良。村长带着人已经到了院门口了，等大家都走进了院子里，他们才瞧见原来大家都不是空着手来的，一个个都提着篮子。对，我也去拿点儿。李桂香说着，自己也跑回家去了。嫂子，林小鱼喊他都喊不住啊。吕老三家的，我们已经被范县令责备过了。但是人性在天灾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就是自私的。希望你能看开一些，原谅村民们当时错误的举动。村长年长，须发都白了，这辈子还没有跟村里哪个人低头弯腰过呢。但是范县令开口了，他不得不照做。我可以理解你们自私，那你们现在一人过来和我说一声对不起吧。林小鱼看着人群里的一张张脸，他看到了无数的不服气。差不多就行了，这还不是看在范县令的面子上？你是给我们白吃了还是给我们白喝了？让我们早点走都不成，到你哪个能退钱？就是，我们来都来了，还要怎么样啊？
可不是嘛，我们还提着东西来呢，这诚意可够足了。村长，既然范县令让你带村民来道歉，是让你敷衍了事的，还是诚心的呀？当然是诚心的。范县令都说了，不是吕老三一家及时的通知咱们上山，我们可能就和隔壁村里一样，得死10几人、20几人。人要懂得感恩。你们现在不跟林小鱼道歉可以，那么这次台风后，朝廷赈灾的粮食种子，本来一家一户都有50斤，现在不道歉的，就别要这粮食种子了。大家见到村长态度强势，就只能低了头。最先跑到林小鱼跟前的竟然是王金花。对不起，小鱼妹子，是我不好，以往有什么事儿都是我的错。说完，王金花就走到了村长边上。村长，你可是瞧见了，我可是头一个去赔罪的，你不能扣我粮食种子。村长点点头。现在发了大水，菜价上涨，大家没想到王金花还能给林小鱼送菜。林小鱼自己头一个不信，他就把篮子提了起来。那片宽大的菜叶子一掀开，下面只有2个鸡蛋。林小鱼捡起一个就直接磕开了，结果是一个臭鸡蛋。咋这么运气不好，挑了个坏的呀？王金花干笑着。林小鱼又磕开了一个，也是个坏的。我去家里重新拿2个好的去。说罢，他一溜烟的跑了。接下来，村民们一个个的上来赔礼道歉，都是走个过场，自然也没有准备什么好东西了。直到看到小树娘的篮子，里面是结结实实的半斤大腊肠。嫂子，你还来和我赔什么罪啊？小鱼，你不知道，我娘家呀住在隔壁村，死了好多人呢。我亲叔叔家的孙子都没了，这孩子贪玩跑出去了，大人准备跑的时候找不到他，就被水给淹死了。虽然我不是来和你赔罪的吧，但是我感恩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林小鱼就接过了小树娘的篮子，是双手捧过来的。小树娘的话也感染了剩下不少的村里的人，接下来的人给林小鱼送东西都用谢谢代替了对不起，林小鱼的心情也稍稍好转了一些。吕老三家的，我们也按照范县令的话跟你赔罪了。你可不能记恨村里人呐，你们永远都是村里的一份子。要是范县令问起来，你知道该怎么说吧？我知道，大家已经跟我赔过不是了。村长随即就笑了，他将范县令交下的事情顺利完成了，于是就带着大家离开了。李桂香带着满满一篮子的东西走来，家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是3斤白面，2斤玉米面，还有我婆婆藏在房梁上的一点萝卜。桂香和小叔娘才叫诚意，瞧瞧他们送的都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个黄金花，拿2个鸡蛋人都跑没了。小鱼，你不要可以让他们带回去。我要，我咋能不要呢？委屈都受了，这东西还不难，我不是成了大傻子了吗？林小鱼当夜就把村里人送来的东西给做成了好吃的。好了，啃不动就扔了吧。娘做的饭真香，我还能吃。我肯定能吃的比哥哥吃的多。娘，我们这么吃下去，真的不会把家里吃穷吗？吃不穷。娘晚上呀和牛婆婆说好了去赶海的，苗去县城里卖，到时候也带你们去。你们可得想好买什么。我去吧，现在刚退水，海水退潮的位置也高，有些危险的。有牛婆婆这个老把式在，怕什么呀？这一晚上，林小鱼和牛婆婆2个人赶海赶得可高兴了，光是海胆，林小鱼就捡了足足2桶呢。第2日一早，林小鱼是被吕成行吻醒的，手已经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睡够了，能让我欺负了？林小鱼睡眼朦胧，吕成行已经不给他多想的机会，直接把唇覆下。林小鱼看着外头冉冉升起的艳阳，只想说光天化日欺负民女。县城，林大厨，小鱼姐终于来了。果然，林大厨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了。我听说你们村被水淹了，你有这么多日不来，害我担心了好久啊。大妹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服大命的，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出事的。林小鱼也有几分感动，拍了拍林大厨的肩膀。马车上的东西要不要先拿下来啊？林小鱼悄悄地瞥了这吃醋的男人一眼，就他拍一下林大厨的肩膀也不允许吗？哎呦，这么多呀，好多食客要来海胆炒饭呢。
可以解我的燃眉之急了。你要是有石斑鱼、海鳗这些好东西，一定要给我送来啊！林小鱼点点头。林大厨给他们算了钱。林小鱼要走的时候，林大厨步履匆匆地追上来几步，给他叫住了。哎，大妹子，你住那海边也危险，不知道你考虑过搬到县城里来吗？林小鱼听到了林大厨这个话，星眸顿时一亮，眼里放光。去瞧瞧吧。林大厨可知道哪里有房子卖吗？我有个堂弟在好再来牙行当牙子，他那里很多客人挂出来要卖的房子，你可以去瞧瞧去，报上我的大名就好。我和他从小玩到大的情分，肯定不能卖你贵了。今日酒楼里忙，我就不陪你们去了。好嘞。林小鱼点头致谢。他回到了马车上后，才一拍脑瓜子：娘，你头疼啊？娘，你脑子进水了吗？我还不知道林大厨大名叫什么呢。只说那个留客楼的林大厨就行。脑子边回旋着孩子们稚嫩的话语：娘，你脑子进水了吗？林小鱼进去就认出了哪个是林大厨的堂弟。林伢子有着和林大厨如出一辙的肚子。哦，原来你这个小丫头就是我堂兄说的贵人呐。看来现在你也赚钱了，都要来县城买房子了。贵人，严重了。林小鱼自然是不敢当的。林伢子也没有再多说，直接带林小鱼到了内室。这都是今年要卖的房子，有的挂得早的，有的挂得晚。你看哪几处价钱合适一点，你就同我说，我在咱们这个县城的地图上指给你看。城东一进小院，有屋3间，房主卖50两银子。牛婆婆在一边听得嘴张的都足足能吞下一个鸡蛋了。咋这么贵呢？50两都能在村里盖10几间体面的大屋子了。这县城的房子和村里的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城东啊，富庶的地方。说着，他指着羊皮卷上的位置，在这儿，这后面有一条街，前面过去走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是个大集市，还有这边有药铺，还有书店。这去买菜见了呀，去街上买点针头线脑的也见了。住在这儿呢，就是图个方便。还有，这若是身体有个不舒服的，去县城里的药铺让大夫瞧一瞧，这都是在村子里没有的。牛婆婆听了是这个理儿没错，但是她把林小鱼拉出去嘀咕了一阵儿：小鱼你个缺心眼的闺女，就算这里的屋好，你也不能一个劲的说好啊，到时候咱们还咋还价呢？没事的，我心里有数。牛婆婆点点头，3个屋子太少了，我们最少也要10个屋子的，最好周遭呢便利一些，出县城也要方便一点的。我们还得去赶海，或者去村里收海货呢。要这么大呀？你看这城西怎么样？这个宅子是3进的嘛，光是屋就有12个呢。原先好像还是一个读书人的住处呢。不过这屋大，价钱就贵，这要600两。这确实有点贵了，有便宜一些的吗？这里是城北的4进的大宅子，是个老宅，还便宜呢。这个只要320两。还是那3进的院子好。宁缺毋滥，既然买了就要买好的，要不然他还不如在村里盖房呢。那我们去瞧瞧吗？我们可能今天不会买。不买也没事儿，没有谁来一趟就把房子买下了的。真去啊？看看就看看呗，自己也不会少块肉，也不跟咱们收钱。就算是买不起，咱们呀多赶点海赚点钱，迟早买得起的。那就去瞧瞧。没事儿，娘买不起的话，我们快点长大，我们有钱了再给娘买。哎呦，隔着一条街就到了。哎，地段您放心，要不然也不会卖得这么贵。这里若是放个摇椅，夏日里纳凉不错。在这个院子里转悠开了，越看越满意，一副古色古香的味道。比起百姓的普通住房，无疑是非常精致的。等林小鱼他们看完房子，林伢子就作揖道：价钱我再去和房主谈谈，反正也不急，你们慢慢来就是。谢谢您了。林小鱼一家上了车，先将林伢子送回去。等他一下车，林小鱼就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了吕成行：你同他说什么了？已经说了，这房子我们要，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筹钱。你说要？林小鱼微微瞪大了眸子，吕成行黑压凌雨一般的睫毛扑闪的轻眨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这可是600两，不是60两啊！这身上没有那么多大虫给你打的，
而且弄这些猛兽也太危险了。林小鱼摇了摇头，我们现在回去牙行和林伢子说清楚，免得耽误旁人做生意呢。我说买就要买，难道在你眼里，你男人仅仅就是一个猎户而已吗？那好吧，你要怎么去赚钱啊？我自由我。这时马蹄高高扬起，林小鱼也要被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突然马车前冲出了一个女子在拦马车，马儿也受惊扬起蹄子。你没事吧？马车在跑，你突然冲出来拦马车是很危险的，知道吗？阿行哥哥，老侯家的闺女咋遇上了？品兰，你是要回家吗？侯聘兰的目光几乎粘在了吕成行的脸上。阿行哥哥，这么多年你还好吧？还好。吕成行点头。不早了，我们要回家了。要叙旧的话，你留在这里慢慢叙旧吧。林小鱼看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子，阿行哥哥都喊上了，却直接跳过了自己的问话，而且一双眼睛都要粘在自家男人身上了。林小鱼的话音落下后，就自己爬上了马车。小鱼莫生气，等会儿婆婆去帮你说说阿行。驾！林小鱼心里更是一股火气上来。只是认识的人，你不要生气。你不喜欢我和他说话，我不说就是了。阿行哥哥，等等啊！侯偏兰提着裙摆在后面追着。吕成行拿过林小鱼手里的缰绳，宛如失聪了一般，一边赶着马，一边对林小鱼说：快进去吧，外面风大，别刮了你的脸。林小鱼面上还有几分扭捏，实则心里还是高兴的。看吧，我老婆子看人还是准的。阿行啊，这一颗心就在你身上的，看他和人说两句话你还吃味儿。我没有。林小鱼狡辩，婆婆是过来人，你看一个男人连面子都会放下，给你端洗脚水，我上回还看到下灶房了，说明阿行真的是爱你到心坎里了，要不然男人干这些是要被人笑话死的。林小鱼皱着眉头，这些他倒是从未在意过，因为前世男女平等，而且徐邦峰因为图他的钱一直也殷勤得很。倒是他忘了这里是古代，吕成行是个古代的男人，能为自己做到如此，甚至为自己背了一条人命。患难与共，说的不过也是如此了吧。他心里堵着的这口气突然就出去了。那聘兰瞧着就不怎么好呢，后面有人喊你呢，你听不见啊？听不见，我的心里眼里有，且只有你。走，去集市买羊血羊下水，你想吃什么都买，专心看路，可别撞人了。你都亲我了，那我如何专心啊？回到若叶村，开个门啊！牛婆婆不敢开，抬眸看林小鱼，吕成行也不敢开，最后没人开门，还是林小鱼跑出去开的。姐，才跟我开门呢。阿行哥哥，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还要干活呀？瞧瞧这满头都是汗，姐真是一点都不心疼你。要是我男人，我可心疼呢。茶言茶语，哼！林小鱼双手环胸站着，叫什么姐啊？小鱼还比你小1岁呢。你既然唤我一声哥哥，你就叫他嫂子。去，重新再喊一声。侯偏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有些湿润。不愿意叫也没事，我这忙着呢，没空招呼你。这是让自己走呢。嫂子，侯偏兰看了林小鱼一眼，满心满眼都是嫌弃。嫂子，这个是我从县城带来的，是阿行哥哥最爱吃的绿豆糕，我特意带来的。林小鱼就接了过来。侯偏兰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听林小鱼说留她吃饭什么的。嫂子，那我今儿能在你家吃饭吗？林小鱼侧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你送这绿豆糕来，原来是想在我家吃饭呀？你这不是回娘家吗？你娘家人不给你准备饭吃的？侯偏兰一梗，凝视的阿行哥哥竟然娶了这个粗鄙不会讲话的女人。女孩子出嫁了是没有家的，嫂子应该明白我的，所以我就厚着脸皮讨一顿饭吃。那是你不是我啊，我娘家人对我好着呢，不管什么时候去啊，热菜热饭都是有的。这茶妹也真是好笑啊，为了留在自家吃饭，连娘家人也不惜诋毁。林小鱼就进屋了，她也瞧见了自家男人现在很有求生欲，就让侯聘兰各种使花样吧。吃饭了。这不是牛婆婆吗？她怎么今儿也在这里吃饭呀？牛婆婆带你嫂子赶海，我们俩也乐意伺候她终老。
侯聘兰洗完手就上桌了。哎呀，嫂子都舍不得给你做一点好吃的，难怪胖的男人结婚了就能胖些，就阿行哥哥还是那么瘦啊。瘦好呀，我看着喜欢。这不是肉吗？啊，那肯定是嫂子做的，阿行哥哥不爱吃。可能我做的你会不爱吃呢，本来这就刚好做了一家人的饭，没做旁人的，就先给你少盛下了。你这么瘦，应该分量也不大吧？侯聘兰看着碗里的那口饭，还没有小李和秋秋的饭多。这女人又粗俗又抠门小气，恨不得去院子里将她剁穿。弟弟吃太快了，哥我们快吃，要不然弟弟就要跟我们抢肉了。聘兰你快吃啊，小鱼早上功夫好，我们吃饭都是靠抢的。好吃吗？尚能入口吧，他就是不承认阿行哥哥娶了个比他优秀的女人进门。哟，小兰在这里呀。相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听娘说的呀，我看到你不说一声就回娘家了，我就赶过来了。我猜娘肯定没多做饭，所以呀，我还带来了2个大馍馍呢，捂在怀里还热乎乎的。怎么称呼啊，各位？我是小兰的男人。侯聘兰眼底不露痕迹的闪过一丝嫌弃，都是一个村子的，一顿便饭就一起吃吧。这咋做的？也太香了，比我常吃的那家馆子的肉做的还好吃。这嫂子灶上功夫这么好啊，小兰，你学着点，嫁给我这么多年了，都还没下过厨呢。哎呦，好吃好吃，豆腐青菜也这么好吃。你们别笑话我啊。侯聘兰看着牧野，脑子里只有几个字：丢人现眼。小兰呀，你不爱吃我的饭就别吃了吧，我家规矩是谁吃到最后一个可是要收拾饭桌的呢。我确实没有什么胃口。谁知道他这话刚说，牧野就把他的碗给抢走了。嗨，嫂子，你别听他说这些瞎矫情的话，他就是爱美，经常不吃饭，为了保持什么婀娜多姿。哎，对，你说他为了爱美还不给我生娃娃，你说要是生了的话，我娃娃都有你们家娃娃那么大了吧，惹得我娘天天骂我，还要我吃药去，觉得是我有毛病，我都不敢和我娘说。闭嘴！他骂完以后，牧野一哆嗦就不敢吭声了。我家这个就爱混说，你们别听他的，他饭吃多了也爱混说。我又没喝酒，吃饭怎么可能会胡说？再说了，这不都是你哥和嫂子吗？也不是外人，有啥不能说的？哥嫂，你们也帮我劝劝聘兰呐，给我生个娃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这个大老粗都明白的道理。侯聘兰整个人都开始发抖。牧野兄弟，你也别着急，我看小兰呀是要生的。聘兰，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当娘的人了。生，要生你自己生去。深深地看了吕成行一眼，宛如在看一个负心汉一般，然后就跑出去了。嫂子这不是说了，谁吃最后一个洗碗的吗？让我来，让小兰闹去好了。哥，人心不都是肉做的吗？我都捂了5年了，石头也该捂热了吧？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呀？林小鱼看着崩溃大哭的牧野，好想告诉他，这事儿的罪魁祸首就是吕成行。哎，这都是什么事儿吗？好了，不叫你们笑话了，自己娶的媳妇儿，我忍忍。哭完又开始洗碗。嫂子，我走了。这人也蛮可爱的，侯聘兰是真的不懂得珍惜呀。还生气啊？他伸手摸了摸林小鱼的脑袋。这你小兰妹妹的事情，你不打算跟我好好交代交代？吕成行就拥住了林小鱼，把他和侯聘兰之间的事情给交代了。真的，你们没做什么不规矩的事情？像是这样的不规矩吗？只对你有。林小鱼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把他推开，用手捂住了他的唇。你没把他抱回去，真的用扛的？媳妇儿的关注点有些不对。跟扛野猪那样扛着。林小鱼还没笑出声，就被吕成行摁倒在了床上。两人一番世俗之事后，吕成行才说起了今日的事情。我瞧着今日的宅子你喜欢，便想要买下，我得出一趟远门，钱我可以赚来。有危险吗？见吕成行摇了摇头，既然没有危险的话，你就去吧。这一趟出去，少则10天半月，就让为夫再不规矩一次吧，可好？可好你个头啊！第2日一早，你这个心狠的女人，你竟然让阿行哥哥出门赚钱去了！我都看他背着那么大一个包袱出去了，得多久才会回来呀？不知道，3年5载吧。
这么久啊！你这个黑心肝的，家里都有马车了，你们也不差钱了，你还让阿行哥哥和老黄牛一样的去苦。哼，你跟阿行哥哥和离吧，你不愿意疼他，我来疼。你有本事可以让吕承行给我修书呀，不是更简单吗？侯佩兰脸色有些怪异，嘴里嘟囔着，但是没出声。看来你和我相公说过呀。没办法，谁让我相公就喜欢我这个媳妇儿呢？旁的人啊，就是往脸上涂2金粉，我相公都不会多看一眼呢。林小鱼一口一个我相公，可算是把侯佩兰给刺激到了。你住口！该住口的是你啊！吕承行是我的男人，这就是事实，我还跟他有2个孩子呢。你不要给我找事情，我家不欢迎你，滚！哼，你这个虚伪的女人！这下阿行哥哥不在，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还赶我走？在阿行哥哥面前怎么不这样啊？你就是怕他知道你是个凶悍的女人。林小鱼听得哟都笑起来了，他伸手就在马棚子里面拿起钳子，夹了一块又臭又硬的马粪，往侯佩兰那张喋喋不休的嘴里塞去。呸！侯老太听到女儿的声音，她就冲了过来。娘，他把马粪喂到我嘴里。你个缺德鬼，你咋能做这种恶心人的事儿呢？到底是谁做恶心人的事情啊？这就是你这样的好女儿啊！大早上就过来让我和我男人和离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男人把她怎么了呢。是我们聘兰说错了，是她还小，你不要跟小孩子计较嘛。她比我还大1岁呢，哎，你闺女什么时候生的你还不知道啊？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那你就一辈子养这个乖女儿吧，别来我家搞事情就行了，给我滚！夹着马粪的钳子就往这母女的眼前递了递。娘，他欺负我！好闺女，咱们走，咱们不和这泼妇说话。就搂着侯佩兰匆匆地跑开了，他那张嘴比马粪还臭。这时院门口又出来一个人，正是脑袋睡得和鸡窝一般的牧野。你来有什么事啊？嫂子，刚才我都听见了，是聘兰不对，给你添麻烦了。牧野说着就拿出一块银子放在院子外的篱笆上，这个给家里俩小家伙买糖吃啊。说完他就匆匆地跑掉了。真是一个有钱的大傻子呢，侯聘兰走了狗屎运了才能遇到这么一个傻的，竟然还不好好珍惜呢，还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就说娘没事吧，我们娘很厉害的，是不会被笨蛋欺负的。娘，是不是怪爹长得太好看了，所以旁人都惦记爹爹呀？娘也放心，要是你真被人欺负了，我和哥哥不会不管你的。我们虽然人小没什么力气，但是我们可以咬人的，我试过了，也很疼的。还说旁人是笨蛋呢，你才傻，知道疼还咬呢。不疼，我养肉干。娘，这个舅舅可以拿去卖吗？太香了，我可以吃好多好多。应该成，等见了你舅舅告诉他们。想到前世的猪肉脯就是一款很畅销的小零食，他也可以做呀。他正在想着，小妹，这马急得很呢，差点忘了他们也是2口子了，就赶紧去给梅痕解开绳子。梅痕得了自由，一下子冲到了追风身边，2匹马还交紧纠缠在一起，倒是恩爱的很。4哥就是来坐坐的。哎，对了，今天大哥怎么没有来呀？不是，是二哥要相看二嫂了，爹娘让大哥去县城里买礼物去了，我来这里收撑子，等会儿还要回去呢。说是还要接二嫂一家子过来咱们家说说彩礼的事儿，爹想让我赶马车去，我不想耽误今日的营生，就想着。林四强说着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4哥，你放心做生意去，我这些咱们未来的二嫂是咱家人，你还跟我客气呢。对了，这二嫂是哪家闺女啊？就是先前那家的，二哥满意，爹娘也只能由他了。林四强眉头微微皱着，林小鱼从他脸上瞧出来一些端倪。这是咋回事儿？和我说道说道，耽误不了多少功夫的。先前咱家穷，咬死了10两银子的彩礼，现在他们知道咱家做点小买卖有了起色，就主动托媒人过来说，而且8两银子也成，这不就是狗眼吗？没事儿，说明咱家的变好大家都看在眼里呢，这不还省了2两银子吗？等二哥娶了呀，就是3哥，然后就是你了。我现在还不想娶媳妇儿呢，我只想赚钱。小李，秋秋，外婆家去了。你们外公外婆都念叨着你们呢，小满弟弟也想你们呢。我也想小满弟弟，我都舍不得分给旁人，这些都是给小满弟弟留的，舅母肯定舍不得让小满弟弟天天吃糖的。小丫头真聪明，看着她就像是看到了小时候的小妹。林小鱼锁上院门，驾着车就跟着林四强回秋田坳去了。哎，二弟别急呀，
几年前我娶媳妇的时候，也是这么紧张的。礼物都给买回来了，比他娶媳妇那会儿要丰盛好多，这门亲事一定能成。林二强点头。来了。林三强坐在篱笆上。小妹来了，咱家忙活喜事，小妹就应该在啊。林大强看到林小鱼来了，乐得和什么似的。外公外婆、大舅、二舅、三舅来了，咱们就去吧。林三强和林四强两个人就被林大强赶去做生意了。林小鱼看着季春桃看家，陪着3个孩子在院子里面玩起了跳圈，他就放心的赶着马车去接人了。马车跑了一会儿就到了。来了，这好威风的大马车啊！赶车的那个闺女是林家的女儿吧？以前还给我儿子说过呢。听说被惯的又懒又邋遢的，连个头都梳不好的，现在倒是发达了。林小鱼耳朵好着呢，微微皱了皱眉头，全当没听见。哎呀，陶家大哥呀，这是一点东西送给你家吃。一大包糖，一坛子酒，还有一包点心和一刀猪肉，也算是能见人的好东西了。哎呀，这大马好啊，这么大个儿啊，多少钱买的呀？比牛车贵一点。贵一点是贵多少啊？贵一半吧。哟，这么多呀！这是没钱的人买不起呀。这辆是你娘家的还是你父家的呀？娘家的呀，是一匹黑马，拉着去做营生了。这笔是我自己的。林小鱼被拉着问答了好一会儿，心头已经微微有些不快了。真是18亿之花啊！而林二强看到陶小慧，就羞得一个劲儿的看着自己的鞋尖儿。陶家大哥，不如今儿去我家坐坐吧，咱们也把俩孩子的亲事儿给落实下来。那就去瞧瞧吧。陶老头略微有些高傲的语气。一定要去瞧瞧，现在林家兄弟4个都在做营生呢。今时不同往日，这小慧嫁过去啊，肯定就是享福的。林小鱼看着呼啦啦的一堆人上了马车，一时间马车都被挤满了，梅痕拉车的速度都慢了好多。服了你了。林小鱼摸了摸马臀。来了，你们二舅母来了。季春桃笑吟吟地说道。这房子是要修缮的，我4个儿子这才4间屋呢，哪里住得下呀？只是现在小子们做营生忙，就只能往后拖了。明年肯定会动工的。啊，这房子是要修，我们小慧呀住惯了宽敞的大房子，要不然呢怕是不习惯呀。开口的是陶小慧的一个族叔。我闺女的灶上功夫一准没话说，等下就让这陶家人刮目相看。娘，这鸭子怎么煮啊？林小鱼问道。既然是二哥的大事，为了给未来二嫂娘家人留点好印象，林小鱼也是愿意出力的，接过了林老太手里的鸭子。要不整只炖了吧，鸭汤滋补。哎呀，这闺女啊长得倒是不错，白净得很，就是个头随爹不高，但是你二哥喜欢，我和你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娘明事理嘞。灶房里面摆上2张桌子，已经满满当当的了。来尝尝我闺女的手艺，我们村里人吃过的没一个不夸的。我们小慧还没下过灶房呢，没办法呀，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没事儿，我们家小鱼也不会，那嫁的人不都能学会的吗？来尝尝。大家就开始吃饭了。这手艺真是没话说呀。对了，亲家，你瞧我们老二也喜欢小慧，你要是瞧着我们老二还行，就给句准话，我让孩子娘去挑个好日子，就把他们的事儿给办了。前头铺垫了这么多，林老头可算是借着酒意把想说的话给说了出来。我们知道你们林家儿子多，我们也不是贪财的人家，彩礼只要8两银子就成了。要知道这小慧也是我们家教养的闺女，平日里好吃好喝的养大，可都花了不止这个数啊，就盼着你们家能待她好。那要的。林老头把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一般。旁的呢，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家看着来就行。不过呀，既然成了亲家，我有一个要求。说。都成了亲家了，我想着你们那个卖蛏子的生意也带咱们。主要你家有马车，我们可以弄一些山蘑菇啊、干笋什么的，想着搭个伙儿。难怪之前咬死了没有10两银子都不嫁，现在突然就少了2两银子，原来是要在这儿找回来呢。
这收入啊，那就平分吧。我们陶家也不是不讲理的，我2个儿子那也是有一把力气的。李老头的酒都喝不下去了，像是嗓子里卡了一根鱼刺一般的难受。亲家呀，你看成的话，明儿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能去选日子了啊。爹，这是小妹给我们兄弟几个弄的营生，就算2弟娶了媳妇儿，还有3弟4弟呢。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这要是分别人一杯羹的话，这赚的钱少了，剩下2个弟弟娶妻之日，不是更加遥遥无期了吗？哼，那你们慢慢考虑。她天仙一般的女儿没嫁到县城里去，就算是亏了，嫁给这么个老实巴交的东西，上他们家带着做生意，竟然还不乐意。李老头就没有吭声，这一顿饭最后吃得有些不欢喜。坐。林老头吭声，林小鱼就拉着林二强一起坐下了。林老太也是皱着眉头，老二，你怎么想的？你觉得为了给你娶媳妇儿，将咱家赚钱的营生让一半出去，合适吗？爹，我是真心想娶小慧的，小慧也是一直在等我才耽搁的年纪，我不能辜负她。他们只是跟咱们做生意，并不是直接来分钱。以后3弟4弟的婚事，我一定拼命赚钱，让他们也娶上媳妇儿。老二，糊涂呀你！坐下，长得比老子高了，了不起了是吧？二哥，你觉得他们这样拿一张嘴来做生意，对大哥3哥4哥公平吗？现在咱家这撑子生意，一日能赚个1两银子多吧？我们雇2个男人，顶多也就100文钱。那陶小慧2个哥哥都来帮忙，我们就得分他们5000银子了。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占便宜呢？那我回家也只出个人。他闷闷地说，你是爹娘的儿子，是大哥3哥4哥的手足，为什么他们明知道陶老头是来占便宜的，却不说什么？因为把你当兄弟呢，把你的亲事放在第一位，你就愿意为了以后的妻子这么委屈自己的兄弟吗？林二强更是说不出话来，双手撑在腿上，双手捂着脸，一副说不出来话一般的难受，眼睛都有些发红了。老二，娘从小觉得你就是皮实了些，但是个懂事的，现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还不如给个10两银子呢。现在瞧着咱家能赚钱了，这彩礼还水涨船高呢，我看陶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小慧和她爹娘不一样，她是个心思简单的好闺女。那她爹娘不同意，她能跟你吗？林二强又不吭声了。娶妻的一定要和老实人结亲家。你看你大嫂，就算生你大哥的气了回娘家，人家爹娘也没来找咱们说什么，也是劝着他们和好。你看陶家宠闺女这个劲儿，我们是娶个祖宗回来，这边嫌咱家房子小，那边又要来分走咱们一半的进项，这家人能是什么好人吗？你们都说陶家人不好，那是小慧能选的吧？反正旁的我都不管，我就要娶小慧。要不就让3弟4弟先娶，我最后娶也成。想掰开林二强的脑子看看，这里面究竟是一个人脑子还是一个猪脑子呀？好，林小鱼发出了一声赞同之声。小妹既然也支持我，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吧，我不想你们说小慧爹娘的不好。这孩子是学木匠学傻了吗？爹娘，这事儿逼不得，越逼着二哥越是非陶小慧不娶了，就是让时间冲淡了。娘，你最好也看看还有哪些适婚的闺女，兴许二哥瞧到另一个更好的，就不惦记陶小慧了呢。小鱼说的有道理，我这就托人出去打听。叮嘱完之后，林小鱼就赶着马车回家了。谁知冤家路窄，只见吕老太被俩儿子搀扶着走，走了几步，吕老太就蹲在路边。弟妹，我们陪娘从县城上回来，娘身体不舒服，你能不能载我们一程啊？不能，我这车又不是拉客的车。林小鱼直截了当的拒绝，然后马车从他们身边路过。黑心肝的东西，我娘这么大年纪还有了身子，都吐成这个样子了，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一下吗？我搞大他肚子的。林小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把蹲着狂吐的吕老太都气得不轻。你个狗娘养的什么玩意儿，快滚滚滚，老娘看见你就还想吐。听不见，脏话反弹。林小鱼一扯马缰绳，马儿就跑得更快了。马车扬起了一路的灰，叫他们吃灰。
好了，把脑袋缩回去，要是掉出来了怎么办呢？回到村里的时候正是傍晚，牛婆婆见他们回来了，就过来问林二强相亲的如何呀。林小鱼说完之后，牛婆婆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两人正在说着，小树娘就嗑着瓜子过来了。今儿没有空啊，不抓蛏子了？哎呦，涨潮啦，现在蛏子也不多了，肥的也不多。哎，是不是这季节啊要过去了？蛏子的季节也快了。不给蛏子缓缓，来年都抓灭绝了，哪里还有蛏子吃呀？那得趁着这段时间赚点，以后大家都坐着玩，我也坐着玩呗。村里都在传你那婆婆的事儿，你知道吧？听说她怀了，是刘把式的种呢。真的？若是真的，刘把式可真是祸害人了，死了遭媳妇儿嫌弃，和他有点关系的都讨不着好处。现在吕老太竟然肚子都大了起来，这简直就是离谱。发大水那会儿他不就害喜了吗？咱们不是都听到了？现在据说啊，去县城里看了，还抓回来好多药呢。小树娘说着还掐指算了算，听说他属虎的，这还能怀呢，真是厉害了。那真是刘把式的吗？不确定的事儿咱不好乱说。哎呦，我在外头啥都没说呢，我也是听人说的。就那个王金花，她嘴最大了，她还和人打赌那个孩子呀就是刘把式的，做庄稼呢。你们可别跟他一起下注啊，刘把式人都没了，现在赌注给他就是被骗走的份，谁也不知道这孩子啊能不能生下来呢。可不是嘛。俩人说了一茬，都各回各家忙活去了。他这边灶上刚下来了米的时候，院门就被人砰的一声推开了。李小鱼在屋里听到这个声响，感觉就不是牛婆婆，只见是吕老头带着俩儿子。有什么事好好敲门不会呀？非要把我的家给拆了不成？林氏啊，你嫁入我们吕家这么多年，我作为你公爹可是从没说过你，没想到你竟然是个长舌妇，在外面这么编排你婆婆。那个事与我无关。老大老二，把她给我捆起来，就吊在咱们村中间的大槐树上，让全村的人都看看，长舌妇就该这样，不好好治治，净丢我们老吕家的脸。吕老头，你耳朵聋了还是废了呀？我说不是我，你没听见呢？林小鱼看到吕老大和吕老二逼近，就往后退着，然后手都已经握在了一个扫帚上。这时门口突然两个小家伙冲了进来。你们不许欺负我娘！小李已经抱住了离林小鱼更近一些的吕老二，秋秋见状拉着他的胳膊就咬了一口。两个兔崽子，连你们一起揍！吕老二吃痛，眼睛都红了，一把就甩开了秋秋。秋秋掉在地上，扬起了一地的灰。妹妹！小李一脚踢在吕老二的裆部，拉起秋秋就躲到了林小鱼的身边。娘，我们来保护你啊！小杂种啊！三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女人带俩孩子，你们要不要脸呢？林小鱼瞧了，竟然是出船才回来的柳三儿。柳大哥，你回来啦，平安归来就好。站在柳三儿身后的柳絮就蹦到了林小鱼边上。是他们欺负你吗？我让老头揍他们，打他们三个还不是问题？我们怎么可能会欺负一个女人呢？柳三儿这小子以前就是个混子，要不是他家出事了，他现在还混着呢。一个人打他们三个，确实他是可以的。谁欺负谁啊？还是吕老大比较有条理，就把他们听到谣言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吕老头都一把年纪了，好不容易老来得子，本来还高兴着呢，自然不容许这样的谣言污蔑了吕老太呀，就当即让两个儿子去查。后面查到王金花头上，他们就跑去王金花家里，还没问两句，王金花就说是林小鱼说的，所以他们才想着来教训教训林小鱼。她一个女人，我们也没想打她怎么的，就想着她嘴碎，要把她捆树上，让她记住教训。王金花说是我说的，就是我说的啦。那王金花喊你去吃屎，你怎么不去呢？我们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娘吐得不行的时候，不是恰好你在吗？我们一合计就以为是你说的。我何时说过你们闲话了？吕老大吕老二对视一眼，好像确实没有。现在我也跟你们解释清楚了，知道这嘴碎的是王金花，说是你们现在不去把她捆起来吊在树上，那你们三个都是孬种，
不就是仗着我们家阿信不在家，欺负我一个女人吗？谁是孬种？我才不是孬种呢！大哥，咱们走。王金花还哼着曲儿在做夜里饭呢。突然，王金花就被一棍子敲晕，然后被拖了出来。爹，你没把人打死吧？放心，我下手有分寸。以前杀年猪、敲门棍都是我负责的，这样就谁都不知道是咱们干的了。也把这长舌妇挂在了树上，也做到了和老三家的承诺。男人的话，这说出去就要捡得回来。哎，爹教的是。杀人了！王金花的尖叫几乎响透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都还抱着饭碗呢。只见王金花被捆得跟个粽子一样的挂在树上，树下还写了几个字：话兮兮丢人。哎呀，这几个字写的呀，跟狗爬一样。哎呦，王金花呀，你是得罪什么人了呀？啊，竟然把你挂得这么高呢？你在上面晕不晕呐？上头闻得着我们的饭香味不？啊？肯定是你说东家长西家短的，得罪什么人了？放我下来！哪个缺德鬼敲得我闷棍？我咒他家断子绝孙，祖坟被刨！缺德鬼啊！救命啊！来人啊！来个人救救我！躲在人后的吕家三父子脸色都变了。这时，吕老大问道：爹，咱们做的事儿要不要去认回来呀？就让他这么咒着咱们嘛，心里听了委实是不舒服啊。管他干什么呀？还那么多人说要发财，天天念叨也没见着发财呀。咋的？让他说一句咱们就这样了？我就不信他嘴能这么灵。爹，大哥，咱们回去吧，咱这烟囱里冒烟了。哎，回去吃饭。林小鱼家一张桌子也是坐得满满的了，牛婆婆也在他们家吃饭。刚才过来的柳三儿还有柳絮也被林小鱼喊来吃饭了。这趟啊还不错，赚了约莫这个数5两银子，不错不错。是50两啊！哎，不过刨去本钱呢，大概到手还有40多两左右。还是小鱼妹子指点的好，要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在河里抓鱼，卖到猴年马月，才能给我家丫头攒够嫁妆啊。要不你就别去了呗，这么多钱我婆家也不会瞧不起我了。正好婆婆也生病了。哎，这可不成，我才瞧见外面的花花世界啊，外面什么杂耍的，还有青楼的什么你小孩子不懂。柳三说着挠了挠自己的脸。是桂香姐的婆婆生病了，昨儿发烧了，好像是累倒了，大夫说要好好歇歇。我想了想，将柳絮托付在他家里也不太合适，思来想去，柳絮也只有托付给你，我才放心。柳絮就你这么一个爹，他也说了不要太好的嫁妆，你不考虑休息一段时间，好好陪陪他吗？小孩子不懂事儿嘛，赚钱的事儿哪等人呢？这蛏子季节都过去了，到时候卖别的海货肯定没有这么赚呢。今年就指望着蛏子呢。傻丫头，你还小不懂，爹准备给你挣套大房子，然后就不挣了。我不要大房子。声音里的鼻音有些重，强忍着眼泪罢了。这闺女家的呀，去人家家里过日子很难的。爹呀，给你挣一套房子，哪天你要是遇到了你心爱之人，你嫁给他要是吵架了，还能回个自个儿家。那要是他没钱呢，你就把他招成上门女婿，他在咱家讨生活，岂不是更好吗？行吧，刘大哥，你去赚钱去吧，柳絮就跟着我了。要是我没有空的时候，就送我娘家去，你看可行？行，咋不行呢？哎，对了，刘大哥，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些远处的胭脂水粉或者小玩意儿什么的，就要咱们县城没有的东西。你要卖？不是，给我兄长去卖。他们现在呀是赶着马车去卖蛏子，等蛏子过了也要弄些别的事物卖，现在只弄了一些小吃食，利润不高的。没问题，我们上了岸还要待2日的，到时候我就随便拿些货来。那蛏子这事儿过去了，小鱼你瞧我这干点什么好啊？这个嘛，你知道海胆吗？就是黑乎乎的，刺很尖，还能扎人的那种。这个毛刺球啊，我知道啊，我们小时候还常玩呢。林小鱼就把自己把海胆炒饭在刘克楼卖的事情和柳三说了，问柳三收不收。刘克楼都收，那我当然也收啊，我去远处卖。这样吧，不如今晚组织村子里的人一起去赶海吧，抓到什么能带去远处卖的都归你，抓到能在近处卖的都归我，你看怎么样？给大家的工钱呢，咱们都1人1半。成，
我去喊人。牛婆婆，就辛苦你了。他们商量好了赚钱的法子，大家吃饭都香甜了不少。今夜一人30文钱一晚上，捡到的东西都必须上交，不准私藏。举报私藏的人可以额外获得10文钱，捡得超过1桶的也额外有奖励。好了，大家忙活起来吧。海带炖排骨补得很，还有干海带晒干了，到时候要吃的时候泡一泡就好了。来来来，都给我看看你们的收成。交了东西以后啊，就可以领钱了。瞧我的，满满1桶呢。三哥，你看着是不是赏我几个钱呐？林小鱼在他桶里瞧了瞧，只有海带和辣螺，没有什么格外的好东西，就递出去了30文钱。这个是石斑鱼，都说很贵的，多给个1钱银子，要的吧？加10文钱，不要拉倒。葛大哥，这没我们来带你赶海，你能抓着石斑鱼吗？而且是我们雇你的，你抓到什么那都归我们，额外给你钱，已经是我们客气了。快点快点，我们还赶着回家呢。后头排队的村民都叫嚷起来。我瞧见他在怀里藏了好几个八爪鱼嘞，肯定想带回去偷偷卖嘞。你怀里的东西拿出来。林小鱼指着那个被揭发的妇人说，我怀里哪有什么东西啊，你别听那个贱人胡说啊，他就是嫉妒我那个黑心肝的玩意儿。林小鱼却由不得他，柳三儿不好出手，他直接过去就把那妇人给摁住了，然后伸手就往他怀里掏去。只见里面哗啦啦的倒出来5个八爪鱼，还有大海螺1个。另外那个举报的妇人瞧见东西都被掏出来了，笑吟吟地说，那我的10文钱呢？林小鱼就把10文钱放在他的掌心。那个举报的妇人高高兴兴地走了，林小鱼只给了20文钱给那个私藏的妇人。咋这么回事？咋旁人都有30文，就我20文？我不过我瞧着点的都比别人多，我想带回去自己吃也不行。你们出卖的是你们的时间，每人都一样，一晚上30文钱，而不是说以海货的多少付给你们钱。所以为了怕你们偷懒，我们设置了奖励制度，只要你们捡得多，有好东西，我们自然也是会奖赏的。我这儿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受不了的明儿你们可以不用来，这次我们就当不知道。你们把藏起来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回桶里，如果明儿还这么做，以后赶海我们再也不用你们了。村民们都一阵的窸窸窣窣，把藏起来的海货都倒了出来。林小鱼看着他们藏东西的地方，这若是不把丑话说在前头，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猫腻儿啊。接下来倒是没有人举报私藏了。这时轮到一个人，他的桶里只有1桶海带，还有1个八爪鱼。林小鱼还没说啥呢，这田家的闺女儿还是一如既往的倒霉啊，就捡这么点东西。别说，这海带还是我瞧见了喊他一起揪的，要不然他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呢。请这样的人，30文钱还是亏的呢。林小鱼默默地把桶收了回去，同样的递出了30文钱。田家的闺女，你咋还没有回去啊？你的钱给你了吧？哦，给了。将这个桶搬上了马车之后，他才说，我捡的海货太少了，大家说的对，你们雇我是亏钱的。但是今年我们家的庄稼都没了，我就想来赚一点钱，要不然家里的弟弟妹妹都要吃不饱饭了呢。没事的。牛婆婆拍了拍她的手，你明天还来吧，捡不到好东西没事儿。你若是看到旁人呢在揪海带或者辣螺什么的，你就去弄，好歹不要让桶看起来太空了。李嫂子，叫我小鱼姐吧。好的。小鱼姐，我家刚发了一些葱姜蒜的苗，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家院子里还是空着的，我明儿给你们栽上。等把木桶都搬到了马车上，林小鱼和牛婆婆上马车，也就顺带着把田小黎带回去了。没想到他们回去还赶在用脚走回去的村民前头，当时就有人不满的嘀咕，真是傻人有傻福，这田家闺女不机灵，又是个倒霉蛋儿，咋就被林小鱼瞧上了呢？还能坐马车回来？谁知道呢？可能就是背着咱们献殷勤呗，反正也不给咱多算钱，明天我们就随便的捡一点凑数呗，可不能再出这么大的力气了。就是。田小黎看到林小鱼的马车已经进了院子，他可能没有听到村里人的话，一时半会儿又有一些自责。如果因为他的事儿大家都偷懒了，那他该咋办呢？第2日一早，林小鱼等到外头砰砰的敲门才睁开眼。娘，我们已经把米给洗好了，虽然娘不让我们弄火，但是柳絮姐姐说她是大人了，她在生火。
真听话。哥哥呢？秋秋往院门口一指，拿着吃。娘这睡过头了，你俩都饿了吧？是睡过头了。小鱼姐，田小黎腼腆一笑。早啊。林小鱼就想起了昨夜里田小黎说自家发了一些葱姜蒜苗，一早来给他种上。我煮了3、4个茶叶蛋，在码头都卖完了。今儿一批船回来，船员们都没尝过茶叶蛋呢，是他们老板给我包圆了，我这才这么早回来的。谁知道这田家闺女就等在门口了，她也不叫门，真是老实。咋不敲门呢？我们都在屋子里呢。我怕吵到你们睡觉。田小黎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儿，真是个老实孩子。有锄头吗？我帮你种上。在那儿。林小鱼手指着院子里的一角，他还没吃早饭，而且等一下还要挑拣海货，还要往留客楼里送呢。我能帮忙吗？我也要帮忙。柳絮在一旁插话，我家老头要给我挣大房子呢，我帮他点忙，他早点挣到大房子，就可以回家多陪陪我了。都来帮忙呀，这就都弄好了。柳三睡了个美觉，没想到来的时候海货都已经被分类的好好的了。能放得住的海货不太多呢，倒是我占你便宜了，要不然这雇人的钱算我的。哎呀，不成，算你的，我从你手里买海货岂不是更贵啊？哎，这样就行了，没有你的指点呢，我这条船还在家里生锈呢。好，林小鱼也应下了。这时外头响起马蹄声，四哥你来的正好呢，这下子啊，你也不愁趁子季节过去了没有东西卖了。瞧我们昨天赶海的时候招来的东西这么多呢，这些小鱼小虾死了都归你们卖去，海货反正大多数离水就死，只要不臭都是能吃的。哎，这正好，我还刚想和你说，我去码头买了一些豆腐鱼呢，去其他地方卖卖看，就属豆腐鱼是最便宜的，可能在外头能卖个好价钱。四哥，做生意就是这样，各种东西都试试，什么好卖就固定多卖那几样。我也是这么想的。林小鱼又问了几声家里的情况，林四强说暂时都是好好的，陶家那边还咬死了不松口，这事儿就拖着先。林小鱼也赞同的点点头，兄妹俩简单的说了说，二人就分开了。我这可是日日盼呐，要是你再不来，我们就要去集市上买海货了。不过还真没你送来的东西好。哎，大厨，你看今天的东西好多呀。这石斑鱼一桶得有10条了吧，还有螃蟹，这怎么都论桶算的？你是直接去哪儿收上来的吗？带着全村一起赶海捡的，这好的呀都送你这儿来了，稍微次一点的我叫四哥去外头卖了，所以您放心。哎，放心。哎，对了，那房子你瞧得怎么样了？迟早得买，这不是努力赚钱吗？林小鱼笑着说，心里也有数了。林伢子也没和林大厨多话，这一趟林大厨给钱的时候，林小鱼的心情才达到了雀跃的巅峰，足足26两银子呀，只是这一日的收获。大妹子，明儿还来啊？一定来。林小鱼招了招手，柳絮，你以后可以等我回来弄的，你爹把你托付给我是让我照顾你的，不是让你来干活的。姐，你咋还跟我见外了呢？我这不是煮了饭，你回来就能做饭了。再说我老头说了，今儿又要来蹭饭。没事儿，也不差柳大哥一个人的饭的。那小鱼姐，你有空能教我做针线活吗？我想给我家老头做鞋子穿，他身边也没个女人，街上买的鞋子肯定没有做的合脚。哎，下午吧。晌午做了饭，柳三儿就来了。哎，对了，柳大哥，你下午还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就是船放在码头，请人看看，不用我自己看着去了。你有事吗？林小鱼就把上一回海沟里丢的羊血和羊下水的事儿给说了。等半个时辰，就是退潮的时候，他们又赶去了海沟那儿。哇，这就是赶海吗？这么好玩的事情你们竟然不带我，这都是白捡的。老头，快下去，快下去啊！哎，你这疯丫头！柳三儿在闺女的催促下就下去了。啊，这里有大家伙，快抓住他，快抓住他！和柳絮对比，作为一个老赶海人的林小鱼，眼疾手快的就一把夹住了一条鳗鱼脑袋。鳗鱼露出尖牙，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进去吧。林小鱼将鳗鱼丢进了桶里。小鱼姐，这个鳗鱼能卖多少钱啊？看分量，2000银子有的吧。果然，柳絮听到这话，嘴角都高兴的扬了起来，更加的充满干劲儿了。我在码头上看了，顶多能卖1000银子，你都卖去哪儿啊？提这么高价？别是故意这么说，让这丫头高兴的吧？哎，你可不能让她觉得这赚钱太容易了。哪能骗柳絮呢？我说的可是大实话。卖去的柳客楼呢，林大厨和我熟，这个能卖1两银子呢。柳絮的眼睛都直了，更觉得这个海沟里连块石头长得都和金子一般。
那看来我们今日是来帮你赚大钱来了，你夜里可得多做点好吃的，请我们吃才行啊。林小鱼一口就应下了。等到把海沟里的海货都弄上来的时候，足足有12桶。哎，算了，我们还是走回去吧，不给你车厢里弄脏了。没事儿，这走回去啊要太久了，晚上还要去赶海呢，还是留些力气吧。回到林小鱼的院子里时，说好的今晚买点好的吃，不如就买个猪头吧，怎么样？是该好好祭拜一下海神，现在你们也是做的大营生了。林小鱼搜寻了记忆，才知道这里有个买猪头祭拜海神的风俗。那行，刘大哥你去卖吧。现在知道小鱼你是个有钱的，我就不和你客气了，那我去买了啊。柳三说着就接过了钱，也不扭捏。当夜几乎大半夜的人又去赶海了。只是有了昨夜里林小鱼的时间论，这一次大家伙连1桶都没装满，里面还多是一些海带啊、小尼螺什么的。岩石边需要下水的地方，只有寥寥几个人去了。今天大家捡的都挺少的呀。不是你说的这30文钱是按时间算的吗？咋现在又按我们数量算？那我们又捡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能加钱，其他的我们就随便捡捡还不行吗？再说了，随便捡捡都比某些人好。可不是嘛，某些人呢干活不努力，都白天去人家家里讨好。在人群里的田小黎脸都热了。确实是按照时间算的，但是我这个时间是请你们在海滩上散步的吗？你们是觉得不找你们干活，村里就没有其他人干活了是吧？今天每个人的桶上都标注名字，我看哪个特别少，明天就不用来了。这话掷地有声，村民们一下子就不吱声了。不想来，现在就都走也行。就算你们都不来，我就不能顾其他村子里的人吗？20文钱一碗，他们都感恩戴德的了。这可是咱们村的海滩，凭啥给旁人捡？哟，你他娘的还占地为王了是吧？行，就算不在这儿捡，我去隔壁村的海滩捡，我给他们村里一个人30文钱，我看他们让不让。那村民不吭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哪个村不肯呢？都是一个村里的，赚钱的少当然是要照顾咱们自己村里人，但是都是一个村的也悠着点，这30文钱赚的也别太不当回事了。现在估摸着还有小半个时辰，大家好好捡。小鱼姐，我不是故意捡这么少的，就是我都没瞧见，好不容易瞧见了，又被别人先一步捡走了。我看着和眼泪都要滴出来一般。明儿就别来了，你不适合干这个。田小黎的眼泪唰的一下就落了下来。那就每天早上帮我把海鲜分类，早点来，一早上也给你30文。他观察过田小黎，田小黎是真的运气不好啊！我还能干别的？为什么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啊？运气不好就去做一些不指望着运气的事儿呗。反正芬姐你今天帮我做过的，难道忘了怎么做了？这个闺女憨憨的，还怪可爱呢。没忘，谢谢小鱼姐姐给我赚钱的机会，我替我弟弟妹妹和爹娘谢谢你。田小黎感恩地给林小鱼深深的鞠躬，头都快要低到地上去了。看来拍马屁还是有用的，这个倒霉蛋能干这么轻省的活，凭什么咱们就要在这里泡海水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个人呢。哼，我看林小鱼把这个倒霉蛋招进家里去，看他能赚什么钱。等会儿就要涨潮了，你们还在这里说话？这木头上都要记名字了，明日不想来了是不是？咱们女人能找个不错的活计不容易，你们要珍惜才对。我们要干的，我们这就去礁石那边瞧瞧去。那几个妇人们都换了一副嘴脸。这一夜赶海结束，收上来的木桶里的海货也凑合还行，至少都是1桶。林小鱼也没含糊，在木桶上面做了记号。田小黎也跟着帮忙，到最后也坐着马车回家。下马车时，小鱼姐，要不你就别要我干活了吧？我这个人生下来就倒霉，出去割猪草都割得没有旁人多，还有我种的庄稼长势都没有旁人好。虽然我每日都除草，每日也都施肥，大家也都不喜欢我。傻丫头，就是你太勤快了，庄稼哪能每天施肥呢？没事的，不喜欢我的人也很多，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不喜欢就妄自菲薄，就看不起自己呢？田小黎眼泪就贴在眼眶上，听着林小鱼坚定而有力量的话，心里更感动了。那我明儿一早就来干活。行，记得叫门。小鱼，这田家丫头还真的是出了名的倒霉。她刚出生那会儿，她爹就摔断了腿，她娘身子一直不好，后面养了好久才养回来的。反正她家就小灾不断。这么邪乎呢？
牛婆婆，你不是一直说我运气好的吗？那我就看看我和他谁命比较硬吧。林小鱼满不在乎地笑了。他连村里一些黑心烂肺的人都不怕，还怕一个倒霉蛋吗？小黎，忙了一早上了，来喝碗粥暖暖。哎，小鱼姐，你们还有肉呢，我不能吃。田小黎想到隔三差五都来这里吃早饭，急忙摆手。这个是野鸡肉，在山上白捡的，吃吧吃吧，我手都拿酸了。田小黎感动地接了过来，眼里都湿润了。一碗鸡肉粥喝完，田小黎拿着空碗，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了。我去洗碗，还差你这一口碗呢。田小黎感觉鼻子酸酸的，家里爹娘对他都没有林小鱼这般好呢。爹总是会将家里穷的原因归结到他的身上。小鱼姐，我有个事儿。林小鱼还没来得及放眉痕出去和追风聚一聚，林四强就已经跑了进来。小妹，你说二哥是不是被那姓陶的人家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现在娘找了好几家愿意和他相看的闺女，他都不去呢。林小鱼眉头皱了起来。今儿送完货就去家里看看去，二哥怎么好好的就这个样子了？林小鱼觉得这桩事情肯定有什么内幕。这林二强也没见过陶小慧几次，哪里就能情根深重了呢？二哥也是蠢，陶家的心也真大，这都还没成亲，都愿意让闺女儿跟二哥一起出去，不就是看上咱家的营生了吗？林四强说着，拳头都握了起来。陶家确实是别有所图的，这里的闺女都特别注意名声的，怎么可能单独跟一个外男出去呢？爹都已经退步了，看着二哥茶不思饭不想的样子，都说让陶家买个马车，可以跟着我一起进海货，就这样他们还不肯，说买马车没钱，要不让咱们家借点钱给他们。这个钱不能借。好了，晚点我去瞧瞧。四哥，你今天这么早就来了？柳絮从屋外跑了回来。小丫头，叫叔。什么叔？没见过你这种还要把自己叫姥姥的要求。柳大哥也没比我年长几岁呢，你就按着辈分来。想着他也都10岁了，适当的和他保持距离。柳絮就不肯了，伸手就挽着林四强的胳膊。不行，我叫小鱼姐是姐，你是小鱼哥的四哥，我跟小鱼姐叫有什么关系？四哥。他要是不相看，就给老三相看。反正这么好的闺女，咋的都得嫁进我们家。闺女啊，你也跟着一起去，你2个哥哥都没你懂事儿。哎，我今儿来了，当然得帮点忙了。林小鱼就应了下来，他也想去看一看林老太非要娶回家的媳妇儿是怎么样的。二哥，你在做什么呢？编蛐蛐儿，小慧她家侄子侄女都稀罕，我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他们，就编点小玩意儿吧。二哥，那你本来是想送什么好东西啊？和那陶家的闺女处得怎么样啊？你不会也编这个蛐蛐送给她吧？小慧又不是小孩子，怎么会喜欢这个？在县城的时候，本来想给她买个鸭蛋粉的，但是要2两银子，就可恨我没什么赚钱的本事，连她喜欢的东西都买不着。唉，等和小慧成家了，我一定努力赚钱。林小鱼见林二强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倒是很美好，美好的自己都不忍心打破他自我营造的幻想了。所以鸭蛋粉没买，最后买了什么？买了几个头花，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小慧她自己不是贪钱的女子。头花多少钱啊？2钱银子1朵，买了2朵，1朵桃色的，1朵红色的，给小慧换着戴。虽然小慧不管戴什么都好看。林小鱼听到这事儿，就笃定这陶家的闺女也不是个什么好的。先要个林二强给不了的东西，再要一个便宜点的，一般男人买得起就不好拒绝了，而且还赢得了一个懂事的美名。瞧自己二哥呀，还觉得他不贪钱呢。村里哪家闺女会舍得戴2钱1朵的头花啊？顶多都是5文钱10文钱的了。二哥，你和这陶家闺女的事情想来是没有这么快的，不如让3哥先去相看，你看如何？行的，我没事。陶小慧和他说了，他爹娘总是要一点时间想通的，都是亲家了，钱上的事就不要斤斤计较，到时候多个人多一分利，多赚一点就好了呗。只要他坚持不去相看别家闺女，他们肯定是能够成亲的。不过小慧说了，让他不要同家里人说他说的话。四哥，小玉姐不是要回家吗？我今天能和你们一起去卖货吗？卖完了我也跟你回家了。
林小鱼就冲着林思强点头，柳絮好歹也能搭把手。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小丫头片子？那我帮你数钱呗。林思强忍不住笑了出来，被这个小丫头片子插科打诨的闹了一通，肚子里的火气一下子就消了去。那咱们可得约法三章了，不能给我捣乱，也不能乱跑，要不然人弄丢了，我和柳大哥不好交代。知道了。柳絮笑吟吟的就上了林思强的马车，看着马车走了，林小鱼也给梅痕套车。小丽，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那事儿他还不确定呢，现在说的话怕耽误了小鱼姐姐的功夫，他就摇摇头。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小鱼姐你先去县城里吧。林小鱼也就没有追问了。林小鱼从县城里回来得了俩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他看中的那处屋子房主愿意少个20两银子，而坏消息就是刘克楼那厢每日吃不下那么多海货。林大厨的原话是：虽然我这儿客人不少，但是妹子你最近这东西啊确实有点多，要不先停几日，我帮你搭个线，问问隔壁几个县城的酒楼。林小鱼自然是同意的，不过呢他也没有空难受，回家接了俩孩子就去了秋田坳。娘，咋回事啊？哎呀，老二那个不愧是属牛的，倔得很，现在我托人去问的那些个闺女，他都不去瞧。二哥他倒是就看上陶家的了，今儿相看的一个，我是哪儿都满意，就在你外婆家那个村子里的，他家里我那是知根知底儿的，爹娘都是话少的人，一家子都勤快，什么腌酸菜那都是村里出了名的好。那二哥不去瞧啊？啊，可不是嘛。林小鱼微微一低头，对付倔的人可不能硬来。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就划过了一个好主意。他揪了揪林老太的衣裳，把她拉得近了一点，在她耳边嘀咕着：就这么干。那三哥也没什么经验，二哥你就陪着一起去吧，总不好叫三哥自己赶马车过去啊。三哥要穿着新衣服坐在车上呢。林二强想着也觉得有道理，就先放下了自己手头的蛐蛐，陪老三去要紧。林老太也跟着坐在马车里，严格按照闺女说的，不和老三说话。林三强在前面专心地赶着马车。你小子快下来，没想到你要比我先成亲了，好好相看。哎呦，二哥，我肚子疼。林三强捂着肚子，这也是一开始小妹就想好的事情。他装作疼得脸都皱起来的样子。三哥赶紧去找个地方吧，总不能头一回来闺女家相看就闹肚子进茅房吧。快去吧，快去吧。林三强撒丫子就跑开了。是林家的来了，进来。带头出来的那个是媒人，女方的爹娘跟在媒人后面，憨厚的笑着，嘴角都咧到了耳后。老三。林二强看着林三强不知道去哪儿拉屎去了，早知道他就跟着去啊，现在缺人，这都算是什么事儿啊？咱先进去。这老三都没来，这样也不太好吧？哎呀，没事儿，三哥不在就你顶了呗，反正三哥和你都没成亲，相看哪个不都一样的吗？林小鱼拽了2次都拽不动他，这人家爹娘都出来接了，我们家连个相看的人都没有呢。说男方的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瞧，到时候这闺女嫁不出去就得赖你呢。林二强听到林小鱼说的事情严重性，生了根的脚也有些松动。小妹，咱们先说好啊，我心里已经有小慧了，我是不会看上旁人的。行，不过这话你可不能当面说啊，多伤人家闺女心啊，到时候让娘去转告媒人就行了。哎呀，这事儿啊都赖三哥，他要是肚子不疼啊就没什么事儿了。林二强也握紧了拳头，回去非要揍老三一顿出气。没一会儿，这潘家的闺女潘香草就出来了，不过手里面还端着一个红托盘，里面放着3口好碗，描了彩的，看得出来是只有客人上门才会拿出来待客的好东西。大娘喝茶。林二强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端了茶碗就放在了桌上，心有余悸的。这是什么茶呀？这是桂圆茶，里面放了点桂花，是新一茶的桂花，我摘了做了糖桂花了，泡茶做点心都是很好的。他端起碗尝了尝，果然是甜滋滋的。二哥你喝呀，跟牛喝水一样，一口气喝完了。好喝的。我家闺女就是爱捣鼓这些，不过也是农闲的时候，平时里忙啊，也就跟着我们下地，所以晒得黑了点。这哪黑啊，比起白的没有血色的呀，这样的肤色刚好健康呢。这是我二哥，
我是家里的小妹，不过前段时间我们家为了我爹治腿，几个兄长都没有娶媳妇儿呢。现在家里做营生，日子呀也好起来了，就赶紧的给他们说媳妇儿了。都晓得的，没人都说了。这就好，这就好。要不二哥，你过去和人家潘妹妹说几句，就在院子里走走。在林小鱼的催促下，他就和潘香草一起走出去了。1刻钟左右，林二强和潘香草就回来了。若是林二强能够幡然醒悟就好了，只可惜今日的相看就到这里了。潘香草拿了一小罐子的糖桂花，塞到了林小鱼的手里。我就叫你姐姐吧，这个茶你爱喝，就拿些吧，反正是我自己做的。那谢了。到上马车的时候，林二强瞧见林三强就坐在车里。都赖你，今儿你相看闺女，偏偏都推给我了，我怎么和小慧交代嘛？二哥，我不是故意不想去的，我是大姐呀，蹭到衣裳上了。我要是去的话，不被人笑话吗？林三强还把自己的裤子给林二强看，他找了好久的黄泥搓在裤子上的，总算看起来比较像了。二哥，这香茶怎么样啊？你瞧他多好呀，还给我送糖桂花呢，这糖得不少钱。这二哥是看上了？二哥，我已经有小慧了。难道二哥认识这个香草？以前喜欢过？没有的事儿。就是以前在牛车上碰见过，他帮家里去卖一些芋头什么的，我帮他扛过袋子。我说呢，难怪潘香草会送自己糖桂花。一般相看，若是主动送人家什么东西，就是表现出了看上的意思。哎，就这样。可惜我二哥有小慧了，不知道香草这么好的闺女，以后会嫁给谁呢？要是嫁得不好，遇到一个打媳妇儿的，不就可怜了？林小鱼故意这么说，看着林二强。不会的，他勤快又善良，肯定好福气在后头。那就先耗着呗，等陶家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行了。林老太又是忙个不停的，把林小鱼拉到了屋里。哎呦，可憋死我了，我这一句话都不敢和老二说呀，就怕他说死都要去陶家那个闺女的那种话。潘家闺女我中意呀，你想想怎么能说服你二哥？没办法，只能等了。等就等呗，反正陶家这样的亲家，我和你爹都看不上。爹，等下我让二哥送点礼回他们去，你也在外面说说去，就说二哥重新相看了。我看这陶家结了，会不会就干脆算了？要不然陶小慧的名声啊，也搭在咱家了。可不是，陶家太贪了。这要是成了，老二的舅哥过来学，咱们肯定要教，但是直接来白分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就他家闺女是金子做的不成？我呸！哎，好，咱们都听闺女的。这老二不是去相看了吗？这就是好兆头。大嫂，这个想让二哥送去潘家回礼。季春桃点点头，拿去呗，我都知道的。小妹这段时间辛苦你往娘家跑了。林小鱼看到季春桃没意见，就将这熏鹿肉给摘了下来。喏，拿着，你赶着送去潘家去。不是说让娘去说没相看上吗？为什么还要送东西？大哥，这既然没有相看上，也不能占旁人便宜的嘛。我们拿了人家糖桂花，就送点熏鹿肉回去。你记得放在前面啊，要是放在车厢里啊，没个人看着，被野兽进车厢拖走了就不划算了。哎，是要2清的。说起这话，林二强心里更是难受。那就再去看潘香草一眼吧。我现在就说去，正好也让大家看看老二去他未来老丈人家送礼了。这可是这么大一块熏鹿肉呢，这事儿呀肯定就是成了。闺女干得好，中午想吃啥？吃炸酱面吧，我来做，孩子们都爱吃这儿呢。林小鱼说着就摸进了灶房，正好给娘家人再做一顿饭。下午他就回若叶。姐，我今天可是出大功劳了呢，把车上的海货都卖完了，还订出去了不少。海货都还没拿来，还能先订出去啊？那定钱拿了吗？当然拿了，我才不是那种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的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呢。柳絮说的是真的？是真的，这丫头胆子也大得很，什么石斑鱼也敢往外订，订钱就收了足足1两银子呢。这鱼你都是要送去酒楼的，到时候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匀个1、2条又没事儿。4个就是怕这个怕那个的，做生意要胆子大。咱们是收钱的，又不是给钱的。小丫头说的对。没事儿，到时候能订出去都有货。林大叔和我说了，每日吃不了这么多海鲜，最好是3日送一趟过去他那里。那刘克楼那里不是日日要？小妹，
你赶海的收成不是要减少了吗？那我们这里订出去的货，收益你拿大头。我没什么意见，这订出去的货呀，全给小妹有得成。反正我们有蛏子，还有炸小鱼，都能赚钱啊。那订出去的好的海货，我就拿1半的利润吧。这么说来，还是我们占了小妹的便宜。都是一家人，就不分这么清了。卖不掉的海货能不能做成咸鱼干什么的，送远一点的地方卖呀？小妹肯定有主意，瞧她的表情就知道了。倒是有些办法可以腌制起来。行，只要小妹弄出来，我这马车跑得再远都给卖掉。吃完晌午饭，林小鱼就带着小李和秋秋还有柳絮一起回若叶村了。小鱼姐，咱们就不能在大娘家里住几天呢？家里人多，我们过去住呢也不太方便。看来小旭你还挺喜欢我娘家人的，那得等我二哥成亲，家里要盖屋子了，到时候啊想住几天都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若叶村到家门口的时候，牛婆婆就在等了。怎么不在你娘那睡了午觉才回来呢？想回家看看这鱼虾呀怎么弄才能卖到外头去，要不然咱们这天天赶海，县城那边也吃不消了，而且卖不上好价钱。你看看能不能把鱼弄熟了，然后和我晒红薯干那样的晒起来，吃饭的时候蒸一蒸就可以。咱们都试试。你去瞧瞧我晒的海带不，上回在你那里拿了些，只晒了3天就干了，在我门口挂着呢，你晚上尝尝，不影响味道。咱们以后就弄个晒海带啥的，这活计可以交给桂香弄。葛小明和侯老三就因为一条石斑鱼吵了起来。这就是老子先看到的，老子都把他耗累了，你再抓走，你这不是摆明了占我便宜吗？以后出去别说是我朋友。那咋？你自己没本事抓，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跑吗？你们评评理，难道不是归我吗？林小鱼去劝架，还答应给他们1人10文钱。他们吵得上头了，直接一下子把林小鱼给推了出来。干啥？吵你娘奶奶个腿儿！你们都闲得没事了是吧？年纪比我大1半呢，还让我们这些小子看笑话，一个个闲得很。要不明儿去我家和我爹练练。这时一个少年就闯了进去，大摇大摆的指着葛小明和侯老三的鼻子就骂了一通。哼，今儿看在全哥儿子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是我不跟你计较。切，都快去捡海货去，没多少时间就要涨潮了，要是捡少了我可不给钱的。这个小风波算是平息了下来。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我额外给你10文钱吧，算是答谢。叫我小航就行，他们才不怕我，他们是怕我爹。我爹在县城里教人打拳的，我爹说他的拳头就是从小在村里练出来的，所以他们都被我爹打怕了。小航叉着腰靠爹，让他感觉有些张狂的样子。另一个少年也凑过来，小鱼姐，我叫大头，我和小航是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行吗？行，你们说吧。我和小航想把晚上赶海的事儿给包下来，就是你可以不用来，我和小航把海鲜送到你家门口，就是钱得都给我们一些，你看行不行？你们别看我们年纪小，我们很快也都能娶媳妇儿了呢。你看见没？刚才你搞不定的事情，我可以搞定，他们都怕我爹。林小鱼看着他们，也是深思熟虑了一下，觉得可行。我同意，这样每日我给你们1人80文钱，你们不用赶海，只负责看着他们，还有解决类似今天的矛盾。今日给我的海货不能自己藏私，也要盯着村子里的人，防止他们藏私。我先让你们做2天试试，怎么样？放心，我们一定可以。他们谁敢私藏的话，我让爹把他们的腿都给打断。就从明儿开始吧，今天我们帮你白干。小航十分大气，然后就去盯着人干活去。小鱼姐，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还得看你们能不能管住村子里的人，这个钱我也不是白给的。林小鱼看着他的笑脸，也把自己的底线先摆出来。放心吧。林小鱼看着牛婆婆就站在后面一声不吭的。牛婆婆咋看的？我把这事儿交给这2个小子，是不是草率了点？我觉得大头不错，那个小航他爹长得就能吓哭小孩，村里人不怕你，但是怕小航的爹。大头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他爹早年就喝酒掉河里死了，他是个遗腹子，从小就没爹。那平安长这么大，他娘也挺不容易的。谁知牛婆婆却摇了摇头，他娘生了孩子就改嫁了，他是他奶奶带大的，就那么点大的时候会走路没多久就知道挨家挨户要吃的，后来大一点了会干活了，就帮人干活换口饭吃。后面他奶奶没了，他就去后山开荒种红薯，或者包人家一块地，带一群小子去干活，干完一块地拿多少钱？林小鱼听得都有些鼻头发酸，这孩子还怪不容易的呢。
既然不是头一次干这活了，我相信他们能干好的。是的，这孩子没长歪，属实不错，没想到和打拳的儿子玩到一块儿去了。林小鱼看着那俩小子还真没闲着，一会儿去督促一下这个，一会儿督促一下那个，尽心尽责。等到晚上收海货的时候，比昨儿还多一些。对了，以后小航和大头就是负责管你们的人，如果他们来跟我说你们干的不好，那就别来干了。哎呀，吕老三家的，你一个妇道人家，别被俩孩子骗了，他们能管我们啥呀？可不是嘛，毛都没长齐的孩子，你自己来管，我们不是也挺好的吗？把事儿交托给俩小子，到时候他们完了跑了去，海货抓不上来，你可就哭去吧。我花钱雇你们，我想让谁管你们就让谁管你们，不服管的明天别来了呗。果然，他让人别来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少了。你们这帮一把年纪的，也别耍什么花样，我看你们还看不住吗？每日好好的捡海货就得了，想要偷奸耍滑的，就一个劲儿的说我们年纪小，是不是？没有没有。村里人又响起了一片否认的声音。他们看林小鱼既然已经把事儿托付给了两个小子，就纷纷结算了今天的钱，就回家去了。这是你们今天的钱。林小鱼一人给了80文钱。今天也有啊。好好干，1文钱都不会少你们的。这个车也能让我们赶吗？以后晚上你就等我们把车赶到你家去就行了。成，我教你们怎么赶车。太好了！两个小子都快要开心的跳起来了。第二日一早，小鱼姐，要不我晚上就过来捡吧？要是天亮了再来，这螃蟹腿断了就少卖好多钱呢。还有这草绳，估摸着这点也不够。不过你别去买，我让我家里的弟妹搓了送过来就成。成，就是你有些太辛苦了。这样，大头和小航把马车赶回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管了。然后草绳的话，让你弟妹搓了卖给我，也是按照市价收，工钱我给你算40文钱一天。哎，谢谢小鱼姐。田小黎想到自己一下子就涨了工钱了，高兴坏了。小鱼姐，你一般平时都什么时候有空啊？下午吧。下午我除了教小旭做鞋子，也没什么事儿了。你也要和我学针线活吗？不，我们家穿的随便，我也没空做的细致。我就是有个地方想让你陪我去。去哪儿啊？就是一个地方，我也说不来。好呀，那你到时候就带我去吧。林小鱼看着田小黎有秘密的样子，也答应了下来。他看得出来，田小黎是个好女孩，不会有什么坏心思的。但是这时，门外又响起了马蹄的声音。小妹，出事了，出事了！林四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阿哥的事非要去？不是，是要私奔。什么要私奔？这私奔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要进猪笼的大事儿。柳絮就从屋里跑出来。四哥，不会是你看上了哪家闺女要私奔吧？你可小心点你的小命。林小鱼的脸色也绷不住了。牛伯伯，你帮我照管一下家里和2个孩子，我先回娘家一趟。你放心去吧，2个娃子都乖着呢。就带我去嘛，我想去找大娘玩，我肯定不捣乱。柳絮拉着林小鱼的胳膊就摇啊晃啊的，林小鱼只能探头和牛婆婆说柳絮她带走了。到了秋田坳，这一次还是敲了门，林老太才来开的。闺女啊，都听你的，不逼她，没想到今儿差点私奔。你说我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呀？他这要是私奔了，我们在村里还怎么抬起头来做人呢？老3老4也别娶了，一辈子大光棍吧。二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私奔被抓回来了，还是怎么着啊？奔没奔呢？林二强不吭声。这时林三强才站出来说：小妹让我看着二哥，我就都看着。今天二哥得了陶家托人带的口信，还是和往常一样，把他编的缺水都带上了，找陶家闺女玩，我就跟在后边。但是我看见陶家闺女背着个包袱。还背包袱私奔呢？有本事你们2个光腚跑算了，爹娘都不要了的畜生！爹，就先听听三哥继续说呗。要是他真的要走的话，三哥肯定也拦不住的，二哥也不会坐这儿了。林二强抬眸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小鱼，还是小妹懂他。那他要是真的和陶家闺女私奔了，老子还能让他坐在这儿给他说话的机会？我就给他摁在粪坑里溺死算了，全当没生过这个儿子。要是真私奔了，连带着你在若叶村都要遭人看不起。林老头说着是真的生气呀，这事儿严重性太大了。
而且家里若是出了一个名声不好的，连带着全家人的名声就都臭了。我不会连累小妹的。林二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倒是没事儿，我素来也不看重名声，我最担心的呀还是二哥了。要是真私奔了，陶家要你的命咋整啊？现在私奔必然是有目的的，比如说私奔被抓，陶家要林二强的命，林家会不会为了掩盖这桩丑事而同意让陶家入伙呢？是陶家闺女提的吧？林小鱼笃定地说。不是，是我的主意。你怕坏了陶小慧的名声，爹娘更不同意了，对不对？三哥都说了，你出门都没带什么呢，就带那些草圈圈，反倒是陶家闺女出门还带了个包袱呢。到底谁出的主意？大家都不傻呢。都这会儿了，你还维护她？好人家的闺女儿能跟人私奔？爹娘，你们别这么说小慧，她只是喜欢我，怕爹娘一直不肯，所以才想糊涂了。她已经被我劝回去了。二哥说谎。原来林二强看到陶小慧带了包袱，知道她要私奔，就说自己肚子疼，然后就跑回了家。回家就把自己关到屋里了。林三强是真怕林二强突然就收拾包袱真要去私奔，就把事情告诉了家里人。二哥，谁坏谁名声还不知道呢，你也别觉得对不起陶小慧，她一个闺女家的都有私奔的勇气呢，但是你没有，这不是勇气，你要是跟她私奔了，你就是个大傻子呢。可不是嘛，要私奔早干嘛不跟你私奔？上次不也是没成嘛，这次就非你不嫁啦。林二强抬头看了看，是柳絮。可是我和小慧相看了这么久，确实也耽误了她的时间，耽误了她的名声，我不能不娶她呀。你没碰她吧？小妹，你放心啊，我跟二哥跟得很紧的，他们没机会的。没有就行，一个黄花闺女，你耽误她啥啦？再说了，这些话是不是都是他和你说的？林二强不吭声。林家人都算看出来了，这林二强就是被陶小慧给牵着鼻子走了。幸好林二强还没有糊涂到一个地步，干不出那私奔的事儿。昨日让老二去相看了，今天陶家就搞出了这么个事儿。这事儿不是陶家老狐狸出的主意，我还都不信了。是不是的，就由时间来揭露真相。二哥，你也等着瞧，那个陶家闺女究竟是真的心里有你，还是一心想帮娘家呢？林小鱼笃定陶家计划落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说了林二强一顿，他也没有打算走，干脆就在娘家等着，等着看陶家还要出什么招数。三哥，这是干嘛呀？爹说新买的锁要把二哥锁起来，这样他就跑不了了。早上爹还气得要打断二哥的腿呢。林三强想了想，比起打断腿，还是把人给锁起来比较好。锁得住腿，锁得住心吗？二哥没私奔反而回家了，我相信二哥心里都清楚着呢。反正我相信二哥。小妹，你哎呀，行了行了，我看着二哥行了吧？你就去和爹说是我不让锁的。好吧。林小鱼就进了屋，林二强坐在凳子上，刚才他们的对话也都被林二强给听到了。小妹，你真的信我？信，你是我从小长大的二哥，不信你信谁啊？爹娘也是相信你的，要不然也不会听我的，一直不逼你。现在想把你锁在家里，只是不想冒丁点风险而已。林二强点点头，表示理解。二哥，我是真的相信你，主要是怪爹娘把你教得太好了，所以陶小慧说让你负责，你就得负责了。哎，二哥，你喜欢的是潘香草吧？林二强突然抬起头来，睁开了眼睛，然后又像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一样不吭声。不吭声就对了，反正陶小慧要干这私奔的事儿啊，咱爹娘是绝对容不下她的了。你到时候呢，就把香草取回来吧。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还欠着陶小慧的，咱们就给她2两银子，当给她添妆了。这样可以吗？这钱我来出。林二强感动地看着林小鱼，本来是哥哥要保护妹妹才对，而他这个没用的哥哥惹了事儿出来，还要妹妹帮忙善后。林家的，给我出来！林家的，你一边跟我闺女相看，一边又去跟潘家的人相看，当我们陶家的人好欺负吗？欺负了我闺女就这么算了啊！林二强，你这个负心汉，欺负我妹妹，我妹妹都要去自尽了，你竟然不吭声！老种，给我出来！一家子老种都给我出来！这是陶家人来闹事了，林小鱼和林二强也坐不住了，
只见陶家人都挤进了院子里面，一个个手里拿着锄头、柴刀的，一副就是来干架的样子。有话好好说，拿家伙干什么？我家老二是怎么了？你们来讨说法。李二强自己心里没数吗？他欺负了我妹妹，还不娶回去？你们就是欺负我们陶家的人。你说欺负了就欺负了，你躲着偷看了吗？是包谷地里还是瓜田地里啊？哪儿冒出的黄毛丫头？我要是亲眼看到他欺负我妹妹，我非打死他不可。你们说我欺负了就欺负了吗？让小慧出来说我和她的事，难道我不知道？林二哥，你说好的要娶我的，就不要在人前让我受辱了。嘿呀，男未婚女未嫁，一时把持不住也是有的，娶了吧。我瞧这2个孩子都挺好的，老林呐，你也别太干涉孩子们之间的事儿。可不就是嘛，人家闺女多可怜呐。大家不要误会啊，陶家妹子也没说什么吧？你们误会她，那她以后怎么做人呢？如果我二哥不娶她了，她可就嫁不出去了。这到时候家里的兄弟还行，嫂子看着她能爽利吗？如果我二哥真欺负她了，就让她亲口说出来，我一定给她主持公道呢。啊，我陶小慧一双眼珠子微微颤动着，却说不出话来了。快说呀，在家怎么和我们说的你就怎么说，让林家还你个公道。快说呀你，这时候变哑巴了。你说吧，若是我二哥真的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出来，我给你做主。你我都是女子，女子都是帮着女子的嘛。当然你要敢说，也要敢对天发誓，还要发毒誓，就发那种此生无人爱，无人赡养，孤老一生的毒誓，要不然哪有随随便便污蔑人的呀，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我和林二哥都是守礼的。在父兄那杀人一般的眼神注视下，他赶忙又补了一句，但是我们相看这么久了，林家也拿不出个章程出来，要活活的把我拖成一个老闺女，怎么也该你家做出一点弥补。你要什么弥补？但凡我林二强能给得起的都给。我呸，你个穷小子能给几个铜板呢？还不是要你这个妹妹开口。谁不知道你们林家现在能赚钱都是靠你妹妹呀。我妹妹脸皮薄，那就让我来说。林二强在和我妹妹相看的时候贪图我妹妹的美色。大哥，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大哥。他就将我妹妹给奸污了。你不会说话，我就当你是在放屁了。这样的话，只是你红口白牙在那里胡扯的。林小鱼扑上去就给了陶小慧的长兄一巴掌。二哥，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畜生不如的事情？你站到青天白日下，对天发誓。好，我若是对陶小慧有什么不轨的举，我林二强天打雷劈，死全家。我连陶小慧的手都没有摸过，贱人竟然打我！陶小慧的长兄扑上来就要打林小鱼，林大强一把就将人给抓住了。你发个毒誓，你刚才说如果你妹妹是假的，那你这辈子当男人不行，媳妇偷人，儿子不是你的，你就是个畜生不如的王八蛋。乡亲们，你们看到没有，我们是养闺女的人家，大家家里都是有闺女的，说这事出来就已经很痛心了，现在这林家还这么咄咄逼人，还要我们发毒誓，怎么能有这种道理呢？咋的，人家林二强都敢发毒誓，他怎么不敢发？可不是嘛，真拿闺女的名声污蔑人家呢。这闺女啊就不是亲生的了呀。就是啊，真是奇怪呀。你这张老臭嘴真是张口就来呀。我还说我和你家老太婆有一腿呢，你儿子还是我的种呢。来，你们2个都来叫我爹来啊。你岂有此理！陶家人手头里挥着锄头对准了林大强，哪里有这么侮辱人的？反正今日你们已经毁了我女儿的清白，就把你们家的马车赔偿给我们，要不然林二强就等着吃牢饭吧。爹，大家都静静，让我来说吧。陶家一开始和我家二强相看要10两银子，因为出不起就作罢了。后来又说起来，竟然是想要掺和我们的小生意，分走一半的利润。可怜我还有3个儿子没有娶妻，就不肯。之后又教唆他家闺女带着我家二小子私奔，没想到我家这二小子还没傻到这个份上，现在他们又用闺女的清白污蔑。林老头的话一出，一片哗然。这陶家人比地主还狠，一开口就要一半的利润，这咋的？闺女是9天玄女啊，瞧着也就那样啊。
可不是嘛，刚才还有一辆马车赔偿呢，肯定就是说假话。谁家闺女失了清白，不想先将人打死，反而要赔偿的呀？一时间，那些拿着锄头等武器的陶家人都默默地把东西放了下去。还有你们拿着家伙来我家可以，说是伤了人的话，咱们就去官府那里说话。哭啊，狠狠的哭，让他们心疼你。陶小慧是真哭了，清白也没了，现在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太丢人了。虽然你们陶家人这样的做派，我和小慧也没什么姻缘了，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你们不要这么欺负她。陶老头的拳头已经对着林二强的肚子狠狠地砸了下去。你一个狗东西，让你毁我女儿清白，没教养的臭小子！谁让你打我二哥了？你算什么东西，打我二哥？咋的？我糟蹋了你媳妇儿，你来打我呀？你儿子你女儿又不是我二弟生的。林大强一下子把陶老头给撂倒了，骑在他的身上就大骂：二哥，你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呗，人家家里的闲事你少管。再说陶小慧难道不知道他爹和他兄长图谋的是啥呀？你都是白挨揍呢，还害得其他哥哥帮你凑人，少不了等一下呀还要善后呢。林二强低着头承认自己错了，但是这时候林大强在打陶老头，林小鱼和林二强都没有瞧见。陶小慧的长兄抓起一把掉落在地上的柴刀，就要往林大强的肩膀砍去。突然兜头而来的一盆水让陶小慧的长兄动作停了停，他被浇了个透心凉。你好好清醒清醒，你这柴刀砍下去，你就得把牢底坐穿了。操你娘的，敢他妈阴我！林大强想到自己差点就被这个臭人给砍了，跳起来就打他的脸，一拳下去，鼻血就出来了。哎，别打了，哪个村的呀？来我们秋天要造寺啊！村长都被惊动了，在村长的指挥之下，村里人就把陶家人给清理出来，请到了林家小院的外头。婚事谈不拢就算了，别到我们秋田坳来做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林家在我们秋田坳那可是有口碑的，从来没做过什么作奸犯科之事，包括老林的4个儿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都是好样的小伙。你们这个欺人太甚，我们要去告官。我闺女的清白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没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大哥、三弟、四弟。进了屋，林二强就给一家人跪了下来。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是知道这次错大了，要是错在自己身上，自己扛也就算了，还差点连累了自家人。唉，算了，这件事儿啊，能让你看清就好了。左右你们都没受伤，正好让村里人都瞧瞧，我们林家也不是好欺负的。我的4个儿子都大了。二哥，以后不要再可怜那种不值当的女人，才和你见一面就花那么多钱，肯定不是个好东西。林二强重重点头。那潘家的香草怎么样啊？娶她行不？林二强顿时就脸红了。林小鱼就把林二强和潘香草以前就认识的事情给说了出来。林老太高兴地拍手：哎呦，缘分啊，真是缘分，今天也是个好日子，要不今天就去买点礼，咱们去潘家把这事情就给定下来吧。好，我去，我有经验了。林大强还真的赶马车就去买礼去了。林老太还特意叮嘱买好一点的，这一次林家闹了这么大的事儿，说出去总归不好听，还得潘家那边多担待一些呢。二哥，你换身新衣服去，这次不诓你了，是你自己去相看，可不是三哥了啊。林二强恍然大悟，原来一开始就是给他相看的呀。都是小妹的主意啊。唉，以前都是我傻，我换衣裳去。我要是能把香草娶回来，我这辈子都只会对她一个人好。小闺女啊，想吃什么？大娘给你做。我想吃炸糕，让4哥给我去买。柳絮眼睛咕噜的一转，就看到站在一边傻乐的林四强。你救的是大哥，应该让大哥给你买去，咋指派我呢？那卖炸糕的地方可远着呢，马车又被大哥驾去了。大娘，你看4哥。老四，你几岁人家几岁？你跟10岁的女娃计较，你大哥的恩人不就是你的恩人吗？
再说了，柳絮这么乖巧可爱，你就把她当妹妹一样，你就当娘生了个小妹以后，又给你生了个小小妹。哎，行，我去买，行了吧？四哥，我也一起去，顺便带我认认路。你们村我还不熟呢。臭丫头，别跟个跟屁虫一样。过了半个时辰，林大强就回来了。娘，你们快去吧，这不娶陶家的，省了老多钱呢。林小鱼也跟着爹娘还有二哥一起回去了。看到林家送给潘家的6样礼，他也是羡慕了。这可算是顶顶客气了，县城里的人娶媳妇儿也就这规格呗。谁知道林老太选出来的日子也是10日后，这确实怪赶的。不过呢，人家潘家人通情达理，知道陶家的事以后也没有介怀，只收了8两银子彩礼，说取个吉利的数就行，说只要他们2口子过得好就行。回到家里，林老太乐得嘴就没有合拢过。二哥，你老拿人家东西，这有没有送未来二嫂什么东西啊？草蛐蛐儿算吗？香草说她知道我人好，她就想嫁个好人，她什么都不要，也不带头花，我以后给她挣。拿着，别收出去，往后家里人多了，总有个计较的时候。这钱呢，你拿着，也不能让二嫂吃亏了。她不喜欢头花的话，你就给她打个银簪子也成。我以后赚钱了还你。还什么呀？自家兄妹，以前我成亲的时候，你不也给我添妆了吗？我那才多少钱？林小鱼看着天色也差不多了，就跟林老太招呼了一声，说要归家了。哎，今天多好的日子呀，你就要回去。小李和秋秋，牛大姐能照看好的，先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走。我炖了大肉呢，还有个小旭点名要吃的辣炒酸豆角。饭都放下去了，咱们早点吃，早点让你回去，路上还亮堂着呢啊！哎，林小鱼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四哥，我吃不完了。瞧你那点小饭量，难怪都不长肉。林四强嘟囔着，然后把柳絮吃剩的饭给端过来，筷子划一划，3两口的就拨进了自己的嘴里。林小鱼一看，拧了拧眉心。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马车离开了秋田坳，柳絮依依不舍地从车窗里面缩回了脑袋，然后他慢吞吞地蹭到林小鱼赶车的前头，冒出一个脑袋说：小鱼姐，我想和你说说话，可以不？想和我说什么？小鱼姐，你说我能嫁给四哥吗？柳絮，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我知道，在旁人眼里我跟四哥差辈分呗。虽然我非要叫他四哥，但是他就是比我大10来岁呢。是整整12岁呢，我四哥22岁了，你才10岁呢。那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啦，村里定亲的早12岁都有，13岁都生娃了呢。林小鱼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看到林小鱼沉默了，柳絮又问道：那小玉姐你换个想法，要是我20，四哥32，是不是我们差的就没有那么多了？可是现在也不行啊，你只有10岁呢，可能你没有长大，我四哥就要说清了。所以柳絮，你还是再等等吧，你的真命天子呢会出现的，只是时候没到。是这样吗？要是我大一点就好了。林小鱼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马儿长鸣了一声，2个马蹄一下子抬了起来。柳絮抱着腿掉在路边的哀嚎声传来。小旭，你没事吧？林小鱼就赶紧跳下了马车，他正搀扶着柳絮，就看到在渐黑的天色下，是一条长长的草绳拦住了马车的去路。柳絮，我们可能遇到危险了，我抱着你上马，痛的话也忍着点，抱紧没痕，他不会把你甩下去的。这时绳子两头各走出一个人，正是陶家的2个儿子。你这个小贱人，可让我们逮着你了！你爹娘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在背后出主意，我妹妹能力是倒戈吗？今天我们兄弟俩就要来好好教训教训你。林小玉已经把马解掉了车，然后重重的一拍马臀，梅痕长鸣一声，就飞快的跑开了。有话可以好好说，你们想污蔑我二哥，这万万不行的。我劝你们也冷静冷静，你们伤害了我，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哼，这僻静的地方，我们就把你打个半死，又怎么着了？听说你是林家人最宝贝的，
就要打你出这口恶气。二弟，你拦住这个小娘们儿，弄死她，给我弄死她！陶家老二就一个推手把林小鱼打倒在了地上，一个拳头就要往林小鱼脸上砸过去。但是这时马蹄声又响了起来，陶家老二和林小鱼都齐齐抬头去看，只见枣红色的马又跑了回来，他一个飞身下马，冲刺着就朝着林小鱼这边跑来。你什么人呢你别多管闲事，我告诉你啊！他男人。吕成行从齿缝里蹦出了一句话，然后一个拳头就把陶家老二打出去了半米远，然后一脚踩在他的肚子上，狠狠地用脚碾着。我错了，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让他给我们认个错而已，并不是要伤害他呀。你放过我们吧。陶家长子跟没骨气的软脚虾一样，膝盖一软就给吕成行跪了下来，眼泪鼻血的哗啦啦的流着。你别想对我们怎么样，你这样我们可是要报官的。那就先揍你们一顿，再去报官好了。吕成行说着，就一脚又把陶老二撂倒。好了，将他们送衙门里去吧，要不然去迟了，衙门也关门了。林小鱼不得不感慨，这男人也是真狠呐，打人专门打脸。吕成行听了林小鱼的话，就用陶家两兄弟带来的用来绊马的草绳，将他们二人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宛如粽子一般，然后丢到马车厢上。小旭呢？我回到家，牛婆婆说你回娘家了，娘家有些麻烦事儿，我就想着走过来接你。我来的时候就瞧见那小姑娘抱着马就冲过来了，我拉住了马，她告诉我你有危险，我就把她提了下来，把她扔在路边了。林小鱼见他还理直气壮的样子，一个小粉拳就落在了他的胸口。柳大哥跑船去做生意了，把柳絮托付给了我，要是把他给弄丢了可咋整啊？林小鱼把马车弄好，就按照吕成行说的方向去找柳絮了。柳絮就坐在路边，看到马车来了，拼命的挥手。小鱼姐，我还以为你要出事了呢，我好像掉下来的时候摔断腿了，怎么办？我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走路了？瞎想什么呢？我们正好要把那两个坏人送衙门里去，再送你去医馆瞧瞧。林小鱼就把柳絮抱到了车厢上。柳絮虽然脚不能动，但是小爪子就伸向了陶家两兄弟，又是揪耳朵，又是扯头发，最后不解恨，还张嘴就咬。吕成行把陶家两兄弟丢进了县衙，林小鱼抱着柳絮也进了去。吕成行就赶着马车去请大夫了，为了不耽误事儿，就让大夫来县衙给柳絮诊治。这二人是犯了何事被毒打致死，而且被捆了起来？找范县令出来审审不就知道了。我回家路上被他们二人拦住，不知道是想谋财还是害命，幸好我男人及时赶到，就把他们捆了起来，打了一顿。堂下妇人，你说这二人是对你谋财害命的凶徒？是啊。你不是那个若叶村吕家的妇人？本官记得你在发大水的时候有功，救了全村的村民。林小鱼听着范子玲温润的声音，心里也舒坦了许多。民妇林小鱼，范大人唤我林小鱼即可。好，这二人竟然这般胆大妄为，对你们二人下手。这孩子的伤也是他们二人弄的吗？是他们绊了马，掉下马所致。虽然不是他们亲手所为，但是他们做的也没错。青天大老爷明鉴呐，我们只是路过那里，就被这凶狠的女人和她男人打了一顿，还有这个小狗崽子还咬我们。你们是哪个村的人？事发当时又在哪里？天色已经昏暗，家家户户都已经升起炊烟，你们又为何逗留在外？我来回答吧。事发地在秋田坳不远处的路上，他们兄弟二人不是这个村子的，而且也不会刚好经过那里。捆着他们的麻绳也是他们带来绊马的。不是这样的，他撒谎。对，我大哥说的对。那来人，将陶老二带入内堂审问。你们既然说林小鱼在撒谎，那你说，你们去秋田坳村外是为了什么？带着绳子，又是为何？我们是去捕鱼，路过秋田坳外面有一条河。对，这个草绳，草绳是我们拿来串鱼的。把陶家长子带入内堂，换陶老二问话。
范子玲还是原来那番问话。陶老二想了一会儿，我和我大哥是想去买柴火，那边靠山柴火多，所以我们带着绳子去捆柴。好，范大人审得好。这两个人就是准备谋财害命，我看要狠狠地打他们才会说实话。还是范大人厉害，不愧是我们的父母官，为民做主啊！青天大老爷，我们不该撒谎，我们是想教训一下这个林小鱼而已。本官不会再被你们骗第二次了，用刑吧，一人杖责20仙。范县令断案虽然准，但是为人还是太良善了一些啊，以前都舍不得打这些满嘴谎话的人，这次可算是要打了。可不是嘛，打板子下去不就什么都招了？打得好呢！范子玲听着下面百姓的议论声，忍不住轻咳一声。大人，我们招呀！今日我们故意坏了妹妹的名声，就想得到林家的钱财，但是没有成功啊！妹妹名声又被我们坏了，我们就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没有要做什么坏事儿，就只准备把她的衣服也扒了，绑在树上，让大家都瞧瞧。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这扒光了衣服绑在树上让人看，无异于在杀人呢。那些个贞洁烈女当即就会一头扎进河里跳水而死，就是那些个没胆子的，这辈子也都会抬不起头来。范大人严惩！范大人为民做主，一定要让他们把牢底坐穿。谁家都有个女人的，没想到这两个恶徒竟然心思这么歹毒，一定要杀鸡儆猴，让其他人不敢再有这些心思。青天大老爷，我真的只是一时冲动啊，而且也只是想想而已，我们还没有这么做呀。其心当诛，念你们是初犯，就判刑1年。陶家二子哭得稀里哗啦，林小玉看着他们，心头倒是舒坦了。这范县令看着年轻，办案还是有自己的手腕的。看着陶家长子和陶家老二被差役上了锁头带下去了，他是真的出了一大口恶气。傻丫头，疼也不喊出来。以前我和村里小孩打架的时候，他们打输了还有娘疼，我输了，我爹就让我下次狠狠打回去，喊疼了不还是会疼吗？刘大哥咋把你当男孩子一样训呢？你喊疼了，关心你的人自然会心疼，你感受到旁人的关心，兴许就没有那么疼了呢。真的吗？我跟你一起去。吕成行自发的就跟在林小鱼身后。二人进了后堂，天色已暗，公堂的后面已经点了烛火。范子玲看到他们夫妇二人进来，伸手就对他们恭恭敬敬的依了一礼。范大人这是无妨，这一宫是替百姓居的，要不是你们夫妇二人奔走相告，若叶村岂能在这台风里只有1名老妇伤亡？只是小事而已。大难临头，百姓都纷纷自保，谁还会顾及他人？你们隔壁的上林村死了整整18人，还有另一边的下叶村死了16人，还有其余各村纷纷有所伤亡。本官身为父母官，也是格外的痛心啊。这是不知道上回我和你们村村长说的事儿，他可安排村民和你们道歉了？林小鱼就不想去细细追究了，只是唇角勾了勾，然后点了点头。范子玲也没有往深处去想，这才揭开红布。这是本官对你的谢礼，身为父母官，感谢你们夫妇至少救了村里10几人的性命。林小鱼看着被揭开的红布下面竟然是一条熏猪腿，肥瘦相间，若是片点肉片来随便炒点菜叶子，味道应该也是特别的好。除此之外，还有一袋用麻袋装着的大米，从麻袋上头略大的缝隙处可以瞧见。只是一些实在的东西，本官俸禄有限，还请多多包涵。不，我很喜欢，那就谢谢范大人了。范子玲点点头，看到吕成行一手提着麻袋，一手扛着猪腿，已经往外走了。这对夫妇真的也是实在人。小鱼姐，我咋觉得我和被你们扛的那个大猪腿差不多嘞？还真是差不多嘞，分量差不多。小鱼姐，好了，不笑话你了，
刚才大夫那里付了多少诊金，到时候我让我家老头还给你哦。还跟我客气呢，你这伤说白了也是我连累的，要不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也不至于跌下马。哎，那行吧。不过小鱼姐，你不是还要去赶海，也照顾不了我吗？姐夫不方便，你是不是要重新找个人照顾我？小树娘，不行，他家不太合适。那你是想要去谁家？我想去住4个家，大娘还有大嫂都是女人，照顾我也方便。小鱼姐，求你了。行行行。娇滴滴的恳求的声音让林小鱼无法拒绝。来了来了，还以为你今儿不回来了呢，要不然得耽误一日赶海呢。这赚钱还是要紧着。哎，阿行也回来了，好啊好啊。小旭呢？说来话长，小旭摔了腿，等过了今晚呀，就把他送我娘家那边去，照顾他的人也方便一点。牛婆婆看着柳絮的腿都绑上木板了，更是惊得瞪大了双眸。这咋回事？咋弄成这样了？大夫咋说的？这好好的闺女，没事没事，已经接骨了，就是要好好养着。牛婆婆，你别担心了。林小鱼说着就把柳絮搬进去了。爹娘，你们回来了。乖乖睡觉，明天起来再说。俩小的吃了我做的麻糍睡了，麻糍在锅里蒸得软软的，撒了一些红糖，两个娃都爱吃。这麻糍饥肚子，不敢让他们多吃。婆婆，你看着呀，我们是放心的。柳絮是摔了腿，你一个人搬过去也不方便，我娘家那边人手多嘛。阿行，你这次可不出门了吧？钱少赚点没事儿，家里没个男人总是不行的。你还是在家陪着小鱼和俩孩子。你可有被人欺负？林小鱼摇了摇头。谁敢欺负我？我不欺负旁人就不错了。我以后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守着。林小鱼在桌底下的脚轻轻地碰了碰他，说这些怪不好意思的。牛婆婆笑得一脸和蔼，然后就站了起来。你们小两口小别胜新婚的，别和我坐在这里耽搁时光了，快去睡。今夜赶海还比昨儿早呢。对了，牛婆婆，以往我不在那儿啊，也能去赶海的。反正这件事情呢，都交给两个小子了。成。林小鱼折回来的时候，一只大手搂着她的腰肢，就把她揽入了怀中，然后下巴抵在她的脑袋上，鼻尖喷洒着温热的气息。又开始赶海了，太辛苦了，赚钱的事儿有我呢。吕成行说着，从怀里摸出了银票，就往林小鱼的手里面塞过去。这段时间倒是发生了不少事儿，你要不要听？快松开。坐着说，要去抱你，去床上说。林小鱼只好点了点头，这样的姿势在哪里也都是差不多的样子嘛。吕成行就抱着林小鱼到了床上，两人面对面的躺着。吕成行听着林小鱼把这几日的事情都给说了不要太辛苦，你就是闲不下来呀。哎呀，这不是刚好和柳大哥合计到这儿了，而且现在呢又把事情交给两个小子了嘛，也累不着。我呢就半夜起来给他们拉个马车的事儿。以后这事情也由我来，你就躺在家里就行。那我不迟早得飞成一团肉啊？那也无妨。你哪来那么多钱啊？林小鱼攥着手上的银票，刚才在灶房里他就看了一眼，可都是100两一张的银票呢。吕成行直接带回来500两银子，是以前的欠我的人情的人给的，安心拿着用就是了，没事的。这人情可真值钱。林小鱼知道吕成行的身份肯定不是平民，正想要问的时候，已经被吕成行堵住了唇。小别胜新婚，离开这么久，他早就情难自禁了。特别是被吕成行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林小鱼整个人如同被碾过一般。昨日里的欢愉，到了今日留下的都是酸疼。哎我，梦里还想着赚钱。什么时辰了，你竟然也不叫我呢？什么时辰也不耽误你休息。昨日里我把马车拉出去了，他们把海货运回来的时候开了厦门，现在来了一个闺女，是村里的，来帮忙分拣海货的，粥也在锅里煮了。怎么衣服都不让我自己穿了？我比较熟练。吕成行果然轻松的就给林小鱼扣上了扣子。林小鱼脸愈发有些红，这厮他话里有话呀。娘娘，妹妹被老鼠咬了。老鼠？林小鱼不敢置信地皱着眉头，然后把秋秋的脚给拿起来瞧了瞧，只见秋秋的脚趾上果然有2个乌青的印子，
他心疼地轻轻抚摸着秋秋的小脚丫。怎么会有老鼠呢？娘，是有老鼠，我昨晚把它们赶跑了，没想到妹妹被咬了。怎么老鼠咬你都不知道啊？这是睡醒了才知道疼啊？弟弟回来了，弟弟给我养一只小猫吧，要能抓老鼠的那种。秋秋上次想养小野兔，娘不也答应了吗？养野兔多放点菜叶或者草，咱们去外婆家一日也没事儿。但是养小猫咪就不行了，它要吃饭呢。娘能天天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呢？不能。没事儿，咱们以后搬县城里去，县城里老鼠少。小鱼姐，你们真的要因为老鼠多搬到县城里去啊？不是，早就要搬了，只是城里的老鼠啊也确实少一点。林小鱼说，不过她的手还在揉着秋秋的脚趾，这被老鼠咬了也不是闹着玩的，她得带孩子去县城里瞧一瞧才行。女婿可算是回来了，好久不见，瞧着瘦了点儿。少娘担心了。大娘，哎，小旭咋还不下来呢？看到柳絮的脸都皱巴成了一团，他心疼地说：哎呦，我的闺女啊，咋弄成这样了？这是跌哪个坑里去了吗？大娘，我疼，骨头错位了，大夫给生生掰回来的。林老太就搂着柳絮的脑袋，把她往自己怀里埋。哎呦，可怜的闺女啊，可怜家家的，以后就住大娘这儿，小鱼她还要照顾俩小的，肯定没有空细致照顾你，大娘来照顾你，给你炖大骨汤喝，都说吃啥补啥，肯定能好得快。大娘，你对我最好了。外婆，我脚也疼，昨晚老鼠咬我脚了。咋啦？我们秋秋也是个小可怜儿，来，外婆瞧瞧。林老太忙不过来了，快要又给秋秋看看，瞧见秋秋没有破皮，就对林小鱼说：你给他涂点伤药啊，这老鼠的牙最毒了，没破皮就好。前2年老鼠咬了村里一个孩子的腿，那腿整个都烂得没法看。等会儿就带去县城里让大夫瞧瞧。好的。林小鱼正准备走的时候，就瞧见林家屋门口不远处的5个稻草垛子后面猫着一个人，躲躲闪闪的。谁在那躲着呢？只见陶家的闺女陶小慧走了出来，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唇。是我。你来干什么？我们林家一点也不欢迎你。林小鱼还没告诉林老太昨天的事儿呢，她暂时也没说，要不然林老太得恨不得把陶小慧给劈了不成。你干嘛？二哥，林二哥，你出来，我有几句话想要和你说一下。做的事是我爹娘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你看我也没有诬陷你，不是吗？现在我的名声也毁了，你出来和我说几句话不该吗？想来是三哥在屋里把门给死死地摁住了。你这大闺女家的还要不要脸了？我们家老二都定亲了，难道你不知道这事儿？还有什么好说的？要说你跟我说。小妹，你来了呀，又叫你看笑话了。我就是听到他喊我想出去瞧瞧，没别的意思。老三拦了我一下，我仔细想想，这事儿确实不太妥当的样子，毕竟我都定亲了。可不是，你今天去见了他，他红口白牙的出去胡说什么的话，到时候万一香草不要你了呢？我知道了，小妹，在成亲前我哪里也不出去，我就在屋里待着，除了去灶房和茅房和沐浴房，其他地方我都不去。林二强，我名声都被你毁了，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不娶我让我怎么活？林二强！林老太已经把他给揪出了自家院子外。我和他本就没什么，他的名声也是他爹和他兄长毁的，他为什么要怪罪到我的头上呢？他这么说，我心里很不好受。二哥，你太善良了，所以你理解不了。他这么说呀，就是为了让你同情他。如果你没有香草这个未来嫂子，你现在会不会想的就是，要不娶了她吧？确实，他名声毁了，怪可怜的，真的。大哥差点被陶家的人砍死呢。林二强说这话的时候，眼圈都有些发红。看来二哥还是可以的。是你，都是你唆使的林二哥，对不对？陶小慧凶狠的就要扑过去挠林小鱼的脸，他还没有碰到林小鱼的衣角呢，林小鱼就被吕成兴一把拉了过去。
吕成行一脚就踹在陶小慧肚子上，将她踹倒在地。你是什么人？竟然打女人！陶小慧捂着肚子，气愤地看着吕成行，但是看到他英俊的脸，还是微微愣了几分。林小鱼嫌弃地看着陶小慧：“你也知道你是个女人，跑来人家家门口这么大喊大叫，到底是谁毁了你自己的名声？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说你不再纠缠下去，这事儿顶多也就是我们村子里人知道，我们不出去说三道四也影响不了你。谁还不知道啊？这周边的都知道了。可她明明是个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总不能脱下裤子来让人去检查吧？周边的都知道，远处的总不知道吧？至于真相，你以后未来相公还能不知道吗？你现在若是要闹下去，我二哥也不可能娶你的，他心里已经有人了，没有你的位置。胡说，你胡说！林二哥明明是喜欢我的。陶小慧还不甘心的探头朝屋里喊：“林二哥，你说句话呀你！”老二，你应他一声，让这个臭不要脸的死了这条心。陶家妹子，我们缘分已尽，我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看开点吧，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的。林二哥，陶小慧气得把唇都快要咬破了。我和你说的事情，你好好想想吧，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哎，小慧，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你家出事了，你两个哥哥都要坐牢，差役来你家里了，你爹跟着去县城了。陶小慧不甘地朝着林二强的屋子看了一眼，气得跺了跺脚以后就跑了。这陶家两个儿子出什么事儿了？我看他们长得也都不像好人，难怪要坐牢呢。娘，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但是秋秋要赶着去看大夫嘞，我们先走一步了，不如就让柳絮慢慢告诉你吧。说着，林小鱼就爬上了马车。林老太看着吕成行赶着马车走了，这才琢磨过味儿来。小旭呀，这陶家两个儿子该不会是昨儿对你们下手了，所以今日里才要坐牢的吧？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大娘你真聪明，一猜就猜到了。林小鱼一家子到了县城，回春堂。那老大夫是昨日里给柳絮接骨的大夫，看到吕成行当即就认出来了，耐心地问道：“可是昨日那小闺女胡乱动弹，固定的木板散了？”大夫，不是昨日的那个。大夫，是我被咬了。来，我瞧瞧，这不都没破皮吗？你们这当爹娘的也太过小心谨慎了些，来得迟一些，可能淤青都退了。林小鱼被大夫说的有些脸色微红。那没事了。自然是没事，不过你们既然来了，我给这小丫头看看也行。我瞧着她有些积食，张开嘴，我瞧瞧。那就开点消食的药吧。大夫点点头，检查完秋秋，又检查了小李，果然两个小的都有些积食，就给他们开了一点消食的药。林小鱼去付了银子，拿了药，就看到吕成行一手牵着一个走了出来。秋秋，疼不？不疼了，大夫都说没事呢，我不摸就不疼，摸一下还有点疼，走路不疼。我们先去买个捕鼠笼，再去找林伢子买房子吧，这次还算运气好呢。好。哎呦，来了，这回是筹好了钱要去买那个屋。哎，是的。正好，你们也不用下来了，我上去。那个屋主啊，正准备叫我过去商议下，将那宅子便宜个几两出售呢。咱们正好去给他便宜拿下。这两个都是你家的？嗯。莫不是龙凤双生子啊？果然长得不一样啊，一个随爹，一个随娘。哎呦，这稀罕呐！大妹子果真是有福之人呐。是呀。林小鱼和林伢子也寒暄了一番，没一会儿马车就到了城西的那个宅子。哎呀，来的有点迟了，你们看这房子能便宜多少卖啊？这么大的宅子确实也不好出手啊。哎呀妈呀，县太爷，草民林仁贵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范县令在这里，刚才说的话冒犯了。林伢子腿一软就跪下了，一边擦汗一边左右看看。别跪，我现在在自己家中，无需如此。这是我曾经住过的老宅，就想早点出手，
所以就将你叫了来。以往这房主……林伢子哆嗦着腿站起来，以前都是让家中老仆与你联系的。范县令话音刚落，那老仆就从屋里走出来，恭敬地站在范子玲的身边。范县令，我看中你家这老宅了，你看能便宜多少卖呀？林伢子拼命地给林小鱼使着眼色，这乡下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吧！既然知道这房主是范县令，竟然还敢要便宜一些。林小鱼，我们还真是有缘呐！既然你想买本官的房子，那念在你救了一个村的百姓的份上，我给你便宜50两银子吧。50两？林小鱼的瞳孔也微微的放大了。50两太多了呀，这太占您便宜了。那就按照原价600两吧。这老宅呀，本是我与爹娘住过的，以前在葡萄架下摘葡萄纳凉，还有在这个院子里和老李叔除草，每一处都有我的回忆。之所以让老仆悄悄拿来卖，就是想卖给需要的人，而不是买了空置的人。我希望这院子里呀，继续热闹下去，多承载点爱和亲情。这房子我们要的，主要是钱。我们昨儿个呀，还拿了范县令您赏的东西呢。说了少50两银子，就少50两银子。昨日那个是我以县令的身份，今日这个是以我范某人自己的身份，于公于私罢了。林小鱼和吕成行相视一眼，二人只能答应。总归在晌午之前就把契书签好了，白契是林伢子这里的，又送去官府签了红契。以后这房子就交托给你了。范大人，你日后若是想来这里坐坐，就直接来，毕竟这里承载了你不少回忆呢。范子玲点点头，看着没有割完草的院子，他提出了一个请求。那我能把院子里的草割完了再走吗？总觉得做这些琐事心静得很。自然是可以的。有房子了，我们要搬新家了。这里的房子好高好大好宽敞啊，院子的墙也好高，别人都看不到我们的屋里。少爷，你也是想成家了呀？李叔，你又来了。我只是觉得将宅子便宜卖给他们，我觉得很好。哎，老爷来信又得催了。李叔，我们比比，我割这一片，你割那一片，看谁先把这里的草割干净。哎，少爷，你都当官了，咋还和小时候一样啊？你们可是不知道啊，那宅子的主人竟然是范大人。范大人那真是顶顶的好官呐，卖宅子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要是早说了，他那宅子呀早就被抢疯了好吗？刨去那些个拍马屁的，此地能养出范大人这般钟灵毓秀的人才，可不就是宝地吗？当然我帮范县令卖出了宅子，我在他跟前也是能排上号的人了。看来是我捡便宜了。林伢子看到林小鱼来了，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生怕林小鱼给他揭穿了他在范县令跟前那个窘态，就尴尬的说我就和他们随便说说。林大哥说的呀都是事实呢，就是你这走得太急，这中人费都不要了。是这事儿啊，进去说。大妹子啊，你这中人费就算了，但是在我们这行是不合规矩的，出去你就说给了就行。这怎么能算了？不能算的啊！你跟我堂兄那是啥关系？铁打的关系。还有，我这是帮县太爷卖屋，出去够我吹嘘一辈子了呢。林小鱼就从怀里掏出了5两银子，放在他的桌子上，行情价约莫是房价的1成。不行，你拿一半回去。那一半你拿3两银子，不能再少了啊！因为这事儿也替我们跑了好几趟了，而且要不是给我们留屋啊，兴许我们还买不到这里呢。林小鱼是非常感激林伢子的，林伢子只好收下了。林小鱼又说，林大哥，关于你这个卖房子，我有个不错的想法，不过这几日忙着搬家，不能和你细说，等过2日我来找你说。行，赚钱的事儿我肯定照做。范县令，不如夜里饭在这里吃吧。不了，刚才衙门里出了点事儿，刚喊我回去呢。那就太谢谢您了，这房子给我们便宜这么多，竟然还帮我们除草呢。就当是我和这宅子做个告别。你要是想来割草，我们家大门永远为您敞开呢。不过他没好意思说，而且秋秋养的小野兔放出来，就可以把这边新长出的草给啃得干干净净的，大概率也是不需要再除草的。
哦，对了，就是那陶家的老妇今早来县衙闹事了，因为昨夜天色已晚，差役就趁早去通知陶家二子的家人他们入狱的事儿，没想到他来大闹了一通，是也让人将其杖责了20板子，说是子不教父之过。真的啊？真的，差役刚才来告诉我的。林小鱼就把陶家和自家过节都告诉了范子玲，而且自己的二哥很快就要成亲了，这陶老头被打了20个板子，应该能消停好长一段时日了，他能不高兴吗？那应该是在你二哥成亲的时候，他下不来床的。林小鱼点点头，正合我意。那本官就告辞了。我现在心里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终于有自己买的房子了，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你喜欢就好。哥哥，爹娘不带我们抱抱，那我们2个人抱抱。说着，二人还真抱在了一起。你们怎么都要学啊？就要和娘学，嘿嘿。娘，我和哥哥睡哪间？这里屋子太多了。随你自己选。哎，要不晌午饭去娘那儿吃？柳絮跟他说了昨天的事情，娘应该会担心吧。秋田坳，李老太搬了一个高凳子坐在院子里等。大娘，你不要急嘛，小玉就有姐夫陪着，不会有事的呢。你不知道昨天姐夫有多厉害，一个拳头一个脚就把2个混蛋给制服了。他的拳头宛如沙包一样，他出脚特别快，就这样。哎呀，你这小闺女，另一个脚都断了，你还折腾？我就是气你小鱼姐，自己出了这事儿，来的时候一声不吭，还要我从你嘴里知道，你说哪个当娘的不生气吗？不生气，大嫂子都做饭了，大娘不是说给我炖大棒骨的吗？哎呀，大棒骨交代老四买了，也不知道他记着不，要是忘了，我就打死你个臭小子。四哥肯定不会忘的。你个不让人省心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要是早知道，我和你爹你哥昨夜里就去县衙里给你撑腰了，多气人呐！娘，没担心的哭吧？林老太把他的手拍开，哎呀，去，谁要为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哭来着？小鱼姐，本来大娘是想哭的，但是我太可爱了，我一直逗她笑来着，她就把眼泪憋回去了。你们1个2个的都埋汰我。小妹，晌午在这里吃吧，大哥带着小满出去买零嘴了，等会儿叫小满分面给秋秋和小李。林小鱼点了点头，也没跟他客气。娘，我们家……林小鱼正准备开口告诉他买房的好消息，这时外面马蹄声响起，是林四强回来了。小妹，海陆出货找好了，我去了邻县几个大户家里，每家都表示一日能收个10来斤。真的？真的，鱼虾蟹螺都可以。四哥，你真厉害！咋谈下来的？就塞了点钱呗。我也是听人说的，外加自己琢磨的。小妹，我是不是做错了？没做错呀，你是给钱的，你有啥错呀？就是收钱的，要是主家查下来的话，可能会吃一些排头的。那不会的，那几家的管事都是主家的亲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再说咱们的海货价钱也是实在的。四哥，你尽管去弄吧，海货管够，说是不够啊，还能让隔壁村的人一起来赶海呢。哦，对了，大棒骨。四哥，油腻腻的，你让我生啃啊。让你看仔细了，是大棒骨，我还特意问了是后腿是右腿，要不然我忘了，我娘非骂我不可。他想起昨夜里赶海的钱都还没有给呢，还有2个小子的钱。回到家里时，大头和小航就已经在门口守着了，看到人，小航忍不住埋怨几句。这么晚才回来，我就说昨晚就应该提的，现在村里人还找咱们要钱呢。他要是跑了，咱们哪里垫得起这么多钱呢？我爹能打，也打不过半个村子里的人呐。好了，这事儿啊是我不对，我忘了，因为我家秋秋啊被老鼠咬了，就去县城里看大夫了。拿着，不敢拿，以后跟着我干，你们可是大管事呢，可不止斤收5两银子，说不准到时候10两、20两、100两呢。真的吗？那这个钱太大了，我们怎么去把它找成散钱呢？钱庄就行，以后这些事情啊就交给你们了，给大家分钱的事儿。哎，对了，14嘛，会记账吗？最好弄个账本。我认字儿，我爹送我去念过学堂，就读了2年，
不过一般简单的字儿我还是认识的。行，我明日呀给你个本子，你把账给记上，每个人拿了多少钱和扣了多少钱。这个钱真的给我们管了？真的？当然是真的。现在赶海的人就差不多60几人了，也管不了几天。用完了呀，记得来找我要。还有那些拿海草石头充数的，我会让小黎记下来。你们在每个人用的桶上啊都写上名字，这样的话偷懒的以后就不用他们了。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这银子不会是假的吧？我们现在就去钱庄换钱呗，不会是假的。小玉姐都相信我们，我们也要相信她呀。我爹娘还笑话我不干正事儿，这要是真钱，我就可以告诉他们我是能管5两银子的小管事了。瞧你养的这2个小家伙，还生怕我在家里偷偷吃饭了，一直盯着我来。这不，你这边吹烟不冒了，就把我揪过来了。做得好。林小鱼冲着2个小家伙竖起了大拇指。林小鱼看着小李和秋秋一左一右的搀扶着牛婆婆，心里也是欣慰。小鱼啊，这啥大日子啊？坐下来边吃边说吧。这时吕成行也回来了，又提了2只兔子来。将捆了脚的兔子丢在院子里以后，他就进灶房洗手。你那陷阱里还有猎物呢？也不知什么时候掉进去的，都饿瘦了。没事儿，爹爹，我和哥哥可以取个最嫩最新鲜的小草来喂兔子，肯定把它们喂得肥肥的。小李也点点头，表示自己可以。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是啥好事情？就是买房了。啥？在县城买房了？林小鱼重重点头。哎呀，我这心里嘎吱的乐呀！咱们村里能在县城买房的能有几个呀？像你们这点岁数就能买房的，你们2口子可是头一份。太好了，太好了！小鱼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牛婆婆，吃鱼？要吃要吃，这石斑鱼太虾了，给2个小家伙吃。哎呀，牛婆婆你也吃，这一晚上啊，总能抓上3、4条来的。嗨，这哪是吃鱼啊，这是让我吃钱啊！咋还不能说？现在我让村里人赶海，少说一日啊能赚这个数呢。这知道了，自然会有几个得了红眼病的，到时候麻烦得很呢。小鱼说的也有道理，咱们就关起门来吃肉，给俩孩子养得胖胖的，让旁人都瞧不出来咱们能挣钱，免得多生事端。哎，别起来，我去就行。我睡不着，过来瞧瞧。两人出门，小航和大头正拉着一马车的海货在院门口等着呢。小鱼姐，小鱼姐，林小鱼指了指屋里，示意他们声音轻一些。昨儿一共是53个人，今儿是60个人，一共给了2两2钱60文，其中还有葛大锤捞到石斑鱼1条，赏5文。这纸条就放我这儿了，我过几日给你买个本子和笔去，还有你这字，要不抽空练练吧。还有空呢也叫大头认几个字吧，什么时候你这字能见人了，还有大头识字了，我再给你们涨工钱。真的吗？太好了！我就知道跟着小鱼姐肯定能有大出息，我一定好好学认字儿。赶紧回去睡觉吧。林小鱼挥了挥手，林小鱼就拉着吕成行去睡觉了。第2日一早的时候，林小鱼早就想好了今日要做的事情，便是去刘克楼吃一顿大餐。除了牛婆婆，其他该通知的人也要通知。今儿吃什么呀？棒骨粥。相公，你再盛一碗，我等一下呀给小黎端过去。小鱼姐，先吃。田小黎怕耽误干活，果然端起粥碗，咕咚咕咚的就往肚子里咽。小妹，可弄好了？这货可紧俏着呢。你家这帮忙的小闺女来得及吗？小雨姐，我这还有一点就好了。四哥，你回去和咱们爹娘说一下，今日就去刘克楼吃饭了。你卖完这些海货就直接去接他们，咱们刘克楼碰面。是有什么事儿吗？先保密，到时候咱们在饭桌上说。好。小雨姐，我这里好了。林四强把东西装在马车上就走了。小黎，等会儿别回去了，我带你去县城里吃饭。啊，我也要去啊。怎么，你不想去？我还没有去过县城呢。不过我还是不去了，我太倒霉了，万一遇到什么事儿，我怕坏了你们的兴致。我说了算，必须去。你回去和你爹娘说一声吧。田小黎轻声哼哼，心头是数不出的开心和畅快。要去县城里玩喽！走吧，你坐这儿，还能看看外面的风景。姐姐，外边可以看到山上红红的花呢。这时路过邻村，
村口玩耍的小孩看到马车就兴奋地高声喊叫起来：啊，马车，大马车，我好想坐一下马车啊！谢谢小鱼姐。以为田小丽谢的是带她去吃饭的事情，也就点了点头。马车很快就到了留客楼。恭喜大妹子得偿所愿了，以后啊离得我这儿也近了。林大厨，你这么快就知道呢？你堂弟也不替我保密的。这是好事儿，当然要告诉我了。哎，现在蛏子不多，你的海货要是实在没有去处的话，我也是能收的，不差这一桶。林大厨，这不是卖给你的，这是我们自己吃的。酒楼里能不能就收我们哥加工钱啊？要不然酒楼的饭菜我也是付不起的。没事没事，既然海货你自己都带了，那我就不收钱了，再给你添一些旁的肉啊菜啊的，我做的宝塔肉顶好吃，等会儿给你们上一盘。林小鱼就只能答应了。小鱼姐，这些能吃吗？你们3个呀，一人吃1个，要不然等人齐了，他们就都没得吃了。等了一会儿，林四强驾着马车就来了。哎呀，这小丫头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就把她也带来了。看着矮，没想到还有点分量。四哥，是你太弱了。是来扳手腕，还是等你好了咱们打一架？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就不知道你四哥强着呢。小妹，今日是有什么事儿吗？我们要来这里，这酒楼的饭菜不便宜呢。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你来说。他把吕成行给推了出来。爹娘，几位兄长，我们在县城里买房了。小鱼说这是好事，所以一家人来酒楼里吃顿饭。吕成行就面色淡然地说出了这件事，但是林家人已经愣了，特别是林老头和林老太。华大小姑，你这刚买了房，手头也不宽裕，咱们就不用来这么好的地方吃了。我知道县城有家羊肉汤馆，你大哥带我来吃过的，1碗汤才5文钱，一个炊饼1文钱，咱们一家就去那儿吃吧，趁着现在没上什么菜。哎，上菜喽！哎，这卤猪蹄啊，蘸酱吃，味道一绝。哎，还有这个宝塔肉，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哎，这个醉虾呀，也是林大厨的招牌菜。哎，还有海胆炒饭、盐焗蛏子、清蒸石斑鱼、清蒸丁螺、红烧鳗鱼包、香葱海鲜。哎，还有这个八宝鸭、蜜汁青翅、清炒菜心。最后林老太先忍不住了，嚷嚷：哎呀，够了啊，这都吃不完了，别上了。哎呦，这得多少钱呢？各位放心吃，这一桌呀不收钱。小鱼就和我的亲妹子一样，你们也是我的亲份。大爷大娘，吃好喝好啊，安心吃着。大侄子开的酒楼不要钱的。这是林大厨，是留客楼的主家，和小妹有生意往来。哎呀，林大厨啊，这怎么好意思叫您破费了呢？我们这丫头啊，还指望您多多照料呢。林小鱼看林老头还真有社交牛叉症，以前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那里吃得开。哎，哪儿的话，小鱼是我的贵人呐，可得谢谢你养出了这么好的一个闺女，被我给碰上了。要不然呐，我这留客楼的生意还没有那么好呢。这闺女是……啊，这个呀是村里帮我忙的小黎，也是熟人了，都吃吧。留客楼的菜呀好吃着呢，都是自己人，不要拘谨。没想到小妹竟然在县城买房了，真是又惊又喜。这宝塔肉真好吃啊，一口咬进去油汪汪的，接着又能咬到瘦肉，又不觉得肥了，还有酱汁。是啊，四弟竟然一点都不透露，这能怪我吗？分明是小妹一点都没有透露。你们还说这留客楼的菜这么好吃，你们不吃我都吃了。刘旭，给你吃个大鸭腿，你的腿早点好起来。哎，可不能浪费啊，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能带回家去。哎，都一人再动一筷子吃了。要不去我那买的房子里转转？林老头傲娇的哼哼一声，就等着他这句话了。到了宅子前，哒，小曼弟弟，等我住进去了就带你来这儿玩，到时候你跟我睡一个屋。男孩子只能跟男孩子一起睡。哎，小妹，这孩子也太好了吧？这得多少钱呢？刚才过来的时候还看到集市了，这地段也不错呀，宅子还大，肯定贵呀。这还用说吗？不过小妹这段时间赚的也不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院子打理的倒是干干净净的。只要是老二生了娃，就让小满带着，再和小李、秋秋都能一起宿居了。那二弟生一个可不够吧？我的小姑奶奶，你看好了没啊？要不坐下来歇歇？不行不行，你得背着我，这是小鱼姐买的第一间宅子，我可得好好的仔细看看。等我家老头回来了，我也叫他给我买一间。大嫂，你就让大哥吃吧，大家也都摘葡萄吃，这葡萄生得晚，这都快入冬了，还有几串呢，要是再不吃的话，就被鸟给啄了。这葡萄也甜，看着你们小妹过得好，爹也放心了。你们几个也要努力啊，爹，我们努力呢，你再等几年。我们一日确实能赚不少钱呢。等我把香草取进来，我们马上一起干。等选个好日子搬新房了，你们都得来给小鱼热闹热闹，到时候就一起住几日。要的要的。看了房子，林小鱼和林老头一家子就分开了，各回各村。小林，你住在哪儿呢？那儿，靠着山后的那一家就是。等会儿让阿星赶着马车诱拐。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没事儿，你走的话要走挺远的呢，马车快得很。马车到了山后头，只见只有一家孤零零的茅草屋竖在那里。大马车，大马车，这些都是我的弟妹。哎，你们不许爬马车，再不听话，我要拉你们了。谁怕你啊？你还被娘揍呢！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哎呀，相公，娘，倒霉蛋带着人来欺负我了。谁敢欺负我们田家的长子？真是胆子肥了！田小离那个倒霉蛋，你帮着外人，是您啊！林小鱼看着他谄媚的脸，本来想说一句我跟你熟吗，但是看在田小离的份上，他忍住了。小离明日还要帮我分拣海货呢，现在手上被咬成这个样子，你瞧瞧。没事儿，就这么一点小伤，这丫头命硬得很，死不了的。我家有上好的伤药，不会耽误明儿干活的。小鱼姐，你先回去吧，别耽误你事儿了。翌日，哎呀，这个睡过了头的小离这丫头手被咬伤了，我想着让她休养几日，要不就让我来弄呗。林小鱼想着等一会儿林四强要来拿海货了，就让他来弄了。谁知道股市坐下，就将兰花蟹丢兰花蟹的堆里，也不捆着螃蟹的脚，任凭他们打架去。婶子，算了吧。撒的，这倒霉蛋能做的事情我还不能做了，你可不能被那个倒霉蛋给骗了，他做事我都看不上呢，磨磨蹭蹭，哪有我利索？小离是你亲生的不？咋了？这还要问清楚身世？这丫头屁股上还有个胎记呢，都说不愿意来我家被打下来的。呸！一个倒霉蛋我稀罕。既然是你亲生的，你也曾受过10月怀胎之苦，好歹是亲生的骨肉啊。旁人说他倒霉也就算了，你是他亲娘呢，还一口一个倒霉蛋的。你不爱听我说就是了，这事我还能做吗？你做不了，这是细致活，等小离好了再来做吧。牛婆婆来的时候正好瞧见了她，看了一眼就匆匆来找林小鱼了。这咋回事呢？村里都传遍你买房的事儿了，我这没说出去啊，是不是我记错了？我一高兴和哪个说了，说的可难听了，说什么你让他们赶海压榨了他们的血汗钱，结果自己去县城里买房，搞的这个钱都是他们赚的一样。哎呀，牛婆婆，你可别打了，不疼的，我还不知道你呢，你哪能老糊涂呢？再说你传出去的还能再传回你这里来呀？难道是田家的闺女？小离她不像是多熟的人呢，兴许是我们在留客楼吃饭的时候遇见什么人了吧，可能是咱们村里人的亲戚，又或者是我们看房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嗨，牛婆婆也没有啥好说的了。小离在家吗？小鱼姐，你别进来。不是手伤着了吗？怎么搅成这个样子了？没事，你娘打的，没事，哭什么？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能做工能赚钱，你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了，自己硬气起来，谁都不能欺负了你。小鱼姐，我给你洗干净再还给你。没事儿，送你了。小鱼姐，今儿有空了吗？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有空的。你的腿能行吗？我娘用笤帚打的，就是疼，其实没伤到骨头的。要是伤到骨头了，我娘舍不得钱给我治的，而且还指望着我明儿去你那里上工赚钱呢。林小鱼只是拍了拍田小离的背，以示安慰。小鱼姐赶紧跟我去，等一会儿我娘来了要我做晌午饭，我又去不了了。啊，没事儿，这里水很浅，小鱼姐你不用担心我。你是饿了吗？要跟我分享煮河蚌呢？
不是，这河蚌里有东西。河蚌里有东西？难不成是珍珠吗？小鱼姐，这是珍珠吗？是珍珠没错。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我打柴的时候饿了，就找到了这里，发现这里有蚌，我有时候就捡一些捕鱼的人不要的蚌肉扔进去养着，等大了再过来吃，只有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来吃一个。后面我发现他们都长东西了，我听人说蚌里面的是珍珠，但是他们都不太圆，我不确定。你和你爹娘说了吗？他们，我没有机会说。小鱼姐，如果这些是珍珠，应该能值一点钱，这些都给你，你能不能问我爹娘买了我？我想跟着你，只要给我口饭吃，不打我就行。你真想卖身为奴？你想清楚了？林小鱼皱着眉头，心里对田小黎的心疼也是更甚一分。为人奴婢，除了主人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没有自由的。我知道。小鱼姐，据我爹娘带我非打即骂，还有无尽的羞辱，我感觉我都没有人家家里的牲口过得好。再小一些，饭都吃不饱。大槐树的树皮我尝过是什么味道，猪草我也吃过。这样的自由，我还不如当小鱼姐的奴婢，至少你把我当个人看。这事儿得从长计议，不是说我今日跟你娘开口，你娘就会将你卖给我的。我可以装病，我干不了活了，娘就不会要那么贵的价钱了。小鱼姐，你看这个能换钱吗？你就用珍珠换钱买我，这个珍珠也不圆，也没那么好看，但是若是珍珠不值钱的话，那我以后再赚钱还你行不行？钱的事我心里有数的，这珍珠整弄应该能卖钱。这可能是我刚扔进去没有多久的，所以珍珠还小，能卖吗？我知道了，小黎，你可给我指了一条很好的财路呢。这样吧，你的自由包在我身上了，就按照刚才你说的，你这几日先装病，我辞了你，这样或许能少花些银子，到时候你想去什么地方，或者是跟在我身边都是可以的。小鱼姐，谢谢你，这些我先带走了。下了山，田小黎就依依不舍地和林小鱼分开了。咋的？那么有能耐都买房了？这赶海得赚多少银钱呐？这鱼虾不都是我们捡回来的吗？就会压榨我们的血汗钱。就是啊，再给我们20文，他自己都在县城买房子了，不得几十两一个屋啊？几十两说少了吧，肯定得100两。人来了！小鱼能买房是他的本事，你们几个大老爷们还有年纪一把的女人，好意思来闹腾？这海货是你们卖的吗？就是你们捡回去卖，一桶能卖多少钱？不是我老婆子带路，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赶海？哟，咋的？黑了我们的钱还好意思搬出这么多缘由？我上次抓了条石斑鱼呢，才多给了我5文钱，我拿去卖至少可以卖1钱银子吧？凭啥就林小鱼付的流油？我们一个个还吃不饱饭呢。你吃不饱饭吗？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那闹事的村民白了脸，脸上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的滴落着。疼啊！你们谁还要欺负小鱼？不是我们欺负他，是他欠我们大家的。就是，我们也不是来闹事儿的。既然你们都这么有钱了，就不要剥削我们呀，好歹还我们每个人1两银子吧。对啊，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啊，好歹我们都是半夜3更替你们卖命，我们干这赶海的活多危险呐！是的，我们都还有一家老小养活，你就看在是一个村里的份上。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打的那个大虫卖了200两银子，小鱼他只是赚的辛苦钱，并没有多么压榨剥削你们。这事儿你们不想做可以不做，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这打大虫哪能赚那么多钱？大虫就和我们家猪差不多沉，大虫肉稀罕一点，不过也就3、5头猪的价钱。肯定是诓我们的，当咱们不知道呢。大虫肉和猪肉都是肉，当人傻了，去花200两银子买大虫肉啊？你们去打头大虫卖卖看，不就知道了吗？就是，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啊！人家吕老三夫妇俩是把大虫卖去县城的，你们以为县城的人都跟你们一样呢？那店里1钱银子一个的猪花都卖给谁了？几十两银子一身的衣裳都卖给谁了呢？你们自己是井底之蛙，就别污蔑小鱼呢。这赶海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现在你们看到人家小鱼买房就搞这出啊？那以后是不是更来劲啦？谁都不能比你们有钱了，比你们有钱呐，就是偷了你们的，抢了你们的了。反正你们就是一丘之貉，谁知道林小鱼赚钱了有没有分给你？
放你娘的狗屁！老娘要是有分到钱，我家祖坟冒烟，你他妈臭嘴里胡说呢！你家祖坟迟早冒烟，你家祖宗受不了了自焚呢！你！这时又传来了洪钟般的怒喝声：“谁来吕老三家闹事儿？”林小鱼一瞧，一个7尺大汉走了过来。拳王，你咋管上这事儿了？怎么的？我们家小行难得当上一个小管事，听说你们来闹事儿，我这儿子好不容易和我不一样，能干点正经事儿，你们是想要闹得他干不成这事儿？拳王，你可别被林小鱼骗了，他都在县城里买了房，能给小行多少钱啊？算什么正经差事，不如另外择一个。你有什么更好的差事介绍？我们小行现在一日就能赚40文钱了，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呢。闹事的众人听了，也不由得深呼吸一口，都给我散了，散了！哎，算了，有拳王罩着，能有我们什么好果子吃呢？这是的，没有公正可言。奶奶的，今晚就不给他们干了，让他赚不到钱。谢谢小航和大头，还有小航爹，还有小树爹和小树娘。你不怕我？您不是来帮我的吗？为什么我要怕你啊？县城我熟，你买的房在哪儿啊？城西。有机会我带小航和大头去玩，到时候你就知道具体位置了，有空也过来玩。城西的房可不便宜，你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不错，小航跟着你们夫妇俩，我放心。我这孩子呀，打娘胎里生下来就先天不足，生的也瘦弱，自然不能走我这条路。我本来就想给他找个轻省些的差事儿，谁知道念书他也没有天赋，正好你这里的去处适合他。爹，臭小子，等爹打不动拳了，就等你养着我了。你知道你娘要吃药花不少钱呢，我现在是能赚40文一日的小管事呢，很多大人还没我赚的多呢，我肯定能养爹娘的。行，那我先去县城了。今天留下来吃晌午饭吧，还好你们2个小子机灵呢。好，你俩也留下来吧。你看一个村子里我也没什么朋友，也就你们和桂香姐一家子和我交好一些了。啊，不了，家里还有一家老小呢，村里人呐就是眼红。小鱼，你别把他们当回事儿，就当个屁放了就成了。小鱼啊，咱们村里的人要是联合起来，今儿都不去的话，那会不会耽误你们的事儿啊？我娘家就在隔壁村呢，你要是想要找人干的话，我现在就能回去帮你说一声呢。要的，就劳烦嫂子帮我喊人了，就喊30个人左右吧。今晚退潮是丑时，让他们早半个时辰来吧。娘，这2个哥哥是来陪我们一起玩的吗？我可以让他们和我一起玩翻花绳子吗？你别闹他们啊，哥哥们都长大了，不爱玩你们这些小孩子玩的东西了。没事，我陪你玩。那给你们吃糖，现在吃饭了。闻着有些香啊。小航哥哥，吃着更香，不对，是啃着更香。秋秋在一边就接了小航的话，然后积极地给小航夹了一块排骨。媳妇儿，他从后面环住林小鱼的腰，把下巴磕在他的颈窝处。你今日没事吧？那2个小子把我的活都做完了，我只能来陪你了。乖，去午睡，别耽误你娘子赚钱。吕成行听到娘子2字，唇都咧到了耳后，想到林小鱼沉迷赚钱，村子里已经有风言风语说他吃软饭，他也毫不介意。只要林小鱼赚钱开心就好，他只能依依不舍地松开环着林小鱼腰肢的手，然后自己去躺在床上小憩。等到夜里，你们几个咋这么不要脸呢？也是你们先说的不来赶海，有骨气就回家呗，干嘛非要来赚小鱼姐的钱？是啊，各位叔叔伯伯，要不你们先回去吧，反正你们觉得这是赚的你们血汗钱，既然这么辛苦，可以选择旁的差事啊。你们俩小子懂什么？现在差事是这么好寻的？咱们周遭都遭了台风的天灾，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现在能挣钱的差事可不多了，要不然我们会回来。可不是嘛，反正李小鱼也不在，你们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我们也是来捡海货的，我们捡的和他们捡的有什么区别？咱们可是一个村子的，多多少少都有点亲戚关系，是吧大头？不行，你们是耳朵聋了吗？要是有意见的，明儿就找我老子比划比划。不用找你老子，我今天就把你给揍了。
明儿等拳王来，大不了我就出去避一避。哎呦，疼，松开啊！你不是要揍人吗？没必要等小航的爹，不如和我比划比划。哎，不是说这吕老三是个小白脸吗？除了长得好一点，旁的也没什么东西了。怎么身手这么不错呢？你傻了吧？这人能跳大海里，把大海的尸首给带回来。你想想，咱们村里有几个人能做到啊？就这胆量和水性，缺一不可呀。看来呀，是我们低估了吕老三一家子，都是硬茬。就不能让我们去赶海吗？我们今日虽然去了你家，但是我们也只是去瞧瞧，我们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啊，我们没有坏心思的。那你过去干什么呀？来我家为难小鱼的人我都记住了，没来过的今日都可以跟着赶海，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吧。你咋还打人呢？我说不许跟，你们今日谁敢跟，就先过了我这关。轻点，牙掉了。哎呦！第二日一早啊，昨夜咱们找了隔壁村的村民来赶海，村民们没有闹事吧？都是一些小事，有我呢，你不用忧心的。吕成行轻轻地伸手把林小鱼唇边的粥给轻轻擦拭掉了。我说我们家这个倒霉蛋怎么不来你家干活了？原来是你找了新的人。林小鱼，你咋这么缺德啊？你都在县城里买房了，还缺这一个人干活的钱吗？咱就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家小黎了。林小鱼想到田小黎带自己找的珍珠，很想为田小黎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倒霉蛋儿，就是不要了。你没事回去吧，别阻挠我们干活。哎呀，我的命太苦了，养了个倒霉蛋闺女，现在她也丢了活计，你让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我这些儿女都要饿死了。你真的不要田家那闺女了，虽然田家两口子都懒，平日里侍弄的庄稼收成还没有旁人一半好，但是这田家闺女确实是勤快又做事又细致。自然是要的，不过就是治治股市而已。娘，抓大老鼠了！屋里两个小家伙也醒了，传来了秋秋的尖叫声。娘，在那儿，这么大，这好像是油鼠，和老鼠不一样的，眼睛瞧不见的。娘，这里也有一只。娘，我能把老鼠带给春君家的猫咪吃吗？去吧，我陪着去吧，等会儿你去忙就是。还是你小子上道啊！我和我媳妇儿成婚这么多年，都还没买过首饰哄她呢。今年刘克楼生意不错，我也给他打个大金镯子去。吕成行讪讪地摸了摸鼻头，他也未曾想到这一茬啊！我得了些珍珠，想要镶嵌在银簪子上再收出，所以想要选打金店。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咱们县城里有名的就是翡翠楼，但是他们的首饰啊，也是从外头运来的。你要是想寻个去处加工，你不如去找我堂弟，他认识的人多一些。大妹子，今日咋有空来啊？我想问问，你可知道有什么打金店吗？我是想镶嵌一些珍珠，到时候做成首饰卖出去。珍珠？珍珠好啊，我就能给你卖出去。可能和你想的珍珠略有不同呢。林小鱼就把怀里的一兜子珍珠弄了出来，林伢子勉强挑出一颗稍大一点的，接近浑圆的。这颗我还能要，估摸着能卖个3两银子。就是这珍珠，和我往日见的有些不同啊，光泽也不好，不是那种冷白的，而且竟然还有这么多种颜色。反正是珍珠就没错了，因为不圆，所以我想着做成首饰，例如这个半圆的，只要镶嵌进去了，肉眼看着就是正圆的。也是，既然你不打算卖给我，我就给你介绍一处打金店吧，我陪着你去，是谭家老头开的，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卖的比翡翠楼便宜，但是样式不实心，都快要关门大吉了，如若不然，人家也是懒得帮您弄的。太好了，林大哥，那等我弄好了这珍珠首饰，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赚钱路子吗？我今日呀就一并讲给你听。好。客人了，客人有什么要看看的吗？老谭，是我。林伢子从马车上跳了下来。这可是我亲妹子，她有些珍珠想托你弄成首饰，就劳烦你帮个忙了。成，来进屋说，进屋说啊。那个你别看我这店里的东西少啊，但是基本的款式那我这都能做，只要是这翡翠楼的样式你能记住的，来我这儿我也能给你做得啊。
倒也不是翡翠楼的样式，我倒是画下来了。不过我这珍珠并不浑圆，还得劳烦您了，得找个好角度镶上去。无妨，到时候做个4爪或者6爪，肯定给您镶嵌的结结实实。这珍珠，那就劳烦您了，您先坐着，工钱到时候您直说就是。妹夫挺会的呀。以前外出做工的时候，去远房亲戚家里留宿过一段时日。他家是大户人家，所以学了一些喝茶的规矩。哦，难怪。林大哥，你这里可有纸笔？最好是炭笔。我这就让人准备。大妹子，这是地图？你仔细瞧瞧去，这上面若是写上陈妻3进的宅子，林大哥，你再仔细看看。这画的也太仔细了，和你安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若是有了这个东西后，不用带客人去看房子都行了，只要这图纸翻一翻，就知道几个屋。这屋又是怎么分布的？大妹子，咋想到的？绝了！我也是出远门的时候，在别处县城那里看来的。林大哥，这户型图呢，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赚钱的法子我还没有说呢。还有啊？那还要听吗？要听，自然是要听的。对呀，他咋没想到啊？妹子，你真是我的亲妹子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等我啊，我去就来，就一会儿功夫。没一会儿，林伢子回来，飞塞了一个红包给林小鱼。媳妇儿，想吃点什么？要不买只羊吧，正好去我娘家看看，顺便看看柳絮。天冷了，可以炖个羊肉汤喝，羊肉汤味道鲜着呢。看什么呢？还不快走！我自己的媳妇儿，我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哎呀，你们咋每回都带上我这个老婆子？我这老脸都快挂不住了。我娘肯定想你了，而且秋秋和小李没个人照看也不行啊。这两孩子还是很听我话的。小妹来了，小妹来了，小妹来了！哎呀，这丫头怎么总往娘家跑啊？一日日的都不赚钱嘛。小妹，我来。看着俩小家伙和小羊奋力的拉扯，过去一下子就把小羊扛在了肩上。二舅好厉害，二舅好厉害！二舅，小傻瓜，你要喊二叔。哟，秋秋厉害了，让你娘再给你生一个，都能带弟弟妹妹了。我爹娘再准备了。我去看看二哥三哥杀羊去。这时，秋秋和小李也跑了过来。二嫂，这羊皮你给我销制起来吧，我那里分拣海货的人啊，手都要泡烂了。上回我做的羊皮手套好使着呢。好嘞，二哥，你要不切一条羊腿来，给未来的二嫂送过去呗？我就担心着之前的事情要是传出去，会对他们有所影响呢。要去哪的？二弟，这会儿子阴晴线没错，你大哥娶我那会儿家里不富裕，但是也是3天2头的来帮我爹跑地呢。小妹，要不你陪我去吧？二哥，你还害羞了？赶紧去吧，小妹回来还要炖羊肉呢。哎，我可真是大忙人啊！这怪不得你早上活计好，嫂子也想让你坐着歇下来着，就怕我烹的一锅羊肉遭得家里大老爷们嫌弃，平白的浪费了这么好的羊。晓得嘞，不是大嫂偷懒。二哥，我们早去早回吧。二哥，不好了，陶小慧怎么来潘家闹了呢？没想到这潘头家头一遭要结亲的林家竟然是这样的人。这可说不定的啊！我听说这林家的口碑不错呢，而且林家卖海货都很实诚，我找他家老四买过一回，这秤尾翘得高高的嘞。不过这陶家的闺女哭得可真是惨哦，我们家小慧名声都坏了，凭什么你们还挂着红，高高兴兴的嫁女儿呢？你们家女儿名声都臭了，和我们家香草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林二强，是香草的未婚夫。我和陶家的闺女只是相看了一下，他家要占我家一半的生意，所以相看才黄了的。他2个兄长还绑架我的小妹，现在正关在县衙的大牢里。他爹还挨了板子，下不来床。我说的要是有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下辈子投入畜生道。我瞧着肯定就是这陶家自己的嫁不了林家，所以就来潘家这里闹事儿。真不要脸，毁人姻缘呢！哼，自己铁定也没什么好姻缘的。这样的人以后进咱们村子里就轰出去，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想冻死老娘吗？啊，小臭货！
陶老太当即就骂开了，这一盆兜头而下的冷水让她整个人都愣了。别以为能嫁入林家就是你的福气了，这个是我闺女看不上的男人呢！我呸！一双我闺女不要的破鞋呢！乡亲们，这样的人待在咱们村子里，可真是污秽了咱们的地界呢！对，赶紧滚！还说谁破鞋呢？分明是你闺女死缠烂打的要嫁给林家的后生，真该往自己脸上贴金！别坏了我大侄女和林家的好亲事，我以后还想林家后生常来卖海货。香草，二哥。这时，潘香草将手里捧着的一个罐子递给了林小鱼。今年桂花过去了，家里剩下的桂花糖不多，我瞧着你爱喝桂花糖泡的茶，这个给你。二嫂，我二哥是个老实的好人，我觉得你也特别好，你们两个的婚事一定要圆圆满满的进行才行呢。我相信二哥，他不是陶家母女说的那么不堪，我爹娘那边我去说。他微微垂着眸子，羞怯地看着林二强。二哥，我们这几日还是不要见面了吧？啊？为什么？都说成亲前见面不好。潘家屋里，香草，你打算好了？呀，爹娘，这你们都不去了解过吗？林家是什么样的人家呀？怎么就被人闹一闹你们就动摇了？难道你们是觉得丢了面子啊？唉，丢脸事小，爹就怕林家这里子不好啊。原来还有这么一遭，难怪闺女愿意嫁，要不就算了吧，俩孩子也有缘分。那这样吧，明日我去县衙里瞧一瞧，看看林家的闺女说的是不是实情。若那陶家真的是胡诌的话，咱们就高高兴兴的嫁女儿。好，爹爹最英明了。好喝，这只羊都不够咱们吃的吧？小妹要不要再加一些旁的？我现在去弄。那再加一个土豆粉条什么的，一定给大家吃饱了。这快入冬了，马上就是过年，日子倒是一天天的过得很快。往年也没什么闲钱，都没有打年糕，今年打了年糕来。小鱼，你瞧瞧，年糕能不能放进去啊？年糕泡一泡肯定好吃。娘，别说了，赶紧去拿。最后这一锅羊肉大杂烩里啥都有，羊肉、羊血、羊杂、土豆、粉条、年糕、菜花，林家人吃的特别的爽。林小鱼吃饱了，才带着一家子回到了若叶村。对了，小鱼，我去挑好日子了，这接下来的好日子就是你二哥成亲时候那日，接下来就还得等个半个月的11月26，你瞅着行不？行，这事儿你擅长，我哪懂这些啊？反正咱们都得搬，您说行就行。林小鱼回到屋里，开始看自己腌制下去的泥螺。这生的能吃？能的呀，您尝尝，就是不够咸。娘，我想尝尝。我也想。林小鱼就给两个小家伙各夹了一颗，他们吃完之后，一双眼睛都眯起来，然后咂巴嘴儿。还要。好了，再吃2颗就算了，晚上再盛一小碗下饭吃。这泥螺还能这么做？好吃吧？这还没有完全腌好呢，等完全腌好了，到时候用来配白粥喝才叫一绝。这铁定能赚钱。平时抓的泥螺都是有点土腥味的，不好吃。这腌泥螺滋味真好，我尝了一个，现在嘴里还鲜着呢。那肯定，要不然咋能卖出去呢？这时门外，李桂香匆匆跑来：“嫂子，来尝尝这腌泥螺。”哎，这是咋做的呀？真的是一点土腥味也没有。这是小鱼心想出来的，要卖的。那是秘方，得保密。啥时候能卖，记得给我留一罐。我婆婆自从病了以后，就嘴里没味儿，这个她兴许爱吃。嫂子真孝顺呢。唉，大海就这么个娘，大海没了，我不待她好，谁待她好啊？桂香，你过来有事儿吗？是有点事儿。李桂香搓着手说，她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跟林小鱼开口。小鱼啊，我这挑拣海货的活计，要不就还给小黎做吧，总归是我占了他的活计。是古氏去你家闹腾了？现在这孩子怪可怜的。嫂子今天瞧见他了？瞧见了，洗衣裳在河边遇到的，这胳膊上都没有一块好肉，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他那爹娘怎么能下这种狠手。嘿呦，稀可，小嫂子是改主意了吗？你家这孩子现在趁小卖，还没有什么记忆的时候卖了最好，
价格也合适。我不是来卖孩子的，我家孩子的主意你就不要打了。这里有点钱，不知道你想不想赚？林小鱼将这一吊钱在赛秋香眼前晃了晃，赛秋香拼命点头，跟那小鸡啄米似的。那你等会去李家跑一趟，就田家那闺女，你去出一个贱价，看看他们卖不卖。哼，就那个倒霉蛋，那我出3两成不成？说完他又自我否决了。不行，要是他们肯卖给我的话，我不就折手里了？买主要是知道他那么倒霉，以后这口碑肯定就不行了。要不我出1两，定钱这么少，左右就几句话的功夫，嫌少的话我去找旁人。不少。兔子惹你了？大嫂说天气渐冷，带好削这些兔皮，到时候做成衣裳可以穿。可惜没有白狐皮，用来做披风的领子是最好看的。吕成行冷不丁的冒出了一句：放心，就算是有，肯定也被我变成钱了。娘，你是不是又要卖哥哥？你们想不想以后小黎姐姐成为我们的家人啊？住在我们家里，娘找她就是想把小黎姐姐买来的，知道了没？娘，真的吗？我要小黎姐姐来我们家。嘘，那要先保密好吗？要不然小黎姐姐的爹娘啊不肯卖她呢。林小鱼在唇边比了个嘘的手势，小李跟秋秋高兴的点点头，他们和娘有共同的秘密了。哎呀，交代我的事儿都办成了，我就出了1两银子买了这个倒霉蛋，还说了一串他不值钱的话，人也侮辱了，是不是他得罪你了？我现在都给你出气了。赛秋香一脸显摆的样，然后手又在林小鱼面前摊开，咋还给我扣着呢？等我把人买来了，你再拿剩下的钱吧。你若是觉得你能去2两银子将人买回来，卖给我3两银子，我劝你别想了。呀，林小鱼，你肯定后悔了是不是？我们家倒霉蛋虽然倒霉，但是他能干活，一个人能干2个人的活累，你就把他当成牛使都行，干一整日活不让歇也行，只要把工钱算给我。家里缺个佣人，田小黎我瞧着还顺眼，你出个价吧。10两银子。林小鱼直接扭头就走，连一瞬的犹豫都没有。你等下，嫌贵的，那价格咱们还是好商量的嘛。你别把我当傻子糊弄。那5两，3两，我是真心诚意的要卖的，要不然我们家都吃不上饭了，这几个孩子才怎么养大呀？你就当可怜我们吧。3两银子倒是低价了，林小鱼知道赛秋香来这里可是1两的价呢，他便松口。那先让人出来给我瞧瞧，我可是听说你将他毒打了一顿呢，这要是人给打坏了，怎么给我做活呀？没坏，这胳膊腿啊都是好的。古氏生怕林小鱼反悔，就赶紧进屋把人领出来了。田小黎是在古氏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出来的。这人都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想要3两银子呢？1两5钱，多了没有？林小鱼，你瞧着要不再多给点，这都是皮外伤，你瞧瞧都还好着呢，对不？这我们家要是真胳膊腿打折了，也没钱给他治，所以也没下死手的，就是瞧着不大好看。他耐着性子再抬起步子就往外走，古氏赶紧叫人：卖，我卖呀！一手给钱，一手给人。没个中人这可不行啊。这样吧，你把小黎带上，咱们去村长那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再立个契书。走。古氏瞬间就高兴了，那笑脸扬得老高。赶紧背着他走啊！啥？臭丫头还要我背？他娘胎里就没有这样的好父亲，让他走着吧，反正胳膊腿都没断。古氏十分嫌弃，好似田小黎就不是他肚子里钻出的女儿一般。你不背也行，他要是摔了打了，就再扣钱呗。我可不乐意出这1两5钱呢。好，我背。快上来，死丫头！娘，买了什么好吃的？娘累不累？娘快下车，让爹爹把车弄屋里去。这孩子一会儿不见你就得念叨。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小黎姐姐她来我们家了，娘真好。娘，小黎姐的脸是怎么弄的？进屋说去。咱家灶上还有热水吗？寻条干净的帕子给小黎擦擦先，再上上药。有，我这就去。牛婆婆收回震惊的眼神，赶忙就去了。娘，小黎姐姐为什么会这样？是给坏人欺负了吗？哎，秋秋不哭啊，是坏人欺负我，不过还好小姨姐保护了我。
我娘很好很好的，我爹也很厉害，我爹打猎去了，等一下让他回来把坏人揍死。小李姐，你说的坏人是不是你娘？不过她现在不是我娘了，她把我卖了，小鱼姐买了我。那你是要叫我娘娘吗？不过我娘也没有比小李姐大很多啊。那还有，以后我要叫小鱼姐主子，你们就是我的小主子。叫小鱼姐就行了，你都已经上了我家护蝶了，都是一家人。小鱼姐，这样不合规矩。这时牛婆婆从屋里端了热水出来，上面还放着一条干净的帕子。这里你小鱼姐说的话就是规矩，可怜的闺女啊，婆婆给你擦擦。我听人说灌油擦了这烫伤啊是不会留疤的，也不知道哪里有卖呢。这怕是不好找啊，这都要入冬了，獾也不好找。要不然涂点菜籽油吧，也能好得快。至于会不会留疤就不知道了。你们要猎獾，那我进山找找。吕成行刚回来，手上照旧是一堆灰毛的兔子，他只听到了简单的几句：是小黎的烫伤，要灌油。没事，山里獾多。吕成行说着就去了，牛婆婆都没有叫住，嘴边还嘟囔：这天都黑了还去，这山里可多的是野兽。小鱼姐，都是我不好，若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傻丫头，说什么呢？叫姐夫好了，你姐夫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难道你不知道大海当初死了，他还不顾自身安危去海里捞尸体呢？傻闺女哭什么？好日子要来了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你受伤了，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往后你该干活也是会让你干的。我晓得到，我肯定不偷懒。我先去给你炖只鸡补补身子，鸭子留着明天吃。夜里饭的时候，吕成行还没有回来，林小鱼给他留了一点菜在灶上热着。小李姐，你是不是没有吃过肉啊？肉就嗷一口咬着吃就行了。我和哥哥以前也没有吃过肉，娘开始赚钱了，我们天天有肉吃。快吃吧，补身子的。喝汤喝汤。我娘炖的鸡汤好喝吗？好喝，是我吃过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院门外有人在敲门，林小鱼赶紧去开门，是吕成行带着刚打回来的獾回来了。守了他好久，回来晚了，等一下熬了油就给小林敷上吧。一眨眼就到了林二强成亲的日子。小黎手脚是太勤快了，我这来的晚了，干的活还没有小黎的一半。没事，等会儿我就带小黎去吃我二哥的喜酒了呢。接下来还要劳烦嫂子多做一些啦。哎，这有什么的呀？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现在去找牛婆婆，要是我回来你还没换好衣裳，我可就要骂你了啊。小鱼姐，田小黎还是有些犹豫。李桂香在一旁也看出了田小黎的扭捏，也不差你一双筷子，快去吧啊，赶紧的，就当是热闹热闹了。我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还买这么好的料子，里面装的是今年的新棉花吧？可真暖和。哎呀，这去喝喜酒就得穿新衣裳嘛，这还刚冷，这以后大寒了，我给你做件更厚实的。哎，闺女来了，哎，快帮忙快帮忙。娘，人多热闹，总归我就4个哥哥，这下就顶多剩下2场喜酒了。行了，快走吧，也算是你来参加我二哥的婚礼了。这只鸡腿就给你吃吧，你还不走？我为什么要走啊？以为你们家媳妇娶回来了我就不能闹了是吗？陶小慧吃饱了，将鸡腿的骨头一丢，叉着腰，一副夜叉的样子。林小鱼本来以为他能想明白，可没想到他更上头了。这时屋里突然冲出来一个人，把陶小慧扑倒在了地上，对着陶小慧左右开弓起来，啪啪啪几个大巴掌就落在了他的脸上。只见那人是林老太，林老太身后跟来的正是刚才帮过林小鱼的那2个婶子，那2人就扯了陶小慧的衣裳，扯得她四处漏风，然后他们架着陶小慧就往村口丢。闺女，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儿，对于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就该这么治治。我看她衣裳都没穿齐整，还好意思来咱们家闹不？母女2人就回院子里了。宾客这时候都散了出来，还好在这之前就把陶小慧给解决了，要不然图让人看笑话。娘，看，好舅妈给的。秋秋跑过来，在林小鱼面前晃了晃红包。谢谢二舅妈了吗？
小玉姐，我只是个下人，这个红包我不能拿的。新娘子的红包你能退的，就是讨个好彩头。你还没有出嫁，还是个小孩子呢，你就拿着。小徐，要不回去呗，婆婆能照顾好你的。这边小玉二哥成亲估计也忙的，还有用不了几时你爹就能回来了。牛婆婆，我这脚还没好利索呢。柳絮当即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装出还没有好全的样子。大娘，我在这里陪你，你开心不？你想我这么早就回去啊？林老太稀罕地捏了捏柳絮的手，对着牛婆婆说：“呵呵，老姐姐，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别介，这小旭和我自己的闺女一样，不麻烦。再说了，他爹不是也还没回来吗？那就等回来了再说。”吕老头，你还要点脸吗？自己多大年纪了还不知道吗？就你媳妇儿那肚子，能是你自己搞大的吗？你兄弟还抬得起头来吗？你有本事，你让你自己媳妇儿也怀一个，你有那老子的能耐吗？分明就是你家老太婆偷人，这分明就是刘把式的种。你再给我说一句。林小鱼揉了揉眉心，算算日子，吕老太这肚子也差不多3个多月了，要开始显怀了，以后这架还有的打呢。但是对于吕老头这么相信吕老太，这份信任可真是难能可贵呀。毕竟刘百氏的媳妇葛翠喜都认出了吕老太的肚兜了。嗨，这可真是绿帽戴的高高兴兴啊。走吧。哎呀，马上可就要到年节了，生意好，你们多送些来呀。这等你们住在这县城里，我让小帮厨去喊一声就行。这乡下的总是不方便。快了，下个月就搬呢，正好今日多送了些过来。那我以后隔2日送一批海货过来。麻烦大妹子了。哎，险些忘了，我堂弟说让你们过去一趟，好像有什么要事来着。林牙子。林小鱼下意识地琢磨着，就是他的珍珠饰品，这要是做出来了，就该开始赚钱了。这肯定要比赶海卖海货赚钱多了。相公，走，去林牙子那里。大妹子，我瞧着我这牙行能变成咱们县城最大的牙行了。那就恭喜林大哥了。我这儿有个生意，想要和你合伙，你先听听我说的成不？您说。就是这传单，我这里人手确实不足。我知道你有马车，能不能帮忙发一下传单？若是卖出1套屋子，这中人费我抽2成给你。这给的有点多呢。哎，这有啥的？我还琢磨着给少了呢。就按照我以前那法子卖，3个月才卖出1套屋子来。而且呀，我还就在李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子贴了下这传单。若是能送远处去，这生意定然更好。所以呀，我也是瞧着你有马车，都是朋友了，咱们互惠互利。行，你让人画了户型图和房子介绍就给我，我让我兄长去贴在每一个村子的墙上，您瞧着行不？刚好我兄弟要逐个村子去贩卖海货来着。行，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大妹子，你看着来就成了。林小鱼点点头，应下了。林大哥，你这是早就等着我呢哈。哎呀，赚钱的事儿咋能不积极呢？这时，牙行里的小厮跑了进来，对林牙子说：“外头有人带话来说，谭工匠那边有什么东西给做好了，让您去瞧瞧。”巧了，也省得妹子你再跑一趟了。林大哥有空吗？要不咱们一起去瞧瞧吧？走，爹，咱们就要把这珍珠簪子给人了吗？哎呀，那本来就是旁人的，咱们就是帮忙做出来的，收几个钱儿就算了。谭工匠，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快呀！是做好了，成品瞧着也挺好的。谭工匠淡淡的说道。其实他心里有个想法，这做的真是好呀。这要是不贵的话，我都想给我媳妇儿弄一套戴戴了。这大过年的，肯定能将她娘家的姐妹都给比下去。你想想，我赚几个中人费也是买不起的。谢谢谭工匠了，您出个价。我可以不要钱，但是能不能……林小鱼听完松了一口气。
原来唐工匠不想收工钱，只想让这珍珠簪子和珍珠项链放在谭氏打金店里展示一番。可以倒是可以，只是您这里的安全不太能保障到啊。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是觉得我们会监守自盗吗？若是我们真的不想给你，早就找个由头说东西丢了。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们呢？哎，年轻人急什么？我小鱼妹子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到时候人多眼杂的，旁人拿走了可就损失大了。毕竟要是有客人来买东西，你们也不能时时刻刻盯着这簪子和项链瞧吧，可不是？那你的意思是？正好我和刘克楼的林大厨有几分交情，林大厨呢又是林伢子的堂哥，也是个信得过的人。咱们将这簪子和项链放在刘克楼的柜台上展示，一边有掌柜的盯着，这刘克楼人来人往的，自然也能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那客人咋知道这是我们谭氏打金店做的呢？在上面刻上谭氏打金店，不就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吗？想买的自然就会来找你们了。行，这样以后啊，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谭某加工的，我一律不收钱，而且给您优先做。自然是可以的。林大厨一听，这不就是小事一桩吗？等看到簪子和项链放在柜台上展示了，谭工匠这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这珍珠首饰瞧着不错呀，我家娘子肯定喜欢。长得不咋地，倒是就喜欢打扮。男人嘛，就是要宠着自己的媳妇儿。哎，好看是好看，这饰品摆这卖不卖的呀？当然卖的吧。看见没，谭氏打金店做的呢。哎，这家店我小的时候知道，现在还开着呢。我还以为生意都被翡翠楼垄断了呢，这些自己做首饰的店都关门大吉了呢。看来是老字号了呀，这珍珠首饰做的这么好看，旁的肯定也不差。要不我改天带我媳妇儿去看看，如果比翡翠楼卖的便宜的话，给我媳妇儿也挑一挑。那我也去。你可别笑她，小鱼妹子，你可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哎呦，小妹来了，娘快出来呀！你二嫂是个勤快的，灶上活计也好。自打她嫁来，我跟你大嫂就没有上过灶了。不过你大嫂现在也积极，大家卯着一股子劲儿的赚钱，她也做其他散碎的事儿。这时林三强也进来了，看到林小鱼就喊了一声：“小妹。”娘，三哥可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是给三哥演刀子吃的，这几个哥哥我都是一样爱护的紧的啊，娘可不许凶他们。呦呦，瞧你妹妹帮的呀！你三哥他不肯去相看啊，好不容易你二哥亲事办得风光，现在给咱们家说媒的人都要踏断了门槛子了。现在你竟然不去相看，等错过了这个好时候，我看你打不打光棍儿。三哥，你咋个不去相看呢？你看大嫂二嫂娶进来多好呀，娘都高兴的跟什么似的。等你媳妇娶进家里来，就更热闹了。林三强的睫毛颤了颤，娶媳妇儿他也是想的，半天憋出2个字：哎，不急。怎么不急啊？赶紧生完，爹好这村子里炫耀孙子孙女呢。家里刚给二哥成亲花了钱，得先缓缓。我这比二哥还小2岁呢，不急在一时的。家里还有钱，你娘管钱能不知道吗？三哥，你顾忌啥呢？想再买个马车，我和二哥、大哥、四弟都商量过了，一个马车不够的。今天他们去集市上挑马去了。先立业后成家也是好事。一直没吭声的吕成行说道。林小鱼吓了一跳，这集市上的马不好，可别买了病马回来呀。我们买的马都是阿贤和我去驿站挑的退下来的好马呢。林小鱼想着也是，既然林三强想要先赚钱，倒也不是什么过分的理由，只是盼望着这应该也没有那么快买回来吧。外头响起了马蹄声，林大强和林四强回来了。大哥四哥，马没买回来吧？小妹，你都知道了？马儿还没买回来呢，哪能去一趟就买回来？这不是钱都在娘这儿吗？迟早也是要告诉娘的。可不是嘛，集市上的马还没追风高呢，追风扬起蹄子就给他们吓得瑟瑟发抖的，这样的马儿能买吗？要不我陪大哥四哥去趟驿站买马？行啊，咱们这就去啊！
林大强说到买马，眼睛都放光了。这要是有2辆马车的话，家里钱就赚得更多了。早知道我们就不去集市了，该先问小妹和阿行的。老三呐，你真不想娶媳妇儿？你可想清楚了，现在买了马车后，你媳妇儿可能得1、2年都没钱娶。娘，不急，赚钱要紧。过了好一会儿，林老太才出来。林小鱼心里嘀咕道：这老娘把钱藏得还怪深的呢，也忍不住抿了抿唇。这钱可看仔细些啊，别掉了。30两银子够了吗？看来这娘家赚钱还不错嘛。这刚娶了二嫂，现在又拿出30两银子了，竟然还有呢。这时季春桃也挨了过来。不够，我屋里还有5两。差不多了。二嫂，这是准备做腌菜吗？腌菜帮子呢，往年我在娘家常做的，今年听咱爹娘说家里也有种菜，就想着腌了，再不收了菜地里的菜都要被冻坏了呢。大嫂，这个是煮过的，就是有点硬，小满能吃吗？能，这小老鼠有啥它要不动的？季春桃爽朗地说道。一如他预料的一般，这个老二媳妇儿比那陶家闺女好了太多太多。是啊，要不小孩子的嘴最刁了，咋能爱吃？小妹，咱家2弟妹的灶上手艺也好着呢，要有人和你争家里大厨的位置了。那巴不得我回娘家翘着脚玩呢。爹娘小妹2弟妹快来瞧啊，好大的马儿，和追风一样的威风。太太，这马和追风什么关系？追风的弟弟。哎，小妹，你咋一下子猜出来了呢？没意思，没意思。大哥，分明是你自己说漏了，这不是追风的弟弟，难道还能是追风的爹不成？这时，在一旁的追风刨了刨蹄子，有点想踢人。驿站养马的说，这当时是拉了一头种马，来给好几头母马配种，所以这匹马和追风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给他取个什么名儿好呢？老头子，你说。我不行，我给儿子取的名字就知道，我不擅长取名。那要不叫旺财吧？咱们买马回来就是为了赚钱的，就叫旺财，也是个好兆头，保佑咱们林家多赚点钱，到时候老3老4早日娶上媳妇儿。看着2匹高头大马，一匹叫追风，一匹叫旺财。看来就算是马，也是同爹不同命啊！小满也不吃面条了，高高兴兴地跑出来。马车路过村子小河边的时候，就瞧见了吕老太挺着微微凸起的肚子，在和人吵架。哼，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肚子里怀的不知道是哪个的野种，现在竟然洗衣裳还抢我的位置，还把我放在这里的衣裳给扔了，你赔我衣裳！你说什么呢？谁知道你的衣裳哪里去了？我来的时候就没有了，我这肚子里怀的可是正正经经的吕家的种，要是再说一句，我就大耳刮子扇你了。哼，那我的衣裳……算了，我陪你找找吧。是啊，先别慌，咱们这小河就这么点大，左右不会沉下去的，我们大家一起找一下就好了。林小鱼从马车的车窗里瞧出去，吕老太得意地抖了抖脸上的肉，磨磨蹭蹭的，害得老娘还都和别人吵架了。吕老太呀，你这怀孕怀得真好呢，啥事儿都有儿媳妇做。我们那时候怀孕啊，都还得下地，还是你有福气呀。哼，可不是嘛，旁人可没有我这福气。不是都说是刘把式的？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小娘皮，你再说一句，刘把式都死了，你让他从棺材里跳出来和我说我这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呸！没一会儿，马车就跑回了家里。娘，今天吃小丽姐做的玉米饼子，还有菜糊糊汤，也很好吃呢。也没有很好吃，都是寻常的，可能是他们很久没吃了。小鱼啊，别听小丽谦虚，这玉米饼子扛得焦焦的，脆脆的，真是好吃。以后你去县城，可不用愁2个孩子的饭食了。用肉油炸一炸，你和小李秋秋分着吃，是从县城里的酒楼带回来的，甜着呢。林小鱼得了空，就今晚找吕成行了。只见他在削一个什么东西，又在收拾你的捕猎笼子啦。伸手将林小鱼环住，轻声地在他耳畔问道：怎么了？看到吕老太心里不舒服了？他自然是不能够的，你一直在帮我娘家人忙活，眼看着要过年了，你会不会想你的家人啊？
这话一出，吕成行微扬的唇角就平缓了下来。我的家人不就是你和孩子吗？还有你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我自己没有家人。那你爹呢？这么多年了，也不许我一个儿子。等过完年有机会，咱们去瞧瞧吧，去偷偷看看。好。眨眼过了几日，林小鱼月事来了。小妹，四哥要不要再喝碗粥啊？二嫂一早上烧了蛤蜊汤呢，还有面疙瘩，我们一个个的都吃了2碗，实在是撑得吃不下了。四哥，我帮你。不用不用。林小鱼只好闲在一边看看。等马车跑开的时候，风带起了车窗帘子，里面坐着的不正是柳絮吗？在看什么？柳絮的腿还没有彻底养好呢，四哥还带着他去卖货。这小丫头片子，莫不是真的心心念念要成为我四嫂吧？她才几岁呢？四哥心里有数的，你少操点心。他进屋里吃饭，吕成行也与他面对面的坐着。你以后要上山就先吃，不用特意等我的。无妨。吃完粥，牛婆婆和李桂香已经在院子里也帮着一起分拣了。小玉妹子，我这一会儿要的多，一会儿要的少，也挺麻烦你的。等年节了，我再给你包个大红包，怎么样？成。那酒楼啊，可得红红火火的。到时候林大厨你包少了，我可是要骂你的了啊！包你满意。林小鱼和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就问到了正题上。这放在酒楼的珍珠簪子和项链，可有人出价了？我也想过个好年呢，就盼着这2样东西给我赚点钱呢。已经有人出到了280两银子了，我是觉着这价钱还能再涨涨。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让人去联系那个出价280两银子的客人。不急，我就是想问问这东西有人要不？那我让掌柜帮你瞧着点儿，出价的人少了，到时候再卖。接下来就是去和林伢子说了一下那传单的事情。到了林伢子那里，林伢子满满的都是笑脸。传单发完了是吧？林大哥，你还能掐会算呢？肯定是生意做出去了，自然都知道你将传单发出去了。还是大兄弟看得清啊，几乎发了传单的村子里的人都来我这牙行瞧过了。不过现在才成交了1套房子，这中人费的抽成我现在就给你。林大哥，我不是来要钱的。没事儿，这不是迟早都要结算的吗？新的户型图我又叫人画了不少，现在临近年关，想买房子的人不少呢。林小鱼看着手里的2两银子，他最近可能有点走财运呢。小鱼姐，原来你还在呢，林大厨让我喊你过去。外面传来一声气息弱弱的叫唤，小帮厨是从酒楼跑到的牙行。是出了什么事吗？不，是张小姐。张小姐想买您那个首饰，你回去就知道了。张小姐是张府那个小姐吗？好嘞，我这就去。到了留客楼，林大厨看着林小鱼。哎呀，张小姐以为你回村了，现在已经追到你家里面去了。那我不跟林大厨说了，得先赶回去，要不然叫他们扑了个空呢。赶紧去吧。林大厨为什么这么说呀？上回小玉姐卖大虫不也有这么多吗？林大厨神秘的笑笑，吊足了小帮厨的胃口，这才说张小姐看上了，这可是长久的生意呢。这首饰可是小鱼妹子自己想出来的，她能想出一个花样，就不能想出一个新花样，这都是陆续赚钱的事儿啊。哎呀，对呀，而且这张家小姐呀，最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了。要是小鱼妹子能好好的搭上张小姐这条船，飞黄腾达，那不是指日可待吗？张家上头可有人。那刚才大厨你怎么不和小玉姐说呢？你们这交情，那可得提点她一句吧。这马车都跑飞起来了，我倒是想说，我有机会说嘛。小帮厨动了动嘴，还想再问，林大厨摆出了佯装要踹他的样子。你怎么一天天的这么多问题来着？这是城里来的小姐吧？小玉也太厉害了，跟这些贵人都有往来呀，真好看呢啊，打扮得跟天上的仙女似的。这样的衣服料子我哪里见过呢？不知道保暖不？瞧着就和咱们的棉袄子不一样呢。多看两眼，多看两眼，以后就没机会看了。张小姐，怠慢了。林小鱼下了马车就直奔院子里。还好，也就一会儿。你是林小鱼，那珍珠项链和珍珠簪子都是你的。小鱼啊，
都是熟人啊，东西我就问林大厨先拿来了。你看你要是愿意卖的话，我就把钱给你。进屋说吧。田小黎端来几杯茶，是用桂花糖泡的。客人，请喝茶。张小姐尝尝，这是我二嫂做的桂花糖，这橘皮啊是牛婆婆晒的，都是自家东西，是干净的。林小鱼先招呼人，但是张雅贤身边的丫鬟却说：“小姐，万一吃坏了，无妨。”丫鬟撇撇嘴，眼巴巴地看着自家小姐。很好喝，我喜欢你的珍珠首饰，所以才让管家带我来的。你开个价吧。给200两吧，张小姐喜欢就拿去吧。小姐，别被他骗了，他在巴结你呢。我不能占你便宜，你做这个也不容易，就300两吧。张小姐，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在县城卖蛏子就卖给了彭管家，所以我发家也靠了彭管家这个贵人，所以才给你便宜点的。这本钱本来也不贵，主要是这个样式比较新潮而已。如果你非要多给的话，那就280两，和旁人的给价一样就好了。彭叔，我喜欢吃的蛏子还有海胆炒饭都是从他家买的吗？小鱼为人真诚，他除了卖海货还没来过我们张府呢。那彭叔你给钱吧，可能我和他也有缘分。林小鱼也不占便宜，找了个20两的银票。小姐，可惜是银子的，有点称不上您的身份。我喜欢就行了，什么金子银子的本来吃也都不贵，贵的就是这好看。小鱼姐，门外又传来中气十足的叫喊声。小鱼姐，上回你说的法子我们去抓了，果然抓了好多呢。来，这送来给你吃的，比我们以往费劲的挖只能挖到2条，那都好多了。那就谢谢大头啦，今天家里有客人，改明儿来我家里吃饭。好。田小黎提着装跳跳鱼的桶，一脸无措地问林小鱼：“小鱼姐，这个鱼怎么弄啊？我不会啊，这要养着吗？淡水还是海水啊？”你先提灶房里去吧，等下我来弄。这跳跳鱼炖咸菜好吃，煮面也特别好吃，那汤啊肯定能把你的舌头都咸得掉下来呢。娘，什么好吃的？我要吃。跳跳鱼肉质最细腻了，等着哈，小吃货。见到张雅贤已经没有再看那珍珠首饰了，2个红木盒子已经被小丫鬟宝贝般的抱在怀里。等下就要吃晌午饭了，张小姐、彭管家，你们要不要留在我家吃饭呢？好呀好呀，那个跳跳鱼我也想吃。林小鱼看着张雅贤，无奈的笑了。行，那张小姐等一会儿，我做个跳跳鱼面，很快就能吃了。小姐，怎么留在他们家吃饭啊？也不知道这里干净不干净呢，这院子里全都是土。那菜也是土里长出来的，土就不干净吗？而且那个茶我也喝了，没有不干净啊。小翠，你就别操心了。等小翠去看了林小鱼的灶房，还故意用指尖擦了擦灶台，结果一点灰都没。你是要来帮忙吗？来了，跳跳鱼面来了。太大了，我们小姐怎么吃得完啊？张小姐，请。谢谢。小姐，你踩到我了。彭管家，还有这位妹子，一起去灶房用饭吧。彭管家倒是也饿了，想要去吃饭，偏生小翠儿还一本正经地站在张雅贤身后。奴婢不去，奴婢不饿，奴婢要照顾好小姐。你去吧。奴婢不饿的，小姐不用太过关心奴婢。我说的话没用了。张雅贤挑眉看小翠儿，小翠儿一溜烟的就跑了。看到人没了，张雅贤就赶紧往自己小碗里面盛面，然后笑着对林小鱼说：“谢谢你，小翠是我娘派来看着我的，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我还没吃饱呢。刚才都没好意思说，你做的面太好吃了。好吃就多吃一点，直接用海碗吃吧，我们乡下人都是这么吃的，吃着也香，你就当是入乡随俗吧。张小姐，你先一个人在这吃着啊，我去瞧瞧我家2个小的。”林小鱼说着就找了个借口自己往外走了。娘，我都闻到香味了，为什么还不能吃饭？客人什么时候走？因为客人还没走，再忍一会儿。咱们吃饭去，娘给你们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吃。这万一……牛婆婆还有些担心，像这样县城来的小姐她哪里瞧见过呀，就怕他们冲撞了客人。没事的，牛婆婆，要是以后一来客人就让他们待在屋子里，那以后孩子们见到客人都要讨厌了。只要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不要故意吵闹就行啦。林小鱼一左一右的牵着2孩子的手就走到了院子里。小鱼啊，你那个跳跳鱼米面做的真好吃啊，我都又盛了1碗。这时马夫也说：俺也是。还留我们吃饭，难道还不管够啊？小李，求求，
等下娘再煮一锅。娘，没事，我现在还不是很饿。那娘可不可以快点儿？我还能忍一会儿。这时，张雅贤红着脸抱着个海碗出来。你们在干什么？在给鸡去毛呢，在下锅炒成焦黄色，一浇米酒，激发出香味儿，再浇水煮开，下米面，味道也不比跳跳鱼米面差呢。今天你应该是吃不下了，再吃下去吃坏了，张夫人更不让你出门了。下次吧。好的，下次。你还做这珍珠首饰吗？做。这时，小翠已经从屋里出来了。小姐，这有什么好看的？别捂了眼睛。小翠，不许胡说。这是褪毛，又不是杀鸡。再说这鸡也是进肚子里的呀，怎么就捂眼睛了？你吃的时候怎么不说呢？哎，你……小翠，少说一句。彭管家也训了小翠一句，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了2两银子，递给了林小鱼。啊，今天中午掏着了，害得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彭管家，你这是在折辱我不是？张小姐照顾我首饰的生意，区区一顿饭我还请不起了。那跳跳鱼价钱也不便宜，市面上再卖的也少。左右都是吃的东西，没什么贵贱的。能来我这里吃饭呀，就是看得起我这个人。别说这些了。林小鱼将张雅贤一行人送上马车，才折回来做饭。先做的跳跳鱼米面，再煮的鸡米面，真好吃啊！真没想到这跳跳鱼的肉这么鲜美，难怪每年好多人去抓。但是这东西难抓，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能抓这么多跳跳鱼呢。有方法了，以后就好抓了嘛。改明儿啊，温大头收，到时候咱们留一半卖给张府去。我瞧着张小姐和彭管家都爱吃呢。那么大一碗，张小姐都吃完了，真是看不出来县城的小姐看着娇滴滴的，肚子还挺能装。张小姐是个好吃的，和我一样是一个吃货吗？收拾碗筷的时候，田小黎就一直瞧着林小鱼，欲言又止的样子。小黎，是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都是一家人了，你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说的，不要憋在心里，要不然我不想和家人还要动心思去揣摩呢。小鱼姐，那珍珠首饰真的卖了280两银子吗？你要不掐我一下，我总觉得我是在做梦呢。哎，等，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没见过有人想要挨掐的。你这丫头是不是傻呀？田小黎摸摸脸，小小声的嘀咕，就是觉得这钱好多啊，多到了可以买好多个我了，一时之间有些不敢相信了。小黎，这珍珠呢，主要还是你发现的。这样吧，这个钱我和你对半分，卖身契也还给你，就当我赚了100多两银子了。不能要。小鱼姐，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啊？我今天就是太高兴了，问了一下，我没有想走的意思。行，不走就不走嘛，哭什么呀？我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饭也吃不饱，我跟着小玉姐能吃饱饭，而且牛婆婆对我也好，小李和秋秋也把我当姐姐，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我不要钱。田小黎还在一边说一边委屈的哭。林小鱼看着田小黎怯弱的样子，心里也不由得叹息，是我想差了，以后呢就安安心心的住着，以后我再也不让你走了，这钱呢也由我收着，等到时候给你找个好夫婿了，再把这钱给你当嫁妆。哎呀，这2个小家伙说在太阳下晒得很，我这给他们倒水。这时牛婆婆进屋来倒水，看看田小黎带泪的模样，又看看林小鱼，她当即就同林小鱼说：小鱼，小黎咋了？牛婆婆，不是小鱼姐骂我，是我自己心里高兴，觉得跟着你们过日子太好了，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我就知道。好了，不哭了，咱们还要上山一趟呢。啊，上山？笨丫头，咱们要赚钱呀。哦，我好了，咱们这就去吧。去吧，赚钱要紧，家里有我看着呢。林小鱼就带着田小黎进山了。田小黎背后还背着一个篓子，到时候将棒装在背篓里。小黎，其实你不是倒霉蛋，我觉得你特别幸运啊！人能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幸运的。再者是这个珍珠，为什么旁人都不知道，就你知道了呢？可是这珍珠也不值钱啊。
不值钱，我能卖280两银子呢。那都是小鱼姐的功劳。那为何就你遇见了我？这难道不就是你与别人不同之处吗？所以你为什么是倒霉蛋呢？你现在能吃好睡好，这天底下还有多少人不如你啊？所以你不是倒霉蛋。来，跟我说一遍，我不是倒霉蛋。我不是倒霉蛋。大点声。我不是倒霉蛋。你是小可爱。两人很快就到了那个山里的小池塘。小鱼姐，你在这里等我。田小黎当即就脱了鞋袜，已经迈步走进了小池塘里。小鱼姐，这5个够不够啊？够了够了，这要是冻坏了就不值当了。怪我都没有想到天冷要下水。没事儿，以前冬天我娘还让我破冰去抓鱼呢，那会儿可要冷多了。都过去了，以后也不会了。小鱼姐，咱们现在就把河蚌打开吗？哎，小鱼姐，有一颗珍珠是淡紫色的呢。这是小鱼姐，这蚌肉也好吃的，咱们不要浪费吧。好，到时候我来做，给你弄点好吃的。那太好了。两人边走边说的就下山了，没想到在山脚下遇到了扛着柴火的古氏。哎呦，小黎呀！小黎，看到你田大娘也不叫一声，快叫人啊！田大娘。但是想到自己有小鱼姐给自己撑腰，她突然胆子就大了，又喊了一声：田大娘，你来打柴啊！我是你娘，既然瞧见了我在打柴，也不知道来帮我一下，你个死丫头！田大娘，我觉得你刚才的话说的不合时宜吧？这小黎是我家的下人，没有我的命令，他怎么敢给你帮忙呢？对吧，小黎？对的。田大娘，你也真是只长个子不长力气的。我们小鱼很小的时候就要砍柴呢，回家还要烧火做饭。你现在才干几天啊，这点柴都扛不动了，要不再生一个能干的？不帮就算了，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没良心的玩意儿。反抗。田小黎就往前走了一步，对着古氏说：你把我2两银子卖了，你又得了银子，又想我帮你干活，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呀？我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小鱼姐把我养得很好很好的，你就带着你的2两银子去吧，家里的活都要你做，活该你累。不是老娘卖了你，你能穿上新衣裳？好狗不挡道，我们还要归家呢。林小鱼一把拨开古氏，然后带着田小黎大摇大摆地走了。怎么样，爽不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反感就行了，你一直逆来顺受，对方就会一直欺负你，一直欺负你的。谢谢小鱼姐，我会的。林小鱼在屋里一直画着手势呢，炭笔都削了好几次了。这样都是你多了记忆以后学会的吗？记忆里我就是做这些的人呢。我会做首饰，还会做衣裳，还会绣花呢。你要干什么？你说的太玄乎了，让为夫都有些不信。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了？那你的记忆里可有旁的相公？没有，有也死了。乖，自己玩去。我知道是我冷落你啦，等会来宠你啊。吕成行摩挲了一下下巴，没想到他的媳妇儿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他是被反撩了吗？他只好乖乖地坐床上去了。隔了2日，马车上载着海货，林小鱼怀里揣着设计图，就到了县城的留客楼。哎，小鱼！谭工匠热情地招呼着人。谭工匠，我今天又来托你帮忙了。哎，正好我有事找你呢。那你先说。你先说。反正我就是让你做首饰，没什么大事，还是你先说说你这边有什么事情吧。谭工匠想想也是这个理儿，他就开口把自己的事情给说了。谭工匠准备收多少钱？这主要算材料多少钱，再加上一些我的手工费，自然价钱要比翡翠楼便宜得多呀。只是这图纸是你的，首饰的样式的是你设计的。谭工匠有心了，还记得这事儿呢。不过我想先问问，手工费大概一件首饰多少钱呢？不多，半钱银子。你又知道我那珍珠首饰卖了多少钱？280两银子。这银料才多少钱啊？珍珠派也是不贵的，旁人从我这里买过去280两银子呢。你要是只卖个100两，这不是砸我招牌吗？那我把定金退回去。这样吧，你也就卖280两一套，看谁还肯要。这卖的利润呢，你和我一人一半。
这不比你卖出100套便宜的赚得多吗？我是老实人呐，这会不会赚的太多了呀？爹，你当老实人有什么用？咱家打金店都快倒闭了。再说了，客人知道你老实，过来不照样还是会砍价？咱们的利润薄的都快开不下去了。是呀，而且咱们卖的呀就是个新鲜，等到时候翡翠楼仿了个样子出来，就赚不了多少钱了。干，我干。珍珠你可以哦。有的，当铺里这些珍珠多得很，一般都是凑巧在河蚌里挖到的，然后卖当铺去的，都是死的。我去买的话，1两银子能买10颗呢。唐工匠一开始就打算做珍珠首饰，这些材料他自然是提前算好的。那就好，这是最新的式样，你帮我也做一份出来。这是，这么好看呢？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做吧，做出来保管会更加惊艳的。你就这么相信他呀？若是他不分钱给你，你岂不是没办法吗？又或者说是只卖出3套首饰，然后跟你说就只卖出1套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谭工匠认识林伢子，林伢子呢又认识林大厨，他若是贪了我一个，这传出去不好听，一旦被我知道的话，以后可就没有新的首饰了。好好和我合作的话，以后新的设计图是源源不断的，而且他的谭氏打金店没准有一日会超过翡翠楼呢。去哪儿？去集市上吧。到了集市上，马车被拴在了路边，林小鱼依旧光顾卖菜大娘那里。大娘，多来点儿，你地窖里有多少存货呀？瞧着都还很新鲜呢。就等着你给我买空呢。老钢头，你这缸不行啊，这么大点够装什么呀？嗨，别说了，我家小子练手的，没想到做了这么小的一批缸，要不买回去熬猪油了，装进去吧，正好合适呢。去你的！那我买个海碗装行吧？碗可比你这缸便宜多了。这小的怎么卖呀？便宜的话我就要了。这个中等的缸是20文钱一个，这么小的就10文钱一个吧。便宜点。老钢头，你就便宜点呗，你这缸也不好卖，卖一个少一个，要不8文钱卖给这小嫂子呗。这客人乍一听是帮林小鱼还价，其实啊是帮老钢头的。4文钱。不行，这哪有砍一半的？你先听我说完，我说的是这里的全部，我都要了。全部？老钢头一愣。这时在挑缸的客人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这小嫂子看着年纪轻轻的，脑子没问题吧？这么多缸，你拿回去当饭吃啊？是啊，大冷天的老钢头卖点缸不容易的，你不要消遣他了。就是，我们可是来真心买缸的。你家里的只要是这样的大小，我也全要了。成，那都4文钱一个，全卖给你，就当是我们亏点钱吧。都怪我家那臭小子，嗨呀！真买啊？要这么多，不会是真拿去吃啊？腌萝卜都腌不下，只能来半截儿。可不是嘛，这4文钱也真是便宜，要不然就卖给我一个装点盐也行啊。给我也来一个。这行吗？匀几个出来？自然是不行的呀，我买全部才4文钱一个呢。你若是4文钱卖给他们，那卖给我就该是3文钱一个啊。哎呀，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不肯匀给你们啊，是那个客人不许呀。这人咋这么坏呀？我们就是拿1个2个又怎么样？你这人一点人情世故都不讲。可不是嘛，以后别求到我们头上来呢。真是一点人情味也没有。林小鱼可懒得搭理他们，扭头就往自己的马车方向走去。你呀，怎么了？我这个人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没一会儿，老钢头就已经把小缸给收拾好了，都送到了林小鱼的马车上。哎呀，客人，你不要生气，那几个熟客呀，就爱在我摊子上占点小便宜，虽说是帮我说价钱，但是呢，也不知道赶走了我多少客人了。无妨。马车起步的时候，吕成行忍不住问道：你买这么多这么小的缸是做什么用啊？秘密，回家你就知道了。
马车到了入夜村，林小鱼就下了马车，正搬着小缸呢。等会儿晌午啊，留下来吃饭吧。上回和你说过的，正好今天买了五花肉，咱们做梅菜扣肉吃，再做一道糖醋里脊。这都啥呀？没吃过，反正小鱼姐做的都好吃。大头笑嘻嘻的，搬起缸来也更加有力气了。小鱼姐，我知道你爱吃，这回我去掉了不少呢。你说那个方法真是好用。这么多呀，咱们中午又吃不完的，到时候我留一半去送人成不？钱的话，我按照20文1斤算你的。哎，不行不行，法子都是你教的，没有你教的法子，我一条也抓不上来。行吧，那你等会儿得多吃点了啊。这又吃面条又吃菜的日子真是好过了。好吃好吃。我今天喊小航了，他不来，说跟他爹去县城里有事儿，吃羊肉汤去了。羊肉汤能有小鱼姐做跳跳鱼好吃吗？傻子。小鱼，这些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才多大点，能装什么？娘，让我尝尝。咸，这样路上才不会坏嘛。要是咱们吃的话，微微的咸就能吃了。林小鱼说着，就用竹筒做的舀将燕妮螺装进了小缸里面。路上先装2罐子送去给张小姐尝尝吧，还有这个跳跳鱼。他们今天下午又要去一回县城里。娘，早点回来。娘，我想学算术，能给我买个算盘吗？几个数字都学会了？都会写了，还有一点点不会。好，那娘呢，给你们买2个算盘，1人1个。你不就是不就是那个送海胆的吗？哎呦，这头发倒是不像狗啃的一般了，俊了，瞧着也更加的齐整了。林小鱼冷不防的被这婆子赞扬，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娘还记得我呢。记得。哎呀，托你的福啊，咱们小姐爱上吃海货了。后头你不送了，都是刘克楼的小帮厨送来的海货，咱们府上的人都还能吃口主子吃剩的。今天也是来送海货的，麻烦叫一声童管家吧。哎，好嘞。看门婆子关了门就高高兴兴的去了。没一会儿，彭管家就出来了。今儿我在集市上找了好久都没瞧见呀，我们小姐都已经茶不思饭不想了，就要吃这跳跳鱼，老爷夫人那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正好手底下的小子送来的，以后有的话我还送过来。还有这2罐泥螺也给你们家小姐尝尝。哎呀，这什么鱼呀，黑乎乎的，就这么点大，和泥鳅不是差不多吗？这能有多好吃啊？估计也是轮不到你就没了的。彭管家这么说着，看门婆子正准备撇嘴，就听他又说：小姐一个人就能吃完。这一下看门婆子更加好奇了，这得多好吃啊！林小鱼送了就准备走，彭管家却又将他给喊住了。哎，别走啊，这钱还没算给你呢。咱买这么多东西啊，这赚钱不容易，老天爷一定要保佑风调雨顺的，咱们能顺顺利利的赶海。牛婆婆，你甭担心，这穿衣吃饭肯定是不能省的。你看吃得好，小李和秋秋才能长得高长得壮啊。再说就是赶海不行了，还有阿晴能打猎呢，这再不行咱们还能做珍珠首饰呢。呸，小孩子不会讲话，是每样都行才对。娘，算盘。你娘哪里能忘记答应你们的事情呢？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哎，阿行，小鱼，我回来了，我家丫头呢？柳大哥，说来话长，先坐。林小鱼就拉了一张凳子让柳三坐下先，然后就把柳絮住在他娘家的事儿给说了。还是我没有照顾好小旭。哎呀，这哪里是什么照顾好没照顾好，就是这丫头倒霉，腿没跛就行。我这趟出去也赚了不少钱呢。来，2个小家伙过来。这2个这是给你们的红包啊。柳三强行把红包塞给了小李和秋秋。我留几天就得走了，这一趟过年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所以这红包啊提前给2个小家伙，你就别和我客气了啊。那柳伯伯给的就收着吧，这一趟能赚多少啊？既然年都不过了，一船的货赚了110来两银子，到时候再去远一点，可就不止这个价了。这时牛婆婆激动地冲出来：过啥年啊，赚钱要紧，小旭你放1万个心，
小鱼他娘宝贝他，跟宝贝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呢。柳大哥总归是想女儿的，等我带点尼罗，咱们一起去我娘家一趟。难道是我四哥来了？说不准就把小旭给带来了呢，也不用咱们再跑一趟了。可惜他想多了，从马车上下来的人并不是林四强和柳絮，而是彭管家和马车夫。又来叨扰了。彭管家是有事儿吗？要是买条条鱼的话，我们家里已经没有了，明儿个让那小子多送下来就是了。这是椰尼罗，彭管家爱吃的话，我给你盛1小缸吧，你带回去吃。是我们小姐吃饭的时候吧，老爷他也跟着尝了尝，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老爷年前应该要去一趟京城，想弄一些咱们这儿的特产带过去。你瞧这个啊，椰尼罗能不能多给我们匀一些呀？价钱随你定。哎呀，看来这彭管家和小鱼也是熟识了吧？这张府老爷送礼的东西，那自然是不能便宜了的呀。小鱼，你这椰尼罗可是秘方吧？这估摸着得1-2两银子1小缸了。就给个1两银子1缸吧。彭管家，你看着要几缸来着？我现在就给你盛起来。那就先要个30缸啊。等彭管家走的时候，他从屋里取了一只蜡兔子递给他。折回院子的时候，柳三儿自己在舀起一竹筒的椰尼罗了，还捡了一个尝尝，眉头紧皱着，一副意味深长的模样。柳大哥，不合口味吗？合，太合了。我是在想，这么一罐我是卖多少银子的好啊？剩下的都给我。这罐子结实不结实啊？会不会路上就裂了？柳大哥放心，这个不是罐子，这是缸呢，不会坏的。那这尼罗能放多久啊？几个月不是问题。妹子啊，还有吗？这我觉得不够卖呀。柳大哥，你看这一大缸只腌制了10来天，你直接1整缸搬过去吧。等你的船到了地方，估摸着腌制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按1竹筒卖，如何？可以定一个30文钱1竹筒。你这法子好，改明儿我去找人给抬船上去。这一大缸啊，你就算我便宜点，20两银子啊。等他们收整好尼罗，吕成行已经拉好马车了。因着晚上还要回来的，就带了2个小的，还有柳三儿和吕成行一起回了娘家。秋田坳，小马快醒醒，你姑来了，快起来。嘟嘟，哒哒。嫂子，这是椰尼罗，你们拿着吃吧，下饭很好吃的。来都来了，还每回都带东西。这是嫂子，你看他像谁？这时屋里的林老太听见声音跑了出来，手上还拿着锅铲子。小鱼来了呀，没空招呼你啊，冬日了，大家都懒得做饭了。咱们家这炸小鱼跟油炸花生米的生意特别好，等一会儿你2哥3哥回来还能再卖一些。娘，你看他像谁？这瞧着有些像柳絮那丫头啊，难不成是柳絮的爹？娘猜对了。那小旭是不是要跟他爹回去了呀？那孩子的腿还没好全呢。柳絮这臭丫头人呢？跟老四一起出去了，等一会儿就回来了。那我就坐这儿等着了啊。林老太一边扫着外面的柳三儿，一边和林小鱼嘀咕：小旭他爹来干啥呀？是不是要将他带回去啊？就走水路卖海货回来了，想闺女了呗，自然是要住上几天的。不过等过几日就又要走了，抢不走你的小闺女，放心。林老太听了林小鱼的话，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又拍拍林小鱼的手说：你可别吃味啊，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就是和小旭投缘呢。我才不羡慕呢，娘就不怕嫂子们嫉妒？他们嫉妒什么呀？他们也有娘待他们好，婆媳哪能和母女一样的推心置腹呀？只要过得去就行了，我也不苛待他们。不过现在柳絮也没回来，他就先帮着家里做活。3个人一起做，没一会儿油炸小鱼和花生米就全都弄好了。二嫂累吗？不累，一天天的有活干，挺好的，家里还能赚钱呢。这是你2哥从县城买来的，要不给你带吧？我让他别买，他非要买呢。哎呀，二嫂别这样了啊，这是2哥的心意呢，你哪能送给我呀？林小鱼忙给他带回去了，看到吕成行走到门口，故意说：这我的要买，
也应该是某些人买给我才是嘛。外头又响起了马蹄声。闺女，你怎么就回来了？这才去了没多久。咋的呀，臭丫头？人前一点面子不给你爹吗？你好歹瞧见爹回来了，表现得高兴一点啊！给我买房的钱赚到了，老头。既然来了，就接柳絮回去住几日吧。你赶我走？哎，你可不要胡说这话，要不然小鱼和三哥都以为我们对你不好呢。这家里哪个不是把你当宝贝眼珠子宠你的呀？那你呢？我也是啊。等这一趟去，约么就能赚到了。就是过年不能陪你过了。行呗，那我就在这里过年。晚上留着吃饭吧。救不了，留不了几日，过几日就要走啊。柳絮，跟爹回家住几天。柳三说着，用大手牵起了柳絮。在林家人依依不舍的眼神下，柳三还是带着柳絮上了马车。老头，你还有几天才走啊？2天还是3天？你想爹就多留1天。哦，随你。四哥说要给我做个小凳子呢，坐在马车上稳稳的那种，还没做好呢。四强那小子动作那么慢，爹给你买一个。柳三想到自己有钱了，就宠宠闺女呗。谁知道柳絮往边上一转，不理他了。1上1， 1上5去4，1去9进1。相公，没事，都过去了，现在有你们就好。他只好搂紧了吕成行的腰肢。入夜，月明星稀，外面刺骨的海风吹着，赶海的人心里却多了几分欢畅。是大头他们来送海货吗？他们来送过了，你先睡，我过去看看。哎，怎么起来了？嘿嘿，我看小鱼呀，听说有螃蟹，就马上起来了。这正是梭子蟹的季节，能卖不少钱呢。今天晚上啊，是和我相熟的老伙计跑来和我说，有一艘渔船回来了，好多的梭子蟹，我要不要？等天亮一会儿啊，那些贩子就全拿走了。我想这价钱也便宜，就全拿回来了。这里大大小小的加起来5两银子才。所以这是柳大哥帮我拿的？那要不然呢？我可是跑远处的，这螃蟹不都得死了呀？那就谢谢柳大哥了。还有这位大哥，早饭就在我这儿吃吧，你们等着。等林小鱼喊吃饭，柳三儿就带人进来吃了。小鱼妹子，这是萧玄啊，你就叫萧大哥就成。这梭子蟹就是他船上的货，哎，你也认识一下，下次有好货呀，就让你萧大哥来喊你。林小鱼点点头，吕成行在那边也开口说：“那就麻烦萧大哥了。”我小鱼妹子这手艺真是没话说啊！萧大哥，来多吃点。哎，这是茶叶蛋，我之前在码头上瞧见过，可惜现在都不卖了，可能是天冷了，都不出摊了。卖茶叶蛋的呀，是牛婆婆，也是我们家人。现在天冷，我不让她出去卖来着。萧大哥等会儿也带走一些。等吃完早饭，林小鱼就给萧全拿了个小缸，又给他打包了6个茶叶蛋。萧大哥拿着吃吧，这茶叶蛋泡一夜的汤汁儿，明天起来更好吃呢。那就谢谢了。柳大哥，谢谢你了，你这难得在家也没有睡好，还为我的营生起了这么早呢。没事儿，只要能赚钱就行。来，赶紧收拾，万一螃蟹死的多了，都划不来了。这边柳三刚出门，田小黎就起来了，一边打着哆嗦一边说：“小鱼姐，我睡过头了，我这就去做饭。你快去吃饭，等下帮我弄螃蟹吧。”吕成行递了一张小凳子过来，他就顺势坐下了。先挑大只的去留客楼吧。这时，吕成行取起一只，对林小鱼说：“这螃蟹不是越大就越好，螃蟹呀要越肥才越好。”那隔着口的怎么看呢？林小鱼两眼亮晶晶的就看着吕成行，一听这话就知道这厮是知道怎么看螃蟹肥不肥了。只见吕成行拿起一只螃蟹，翻过来它的白肚皮。你看这壳子尖尖的两旁，越是发黄就越说明梭子蟹肉多，而且高肥，高都顶到壳这儿了。还有呢？最好是等看太阳出来之时，也是看壳子两边，太阳光照映之下，两边的肉都能瞧清楚的。这话惹得林小鱼给他一个白眼吃，天都还没大亮呢，哪里来的太阳？还有一个笨办法。快说吧，我这笨人急需笨办法，到时候听了还要挑拣呢。你试试，肥的螃蟹和瘦的螃蟹，肉是不一样多的，掐的感觉也不一样。
林小鱼试了几次，倒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他就开始挑拣起来。这昨夜里干还抓了这么多螃蟹，这也太稀奇了吧！牛伯伯，你仔细点瞧，这是梭子蟹呢。小鱼姐，酒楼这么多，是不是多了呀？等我想想，能腌起来吗？和尼罗一样。腌了梭子蟹可就不新鲜了。我有法子了。牛婆婆和田小黎都满含期待的眼神看着林小鱼。这么多酒，味儿会不会太重了？这头一次做，他就做了20只。就这样？对，到下午就差不多能吃了。别担心，当初的腌尼罗你不是也怕不好吃吗？现在不是吃的也挺香的。那倒是，到时候你先尝尝。婆婆，你还怪精明的吗？让我来吧，我相信小鱼姐做的东西都很好吃。行了，现在想吃还早呢，到时候一人只能吃半只的啊，都要留着卖的。咱们先去吃煮好的螃蟹吧。娘，你们在吃什么？哼，在吃大螃蟹呢。谁让你们起得晚了？喏，没了。你怎么不叫我们呀，娘？刚才我叫了，喊得可响了，你咋没听见？揭开。球球揭开，看到里面还有2个煮得红红的大螃蟹，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了。娘，以后不要逗妹妹，这样不好玩。妹妹哭了不是还要哄吗？而且妹妹也会伤心的，这样一点也不好玩。球球，娘做错了，以后不逗你了啊。娘没事，我知道娘对我好，肯定会给我留的。大螃蟹好好吃。也是，我们光顾着逗孩子看孩子笑话了，不知道这么做其实不对。好了，以后咱们就说好了，咱们家不能逗小孩。小李也做得很好，有时候娘当局者迷了，做错了事情要勇敢地告诉娘。娘也是第一次当娘呢，也会努力改正的。眨眼就到下午了，林小鱼将腌制好的枪蟹放在碗里。牛伯伯尝尝。小鱼姐，还是我来尝尝吗？鲜美的汁水就被吸入了口腔之中。这枪蟹和煮熟的螃蟹完全不同，鲜味更甚，而且这膏还有点弹牙。哎，真好吃啊！小鱼啊，你这呛蟹虽然好吃，但是要是像我一样尝都不想尝的客人，你咋个卖啊？哎，小鱼姐，你咋又来一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弄点呛蟹来酒楼卖。林大厨在吗？啊，在呢。等一会儿就到了晚饭的点儿，林大厨在准备呢。来尝尝新鲜东西。不了，我肠胃不好，吃不了生的。恰好这时候林大厨走了出来。这是啥？蟹生？尝尝。这东西不错，好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螃蟹是这样的做法。怎么是要放在我们酒楼卖吗？这次是得了一传的螃蟹，做了不少呛蟹呢。酒楼一盘一盘的卖，估计不成的，就借酒楼门口一用，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当自家一样呗，到时候匀一些给我，我们酒楼还顺带卖卖。成。林小鱼十分爽快，把腌制枪蟹的大缸放在留客楼门口，林小鱼就要开始卖枪蟹了。这咋卖啊？这螃蟹死了的吗？是不是便宜点？咋这么贴心呢？给我们都剁成块了，这不是回家随便炒一炒就行了吗？梭子蟹死了也能吃的，你要是价钱便宜点的话，那我们就要。这叫呛蟹，就是生的梭子蟹在卤水里面腌制出来的。这一缸啊都是顶新鲜的，今天早上才出水的螃蟹，下午就腌制好了。啥？生的螃蟹？这能吃吗？吃了不闹肚子？咦，我可不敢吃呢。你这钱也太好赚了吧，连火都不用动。就是，没吃过这玩意儿。这可是我们家的秘方呢啊，真的好吃的。要是吃了闹肚子，我自己能吃吗？现在给大家试吃啊，试吃的人一人2文钱，只有10个名额，只要告诉大家真实的口感就行了。啥？试吃也有钱拿，白吃还拿钱？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肯定是有问题的。哎，反正吃不死人。你看他自己都吃了，最多拉一下肚子，能赚2文钱呢。我来。果然，林小鱼这话一出，就有人踊跃的来试吃了。这试吃是随便我吃吗？我这块吃了，还能吃下一块吗？这话明显就是这东西好吃的意思。围在这里看热闹的人当即就争抢起来。我也要试吃，我也要。好吃，这生的枪蟹一点都不腥臭，是我吃过最鲜美的东西了。老板呀，怎么卖的呀？我待会儿啊往家里带点，我家老丈人呢就爱吃这些鲜货呢。我也要买点儿。
40文钱1斤，这个是独家秘方做的呛蟹呢，旁的地方买不到的。那我们能尝尝再决定买不买吗？当然是可以的呀，就是免费尝了，我不给你们钱了的啊。啥钱不钱的，没事儿，吃了我们好就买。一个大娘豪放地说。林小鱼那试吃的小盘子里一下就被捡光了。林小鱼又弄了一盘试吃的，给我来1斤。我要半斤行不行？我要2斤。另一边，吕成行也开始给客人们装枪蟹。离家近的可以自己去拿个碗回来。这汤汁也是非常鲜美的，炒菜的时候倒一些进去，味道就能好上不少呢。呀，这汤不能浪费了，我赶紧回去取碗去。我也要，我也要。等着，我们取了碗就回来。啊，就没了？我尝了邻居买的呛蟹，说是在刘克楼门前买的，我这刚来就没了。是，我也刚来，咋就没了呢？哎呦，老板呀，你咋也不多做一些呢？这里还有一些汤汁，我送你们一些吧，可以回家炒菜吃。明日我估摸着还会来一趟的，你们到时候早些来。听说汤汁还白送，2个大娘心里好歹舒服了一点。哎呦，小鱼妹子，这又赚钱了。钱肯定是要赚的，但是也忙啊。忙点好，忙点好呀，夫妻也更和睦嘞。林小鱼和林大厨说了几句就回家了。明日还做呛蟹，家里剩的螃蟹已经不多了。晚点去码头瞧瞧吧，这梭子蟹现在是旺季，应该有不少渔船都能打上来的。林小鱼感觉自己眼皮子一闭，再睁开的时候，就是马车忽然停下的时候了。你醒了。等他进了灶房，就瞧见田小黎一直闪闪躲躲的。小黎，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啦？就白菜炖粉条。他说话的声音还是弱弱的。小鱼，气死我了！你不在的时候，那个股市可张狂了，非闯进来让小黎回家给他干活。要不是大头刚好来做跳跳鱼，我一个老婆才拦不住呢。让我瞧瞧。小雨姐，没事儿，不是很疼。以后要还手了啊！你1次2次的纵容他，以后他要是来咱们屋子里抢东西怎么办呢？我还手了。小黎这次也厉害，给他娘脸上挠的，就是他还小，力气没有股市大。等在咱家养养，是壮实一些，谁也欺负不了他。晚上叫大头来吃饭吧，我琢磨着以后要不让他来家里帮忙吧，要不然也忙不过来了呀。呛蟹好卖，好卖得很呢。小鱼姐，咋又叫我吃饭啊？我饭量大，别给你吃穷了。就你这样的，来3个都不会把我家吃穷呢。上回你给的跳跳鱼，我还卖了不少银子呢。哎，我不能要，不能要的，这本来就是送给你的。要不是小鱼姐给我这个机会，我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我有个提议，不知道你同意不？哎，我同意，我同意。你这小子！大头哥哥，你先听我娘说完呗，我们也快点吃饭，我都饿了。先吃，一边吃一边说吧。以后你白日睡醒后呢，就来我院子里照看一下。以后晚饭只要我在家的话，都在我这吃，成不？小鱼姐，你是不是担心我没饭吃啊？我这么大人了，我不傻的。下雨我知道跑屋檐底下躲雨的，吃饭我也知道嚼的。不是，吃小黎的娘。放心，小鱼姐，虽然我瘦，但是我力气大，这个老钱婆肯定不会再来的。不过只是照看一下，就吃你一顿饭，不好意思。哎，要不然你让我干点活吧。认字怎么样？算术学会了吗？都会了。吃了饭再过来照看一下午，防止那些个没有眼力劲儿的来闹事儿。对了，小鱼，这就到咱们搬新家的日子了呀，这估摸着也干不了多久了吧？哦，差些忘了，新家是要搬的哦。哎，咱们这里还有泥炉腌着呢，这里估摸着也是要长期放着的。每日赶海回来还要分拣海货。怎么了？被谁欺负了？叫你阿行叔去给你揍回来。小鱼姐，是小丽姐的爹田大德，他故意要把我要的母梭子蟹都买走了，还给我开了一个高价，这不就是故意的吗？那就不理他，怎么不买就是了。那赚钱就当今天休息了，我和秋秋和小李放风筝去了，你和小丽也一起来吧。上回买了2个风筝，一次都没有放过呢。林小鱼在陪孩子放风筝的时候，田家发了愁。他爹咋整啊？哪里想到这林小鱼不要？不是说他这梭子蟹才买过去才25文钱1斤，然后去县城里卖40文1斤的吗？一日能卖100斤来，这1两5银子就不赚了。
古氏怎么也想不通呢。都是你出的什么破主意，还不如老子在家睡大觉。现在这100斤梭子蟹，你去卖呀！我哪里会嘛？吵！你烦死老子了！老子打死你！还瞪老子？你再瞪一个试试！我错了，害死了爹！你去把这些梭子蟹卖完，变成钱还给老子。这事儿咱们就当没发生过。好。古氏捂着脸赶忙就去了，都不敢哭得大声，生怕触怒了田大德。古氏先提着一桶梭子蟹就往林小鱼家跑，一共跑了10趟，才把梭子蟹都放在了林小鱼家门口。这丫头凭什么过这么爽的日子？凭什么买了它之后，活计都落到我头上，挨揍的也是我？这凭什么？田大娘，你让让，我们要回家做饭了。你个死丫头，我今儿来不是跟你废话的。林小鱼，我们谈谈。我这梭子蟹卖给你啊，买来25文钱一斤，卖给你也25文钱一斤。小鱼姐，你可别买呀！他们故意抢我的梭子蟹，就是为了讹咱们。现在讹不到，还来当好人了。这都晌午了，卖菜的还知道赶着收摊回家，卖给我便宜点呢。25文太贵了。那想了老半天，林小鱼没工夫跟他耗，做事就要走。24文钱行不行？林小鱼都迈出去1步了。23文钱，2步。古氏直接崩溃了，高声喊：“20文就20文，我只20文一斤还不行吗？你赶紧把我这个买走，我们家亏不起这么多钱啊！”进屋帮我拿个盆过来，我好好挑挑。啊，你不是全都要啊？是呀，死了的我总不能要吧？要不然做出来的东西把人吃坏了可怎么办呀？大头把盆拿来了，他才开始挑选起来，死的不要，公的不要。林小鱼还要对着太阳照照。哎呀，你看我都买了10只了。要不你再给我便宜点吧，18文一斤。我这么可怜，女儿都卖给你了，现在钱都垫在这梭子蟹里了。这梭子蟹你做了一卖就能赚钱，你为什么难为我呢？不买了。怎么就不买了？因为我蹲的腿麻了。林小鱼说着就进屋了，再也不留给古氏一点的幻想。这个坏女人，你个贱人，你消遣我！他正骂得爽的时候，大头拿着大扫把冲了出来。你再骂一句小鱼姐试试。古氏慌忙就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小鱼姐，20文一斤，你咋不要呢？你小鱼姐根本没打算买啊？是啊，我是没打算买的，谁让他算计我？现在又想要回本了，这世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吗？他们可是足足花了2两5钱银子呢，这一次亏这么多，他们也得长长记性了。亏不了这么多的，顶多1半。只有让人知道你这个人难搞，别人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事儿。小鱼姐，你真的是蔫儿坏的。胡说，小鱼姐是正直，不让人蹬鼻子上脸。好了，赶紧给你们做点好吃的。林小鱼也起了身，而古氏果然如林小鱼所言，在村里的大槐树下卖梭子蟹呢。哎呀，这码头新鲜的刚拉上来的才25文钱一斤，你这都半死不活的了，卖给我12文一斤吧。不卖，最少20文钱一斤。我就拿了2只，肯定1斤不到的，我就给18文钱好了。你没有秤，这里就给我18文吧。不行，这肯定不值1斤。咋了？田家的，你做人这么的不厚道是不是？刚才你卖给那个王三家的都是这个价，凭什么给我就不行？你要是不卖，我就翻你这摊子，让你狗眼看人低。哎，行吧。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娘，我饿了，早上没吃饱呢，你快开始做饭吧。吃，你们就知道吃，一群饭桶，一个能干活的都没有。你骂我娃子干啥？反了天了，他们是我田家的种。古氏瘪了瘪嘴，不吭声。梭子蟹都卖完了？拿来。你这个臭婆娘，干什么呢不知道？花出去老子2两5钱银子，这里竟然就1000文多点儿。你这个败家娘们儿，我打死你！这不能怪我呀！说抢了林小鱼的梭子蟹，你也同意了的，孩子他爹。你还敢躲？都是我的错，还不滚去给我做饭，快点儿，要把老子饿死了！这钱你给我想法子赚回来，要不然我弄死你！古氏只好去做饭，没一会儿，他的胳膊上就起了泡。你还想跑？你看看你离开了我，能有饭吃？你老娘再给你嫁一个老男人，又老又丑的，你又不能生孩子了，看他不打死你！这回田大德没有打他，见古氏不吭声，
他又说：“你走吧，走吧。”孩子他爹，我不走了，咱们好好的过日子。只要你不打我，我干啥都行。成，这回我原谅你了，下回可就不原谅你了。快去做饭吧。第二日，大头还没有去码头买梭子蟹，萧全就上门了。小鱼妹子，今儿你这生意恐怕不太好啊。没事儿，来都来了，不好卖就再说呗。你瞧瞧就知道了。咋的了？就只许你卖，不许我卖了？我这枪械生意好着呢，昨儿都卖完了。那祝你生意兴隆了。对方没想到林小鱼非但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反而还祝他生意兴隆。你终于来了，昨日怎么没有出摊？我老婆子就要吃你做的枪蟹，不然还吃不下酒了呢。可不是嘛，你家的枪蟹肥高又多。我也喜欢在你家买，对面那家黑乎乎的，都不知道是用啥腌起来的，看了我就不敢买。枪蟹只要35文一斤喽，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的瞧一瞧看一看哦，正宗的小渔村枪蟹。媳妇儿，怎么办？不管他，若是我40文钱，他35文钱，那我35文钱，他自然就是30文钱了，扰乱市场，没意思。果然，没一会儿，又有几个大娘走过来，是熟客带着生客来的。那大娘当即就和朋友推荐：“这就是我说的刘克楼门前卖枪蟹的，咱们这县城的独一份呢，味道特别好，包你吃了还香着呢。”这多少钱一斤啊？那妇人试吃了一下，觉得味道真就不错，40文钱一斤。行，来一斤。这边林小鱼都准备打秤了，突然对面的摊主就叫嚷起来：“我这里只要35文钱一斤呐，一模一样的枪蟹，我是老实人做生意啊，不比旁个黑心的。”果然，这枪蟹都已经装到碗里了。那大娘又说：“哎呀，都是枪蟹，你们卖的比对面的贵这么多，要不也就35文钱好了。”这不行的，都是40文钱一斤卖出去的，要不然对不起之前买的客人呢。林小鱼摇头拒绝，这是原则性问题。那个大娘却拍着林小鱼的手背说：“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林小鱼再次摇头，那大娘就把装在碗里的枪蟹倒回到了大缸里。我还不买了呢，那边便宜这么多，走去对面瞧瞧。没事的。本来是没有事的事儿，但是被他这么一安慰，林小鱼感觉倒是挺难过的，就把脑袋放在吕成行的肩头靠了一会儿。我去解手一下。谁呀？光天化日竟然打劫！哎呦啊！打劫就打劫，不要打人呐！我把钱把钱全给你啊！哎呦，别打了！好不容易赚点钱，竟然被打得这么惨，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这人赶紧往巷子外跑去，他摸了摸自己的钱袋子，今天可不是啥吉利日子。你终于回来了，我刚才差点忙不过来，幸好小帮厨帮我干了一会儿活呢。是我的不是，去的久了一些。这是林大厨叫我送来的，你们快吃吧，忙了这么久，肯定饿了。林大厨做的饺子好吃着呢。饱了？饱了。复盘之后，林小鱼觉得这生意没有什么做下去的意思了。相公，收摊吧。小鱼妹子，没事的，做生意有竞争很正常，只要你这枪蟹好吃，绝对能长期留住客人的。林大厨，谢谢你，不过明儿我不准备卖枪蟹了。没一会儿就琢磨了过来，笑道：你这脑瓜子里呀，各种东西都会，自然不用吊死在一棵树上。下回还准备弄什么新鲜东西啊？还没想好。既然不准备卖了，这个就卖给我吧，我们客人也能吃得下一部分，放到明日也不会坏。那这真是太好了，要不我把这个方子交给你吧，这样的话久了还能长久的卖呢。好的，小鱼妹子，这钱你拿着。林大厨掏出2两银子。要不了这个钱，反正旁人都已经琢磨出来了。林小鱼推辞。回到家里，大家都坐在灶房里点着油灯。回来了，我们在县城吃过饺子了，你们快吃吧，明儿就不弄枪蟹了，咱们再想想别的赚钱的。是该停一停了，要不然这一天天的都赚钱，都没空陪孩子玩。你看，你昨日陪孩子们上山放风筝，孩子们多高兴啊！是呀，我倒是疏忽了，要不我们明儿个上山挖冬笋吧？小鱼姐，今儿冬笋就是我挖来的，我吃的，哪里能挖冬笋？好嘞，那咱们明天中午吃完饭后就去。直到第2日林四强来的时候才醒。小妹，你不卖枪蟹了吗？
记是记下了，不过我应该也不会弄啊。没事儿，二嫂会就行。说好这事儿，林四强高高兴兴地走了。小旭，你爹走了？昨儿刚走。这丫头昨儿就跑我车上来了，还让我不要说。昨儿回去，娘高兴的给她炖了个大猪蹄呢。每天我这么早要去卖海货，她都非得跟着。我瞧着这个丫头啊，跟你一样是个财迷。爹爹，你都在哪里打猎的？是啊，带我们去瞧瞧。爹爹，这样好臭，不会把小动物们吓跑吗？这样有人经过也不会走那边了，而且也防止别人发现这个陷阱。打开瞧瞧吧。又抓到兔子了！娘的兔毛衣裳什么时候做呀？明天就开始做。这是上回我带小航挖的，小航他娘要吃药，家里也不宽裕的，所以我们一直来挖笋吃。大头哥哥，那你挖没了，我们还能挖到吗？因为家里没有锄头。放心啦，这竹林下面还是有很多笋的，每年都会长新的竹子，所以不怕挖完的。我们开始吧。没有笋啊，没有啊。这里面应该有。这都是土，什么都没有。大头哥哥别骗人。我不会看错的，这里面的土已经有些裂开了，说明下面是有笋冒出来的。我都挖了5、6年的笋了，已经是个很有经验的挖笋人了。你才几岁，吹牛！大头哥哥都没有娘，不挖笋就没饭吃，所以必须得找到笋，他才能活下去。这样的年代，像大头这样的孩子真的是不少。阿航说：“你小心点，有笋。”啊，原来笋在土下面是这样子的呀，那好难挖呀。难怪冬笋卖的这么贵，不好找也不好挖。要是我老婆子去挖笋，肯定赚不了钱。哎，小心小心，挖出来了。哎，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吕成行又拿着锄头过去了，没几下又给冬笋刨出来了。阿航说：“你真的好厉害呀！我要是跟你这么厉害，我往年冬天就不用挨饿了。”爹爹，我觉得这下面有。林小鱼掏出怀里的帕子给吕成行擦汗，一边嘀咕：“也就你宠闺女，她看得来什么呀？还是听大头的指挥，大头有经验。那我肯定也能找到的。”秋秋一点也不气馁。结果小李在一边说：“弟弟，我挖到了。弟弟，我想挖，挖出来了，挖出来了！我和哥哥以后也能跟着大头哥哥上来挖笋，可以卖钱的，对不对？”一家人的挖笋时光过得特别快，很快就到了太阳下山之时，他们背着挖来的半筐笋就回家了。大姐，小雨姐，这是我最小的妹妹小丫，我能不能，我能不能？你想给她拿点吃的是吗？去拿吧。小黎，这也是你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你不需要问过我的。你觉得他们该给就可以给的。田小黎听到了林小鱼的话，马上就去拿了馒头，然后递给了自己的小妹妹。大姐，好香！快吃吧，别拿回家去，拿回家就进不到你的肚子了。大姐，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小丫想吃饱饭。不回了，吃饱了你就快回去吧。馒头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要是饿狠了就偷偷来找我。怎么不多拿几个馒头？小鱼姐，我不能助长他们不劳而获的心思，而且这会给你添麻烦的。小黎是个懂事的，不过过几日咱们就要住县城去了，就2日的功夫了。第2日，林四强一早过来拿赶海所得的海货。娘，好软好软，乖，很快就好了。婆婆，看我的新衣裳好看吗？我是不是也是一只小兔子啦？好看，这真暖和呀！这兔毛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的软呢。爹爹，娘给做的好看吗？好看，娘做的。娘的针可有扎到手吗？才没有呢，娘好厉害的。哥哥，你放心，娘裁了2件做衣裳的，你的还在娘手里做呢，娘不会忘了你的。这时秋秋看到地上的字，又气得皱起了小眉头。哥哥，你怎么能背着我一个人在这里偷偷努力呢？你真是太过分了！竟然都算到100的数了，不行，我也要来算。小鱼，外头传来了小树娘响亮的叫唤声。来了呀！你喊我们帮忙，我们哪能不来呢？哎呦，田家闺女也真是个勤快的。以前在村子里那些个不好的话，也不知道是哪些黑心干的传出来的呢。是呀，家里属她最勤快了。你们来了就赶紧来帮我忙吧，县城里的屋明儿个就要搬进去了，今天瞧瞧能不能1日就给做好了。好，咱们这就开始了啊！
小树娘应着就跟林小鱼进屋了，李桂香也跟在后头。哎呦，你这都裁好了呀？那么今天咱们3个人能做好几件了呢。我手上这套给小黎这闺女做的吧？哎呦，她真是个有福气的。话说，我看不是小黎倒霉，是田家倒霉吧？这话怎么说？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呀。她不是看你做生意也眼红嘛，去码头买了100斤的梭子蟹呢，结果亏了1半的钱呢。这古是一个妇人，偏以为自己和小鱼一样能干呢，争强好胜的。现在亏了这么多钱，都快被她男人给打死了呢。啊，咋的？田大德还打人啊？不怕打跑了？跑不了，我听人说每回路过他家呀，古时都被打得嗷嗷叫呢，还给田大德下跪，让他不要赶他走。哎呦，做女人半点脾气都没了呢。小树娘和李桂香都听呆了。啊，还有这么蠢的人呢？哎，果然就是坏心眼的，活该他被打。就算被打死了，我也不可怜他了。本来还想着叫我家那口子去劝劝田大德来着，现在看来我可真傻，他就是该。那他心还真是坏耶。哎，小鱼，你手上这件是你穿的？这全家一个色儿的？啊，不是，这个呀是给桂香姐做的，好歹1年到头都在我这里干活，也给她做一件。林小鱼说着，也不怕小树娘嫉妒。哎呀，小鱼啊，就甭给我做了，我身上这件还能穿好久呢。都打了补丁了，再洗洗，怕是补丁都打不住了。桂香姐，我知道您想把好的都留给孩子，但是孩子也希望娘穿的好好的呀，孩子也要出去和小朋友吹嘘呢，你就安心的收下这衣裳吧。啊，小鱼说的有道理呢。我们家小树啊，也常跟我说，谁家娘又穿了新衣裳，红红的，真好看。然后今年我就扯了大红色的布来，到时候你们可别笑话我啊。嗯，红色好看。大海，你瞧见没？你虽然走了，但是你结下来的善缘一直在帮着我。阿行和小鱼都是很好的人，在他们的帮衬下，我肯定能把咱们娘还有孩子照顾好的。你在那里也安心的投胎去吧，甭牵挂我们。哎呦，我紧赶慢赶的呀，可算是弄好了，就怕你又留我吃饭呢。小鱼，我这可正走了啊，一家人还等我吃饭呢。那明日记得去县城，明日一早跟我们一起去。你们住新房，我就不去了吧，我们家也没什么朋友，一定要来，就当帮我们热闹热闹了。哎，那我明儿去，提前穿上我的红色新棉袄过来。成。李桂香也弄得差不多了，林小鱼也同样邀请。我还是算了吧，我这寡妇去你新家不吉利的。哎呀，有什么吉不吉利的？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罢了。我若是死得早，阿行就是个贵妇了；要是阿行死在我前头，那我就是个寡妇了。所以我们早晚都是差不多的。旁人要说是旁人嘴碎，我们万万不能自个儿看清了自个儿啊。李桂香点了点头，说是会来。嫂子，这是你的，赶出来的可能有些马虎，你回去看看，要是哪里漏针了，自己补上。哎呦，这针脚多好啊，多细密啊，还是我们做的不好。小鱼姐，找我啥事儿啊？小黎姐做的虽然没有小鱼姐做的那么好吃，但是也比她自己啃黑面窝头要强得多了呀。完了，小鱼姐可从来没这么严肃过的。小鱼姐，我可以少吃点，能不能继续让我留下来吃饭呢？林小鱼愣了愣，啊，少吃点儿？自己可没有嫌弃他吃的多呀，白米饭能吃几个钱啊？你在说什么呢？哎呀，看看，这是啥？林小鱼没有去想这小子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伸手就将自己手上那件崭新的棉袄展现在大头的跟前。这真的是给我的？不是给你的，是给谁的呀？快穿上试试，合身不合身？肯定合身的，估计还大一点呢。今天穿了，明天还能穿。我还没洗澡呢，我等洗了澡之后再穿，要不然会把这么好的衣裳弄脏的。小航也有一件，我们明儿住新房，你和小航明天一早啊都过来，到时候还有席面呢，管饱。哎，一定来。大头顺带着把小航那件棉袄也带走了，天色也彻底的黑了下来。小林，你也有的，不能让你羡慕那两个小子。小玉姐，你给秋秋和小李做吧，我身上的还能穿呢，以后等你换新的，我可以捡你的穿，不用在我身上费钱。秋秋和小李他们有，都说是一家人了，不会少了你的。你喜欢什么样的花，我给你绣一朵。太麻烦了。
那你喜欢荷花还是桃花还是杏花呢？我喜欢路边的小野花，即便是风吹雨打也依旧开的，一丛一丛，一簇簇的，非常的坚强。那就选那个。夜里，林小鱼就在油灯下帮田小黎精心的做棉袄，往上头绣花，直到深夜。第二日一早，小鱼还没起呢。牛婆婆一边吃着，一边催促地问道：“来了来了，快换上去。”和珅，好看，真好看。我倒是没发现，咱们家小黎已经是这么俊俏的大闺女了呢。是不错，这颜色也衬你。小鱼姐，你熬夜很辛苦的，以后不要这样了。这有什么？偶尔的，又不是天天。桂香姐呢？另一个方向，打开瞧瞧。林小鱼打开牌匾，只见牌匾上写着林府。你做的？这时林家人都嘀咕开了：“哎，妹夫，这咋写的林府呢？怎么也得是吕府才对呀！我小妹可是嫁给你的，这样让旁人瞧了，以为你是倒插门的呢，会误会的。”就是，女婿，我给你做主，是不是小鱼逼你这么做的？哎，对，换一个，换成吕府。就叫这个，这才彰显我一家之主的地位，还有阿信爱我入骨的证明。就知道是你这个死丫头想的。不行，换回吕府吧，这不合规矩。哎，女婿好惨呐，得骂闺女几句，帮女婿出气。嗨呀，爹，都做好了，现在临时去哪里换？再说这也是妹夫对小妹的一片真心啊。林府就林府，不管是张府、李府、王府，也都是他们家。是，挺好。小鱼爹娘，你们就甭介怀了，我作证，俩孩子恩爱着呢。再说这是县城，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村里人来闲话的。爹娘、哥哥嫂子们，你们先在这里坐坐，等会儿啊，我们整弄2桌席面，大家热闹热闹。哎呦，都是自家人，这么破费干什么呀？这还弄啥席面呢？就是，小鱼，我们就是来给你这新房子热闹热闹的。你要是整弄得太客气了，我们现在就走的啊。那就随便吃一点，这房子都买了，难道还差这一顿饭呀？就算在村子里盖房子也一样啊，不也得整个席面吗？现在才这点人呢，就顶多2桌就够了。说起来呀，还是我抠搜了呢。可别这么说，你素来是个大方的，要是说你抠搜，这世界上啊就没什么大方人了。村里的那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干嘛给他们白吃白喝呀？你买这房子，他们也没出1文钱的力气呢。是嘞，等一下呀，还有几个客人要来，我们这就开始忙起来吧。入冬了，山上的猎物少，就是以往存下的腊兔肉。小妹，我来一起吧。潘香草也挽起了袖子，露出了她能干的一面。谁呀？来了！这女人谁呀？一双眼睛总落在咱们女婿身上，这咋叫这样的人来呀？明显就垂涎女婿，你就不怕这么好的男人被人给抢走啊？娘，他要是就这么被人看几眼就被抢走了，那有啥用啊？天下男人多的是呢，他要是抢得走，就让给他就是了。说完，林小鱼就赶忙去炒菜了，她忙着呢。小鱼呀，品兰来了。既然来了，大好的日子也不好把人赶走，就让他待着吧，咱们该干啥干啥。林小鱼说着还颠勺了呢，这菜在锅里宛如会跳舞一般。这消息肯定是从我嘴里漏出去的，你知道，是个管不住事儿的。你喊我去住新房子，我一高兴就跟我家老太婆说了，让她今儿照管着孩子，肯定是她说出去的呢。回去呀，我定和她吵架去。哎呀，算了，嫂子，这是高兴的好事儿呢，所以大娘才没有想着藏着掖着嘛，还是空手来的，我可得出去跟她说道几句了。小叔娘一阵风的就跑出去了。哪个小狐狸精胆子敢这么大？咱们娘家连整整齐齐的都在，就想来挖小妹的墙角，真是反了天了。哎呦，轻点儿，你小妹傻，咱们可不能糊涂，我们去把人给赶走。成，把小满给老大。那看着孩子，我和你媳妇儿出去办点事儿。侯家这闺女，不知道你和小鱼家是哪门子亲戚呀？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嫂子，我和阿行哥好多年的情分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哎呦，这无亲无戚的，顶多就是个村子里眼熟的人，上来蹭席，多厚的脸皮呀啊！也不知道带点东西来的，空着手你好意思呢？
林老太和季春桃刚来，婆媳两个人对视一眼，哟，这厉害呀！他们甭出手了。那你送了啥呀？我可送了2只机灵的鸭子呢，那2鸭子鲜活的，比你还机灵呢。我晚些时候补上行了吧？果然是好他的脸呢。你去吃饭你也说赊账，你去买衣裳你也说赊账，你去买头花也去赊账，你干脆改名字叫穷赊赊好了。你又是谁啊？我是小鱼正正经经的大嫂，可不是什么空手来蹭席的人。还是这个大姐好，还知道送礼。你瞧你送的西北风，喝一口就管饱，大家都甭吃了。就是，脸皮厚的和牛皮一般了。回村子里啊，我要好好说道呢。现在的小妇人可真是没有礼数了啊！我还真瞧不上眼儿。切！林老太也撇撇嘴。这时，在边上经过的大头和小航都看呆了。我现在去买礼总成了吧？没得让你们这么欺负我。快去，等下回来还能赶得上吃席，别总是动嘴。就是呀，到时候啊，可别藏着掖着，让我们瞧瞧，这总不是西北风吧？哼，保管都比你们送的好。大娘，我和小航还没准备东西呢，我们是买点啥好呀？哎呦，得了，谁让你们准备了呀？啊，你们俩小孩子知道啥呢？你小鱼姐要真想让你们送礼，还能送你们厚棉袄穿呢。2小子去后头忙着去吧，别在这凑热闹了。那你们咋说他呀？他的心思不在吃席上呢，一直盯着你阿行书瞧。就这样心思不正的人，还不找个由头把他赶走啊？哦，大头觉得大人的世界里可真复杂呀。咋叫小妹小鱼姐，叫妹夫阿行叔呢？这不是差辈分了吗？也是不能这么叫了哈。这以后啊，就叫小鱼姐夫。我知道了，那个女人是狐狸精。我娘说了，那些长得漂亮还惦记别人的男人的女人都叫狐狸精。她漂亮吗？没有小鱼姐漂亮啊。那就是长得还行的女人还惦记别人家里的男人都叫狐狸精。以后咱们娶媳妇儿可得擦亮眼睛，不能找狐狸精啊。哎，好香啊！喂，你们可别走丢了。小航看着匆匆跑掉的大头说。大头勾了勾唇，哼，他才不会跑丢了呢。果然是狐狸精，这么冷天，擦得哪门子汗呢？大头看了看墙角的狗屎，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侯平兰气得尖叫一声，他是认识大头的，气得咆哮：“你这个没爹没娘的杂种，你竟然用狗屎砸我！我要打死你，小贱种，小狗崽子！”喂，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好丑啊！阿航说不，小鱼姐夫看到之后都会想吐的吧？你小杂种，你给我等着！侯平兰气得磨牙，他扭头走的时候，气急地踩到了自己的裙摆。啊！没事吧？有事，我的腿好疼啊！小伙计看着侯平兰一脸想让他背着的样子，指了指自己手中的火腿说：“我还要帮您送这个呢，我没手了。”就丢这家门口，先背我去看大夫，到地儿了少不了你辛苦钱。哎，你这孩子还真去买东西了？谁让你送的呢？这不是我买的。大头很诚实，然后还把他用狗屎把侯片兰砸跑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小树娘听完就笑得合不拢嘴，还特意把季春桃拉了过来，对大头说：“你再把刚才的事说一遍。你这小子真机灵，你这礼物送的比什么都好。既然这火腿都送来了，那就收下。刚才那女人可是污了我们的眼睛呢，我们得多吃点火腿。”哎呦，好嘞，听说火腿炒冬笋好吃着呢，我这就进去让小鱼炒了。你这手赶紧去洗洗吧，摸了狗屎肯定要发财。简单的住个新房，你们真的是太破费了。难得的举了一杯酒敬他们。嗨，和我们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来，今天喝得高兴了再回去。哎呀，小四和小旭咋还没来呀？是呀，都和他们说了，还不早点来呢。他正低头吃了一口菜，就响起了敲门声。哎呀，肯定是老四来了。门一开，先进来的竟然是一张大床。来搭把手。哎，来了，小妹，这是我们送你和妹夫的礼物啊，祝你们百年好合，多子多福。林小鱼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这怎么搞得好像他和吕成行成亲一样啊？这床不便宜吧？这么大呢，上面还雕刻的这么精细。不说钱，我们兄弟就这么一个妹妹，要是天上的月亮能摘下来，我们也去把它摘来给你送过来。
是的，小妹喜欢就好。哈，早就定了的，想给小妹一个惊喜。林三强看到林小鱼一直在扬着的笑脸，就知道兄弟几个没有做错。小玉姐是不是很惊讶呀？我和四哥今天才没有去卖海货呢，这赚钱哪天不能赚？你们住新房就这么一天呢。我很喜欢，谢谢你们大家。哎，妹夫，你要是不在这大床上给我多生2个大外甥，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是啊，来喝。这菜真是好吃，小鱼的手艺不开个酒楼都可惜了。院子里格外的热闹，侯片兰也没有再出现。妹夫，瞧不出来你的酒量真行啊。你怎么还没醉啊？吕成行微微尴尬地绷直了身体，但是躲不开林小鱼的手。妹夫，你也别觉得不好意思，你瞧那边。只见林大强和林老头父子2人都瘫倒在了床上。儿啊，还是你有出息，娶媳妇儿最早，还给我生了个孙子。好。爹，我是老大，那弟弟们还小。哎，对，老二才15呢，你小妹才11岁呢。你娘真厉害，能给我生个闺女儿，我以后是要享福的人。这闺女的大好日子，我喝点咋了？咋了嘛？老婆子，不要说我了嘛，在孩子们面前呢。啊，娘，要我帮忙吗？阿雄，我好看吗？果然是醉了。你还是先把我闺女带去歇息吧，瞧都这样了。大家都住下来吧，房间还多着呢。小雨姐的娘，我们来帮你。大头赶紧过来，和小航2个人开始搬人了。爹爹笨蛋，羞羞。嗨。你是哪家的闺女？长得真俊。四哥，你思春。算了，我还是送你回房躺会儿吧。到时候等二嫂烧了醒酒汤给你来点。我送四哥回房去。小旭，你是姑娘家的，会坏你名声的。小旭，来帮我烧醒酒汤好吗？二哥和二嫂好恩爱呀。赶紧做醒酒汤吧，要不然一大家子都要闹笑话了。可不是嘛，让他们下回还喝呢。小树娘看着小树爹跌跌撞撞地走向葡萄藤下，扯了扯裤子的架势，感觉就要掏家伙尿尿。当家的不行嘞。我好看吗？好看。那亲我一下。林小鱼见他不亲自己，就撅起嘴要去亲他，然后就被一个温热的掌心给堵住了嘴。你要干什么？满足你的无理要求。爹爹，娘喝多了吗？爹抱娘去睡觉，你们不要过来吵到娘，有什么事儿就找舅妈。哥哥，要不你教我打算盘吧，咱们可不能浪费时间。有道理，妹妹。大头，我好累啊。小航一屁股也坐在了地上。这小鱼姐的席真是没那么容易吃的呀，快累死我了。过了一会儿，韩香草就递过来几个油纸包，一人给了2个。这是打包的白切肉和烤鸡，今天辛苦你们了，这点带着回家吃。还有带呀，那我就不累了。我昨天喝多了，你轻薄我。娘子真的记不住昨夜之事了吗？到底是谁轻薄谁啊？你都想起来了？不对，我是让你亲一下，又不是让你脱我衣服。林小鱼将断片的记忆给捡回来，想到这男人故意逗弄自己，翻身就要在上面好好的教训他，但是被硌到了，他吓了一跳，就匆匆的翻身下来了。起看，爹娘还在呢，我要起来给他们做饭了。昨日定是闹了不少笑话。爹娘兄嫂一早上都走了。这么早？昨日里一个个都喝多了，醒来之后觉得丢人吧。林牙子昨日下午被他媳妇揪着耳朵拽走了，谭工匠父子也是昨日下午走的。你怎么酒量这么好啊？林小鱼上前一步，伸手抓住他尚未穿好的衣襟。以前后娘捧杀，倒也是放纵了些日子。娘子想知道吗？我们坐上来慢慢说。他开了门，赶紧逃窜出去，合上门后对里面的男人说：你也赶紧给我穿好了出来，昨日里的海货还积攒了2天都没弄呢。小鱼姐，你总算起了，我一直惦记着海货呢。这时吕成行也穿戴好了进屋了。爹爹，你看我和哥哥昨天没有吵到娘吧？
吃过饭，一家人坐着牛车就回了若叶村。哟，住新房回来了，县城是不是比咱们这安静多了？没有积压的。好羡慕呀！我这辈子要是能在县城里买上房子就好了。县城房子多少钱呢？住着挺好的，大家努力攒的钱都能住上的。马车跑得快，搭理了这么一句，倒已经跑过去了。到了家门口的时候，林小鱼瞧见门锁没了，诧异道：“难道是我昨个没锁门？我这也太粗心了吧！”小鱼姐，你昨夜里没回来，海货就暂时放我家了。不过都是让村里人提回来的，所以我做主，一个人又加了2文钱。成，你做的对，正好让你阿琴叔赶车去运回来。不能叫阿航叔，要叫小鱼姐夫。小鱼姐夫，那咱们这就去吧。小鱼啊，他们霸占了你的房子。林小鱼看着屋里面，看到了一个男人，便抬眸和吕成行说：“又是吕家的人。”他们还不让外面进去，还说外面哪一个是他们吕家的人？这本来就是他们吕家的房子。娘，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房子吗？不要生气，他们只是寻个由头霸占我们的房子，我们抢回来就行。相公，你开路。吕成行一脚踹在门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屋里跑出来一个身段和冬瓜一样的老妇人，正是吕老太。老三，你这个没规矩的东西，要将你娘吓死呢！这是我和小鱼的家，你们坏了我的门锁，偷偷住进来，现在该走了。吕老太听到他还敢赶走自己，当即就叫嚷开了：“你刚才可吓到我了！哎呦，我肚子里的娃子要有什么3长2短的，你赔得起吗？哎呦，我这肯定是动了胎气了。”这时，屋里紧张的声音传来：“孩儿他娘，你咋了？”他们踹门，害我动了胎气，我这难受的呀，不吃一个人参是好不了的了。老三，你干什么呀？这是你娘，肚子里怀着你的弟弟呢，你要忤逆母亲，违背孝道，吓死老母亲吗？怎的？我踹我自家的门还要赔你一个人参了是吧？你现在在我面前蹦跶，让我恶心的想吐呢。我得吃100根人参才能舒服点儿，你也赔给我呀。你咋这不要脸呢？小娼妇，什么人都敢讹，我看你胆子肥了。一个土块砸在吕老太的脸上。老头子，我不活了，我怎么就被人这么欺负啊？你们走不走？不走就别怪我动手了。老三媳妇儿，那是你娘。吕老头一边拍着吕老太的背，一边试图用身份来压制林小鱼，吹胡子瞪眼睛的，气得不行。知道了，知道了，是你娘，是你娘也得让开，这是我们家呢。我就不让，反正你们都去县城了，这屋子空着就空着，让我们住怎么了？再说这屋子也是姓吕，肥水不流外人田。啪，又是一个土块。吕老太这一次看的是真真的，是大头这个没人要的野小子。你给我等着，死小子，野种杂种，竟然打我！大头哥哥打得好，把霸占我们家的坏人赶走。大头哥哥厉害。小畜生，再骂一句我不缝了你的嘴，你管不管？三弟妹，闹什么呢？没得让旁人看着笑话，我们就是以为你们不住这里了，这才过来住的。你们要回来住，好好说不就行了吗？你们霸占了小鱼的房子，倒还是小鱼的错了。可不是，这门锁的钱得赔我，还有屋子里但凡有损坏的，你们一个子儿都少不了。要不然就去范县令那里说道说道吧。我的大缸呢？你们把我大缸人了！几乎是咆哮了。林小鱼手里的扫帚也飞了出去。谁扔你东西了？你竟然敢打婆婆，4天蹄子！林小鱼冲过去就要和他拼命。这是他腌了将近10天的泥螺，再过几日就能卖了，这都是钱呢。没扔，娘说那味道闻着犯恶心，我就给搬到后面去了。管不管？别让我请你们出去。老三，你要干什么？下一个。老头子，你制止这个不孝子，他无法无天了。老三，有话好好说，你咋能和爹娘动手呢？大不了那我出钱买下这屋呗，才几个钱呢，你就要和爹娘动手？你呀你想买我们就得卖吗？旁人说了你老婆子，给你戴一顶又大又绿的帽子，给你10两银子，说大不了娶了她，行吗？林小鱼这话说的可太狠了，分明就是话里有话呢。他咬牙，他怎么有这样的儿媳妇啊？ 1、2，我们走。
真很坏呀！小娼妇，你先等着，等老娘生了我不挠坏你的脸，弄死你，给老三后娶一个，天天住你的房，睡你的床，打你的娃子。你说什么？左右开弓，就是对着吕老太抽了2巴掌。等吕老头反应过来去救的时候，吕老太的脸上已经留下了2个鲜明的巴掌印儿。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时看热闹的村民们才回过神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说开：嗨，都断亲了还果然霸占房子呢，还说什么是吕家的房子，真是好大的脸呐！就是，我要是吕老三呐，肯定把他们打一顿。毕竟是爹娘啊，咋打呢？吓跑就得了呗。哎，他们这大缸里腌制的啥呀？尼罗？刚才小鱼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还没吃过这腌尼罗呢，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肯定好吃的呀，肯定还能卖不少钱呢。要不然，他刚才被霸占了房子，也不问少没少什么，先问了这个尼罗呢。小鱼姐，咱们米缸里的米被吃了2大罐子呢，还有鸡蛋也少了3个，腊肉也有被吃。算了，就当喂狗了。咱们先去收拾海货，管线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吧。四哥，你等会儿。哎，不急。林四强就在一旁帮忙起来，还和林小鱼说：二嫂还琢磨出来一个麻辣蟹钳子，都是一些掉下来的蟹钳子做的，卖的可好了。不过每日量不多，都不够卖的。小妹，你瞧瞧，能让大头收一些蟹钳子吗？大头，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明天我肯定能收个几斤，放心吧，四哥。大头扬起麦色的脸，一副包在他身上的架势。你咋不和你四哥说你公婆的事儿？再说你娘家兄弟多，齐刷刷的4个往吕家门前一站，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了。免得让他们操心。我二哥刚娶了媳妇儿，我这住新房子又送了我这么好的一张床，家里又买了1匹马，都是花钱的地方。家里人正卯足了劲儿赚钱呢，咋能耽误他们？你说的也是。而且就吕家的人也欺负不着我，他们就是跳蚤，蹦跶来蹦跶去的恶心玩意儿。我就当闲暇的时候用他们去火气好了。沈总也有脾气要发的。你这想法倒是豁达。大头，要不你那草棚子就别住了，你直接来这边住吧。然后夜里把海货呢拉回这院子里来，我们每日一早过来挑拣，你瞧着可行？然后你每日晌午饭和我们一道吃吧。其实大头还和以往一样，就是住在这里而已。真的？真的，还是我们要麻烦你照看屋子呢，这钱就不要钱。大头还没有等林小鱼开口，就直接把他的话给打断了。他坦白：小谭，你爹酒醒了。小鱼姐，你就别笑话我们了，实在是我和我爹平常不喝酒，小酒量，我爹回家吐了1宿呢，没少被我娘说呢。那你来找我是有事儿，要不进来坐坐吧？就不进去坐了，珍珠首饰已经订出去5套了，当铺里的珍珠都不够了，我爹让我来问问你这儿还有多余的珍珠没，先借来用用，到时候也按照市面上的价钱结算给你。原来是这样啊，明日这个时候我给你们送过去。哎，对了，小鱼姐，你山茶花那套项链我爹也快弄好了，你明日来就瞧得见了。真的吗？真的。昨晚睡得怎么样？新房子好漂亮，又好大，我从这头跑到那头都要好久的时间呢。新被子好软，香香的，和棉花一样。妹妹说的我同意。第2日一早，林小鱼就起来了，田小黎起得更早。不错，和我阿嫂做的是一个味道呢。这县城里安安静静的，我倒是睡过了头，往是在村里鸡一叫，我可就起来了的。起这么早干什么呀？又没什么事儿，歇着也挺好的。俩孩子要是没起来，婆婆您就在家里看着吧，我们去村子里就行。娘，我们起来了，我们也要去村里，还要找朋友们玩呢。又拿这么多糖呢？我分给人吃。小李不给朋友们带糖吗？不，往日我没有糖的时候也没有朋友，现在他们为了糖来和我做朋友，这种朋友不要也罢。哥哥这么较真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天天和他们玩，偶尔过去玩的高兴就行了。图一时之快，无趣。好了，都说的有道理，这都没有绝对的道理的，你们说的都对。一家子吃完早饭之后，还是由吕成行驾车去了村里。嫂子，你从娘家回来了？那日叫你，你偏生不来，还躲娘家去了。没事儿，也不缺我一个。
其实昨儿我就回来了，瞧着院子里没有放着海货，我就回去了。以后你们不用这么大早的来了，有我收拾呢。现在人多力量大，没一会儿海货就弄好了。过去瞧瞧。小丫，你咋来了？又饿了？大姐，我饿，凡凡没有给小丫呢。有点硬呢，你自己小心啃，别把牙崩坏了。这个呢，约莫吃半个你就饱了，吃了以后你记得藏起来，下次饿的时候才吃啊。好了，咱们走吧。正吃着呢，突然一只大手抽走了他的糍粑。我的！啪，一个闷头，一巴掌就落在小丫脑门上。古氏瞪圆了眼睛，我说你这小丫头跑哪里去了？原来是在这里。这是哪个白眼狼倒霉蛋给你的？说不说？说，小丫太饿了，大姐给小丫的。娘，我错了。不，你没错，好闺女，做的太对了。你大姐不是最疼你吗？以后问她要钱，让她偷林小鱼的钱给你，你再来给娘。小丫似懂非懂地看着古氏，听见了没？听见了，娘不要打我。等大姐从山上回来，小丫问她要钱。山上？你大姐一个人去的山上？不是，大姐和人一起去的。田小离这个倒霉蛋儿肯定是和林小鱼一块儿去的。他们去山上不是打柴是干什么呢？肯定是有好东西啊。你滚开，别挡道。林小鱼和田小离已经到了山里的池塘边上。小鱼姐，我下去一会儿就好，你可别下来。哎，这是皮靴，能防水的，不知道泡久了会不会进水，但是一会儿应该是不会进水的。冬天蚌少不代表没有，我们到时候花钱收吧。没一会儿，只见蚌壳被掰开了，林小鱼从里面取出了一捧白白的东西。小鱼姐太好了，这几只大蚌里的珍珠好多呀，估计这里也能做好几套首饰了。我把剩下的再开了，也亏得你才能发现这么好的地方。小黎，你真是个幸运的人，老天爷都在帮你呢。珍珠，竟然是珍珠！田小黎这死丫头发现了珍珠，竟然不跟我们说，竟然告诉了林小鱼，所以林小鱼买走田小黎，这就是个阴谋，就是阴谋。小丫，哭什么？大姐，你能不能给我钱啊？小丫，你好好的要钱干什么？你要钱去买什么吗？或者是谁教你问你大姐要钱的？小丫往后退了几步，虽然这人笑眯眯的看着她，但是娘说他是坏人。问问你妹妹，刚刚是不是有人来过了？小丫，有什么委屈和大姐说好不好啊？小丫刚刚在吃，娘来了，抢走了我的耙子，还让小丫找大姐要钱，小丫不要钱，小丫没吃饱，再给他拿1块吧。田小丽回屋去拿麻糍了，出来的时候只见林小玉往山那边跑。哎，小玉姐，古氏刚才跟踪我们上山了，去找你姐夫一道上山。田小丽眼里露出了惊慌，他娘刚才竟然跟踪他们了。姐夫，不好了，我娘跟踪我们大概是知道了珍珠的事儿，你快去帮小玉姐，要是她把珍珠抢走，那可就不好了。你先去吧，我直接去村长那里。哦，好。另一边池塘边，林小鱼已经和古氏扭打在一起了。林小鱼，天底下的便宜不可能都给你占了的，这是山上的东西，是咱们村里的山地，既然我也瞧见了，我先拿到了就是我的。古氏死死地抱着开出来的珍珠不撒手，真不要脸，这是小黎养的蚌呢，凭什么给你？小黎是我生的，你已经把它卖给我了，现在小黎是我的家人呢。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在山地上都滚了好几圈了。这时田小黎就跑来了，看到林小鱼被古氏压在身下，以为他吃亏了。小鱼姐，你放开我！小鱼姐。田小黎低头就在地上捡起了一块大石头，就朝着古氏冲了过来。古氏一声惨叫，翻了个白眼儿，昏了过去。小鱼姐，我把我娘砸死了。不会的，你才多大点力气啊？你姐夫呢？姐夫找村长去了，赶紧把珍珠捡回来，咱们收好。要是这事情闹大了，村里是个人都想来分一杯羹的。就是这块山地呀，哎呀，不知道你瞧上了什么，
这里也种不了什么作物呀。你们两口子还分开行动的，一个问我买山地，一个就上山来看了。是啊，村长。这时候，村长就瞧见躺在地上的古氏。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田家的媳妇儿怎么晕在这里啊？小鱼，我平日里可还算公平公正的吧？哎呀，诈尸了！村长，是村长来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小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不能大白天的吓人，不是吗？林小鱼笑笑，这可不是他想吓人呐，可是古氏。村长，你要替我做主啊！林小鱼欺负人！哎，田家媳妇儿，你起来说。我不起来，你不给我做主，我就不起来。你要把我裤子都扒掉了，他娘的！咋的？俩人还跑山上来打架，这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架势？村长看了一眼，就大致猜出他们打架了。村长，是他联合那个倒霉蛋想要弄死我，霸占我发现的珍珠。什么珍珠？村长抬起了眸子，他的胡子也抖了抖。珍珠那可是好东西啊！说。古氏看着村长怒瞪着他，胡子还晃着，他一个哆嗦就全都说了。村长，我这都告诉你了，我所言句句属实啊！你一定要将我这珍珠要回来啊！村长，没有珍珠，古氏是在臆想呢。村长一定有，肯定就藏在他身上，一定是这样的。你说那产珍珠的河蚌是从哪里捞出来的？古氏也停止了扑向林小鱼的动作，拼命地和村长说：就在那里，村长就在那里，河里还有河蚌呢，我先捞一个上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了。说着，古氏就扑通地跳进了小池塘里，连鞋也没脱。那刺骨的水冻得他一激灵。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一定是你刚才肯定把我打昏，将那些产出珍珠的河蚌给转移了。这片山地我们已经买下了，就算里面是金是银，也是我们的东西。更何况这山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您说是不是这样？村长点点头。怎么这边吕成行刚买走山地，而这池塘里就发现了珍珠啊？村长，这山地倒是被吕家老三刚给买走。哈？不过嘛，这池塘里若是发现了珍珠，自然也是归村里面所有的。那么现在这个珍珠，怎么想搜我身？搜，必须搜，搜了他的身，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行，不过你们想搜我，就得先报官。说是在我身上搜不出来珍珠，你们就自食苦果吧。报官，肯定要报官，那都是我先瞧见的，都是我的珍珠。村长轻咳了一声，古氏赶忙又说：说是珍珠这样的好东西，肯定是要归村里所有。望村长瞧在我先说出珍珠的份上，到时候买了珍珠，分钱分我些。说罢，古氏想从林小鱼的表情上看出来胆怯。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报官吧。好，我去县城找范县令，辛苦他来一趟。真的是珍珠？你可看仔细了？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得，我们去山下等吧。林小鱼看着吕成行已经走在前头了，就招呼村长。古氏就拉着村长说：不叫他回家去，万一回家去把身上的珍珠藏起来了，咱们不就是死无对证了吗？这咋回事啊？怎么这李小鱼又闹事儿了？谁说不是呢？这田家的闺女不是卖给林小鱼当下人了吗？按理说这两家关系应当不错才是啊。肯定是因为钱的事儿，要不然哪能吵起来呀？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连县衙里的官差都惊动了。咱们小村里顶多呀是口角的事儿，哪里来过大官呢？哎，对了，只有一回牛把式的事儿，还有打台风。咱们村的祖坟是不好啊，咋总招惹这些是非官司呢？这是。若叶村村长又见面了，现在就和本官说说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吧。回范县令的话，草民呐不甚清楚，让这个妇人来说吧。我。可是你说林小鱼抢走你的珍珠，这珍珠是你在何处发现的？那地方现在又是何人拥有？对，林小鱼抢走了我的珍珠，范大人要为我做主啊！这就是我在山里的池塘里瞧见的。你可知道，若是诬告，是要挨板子的。还要打我？可这就是真的。先带本官去发现珍珠蚌的地方。怎么可能有珍珠呢？
可不是嘛，我打柴的时候从这经过好多次了，还在这洗脚呢，我咋没发现呢？可不是，就咱们村能产出珍珠来，古氏这想钱想疯了吧？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对天发誓，要是没有珍珠的话，我死全家。你有本事发誓吗？发誓这里没有珍珠，你没抢走我发现的珍珠。林小鱼笑了，这笑容笑得古氏心里瘆得慌。范县令说是牢房里的犯人只要发个毒誓就能免罪了吗？范子玲摇了摇头，他明白了林小鱼的意思，他倒是活泛。哎呦，是啊，难道发个毒誓死刑犯就不用死了吗？这不是瞎扯吗？人为了活下去，那有啥不能说出来的呀？而且不就是说说而已嘛，也未必会真的应验呢。就是，古氏都穷到卖女儿了，会诬陷林小鱼也是说不准的。我瞧着也像。青天大老爷，可以把我家那个倒霉蛋喊来，他知道，他全都知道。就是那倒霉蛋把我砸晕的，他知道有珍珠的。他挥手让官差去带人了。这田小黎可是重要的证人。没一会儿，田小黎就被带来了。村里人看了也不由得讶异：是你将你娘砸晕的，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娘打我小鱼姐，我怕小鱼姐受伤。你个白眼狼！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怎么不怕我受伤？你还怕她受伤？说着，古氏还冲过去拧田小黎的软肉，官差们很快就将他们给隔开了。有话好好说。古氏被官差们压着，腿都打抖了，刚才这么点气焰一下子就熄灭了。我打伤你，小鱼姐赔得起。你要是打伤了小鱼姐，你能赔得起吗？这田家的闺女说的没错呢，有道理，有道理的。这股子机灵劲儿，咋就是倒霉蛋呢？古氏可真是给林小鱼生的好闺女呢。本官接下来问你的，你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若有谎话，衙门里的大板子可不饶人。好。这池塘里可发现了珍珠？田小黎摇了摇头。就在古氏正要骂他撒谎的时候，他指着古氏说：不过我和小鱼姐来的时候瞧见她在偷棒呢，这棒是我在田里一个个捡进去的，就等着挨饿的时候来吃。村里应该有不少人都瞧见过我捡棒呢。范县令，而且这池塘这片山地都是我家男人买下来的，别说里面有什么了，里面就是有金矿也是属于我们的。今日刚买的？是啊，所以小鱼他们经常来这里瞧瞧。我们计划在这里弄一个养鸡场。此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既然古氏拿不出证据，这事儿就算是诬告。来人，把古氏拉下去，打10个板子。大人，我冤枉，我不是诬告，放开我，我要去揍那个倒霉蛋一顿，他就会说出实情了。你这个恶夫人，你还想屈打成招啊？范县令啊，这样结案是不是草率了？你在教本官断案。范子玲冷眼看了村长一眼。范大人，你也知道我们村子里呀不富裕，若是能产出珍珠的话，我们村里的人就富足了。而且我们若叶村呐，也是你管辖的地方，这说出去也好听不是吗？本官不需要这些虚假的名声，而且你以为这珍珠是金矿银矿一般，你用锄头撅一撅就能赚钱？就是，范县令说的有道理，这连棒都没有一个，怎么可能有珍珠？咱们村长是不是想发财想疯了呀？说村长的人被村长好几个眼刀扎了过去。村长又和范子玲说：范县令，其实要找证据证明有无产出珍珠，只要搜林小鱼的身便行了。这珍珠呀，肯定还在他身上。放肆！搜身岂能你说搜就搜？今日要是不搜身的话，有些人肯定是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来几个妇人看看我这身上到底有没有藏什么东西。范县令，你瞧呀，他自己同意了。你们几个赶紧去给他搜搜。啥都没有，身上只带了些银子。林小鱼摊开手，银子躺在掌心里。怎么，这搜出来的银子，莫非也要充公不成？我可是老老实实让人赶海卖海货赚的银子呢。肯定是藏在他们家里了，去他家里搜，一定在那里。放肆！这抄家没有圣上的旨意谁敢？而且你们空口无凭就要去搜人家家里，真当自己好大的脸面了，还不快拉下去打板子？还有，村长管教村民无方，恶意挑事，杖责3下。范大人，能不能商量个事儿？事无不可对人言，
村长有话就在这里说吧。哎，村长，到你了。那边官差过来客客气气的请了。范县令，要不今儿就去我家凑合一顿吧，这日头都高挂了呢。我们这么多人就不打扰了。这有什么的？我家锅大碗大桌子大。再说，范大人，你是父母官呢，来百姓家吃顿饭也没事儿，都是粗茶淡饭。林小鱼十分爽朗，范子玲倒是被他逗乐了。来吧，这一趟麻烦范县令了。哎，这范县令咋和林小鱼两口子关系这么好呢？你要是县令，周围几个村子台风死伤这么多，上报朝廷肯定是要挨批评的。但是咱们村才伤亡一个，这都是林小鱼的功劳啊，能不高看他一眼吗？老哥，你说的对呀。哎呀，可惜古氏和村长都要和林小鱼闹腾。哎，嘘嘘嘘！只见村长也跟了上来，他们就噤声了。村长，你没事吧？咋的？你家做了好菜好饭，也要请我去吃吗？林小鱼，这笔账迟早得算。叔叔，你是大官吗？秋秋看到他们坐了一桌，帮忙捧了蜜饯过去，然后在范子玲的身上打量着。是官，但不是大官。我娘说，以后我和哥哥也要去念书的，到时候考科举当官。女子念书也可以明理，你娘的想法很好。我会好好念书的。林小鱼端着刀削面出来的时候，就瞧见秋秋和范子玲在说话。来，刀削面来了。你做饭还挺快的，闻着香。浇头呀，都是现成卤在那儿的，有时候回来的迟了，直接捞一些，再炒点简单的菜就能吃饭了。大人，这么一大海碗，你应该是吃不完的，要不匀一点给我？都有，这一锅一锅来，都能吃得完的。本官的饭量倒是不大。这时田小丽又端了一个大海碗出来，牛婆婆手上也有一碗。累不累啊？今日还好你先把这山地买下来了，要不麻烦的很呢。珍珠也送去县城了。你可真行啊你！要奖励一下为夫吗？外头还这么多人呢，先把范县令他们送走再说。这个范大人吃饭斯文又好看，那几个官差吃的哼哧哼哧的，和我年轻时候养的猪一模一样。哎，牛婆婆轻一点儿。咱们在屋里说，他们听不见。再说也没有说他们不好的，能吃是福啊。这么大的小伙子呢？那看来这点面都不够吃呀，我再去揉个面团。哎呀，吕家嫂子，你这面咋做的呀？我好久都没吃这么撑过了。你要不要来我们县衙做饭呢？那香，太香了！要不是肚子装不下了，我还能再吃10碗。林小鱼浅浅一笑，看向范子玲。范大人吃的可还好？这就当我们这一顿的饭钱吧，我们不能白吃百姓的。这是我请你们来的呀，粗茶淡饭有什么呀？林小鱼推辞。有鱼有肉有白面条，这都是我们海边人家自己腌制的泥螺，早上下饭极好的，别再给钱了啊，就当是我们小老百姓对你这父母官的爱戴吧。哎，小鱼，你看范县长都打了村长，村长真是要记恨在心，可咋整？他一边剔牙一边问。林小鱼也吃的差不多了，放下碗。村长，哼，往日我倒是没瞧出来，他也挺贪的。这珍珠只是古氏提了一嘴，就想要归村子里呢。是啊，小鱼姐，我们怎么办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嫂子，这大早上的怎么了？都怪古氏，到处和人发毒誓呢啊，说一定有珍珠。他发了好多毒誓呀，现在一个个的都拿着锄头去刨你们家山地去了，估计得刨成一个坑一个坑的呢。那也正好呀，这地刨过了，往后也好种菜呢。哎呦，啥时候了呀？还有心情开玩笑呢你？你那珍珠要是真藏在那儿了，可就要被人刨走了呢。哪来的珍珠啊？让他们找去吧。真没有啊？小树娘又问了一句。林小鱼摇了摇头，小树娘才在地上啐了一口。呸，那古氏呀，怕是穷得疯魔了，把人家都带沟里去了呢。现在一个个和乌眼鸡一样，要上山找珍珠呢。我那婆婆也催我当家的去找，还好我当家的没去。我就知道你是个心里有谱的，怎么能让人占了便宜去呢？我看那些人昨夜里就去了一趟，今日一早又扛着锄头进山了，瞧着和挖金矿一样。相公，进来。为夫倒是没想过，你是个蔫坏的。都想占我便宜，怎么不许我占别人便宜了？林小鱼挑了挑眉头，他这个计划实施的好，还能来财呢。你听说了没？林小鱼的珍珠还在山里呢，那日的珍珠被藏起来了，
结果他自己也找不到哪儿去了，兴许是被什么野物叼走了，所以派那几个小的一直在捅树呢。这山里肯定有珍珠，要不然他们买山地干什么呀？我不管了，这大冬天的反正也没事儿干，我就天天进山找呢。要是找到了那珍珠呀，我一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呢。做好准备了没有？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一定要冷静。出了事大不了损失一点钱，要是赚钱的话就翻好几倍了呢。做好准备了。小鱼姐，放心，有我在这看着呢，没人敢欺负小黎的。这日一早，天刚刚亮，家家户户都在做早饭的时候，就有人奔走相告了。田家那闺女偷了林小鱼的地契出来卖，说是价高者得呢，就在咱们村子中间的大树下面。走，要不要去瞧瞧？哎呀，你去吧，我们又买不起。谁要是买到了，把地方围起来，日日在那里找珍珠，找到了可就发财了呢。田家这闺女，你真的有地契？当然有，好不容易偷出来的，天亮之前我要卖了，然后回去赎身。这地契价高者得。这田家的小倒霉蛋，以前话都不敢大声说呢，现在这么傲气，可不是手里拿着地契了吗？我看肯定就是了。那得卖多少钱呢？不知道我买得起买不起啊？你没听见说价高者得吗？只要你钱比别人多就行，别人出1两，你出1两多，1文钱也是你的啦。这时，古氏和田大德也听到风声，围了过来。闺女儿，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给自家人了。得到了珍珠，别说1个你，就是10个你都能赎身。哎，你们别过来啊！想白拿吗？你可别过来啊！我这刀子可没长眼，就是捅不死你，伤着你我也没钱赔的。咋就你成自家人了？你都把人给卖了，等着和你一起再被你们2口子给卖几回。给他有啥用啊？田家就是个穷命，以往还说这丫头克你，我看就是你们自己穷，克这个丫头呢。咋他就去林小鱼家没耽误人家林小鱼赚钱呢？就是小黎呀，我是你叔啊。哎，你还记得不？前年我还给过你1个窝头呢，我愿意出钱买的，不是和你那个没品的爹一样想要白拿。哎，我也要出钱买。一时间大家乱哄哄的闹腾起来，田大德和古氏被围了起来，一时间也不能对田小丽做什么。你们瞧仔细了，东西我都带了，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赶紧的吧，价高者得。我出2两银子。我出3两银子啊！就是刨不出珍珠来，那我还能种地呢。反正这么多人帮忙翻了一遍地的。我出5两银子。6两。10两。这珍珠1颗就老值钱了，可能1颗就能换10来两银子呢。古氏可说了，是1个布袋子的珍珠呢。为了珍珠，这点本钱我还是下得起的。这时，喊到高价的人还给村民们分析了一波。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看你养大的什么白眼狼！田大德浑身怒气，朝着古氏就是一脚踢去，好死不死的，刚好踢到了古氏被打板子的地方，疼得我嘞，亲娘嘞！11两3钱，11两5钱，12两，15两。村长家这么有钱的呢？有人嘀咕。这时，村长儿子听到了这些嘀咕的声音，就说：“哎，你们别想太多啊，这钱和我爹没关系，是我在外头做生意这些年赚的。20两银子。”村里人扭头一看，这不是死了男人的葛翠喜吗？这婆娘咋这么有钱来着？哎，要不然呢？刘把式赶牛车不是赚了不少吗？还有那个牛车也被他卖了不少银子呢。听说呀，他又带着儿子改嫁呢。嗨，娶个寡妇比娶个大闺女都香呢。20两1钱，村里的人帮我将这个逃奴抓起来，竟然还敢高价卖给我地契，这本来就是咱们村里的山地，既然你卖给了我，到时候我就以你主子买入的价格付给他钱好了。村民们都傻眼了，村长儿子这是啥意思啊？这也太鸡贼了吧！怎么买卖两清，还想打劫吗？没，这不是你们家逃奴吗？我就是想来帮帮忙。我人在这里，像是需要你帮忙的样子吗？不识好人心。哎，那个，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地契，哎，那是我买的，所以我拿着钱有什么问题吗？那是你家逃奴偷出来卖的，自然是不作数。哎，不如你把钱还我，我再按照咱们村里山地的标价将钱给你补上嘛。嘿嘿，我看起来很傻吗？如果你不想买，把地契还我。本来我也不准备卖的，那东西掉在那里，总归也不会长了脚跑掉的。那东西，我才不给你的，
钱货两清啊！你家这下人也是代表你这个主人的意思。那咱们就这样啊。眨眼过了约莫大半个月了，村长一家子一日比一日更加焦灼。瞧瞧，我这头发都白了，都是愁的。咱家出去那20两银子，究竟什么时候能回来？催我有什么用呢？你去拜土地爷呀，让他把那不知道掉在山地哪处的珍珠给还回来呀。爹娘，你们说会不会那山上根本就没有珍珠呢？不可能。姑父，我觉得可能山上是有珍珠的，但是已经被林小鱼给拿走了，所以这珍珠根本就不在山上了。你说说，这不是说田小黎偷出来的地契吗？可是现在那倒霉蛋还在给林小鱼干活呢，活蹦乱跳的，啥事儿也没有。听说又做了一身新袄子呢。爹娘，这样偷东西的下人，要是在咱家，咱会怎样？我白天打不死他，晚上也得弄死他。但是那个倒霉蛋偷了地契，还啥事儿都没有呢，只能说明这事儿啊，根本就是假的，是林小鱼两口子设计的呢。哼，现在他们连买山地的钱都翻倍的赚了呢，所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村长已经拍着桌子站起来了。当家的咋整啊？村长深吸了一口气，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去套套林小鱼的话。小黄氏忍不住对黄氏嘀咕：姑，你说这万一是真的咋整啊？就你长得一张嘴，一天到晚的叭叭，就你有脑子，能想得这么多。这要是真的，就怪你这个乌鸦嘴。小黄氏抿了抿唇，也不敢再说了。婆婆，孩子哭了，我这就赶紧去哄孩子了啊。村长一路上晃晃悠悠的走到了林小鱼家门口。村长今日日头好，出来散步，刚好到我这儿来了。有些事儿找你说说。村长还镶嵌了银牙呢，真精神。走，坐下来好好和你说道说道。水他也懒得上了，直接开门见山。村长要说什么？你那山里究竟有没有珍珠啊？就念在我也曾经为你主持过公道的份上，给我一句实在话。没有。那古氏可都发了毒誓呢，你竟然还不承认？古氏不都疯疯癫癫了吗？他说的话能信？我只能告诉你，山上没有珍珠，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村长睁大了眸子，半晌久久不能回神。那你卖山地这么贵，就是骗人。您同我说说，我如何骗人了？这山地是我卖的吗？是小黎卖的吧？他说了山上有珍珠吗？村长的嘴唇哆嗦着，都没说呀。但是你设计说是他偷出来，这样才害得我们大家都信了。这做买卖的总要弄些噱头，不这么说的话能卖这么快吗？那你去大街上打听打听，就是卖糖块的都说自己的糖是整个县城独一份。村长还有事吗？没事了，我就不招待您了。小鱼呀，您直说。这弄海货一个月你能赚多少银子来着呀？不多，也就够养活俩孩子吧。你知道咱们村里不富裕。怎么不富裕了？瞧着也没有哪个村里人去挖草根和树皮吃呀。这过年过节的，我倒是瞧着不少已经在打糍粑和做年糕了呢。村长没想到林小鱼根本就不给他展开说的机会，当即就白了脸色。你这个先富的要带那些还穷的人，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大家要共同富裕不是？那总不能从我兜里掏一个子儿掰成100来半，家家户户的分过去吧。都说要想富先修路，咱们这样的小渔村也想修个大路来。你靠着咱们村里的海滩赚了不少钱，这修路你得出钱吧？这海滩是咱们村里的，你就说村里修路，你得出个200两银子吧？凭什么？林小鱼抬起眼皮看着村长，你有钱呢，你是咱们村里最有钱的人了，不该出点吗？就你这日日有收入，还有你这马车，都得不少钱呢。都在县城买房子了，还差这几个钱吗？村长说的倒也没有错，我是有钱，但是有钱我就必须掏出来吗？林小鱼嗤笑，村长说的200两已经把他给逗笑了，可他倒好呢，直接开口就是200两银子，真当自己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有钱你不掏谁掏？村长捋了捋自己的胡子，这造福村里的事儿啊，到时候路边会立个石碑，子孙后代都能瞧见你为咱们若叶村做的功德。那村长你准备掏多少啊？尽力而为吧，1两银子还是要的。您儿子不是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吗？
买一块产出不怎么样的山地都花了20两银子呢，既然修路这样的大事都不掏钱，你要是掏200两银子，那我也掏了。他儿子可不就是受了他的指示来买的山地吗？村长气得一口气都要出不来了，吹胡子瞪眼的就看着林小鱼。我是村长，我命令你村里修路，必须给我200两银子，否则在村里的海滩赶海，你想都别想了。村里的村民你也别想顾了。凭什么听你的？凭你这张老脸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好像有马车朝咱们这边来了。小丽，我眼睛瞧不清，你看看是不是小鱼他四哥嘞？啊，是官差？难道是范大人？范子玲从马车上下来，进了院子。吕家嫂子，我是来瞧瞧你这里还有尼罗麦吗？我找遍了县城都没有尼罗麦，手下的人去买，好像遇见了你哥哥，说是只有你这里有。范县令是吃了好是吗？我给你装去。我是来买的，市价我已经知道了，你可不许给我便宜了。知道了知道了。林小鱼笑着答。村长在一旁有些尴尬的插不进话去。你不是若叶村的村长吗？你怎么在这儿？我找小鱼啊，有点事儿，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到县令大人，看来真是老夫今日走运呐。范大人，我们村里要修路，村长是来让我捐200两银子的。村长心里一哆嗦，这个妇人坑他呀！他还没想好怎么解释呢，范子玲锐利的目光就瞧了过来。这朝廷拨银子给几个村子修水渠，也不过一个村子里5两银子的份额，怎么你们村里修路要200两？还是这200两都要吕家嫂子出？不，范大人，您误会了。草民说的是，村里修路外加灾后重建。我们村呐，今年也遭遇了台风，好多村里人的房子都岌岌可危。我这一日日的，都得担心这个事儿啊，都茶不思饭不香了。所以呀，今日才厚着脸皮来和林小鱼说了这个事儿。话语中的深明大义，还有处处为村民着想的好村长模样，让林小鱼差点都为之感动了。若不是他早就在自己面前暴露了丑陋的嘴脸，还真被这个老狐狸给骗了。所以呀，统的可能需要200两，不是单单修路，也不是只让林小鱼出这么多。你们村已经是周遭几个村里受灾最轻的，大可不必如此。而且你找林家嫂子商量也没用，她也没那么多钱。而且据本官所知，你们村里人也有赶海为生，攒一攒重新修建房屋问题不大。不如先修路，修路嘛，约莫20两银子就够了。本官出2两银子。村长腿一哆嗦，他只是借此问林小鱼要钱的，并不是真的想要修路呀。那我出1两吧。他杏眸含笑地看着村长。这里就3两银子了，在村里凑一凑，想必也不难的。本官希望下次来，你们村里的路已经焕然一新。村长，这件事就靠你了。村长拿着3两银子，面如死灰，不敢吭气儿。一定，草民尽力而为。草民家里的灶房上啊，还炖着菜呢。我出来这么久了，菜都要糊了。我就先回去了。也让他做些实事儿，以后若是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衙门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忙。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自己就能搞定的。不过也谢过范大人了。范子玲从怀里掏出2两银子递过去，来之前他自然是问过卖价的。不要同我客气，你也是打开门做买卖的。范大人，那我给我哥的呀也是批发价，他再加钱卖给你的，这样给我1两5钱就行了。你可不许同我客气了，说起来你还帮我便宜了200两银子呢。范子玲无奈摇头。范大人，你等会儿再走吧，我刚烙饼呢，等会儿啊你带几个回去吃，也给官差兄弟们分一分。这不太好吧？范子玲坐在院子里的木墩子上等着，和牛婆婆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这得读多少年的书才能做官啊？我6岁启蒙，12岁中秀才
17岁中进士，如今已经20了，只要念书用功，考科举还能早些。范子玲温和地回答着牛婆婆的话。我家大人那12岁就是秀才了，那都是神童了。一般人啊，20、30能做官就不错了。那范大人，你娶媳妇了吗？未曾。那要不……牛婆婆笑吟吟地看着范大人，接下来的话呼之欲出。鸡蛋灌饼来喽！大人，我们来帮忙了。我瞧你们是来帮忙吃的。大人就别打趣我们了，闻着真香啊！吕家嫂子好手艺啊。你们先吃着，这刚出锅的，等会儿呀还有呢，管饱还管带。吕家嫂子，你人真好，下回来我们家大人给你家小的带礼物。我家是种别记的，我到时候给你带些过来吃。我家没种什么，我媳妇儿织布不错，到时候给你送点。这可咋整啊？林小鱼这个黑心肝的，竟然在范县令面前这么说，我们修什么路啊？难不成你能筹到这钱？我们是活菩萨。念，你就知道念，有本事你去找那范子玲说呀，就一个毛刚长齐的小子，当了官他了不起啊！要不是看在他是县令的份上，我早揍死他了。在范县令面前装孙子，让他都气饱了，现在回家就不忍了。我想揍死林小鱼。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嗨，那可咋整？让大郎去挨家挨户的要钱去，修的是村里的路，都得拿些钱出来。村长面露狠色，再让他将那些个狐朋狗友都喊上。也只能这样了，要不范县令那里没法交代。若叶村开始修路就不太平了，整整3日，村里人在大柳树下对村长的批斗就没有停止过。哎呀，昨儿来我家要钱了，给了20文钱都不够，非要50文钱，说我家这娶媳妇儿都有钱，老天爷知道我们这些年是从牙缝里抠省出来的媳妇儿本儿。哎，不过听说昨儿他们去拳王家碰钉子了，拳王左一个右一个的全给他们放倒了，真是让人解气啊！哎，他们问拳王要1两银子呢。都不容易，拳王家里还养着一个药罐子呢。小鱼呀，村里修路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给了1两银子。昨儿来我家要钱，我看旁人家呀都是20文钱或者50文钱就够了呢，但是村长那儿子呀狮子大开口，问我要2000银子呢。我当家的不服气就被打了，脸都打肿了，还是我劝下来的，当花钱消灾了。小树娘说着，在地上狠跺了几脚。这也是无妄之灾，村长这么弄，村里人瞧他肯定不顺眼的，明年他怕是要当不上村长嘞。但是据说田大德被打的躺在床上下不来了，村长儿子也是蔫坏的，村里人哪家富哪家穷，他们都是门清的，谁家卖了猪，谁家卖了羊，也都是知道的。那个小黎，你是不是担心你爹呀？婶儿，我现在是小鱼姐家里的人了，我爹的事儿和我没有什么干系了。大姐，这是我大妹，应该也是让我去看我爹的。小黎姐，我不会去看他们的，现在的事儿都是我娘引起的。在院子里的人都明白，可不就是古氏引起的吗？要不是古氏弄出什么珍珠的幺蛾子，能把村长心里的贪婪给引诱出来吗？现在这些修路的事儿能发生吗？你先去将他劝回家吧。林小鱼也不想再看田小黎的妹妹，他家的孩子一个养得比一个可怜，但是他也爱莫能助，一旦开了这个帮忙的先例，后面就会像是粘着一坨臭狗屎一样的跟田家的人密不可分了。亲爹呐，能忍住不回去瞧瞧？这闺女是不是也太心狠了点儿啊？你是没瞧见小黎被田大德2口子打成什么样了？那浑身都没有一块好肉了，打伤、抓伤还有烫伤。说是你摊上这样的爹娘，怕是也不会再回去瞧一眼的。这时，田小黎和林大妹才说了几句话，就狂奔回到了林小鱼的跟前，眼圈也有些红红的，深呼吸了一口。林小鱼见他这般失态的模样，心道果然还是个孩子呀，哪能要求他和成年人一样的冷心冷情呢？你要去看你爹就去吧。小鱼姐，不是我爹，是小丫，他被我大弟那个混球给卖了。你大弟才几岁呢？12岁吧，就还卖弟妹了呢，真的是逮猪出不了好笋呢，和他爹一模一样的。
哎呦，这赶紧去瞧瞧去呀！孩子要是没被拉走，还能弄回来去看一看。走，都一起吧。剩下那几个真的不考虑卖了吗？人牙子问田小黎的大弟。卖了谁来干活？再说小丫只会吃不会干活，我和爹娘也好交代嘛。若是还要卖的话，等我联系你。人牙子点点头，准备上马车走了。等等，大姐，小鸭饿。小鸭趴在马车车窗上喊道。牛婆婆和跟着过来的李桂香还有小树娘听着这么点儿大的小丫头说话，忍不住都红了眼眶，心都稀碎了。小玉姐，你们是什么人呢？我还要去别个村里呢，别耽误我们赚钱。小李，你想拖住这个人牙子一会儿，你瞧瞧娘说去卖孩子，让他们来瞧瞧你和球球，行吗？我相信你的。摸了摸他的脑袋，就朝着马车那边奔了过去。哎，你这儿还买孩子吗？我家有俩呢，你来瞧瞧。大姐，糖真好吃，原来糖是这个味道的呢。小丫，其实留在家里也未必好，你一定要乖一点，努力的表现的好一点，这样才能被好人家买走。你一定要笑，懂了吗？让别人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子。田小黎把自己身上的铜板塞了10个给小丫，那藏好了，若是饿得不行了，再拿出来买吃的东西，知道吗？大姐，大哥说我去的地方能吃饱饭呢，小鸭不想还饿肚子痛痛呢。我们的运气不会有那么差的。田小黎哭着给小鸭扬起了一个笑脸。小嫂子，我都从20两加到50两银子了，你究竟卖不卖啊？我再考虑一下吧。一口价100两，还是有点少啊。哎，人牙子的手都搓破皮了，100两，他的利润就不是很多了。我们不卖了，你走吧。田小黎说。你快走啊！他声嘶力竭地推着人牙子。林小鱼愣了愣，原来田小黎说的是小李和秋秋不卖了，并不是小丫啊。怎么的，你们消遣我是不是？说了半天又不卖，你整个县城打听一下，谁能出比我还高的价格嘞？你们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呸！谁家卖儿卖女的呀？快走快走！人牙子见他们人多，自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就忍了下来。他又依依不舍地看了小李一眼，10里8村都找不到这么漂亮的男孩子。小黎，你想好了？田小黎认真地点了点头。小玉姐，小丫太小了，若是咱们把她买过来，虽然是能吃饱穿暖，但是这辈子可能都离不开我爹娘的骚扰了，还会给你带来麻烦，还不如被人牙子带去一个好地方重新开始。至少买下人的都是有钱人家，这得看他运气了。而小丫若是留在田家，可能饿死是他唯一的下场也没准儿。马车已经开动了，人牙子也朝他们这里看了一眼，似乎还为刚才没有谈成的生意而耿耿于怀着。这听说是你大弟买的呢，他才几岁呀，咋就歪成这样了呢？小姨姐，我想做一件事。去吧。田小黎得了准话，就朝着田家走去。田家还是那泥土搭的房子，田大德躺在床上，对刚才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又被卖了一个。他瞧见有人进来，才抬了抬眼皮子，他以为是古氏，就吼道：你这个臭婆娘，还不赶紧做饭去，别给老子弄装疯那一套，等我好了揍不死你。伴随着来人走近，田大德才瞧见是田小黎。小黎呀，你来看爹了呀。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心肠软，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我能不知道你吗？你能和那个林小鱼请个假吗？你来照顾我几日。还有，当下人他们给不给你钱呢？爹受伤了，需要补补啊。你看能不能剁点肉啊？他连话都没有和田大德说，走向一旁，把躺在大通铺上的大弟给抓了起来。田小帅，你很好。倒霉蛋，咋的？我好还不行呢。田小帅正卖了小鸭，怀里揣了一点钱，飘的什么都不知道了。看着在林小鱼那儿当下人的田小黎，自然是相当的鄙夷。既然回来了，还不赶紧给爹和我弄饭去呢？
小帅说的对，快去啊！哼，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个畜生把小丫给卖了吗？田小黎愤怒地说着，一个巴掌就朝着田小帅的脸上呼去。倒霉的，你疯了吗？我卖小丫不是为他好呀，2天他也没分到什么吃的，再这么下去他就要饿死了呢。我这是帮他，你懂不懂？有本事你怎么不让林小鱼把他买去呢？田小黎听着他这番狗屁胡扯，对着他另一边脸也是啪的就是一巴掌。我不和你一样不要脸，倒霉蛋，小贱人，赔钱货！要打架找我，打女孩子算什么本事啊？大头扭着田小帅就走了出来。小黎呀，别记恨爹娘哈！田大德原本脸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了，一下子伴随着尖叫，整个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还有一种极大的痛苦。养不起就别生那么多。说罢，他把脚从田大德的2胯之间挪开。这是小鱼姐教他的防狼术，没想到第1次用就用在他亲爹这儿了。贱种，野种，你这个没人要的野种！小鱼姐，我好了，再等等吧。林小鱼指着另一边，大头正在揪着田小帅在揍呢。田小帅的鼻血都被打出来了，拖着2管鼻血跪在地上。大头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放了我吧。呸，真是个孬种，就只会欺负自己家人。大头，走吧。大头原本准备落下的拳头只好又收了回来，然后匆匆的就跑到了林小鱼的边上，喘了一口气说：还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小黎姐可就吃亏了。没事儿，我会防狼术呢。你这丫头该不会刚才是对你弟用了防狼术吧？田小黎乖巧的点了点头。我再也不想有弟弟妹妹了，他们生下来也是可怜，何必出生呢？说到这儿，他眼里的泪光闪烁着，估摸着又是想起了小丫。这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穿着烂棉袄的人，蓬头垢面的，棉袄上的扣子还被扯开了，大半个胸脯都露在外面了。牛婆婆赶紧捂着小李的眼睛说：呦呦，不能看，看了要烂眼睛的。来人正是古氏，因为珍珠的事情挨了板子，估摸着又受到了刺激，一下子就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的了。哎呀，你们说他这样会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呀？哎呀，瞧着像，其实疯了也可怜。李桂香也怜悯地看了一眼。呸，可怜什么可怜呢？他都是自作自受呢。你看小林和小丫才可怜呢，剩下的孩子才可怜呢。小叔娘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骂。林小鱼，我的蜘蛛别跑！古氏大叫着就跑了回来。哎，他要干什么？小心！还以为他疯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吧？这太过分了吧！我的钱啊，我的钱啊！李桂香也有点慌。小林娘，你冷静，你冷静一下啊！小鱼她为人很好的，并没有做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儿啊！但是古氏这尖锐的指尖并没有落到李桂香身上，因为吕成行出现了。他手里拿着一根枯树枝条，一头正对着古氏脆弱的喉咙。快给我滚，要不然我不保证不打女人。古氏看着吕成行的眼神一个瑟缩，默默地往后退着，然后大叫一声就往自己的茅草屋里狂奔而去。哎呦我嘞娘哎，这疯子也知道怕的呢啊，知道哪个人能惹哪个人不能惹嘞。算了，咱们快走吧，这地方晦气呢。娘，你有没有事？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俩小的都捂着眼睛，所以没有看到。没事儿，快回去吧。林小鱼说着就往家里走去。怎么了？是不是被那古氏吓到了？我像是那么胆小的人呢？林小鱼嘀咕了一句，还是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吕成行。卖了好。林小鱼的杏眸瞪他。在这儿啊，就算不饿死，长大之后她也不知道会嫁给什么人，可能是一个身有残疾之人，或许是个老头子，亦或者是田房。你要是喜欢那小丫头，咱们现在追去，还能将人给追回来。这人牙子今日总是要在县城里歇歇脚的。算了，我没那么有钱呢，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对那么多人负责，天下的可怜人多着呢。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兴奋的声音。打麻子了，打麻子了，村口打麻子了呢。娘，我们能出去瞧瞧吗？大头，
要不你带他们一起去吧。好嘞，小鱼姐。小鱼，咱们今年要不要也去打一些啊？糯米打出来的麻糍软软糯糯的，小孩子都爱吃。小鱼姐，就是咱们上回吃过的那个。做，咱们多做一些，这房子出的。好嘞，那也带着你去瞧瞧去。我拿10斤糯米去，你看成不？30斤吧，到时候给我娘那边也送过去一些。林小鱼和牛婆婆两人扛着米就去村子的大柳树下了。原来就是一个石头做的东西，有些像是一个碗，但是特别大的那种。男人拿着石锤，你一下我一下的敲打着。小哥，我们也打麻糍嘞，到时候辛苦你们了。啊，这么多啊，可是要累死我们呐！都说吕老三家不差钱，我们帮忙干活，等会儿啊，得给我们买点酒喝。好呀。林小鱼爽快地应了下来。好，有酒喝，那我就更有劲儿了。娘，你来了，大头哥哥还说你很忙不会来呢。在吃什么呢？麻糍。秋秋张了张嘴，在一旁的小李也在吃。林小鱼好奇地问道：“这谁给你们的？”秋秋摇了摇头，比起记性，还是小李略胜一筹。是以前和奶打过架的波娘，我们以前打台风住在棚子里的时候，娘还分过他东西吃。林小鱼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这么一个人，葛翠喜，原来是他呀。但是想到刘把式的死，他心里又愧疚了。刘把式虽然是死有余辜，但就是可怜了葛翠喜母子呢。吃吧吃吧。好不容易才轮到了林小鱼的了。我来。他挥起大石锤，更是浑身的肌肉都绷了起来。这吕老三这身板看着可壮实了，多有力气啊！旁人捶他一下，他能捶2下。林小鱼真是有福气。可不是嘛，男人有力气，女人有福气呢。他听着意有所指的话，想到夜里吕成行奋力的耕耘，他这亩田都快要废了。看周围不少人都在看着，他就用袖子给他擦了擦汗。一点也不累了。嘿，这厮，林小鱼一下子耳畔有些发红，他是在撩自己吗？第2日一大早，林小鱼一家子回到了村里。小鱼姐，昨天抓了一条3斤重的大鳗鱼。他随手捡起了一根树枝，在这鳗鱼背上轻轻地抽了一下。哟呵，还敢凶我，马上就把你卖了。这好货，刘克楼肯定欢喜。可不是，这么大呢，我可从没瞧见过。牛婆婆也挤过来瞧，2个小的也凑了进来。这太危险了，被咬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呢。娘，我知道了。秋秋吐了吐舌头，老实的不敢动了。小鱼，你在村里的名声好了不少呢。啥？李桂香才把原委给道来。原来林小鱼昨日里请打麻糍的男人们一人1壶酒，所以今天大家在河边洗衣裳时，还有不少人说他的好话呢。反正日子啊是自己过的，旁人嘴里说什么也影响不了我。小鱼，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这若是村里说你好话的人多，说不准以后你还能做成不少事儿呢。我看小鱼这口碑突然转变了，和村长也有关系。和他有什么关系？村长逼着大家交钱，所以大家对村长怨，自然大家心里也要找个主心骨。村里哪个人比小鱼能干呀？那说不准小鱼还能争一争村长的位置。算了吧。林小鱼听到这话，感觉有一丝丝的头大。他当村长干什么？这辈子他只想好好赚钱，养好自己俩孩子。至于吕成行嘛，哼，他脸上浮现了一抹甜蜜的笑容。小鱼，是不是你4哥忘了拿什么东西啊？都带了呀。田小黎回话。林小鱼觉得不像是林思强，就出了院子门瞧去。彭管家和那个马车夫一起坐在前面呢。小黎，快去烧水，家里来客人了。你好，小嫂子，又上门来打扰你了。张小姐，怎么有空来我这地呀？一是为了值珍珠首饰。没事没事，屋里坐。都知道我们小姐来了，就不能拿个布铺上呀？这要是让我们小姐摔了怎么是好啊？丫鬟不懂事，这出门在外的总有不方便，我坐屋里就好，无碍事，不妨事儿的。哎，这次倒是黄金的，倒是配得上我们小姐的身份。这次你用料贵一些，也不能再便宜卖给我了。你瞧这500两银子如何？少了吗？
确实在流寇楼里已经出了400两的价钱了，这才第2天，若是再放上几日，价格一定会更高的。500两就可以了，左右也是张小姐照顾我生意嘛。切，还不是我们小姐大方嘛，这哪里值那么多啊？小翠抱着手臂在一旁站着，自从进了林小鱼家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仿佛这里的空气都是污浊的一般。小翠，张雅贤温和地叫唤了一声，小翠立即抖擞了精神，觉得小姐，你终于想通了是吗？咱们这就回去。小翠说着，已经准备好搀扶张雅贤了。你出去。哦，小姐。小翠一脸疑惑，我这里暂时不需要人伺候，你出去。小翠也琢磨到小姐是不高兴了，摇摇嘴皮子就往外走，期间还瞪了林小鱼一眼，都是来这破地方才害得她被小姐厌弃。小嫂子，我可以叫你小鱼吗？张小姐可以，你叫啥都行。那我就直说了，这个山茶花的首饰我出1000两买下。张雅贤一句话没说完，林小鱼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彭管家朝着张小姐的方向点头，示意林小鱼耐心地听张雅贤讲完。之前自然也不是白给你的，我知道先前那套首饰你卖给了我之后，后面陆续又卖出了几套。我给你1000两，也不是只让你卖给我一个人，就是在正月15之前不能卖给任何人，如何？我愿意。林小鱼心里也盘算着，只要等着1个月过去，他该怎么卖还是怎么卖。那些个想买的客人也愿意多等1个月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让你帮我做一套首饰，我想送给我的表姐。我表姐是袁州人，很有可能年后还要去京城，她不是我们小地方的人，一般的首饰可入不了她的眼。那像这个山茶花珍珠款的首饰可行？这个是我的啦，我年节还要戴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您表姐能看得上吗？这样我也好想个差不多的。那自然是看得上的，你得再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要华美又不是个性的。你的珍珠略次了点，这里有20颗南洋珠就交给你了，还有价钱上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若是满意至少给你1000两银子的报酬。那我尽力而为。你一定可以的。张雅贤也对林小鱼寄予厚望。张小姐可留饭吗？那就叨扰了。好的，那您且等等。小姐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她了。她放好这南洋珠就去灶房里忙活了。上回做给范大人吃的鸡蛋灌饼就不错，再配上热乎乎的胡辣汤，估摸着张小姐应该是爱吃的。小鱼姐，田小黎就在灶房里紧张呢，刚才听到张小姐说的500两银子，她送了水就吓得跑出来躲在了灶房里。那张小姐真的要了吗？小鱼姐，你不是发财了吗？是我们发财了。小鱼姐，你不要和上回一样又赶我走，这都是你的功劳，我不要钱，我就在家里帮帮忙就好，我现在过得很开心。好好好，你这丫头啊又多想呢。好了，不说这个，快来帮忙。小鱼姐要做什么？鸡汤灌饼和胡辣汤。小姐凭什么这么信任一个乡野村夫？将这南洋珠交给我，让我找一个翡翠楼的大师傅来做好看的首饰不行吗？她心里是越想越气，准备将这南洋珠给偷偷拿回来。这村妇本来就没有什么钱，她看没了东西还怎么做首饰？说干就干，小翠就溜进了林小鱼的屋里，看到南洋珠还在里面，就取出里面的珍珠，跑到了院子外面。这村子他也不熟，就朝着山里跑去。殊不知他的动作早就落在人眼里了。小翠儿早就回来了，站在张雅贤的身后伺候着，看到林小鱼又端了这么多东西，当时就高声的叫嚷起来：你个村妇，还真把我们小姐当猪了是吗？林小鱼皱着眉头，好想缝上她的嘴啊，他娘的话真多。张雅贤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动了，但是没想到小翠儿竟然这么憨傻。小翠，你多言了。小翠姑娘，你来灶房和我们一起吃吧，让张小姐安安静静的吃个饭。小翠听到林小鱼这话，当时就不爽了，一个村妇竟然对自己指指点点的。你且等着，等一会儿南洋珠不见了，瞧你怎么收场。谢谢。小黎，你姐夫还没回来吗？还没，刚才有点事儿，稍微迟了一些。
这时，吕成行的声音在院子外面响了起来：“别什么人都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了就烦。这乡下地方可真没有规矩啊！”怎的？我男人还不能回自己家了？这是哪门子规矩啊？你要是嫌这儿的话，尽管去马车上吃便是。小翠姑娘，我觉得小鱼说的没错，你要是嫌弃啊，你就去车上吃。哎，好好啊，你们都一起欺负我。他气呼呼地抱着胡辣汤，叼着饼子，还真去马车上吃了。这是？吕成行问道。张小姐的丫鬟。林小鱼一边答，倒是诧异地看着吕成行。吕成行没有接下来问了，林小鱼也觉得自己多想了。小鱼，这啥吃食啊？稀罕呢。这早上起来吃更不错呢，大早上那么一吃，身上的寒气就都退了。彭管家，你要是吃得开心的话，下回我去县城的时候就交给你们府上的厨娘。嗨，好。张小姐，你交代的事我会早点弄的。年前就要，刚才少给了2颗，要不是小翠在马车上瞧见了，怕是要少呢。林小鱼柳眉皱得紧紧的，不是说20颗吗？刚才自己粗粗的一数，那盒子里就是20颗呀，难道又从哪儿多出来2颗吗？小翠这时在一边催促：“哎呀，你赶紧去把盒子拿出来，把这2颗南洋猪也一并装进去。你这村里面鱼龙混杂的，也不知道安不安全呢。”林小鱼听着小翠怀疑的话，心里也是不满，当即就回道：“自然是安全着的，这个你放心。”林小鱼就当着张雅贤主仆的面把檀木盒子给打开了。他的瞳孔在触及到空无一物的檀木盒子的时候，瞬间就变大了一些。哼，好你个安全啊！原来你就是这么看东西的。小姐，现在南洋猪不见了，这可是我们弄了好久才弄到了这20颗大小差不多相似的呢。哦，小姐，我知道了，肯定就是他监守自盗。你看这锁都没有被破坏呢。小鱼，这上你得给我一个交代，毕竟这南珠的价值不菲，主要是大小匀称的南珠难得，现在丢了又耽误我送礼。林小鱼柳眉皱起。哎呀，这怎么会失窃呢？我们都在屋里，没有什么旁人进来的。再说了，旁人也不知道这盒子里装的就是南洋猪啊。反正肯定不是外面的人，我都在院子里坐着呢。我都说了是监守自盗呢。说着，他朝着林小鱼努了努嘴，几乎就是明示林小鱼就是那个偷盗的贼。忽然，这时突然又进来一个人，先跃入林小鱼眸子的就是一个布袋子，随后才是拿着布袋子的修长漂亮的手。吕成行，相公，东西在这里。他迈步走了进来。这南洋猪还在就好。小翠儿看到吕成行虽然找到了自己埋起来的南洋猪，但是应该不知道是自己做的。哼，原来是你拿走了。你们乡下人都这么没有规矩的吗？害得我们这般好找。小翠姑娘，你娘生你这张嘴就是专门吃鱼的吗？什么意思啊？挑刺！我相公并没有这个箱子的钥匙，所以我这南洋猪指定是被人拿走的。相公，这是在哪里找回来的呢？快说吧。我平日里就打猎为生，刚才出去的时候，发现我做的陷阱边上被人动过了，我就翻找了一下，就发现了这个，而且不像是咱们村里东西。张雅贤也点点头。哦，原来如此啊。张小姐，你给我这南洋猪的时候，我相公根本就不在家，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而且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在灶房里吃饭，他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对的，小姐，这个奴才可以作证。刚才都怪我急了，主要是这回送礼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所以小鱼，真的麻烦你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张小姐，这个道理你一定要记住。嗨，我们小姐让你帮忙，那是瞧得上你。还有，你怎么说话的？你配教训我们小姐吗？不是教训，是告知。这丫头，她也不打算放过她，诬陷自己的事儿就这么一笔带过。这可能吗？小翠，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不对，首饰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好，首饰的事情我们就按照原来说好的，但是至于这个盗窃的人，不能不查。这偷盗的人还能是什么人啊？肯定是你们村里的人呗，穷疯了，所以就进你家偷，恰好就看到了这个檀木盒子了。村里的人偷了拿回家就是，为什么埋起来？可能怕被搜到家里去吧。那为什么不直接连盒子都拿走呢？既然是为了财，
这檀木盒子也值个不少钱吧？那谁知道呢？可能是贼不识货吧。小翠姑娘还懂得真多，连贼的心理活动都能分析。我怎么知道啊？这不是你问的吗？张小姐，你给我的时候，这盒子里的南洋珠难道不是20克吗？你仔细回想一下，我接过的时候粗粗数过的，正是20。林小鱼的话一出，张雅贤的脸色便更加难看了。他鹰唇微张，难以置信地看向小翠儿。小翠，你那2颗南洋珠又是从哪里找到的？马车的角落里啊。小姐，兴许是车夫在赶车的时候，这檀木盒子突然开了，所以这南洋珠就滚出来了，一定是这样的。小姐，咱们府里下午场还有事儿，要不就先回去吧。既然首饰的事情已经交托给小鱼，我是知道他的为人的，必然是出不了纰漏的。张雅贤将微微溢出的怒气收敛起来，打狗也得关起门来打。今日小翠可真是让他把面子都丢完了。小鱼，就麻烦你了。反正真相几乎呼之欲出了，小翠儿这样欺主的刁奴，自然回张府有人收拾。看着张府的马车离去，牛婆婆这吊着的一口气松了下来。吓死我这老婆子了！这南洋珠这么贵，要是真在咱们家丢了，这是有嘴也说不清楚了。还好相公给找回来了，要不然被人泼这一身脏水，可真是难受。啥？泼脏水？应该是张小姐的丫鬟吧，故意说少了2颗南洋珠，所以让小玉姐拿出了装南洋珠的檀木盒子，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小玉姐把南洋珠给弄丢了。所以真正的南洋珠是被这个丫鬟给拿走的，是不是？看着年纪不大的小丫头，咋这么多心眼？这么做对她来说有什么好处啊？兴许是爱了她财路吧。相公，真的是偶遇到她藏这个南洋珠的？我下山的时候恰巧遇见他，见他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树上看着他埋了这颗珠子，应该是想到时候挖回去的，所以他掩埋的不深。林小鱼不由得感叹，看来这一回还真是老天保佑啊。张府的马车里，一路车厢里都没有人说话。关院门。小姐，这是在外头有猛虎在追不成？张雅贤侧眸，外头没有猛虎，倒是我们家中出了头猛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翠，你一直跟着小姐呢，你应该知道吧？但是小翠儿对于这声音置若罔闻，因为她已经面上一片死寂。跪下！小翠儿膝盖一软就跪下了，心里仍然有着一线挣扎。小姐，小翠儿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小翠儿只是说了几句那个村妇的不是。若是小姐觉得我没有规矩，小姐就罚我吧。还一口一个村妇，人家还会做首饰，将家中打理的井井有条，一双儿女乖巧，而且还会做饭，你拿什么同她比？她可说过你一句不过是个贱婢。小姐说的都对，小翠知错了，小翠知错了。那檀木盒子里的南洋珠是你偷的吧？小翠磕头的动作微微停顿了一瞬，然后继续砰砰的磕得更响了。小姐冤枉啊，怎么可能是我呢？那锁头都没有被撬的痕迹，肯定是他们监守自盗。小姐不要被他们一家子给坑骗了。小姐，南洋珠可找回来了没有？若是没找回来，奴婢赶紧去外头学学还有没有好的替代品，毕竟时间不多了呢。不必，幸好找回来了。不是你偷的想着陷害他吗？要不然本来装的满满的18颗南洋珠，怎么偏偏漏了2颗被你找到了？你还刻意说要看看，怎么一切都那么凑巧？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呀，这一切就是巧合，肯定是那个妇人说出来迷惑你的。那锁头都是完好的，若是没有钥匙的人怎么打得开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落雪，小姐，请吩咐。去把老爷拴金雕的大铁铐子拿来。小姐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不是那样，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方法，无需你多说，等会儿就能见真章了。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丫头这么滑头呢？小姐，东西拿过来了，给她带上。啊，小姐，你这是要干什么？等下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了。小姐对我是有情分的，我也没干什么，
我只是对付了一个村妇而已，小姐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将小翠推下去，这种瞒着主子做这种阿杂之事的下人，我身边留不得。小姐，推。小翠儿不敢置信地看向张雅贤，小姐竟然就为了自己犯的这么一点的小错误，就要自己的命。小姐不如就教训教训小翠，让她长长记性就行了。落雪，难道你就忘了，你才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吗？自从小翠来了，她挤兑你不少次吧？每次出门都让我带她，不带你，我们倒是都被这个披着羊皮的狼给骗了。这时，水里的小翠儿拼命地扑腾，但是手被铐住，导致她动作不太灵敏。救命！小翠儿呼救一声，就沉入了水中。小姐若是要教训教训他，可以将人救出来了，要不然怕是会出人命呢。我倒是不担心小翠的命，就怕给小姐留下这些不好的回忆。还早着。张雅贤很有耐心地说道。约莫等了一会儿，他也有些动摇了的时候，突然水面上冒出了一个人。小姐，小翠还会水呢。落雪惊讶地说道。而张雅贤看到的则是小翠在游泳的姿势，她手上的大铁链子消失了，她拉着落雪往后连连退了几步。来人，来人！这时后面冒出几个小厮，他们手里拿着竹竿。落雪看到了，这才明白过来。小姐，原来你一开始就没有要小翠的命的意思，只想试试她而已。试出来了，果然是深藏不露，会游泳，会开锁。要不是他离开林小鱼家的时候，林小鱼偷偷的给他说了这个法子，他还试不出小翠来。毕竟这丫头滑不溜手，能屈能伸的。小翠，偷南洋珠的事情，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小姐，虽然我会游泳和开锁，但是这都是我入府前学的保命的本事，从来都没有拿来伤害过小姐。南洋珠的事情，是我爸那个村妇误事，我才这么做的。小姐，你原谅我吧。小姐，这是彭管家让我送来的。张雅贤翻开一看，上面都是记载了对小翠的调查。原来入府之前，他就是专门跟着一个人当小偷的。后面入府了，府里下人频频丢一些小东西，也是他所为。看到后面，竟然小翠每一次刻意领他去的店都能拿到老板给的钱，甚至小翠已经在外面购置了一套宅子，就写在他生母名下。好啊你！张雅贤都快要气不顺了。原来他的丫鬟还能利用他赚一套宅子，今日是宅子，那明日呢？这样的人岂能留在身边？这一日，林小鱼刚回县城的住处，就瞧着彭管家在屋外等候了。彭管事，咱们才分别没一会儿又见面了，你这是有啥事儿吗？今日的事儿啊，的确是委屈小鱼你了。哎呀，这点是彭叔的心意，你也不要太客气啊。林小鱼见他自称彭叔，关系又是拉近了不少。张小姐也叫他彭叔呢，他也知道应该就是为了小翠的事儿。既然叫你一声彭叔，你也就将我当自家小辈来看啊，别这么见外。再说，你和张小姐心里有数就成了，犯不着让小翠一定要在我跟前道歉的。彭管家也点了点头，不愧是他看好的人呐。你想要他给你道歉也容易。张小姐后面怎么处置小翠的？他现在已经被卖去人牙子那儿了，想让他道歉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花10文钱，牙子都能让他给你跪下来。要不是因为小鱼你那边的事儿，还查不出来这丫鬟被这主子拿了不少好处呢。小姐但凡买的东西，只要过了她的手，她都能拿到好处，且还给自己购置了一套宅子呢。所以这个只是给你的谢礼，你就安心拿着吧啊！是过了小姐的眼的，可不是我撕下来送的。你要是不收啊，只怕我们小姐心里头不安心呢。好好好。彭管家走了之后，林小鱼才将礼品打开来瞧。只见那高高摞起来的一叠的用油纸包起来的是一些点心。小馋猫，娘，我不馋，这是别人送来的，娘没说能吃，我不吃。现在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我已经是村里很多孩子羡慕的人了。哼，撒谎！
我就一点点馋，但是可以忍住。尝尝吧，不能多吃的啊，要不然晚上吃不下饭了。小鱼姐，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啊？我已经这么大了。只是尝尝这现成的酥饼，这和小孩不小孩有什么关系啊？可瞧见了，这是在干嘛？好像有很多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从隔壁的隔壁院子里出来，都背着一个袋子这样的。是书袋。小李在一边补充。林小鱼眼眸一亮，难道是咱们隔壁有学堂吗？我瞧瞧去。林小鱼就起身朝着门外跑去。你瞧瞧你娘这样，跑得样像不像秋秋急着去看热闹一样？像。哼，你们都说我和娘，小心我告状。大嫂，我能问一下，你们这孩子都是在这念书的吗？谁给你的你多拿，你就不怕被别人骗走啊？想着是问人话，刚好手里面有酥饼，就给孩子一块。他急忙解释：我就住在这儿，因为瞧着外头热闹，所以才出来问问。我家也有2个6岁大的孩子了，也想着送他们去识字呢。这大妹子，我只是在教孩子规矩，不是针对你啊。算了，拿着吃吧。以后娘不在边上，你可不能接别人的吃食了。哼，那你不是在边上的吗？哪个拐子这么笨，还当着我娘的面拐我呀？这个婶婶看着就不是个笨人，她还夸了自己呢。林小鱼也不由得笑了出来。你还顶嘴！你们先生说你3字经都背不全。母子俩闹腾了一出之后，这大胖嫂子才有闲暇搭理林小鱼。这是史秀才开的私塾，收费也不贵，一个孩子1月只要200文钱，就是不包吃喝。今年史秀才去科举又没中，现在回来没多久又重新开了这个私塾，现在空余的位置不多了，你要送孩子去赶紧去。那收闺女吗？你要送闺女去啊？看来你家条件定然不错，收的。史先生那里有女学生，闺女家的识字到手，说亲也高人一等呢。好嘞，谢谢嫂子。快吃！你小子今日连3字经都不会背，还这么好运气，白得个酥饼吃，什么味儿的？哼，我才不给你吃呢！哟，乖，以前私塾都只是地主家的娃娃才有机会读的，没想到咱们小李和秋秋也有机会读了，这好，这近得很，2个孩子自己去也没有什么事儿。牛婆婆，我想的是你每日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呢。这不管饭，肯定还要有个人在家里做饭，总不能顿顿都买着吃，得花多少钱？哎，还是牛婆婆明理呢。相公，你怎么想？没事，你看着来就好。成，那咱们买礼物去。来看看嘞，5斤重的大公鸡，买了祭祖都好啊。林小鱼就先去买了1只鸡、1只鸭、1条鱼、1刀肉。哎，挺值了。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呢，要不然以后仪态不好的。小鱼姐，出来瞧着这么多陌生人，总觉得不自在。有什么不自在的？就算是当众跌跤也没什么，出丑都没事儿呢。且不说你现在只是正正经经的站在这儿了，你又不和他们做亲戚。猪下水吃不吃啊？好吃吗？田小丽表示怀疑，当初田家这么穷都没有买过猪下水。处理起来臭，吃着香啊。你要是愿意弄的话，咱们就买些回去，不愿意弄就算了。小鱼姐，那咱们买点吧。老板，来1副猪下水。林小鱼和吕成行一起带着礼物去见了那个史先生。林小鱼给了礼物和束修，带2个孩子见过了史先生，说好了明日一早就让孩子过来这边念书。不是说等我回来弄吗？林小鱼看着他们这样，也忍不住无奈一笑。我们怕弄好赶不上吃饭。田小丽说着，强忍住恶心。小鱼啊，这猪下水才几个钱，浪费了就浪费了。但是这白面可是金贵的东西呢，可不能浪费。牛婆婆，不会浪费的，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你们可别躲，到时候做出来别馋的不行，好吃的呀，把你们舌头都吞掉了。娘，我现在就可以把舌头给吞掉，能不能别让我吃这个？这可是装猪屎的东西。哎呀，都是肉嘛，不要歧视他啊。如果有得选呀，他也不想装猪屎的。这么洗干净还真是好受嘞。小鱼，你来弄不？娘，还真没臭味了，但是我肯定不吃。吕成行嘴巴嚼着，像是没有感情的吃饭机器一般。我也尝尝，
反正洗的肯定干净了。果然咱们家小鱼是不会骗人的，多好吃的猪下水啊！这可是比五花肉还要好吃，咬着肥，但又不是肥瘦，还有劲道，真是太香了。好吃。我不应该怀疑娘说的话的，娘说的肯定都是真的。太好吃了，你们慢点吃。哼，好吃吧？明天做肥肠包子，还有猪肚鸡翅，谁要吃？要吃要吃。秋秋高高的举起了胳膊。第二日一早，林小鱼顶着微微乌青的黑眼圈就起来了。两家伙起来了没有啊？亏得我熬夜给他们做书袋呢，可得好好的上学，要不然辜负我一片心意呢。小鱼姐，这也太漂亮了，本来还是我来帮你的，若是我来弄的话，肯定做不出来这么好看的来。等小李和秋秋下学回来，让他们也教你认字儿。咱们一家人啊，都不能当文盲的，免得以后出去被人骗了。这在说什么呢？嘿，这么漂亮的书袋，这俩小家伙还没起来呢。一大早我去掖被子的时候，球球还说要吃爆炒肥肠呢。这丫头，摊上了个手艺这么好的娘，是有福气嘞。希望他们好好念书吧。林小鱼抿着唇笑道：娘，什么时候再做肥肠吃？你这个小馋猫，怕是中了肥肠的毒了。等下吴婶娘回来再说吧。没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吧？去念私塾了呢。对呀，你先生不会打人吧？我要是记不住课文怎么办？这上学的时候，脑子里别总想着爆炒肥肠就能记住课文了。走，赶紧吃早饭，就去私塾念书了。哟，小嫂子，你安排的也忒快了吧？昨儿就问了我，今日就去私塾念书啊？大胖嫂子走了过来，就热情地和林小鱼打招呼。左右隔得那么近呢，俩孩子上私塾还能认字，所以昨日啊就给了束修了。好，我家小龙也是今年第1年读书，别看长得壮实，其实也就6岁，准备先念个私塾，明年再送学堂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看我们家小子跑这么快，这都半个月了，3字经前8句还不会背呢。没事儿，慢慢来，孩子还是玩的年纪呢。林小鱼说了几句准备要走，可又被这大胖嫂子给喊住了。小嫂子，你要不去我家玩会儿？孩子都念书去了，我们在家都没事儿。我家就住在后面一排嘞，走几步就到了。改天吧，我今日还要回乡下去呢。下次一定啊。牛婆婆，要不和我们一道回村里吧？俩孩子我给他们钱了，叫他们晌午自己买些吃的就好。真的？小妹，回家一趟去，咱爹沾上事儿了。啥事儿啊？林小鱼一脸茫然。你去了就知道了。林小鱼皱着眉头，看来这事儿不小。还没到家的时候，就见到家门口堵满了黑压压的人。这林老头老不休的做出这种事情，女儿还来给他擦屁股呀？谁知道，兴许他女儿有本事呢，谁让人家生了个好闺女？就是。林老太在屋里面抹眼泪，见到林小鱼来了，急忙起身把自己闺女给拉了过来，然后这眼泪掉得更猛了，只是没有哭出声。娘，这是咋回事啊？他干了那种事儿，咋还有脸见人呢？林老太气得在地上狠狠地跺脚，提起相伴这么多年的老头子，肚子里也是一股子气儿。到底什么事儿啊？4个不和我说，你也不说，好歹说了能想个对策吗？他们都说不出口，就让我来说吧。林小鱼盯着季春桃，等着他说呢。季春桃长叹一口气，然后说：咱爹把陶老太给睡了。林小鱼脑子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林老头能干出这事儿来，而且陶老太又是谁呀？他也问了出来。就是陶小慧的娘，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二哥的事引起的。是他？那咱爹肯定是冤枉的呀。就是陶老太和咱爹从浴房出来，两人还洗的鸳鸯浴，陶老太就穿个肚兜。反正爹不会那么做的。把自己关在隔壁屋里的林老头在那边竖着耳朵听呢，听到闺女一直为他说话，也忍不住走了过来。我说我真的没睡他，你们就是都不信呐。那他光着跑出来，你也光着，你让我们怎么想嘛？林老头又深呼吸了一口，气得闭上了嘴。娘，
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爹要是真的有什么花花心思，干嘛要找陶老太呢？他不如您呢，您脸白白嫩嫩的，他一脸褶子呢。爹难道不能去找年轻漂亮的？啊，这……再说了，爹就是有这个心思，包谷地里不行，咱们村东头的小树林里不行啊，哪都行的，为什么要弄回家来呢？是吧？可不是，我有这个心思，我也不能回家呀。其实就是我连这个心思都没有。那这陶老太是怎么和爹您赤裸的一起出现的？那我就在那里舒坦的眯了会儿，醒了就瞧见他在我桶里了，我这不是吓得大叫吗？林三强点点头，当时爹确实是叫了。林小鱼算是弄清楚来龙去脉了，原来是这个陶老太突然出现的，而且林老头也是受惊吓的人，还被冤枉，委实怪可怜的。呸，那老太婆她能看得上？她虽然是个老头了，但是也是个洁身自好的老头，这送上门来的便宜他能占，他都没多看两眼。那么这个陶老太一定有所图谋了。等一会儿说不准呀，还要上咱们家来呢。上一回他不也带着陶小慧去二嫂家里闹腾了吗？一家人就没个让人省心的。他这边话音刚落，外面又是一阵骚动。被这么多人瞧热闹，这可真是丢死人了。林老太无奈地抚摸着额头，好像是说什么人来了。林小鱼也凑过去一看，只见站在人群中的就是陶老太，头上戴着一朵白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死了男人。我也是正经人家的媳妇儿啊，就是这个林老头非要非礼我，今天我就是来讨个说法的，他非拉着我进他们屋里呢，还扯烂了我的衣裳，我不活了呀！我今天就一个麻绳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呢！哎呦，这林家的老头真的是伤风败俗啊！就是，这连带着咱们村的脸面都丢光了呢。这林家虽说有钱，也不能这样啊！哎呦，可不能死啊！你要想开点啊，又不是你自己甘愿这么做的。他能看得上的陶老太，我要去好好跟他掰扯清楚。爹，你现在不能冲动行事，先听听小妹怎么说吧。我先出去和他谈谈吧。我也出去瞧瞧，小妹要是一时接不上话了，我也能帮着骂几句。哎呦，乡亲们帮我瞧瞧啊！你们看，这还有王法了吗？我都不要做人了，我的孩子也要抬不起头来了，让我找一根麻绳在这吊死算了呀！我这苦命的女人呐！说着，唐老太还从怀里拿出了一根麻绳，看着就是做戏做全套的样。哼，那大家都让让吧，没听见他说要吊死吗？你们总不能按着他的调儿吧？哎呦，乡亲们评评理呀！他们家老头子欺负人，养的没家教的女儿，竟然说要弄死我呢！你们看看，他们竟然就是如此蛮横呢！既然事已至此，你死了，你男人子女也不必蒙羞了。到时候我们家也会给你们个棺椁钱的。毕竟有些事情单我爹一个人也成不了事儿，你死了倒是个清静呢。怎么这样呢？我是被逼迫的那个苦命人呢，亏得我死命挣扎才逃出来，要不然我清白就毁了呢。这话说得太过了吧？就是，这不是还没什么吗？也不用以死明志。我看这林家闺女以前挺懂事儿的，这回咋帮亲帮成这样啊？半点也不讲理了。你们以为她真的是想死？她只不过想要旁人帮她说话，等下好讹我家钱罢了。要不然，她真想死的话，直接在家就死了。难道她家就没有房梁，没有麻绳？上吊还要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吗？就是嘞，我瞧这个老不休的，可能还故意勾引我家公公嘞。我家公公宁死不从，他才没脸跑出去的。我家公公腿脚还不好呢，能强迫他拉他进我家门？那我毕竟是个女人呢，力气哪有他大呀？就被强行拉了进去了。所以你这清白是没守住，对吧？那说不准你肚子里已经揣了我爹孩子了，要不然你就生下来，我让我娘接了你奉的妾室茶，你就来我家里做我小娘吧。林小月还没等陶老太酝酿完情绪呢，就抢过了话头。这话噼里啪啦一通说，惊讶的陶老太都忘了哭。
这什么娃子呀？什么失去了清白，什么当小娘啊？这和他设想的都不一样啊！林家几个兄弟也瞪大了眼睛看林小鱼。最好呢，你这一胎就生个女娃，我们家兄弟多，女娃遭人稀罕一点。到时候我给你请个人伺候你月子吧，毕竟我爹犯的浑，我们当子女的就得帮忙收拾。你看这可行？这林家人真不错，至少还拿出了章程来。啊，可不是嘛，还请人伺候，这是多大的福气呀！哎，只有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嘛。陶老太还没说乐意不乐意呢。人群里也有几个没有被林小鱼误导的人。呸！就是我不肯的，谁要嫁给你当小娘啊？既然你这么说，就好好的说说。那你来我家又不吊死，又不要当我小娘的，你是来干啥的呀？我自然是来讨一个公道的。公道？怎么个公道啊？要不大义灭亲，把你和我爹一起进猪笼好了。林小鱼说着，就蹭蹭地走到自家猪圈旁边，提起猪笼子就甩在了陶老太的眼前。陶老太一双三角眼，连铜人都恍惚定住了一般。这林小鱼竟然这般大义灭亲！你们林家好不要脸呐！分明就是这个不要脸的林老头非礼了我呢，居然还想要我的命呢！你们，我要赔偿，要的就是赔偿呢！林小鱼眯了眯眼睛，总算是将他的实话给炸出来了。你说，你要什么赔偿？左右都是丢人的事情，就不叫人看笑话了。我进你家屋里说去。你这穿的像是带丧的一样，也不知道家里死了哪个人了。进我娘家不是晦气吗？就是。季春桃在一旁搭腔：“老不正经的，还学人家小瞧，一身笑是吧？”那我丢了这花就是了，好歹让我进屋说去呀，也好让我喝口水，我站着也乏了。就在这说呗，这么多乡亲都是站在你这边的，我们这赔偿自然是要让你满意的呀，也好让乡亲们看看我们林家是个知错就改的。好，林家闺女是个有性格的，也让我们大家评判评判，赔偿的行不行？我瞧着也是，总不能让林老头白被欺负了。陶老太在这说，林家赔偿的不让你满意，我们替你做主。行吧，赶紧说吧，等一会儿还要回家做晌午饭呢。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先赔偿我50两银子，还有一个条件。这50两一出，围观的村民们都已经噤声了，居然还有条件。好说好说，银两都是小事儿，你先说说还有个条件是什么？小妹，她看我干啥呀？不知道，等会儿就知道了。我闺女也被你们林家弄得不好说清了呢，让林三强娶了我家小慧，再奉上50两银子，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这是我们给你的赔偿啊，和你闺女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我爹也毁了你闺女的清白？别胡说，我闺女可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呢。陶老太说起这个，把自己的胸板拍得砰砰作响。咋这么狮子大开口呢？直接不如买1送1好了，反正林家有钱，父子娶母女，50两银子都够林老头娶多少花样的姑娘了。他不是说清白还在吗？既然有那么多钱，过了吧。这是杀猪知道吗？杀林家的猪。要你们管闲事儿啊！一个个屁话这么多呢。你这婆娘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忘了是谁帮你说话的吗？咋啦？你们说什么啦？你们让林小鱼给的我50两呢？这种过河拆桥的贱女人，我们就不该帮她。现在还被她反咬一口，这还不如狗。呸！先吃萝卜淡操心呢。陶老太这边和村里人一句句的互怼着，林小鱼见机贴在季春桃的耳畔嘀咕：绝不能让这个老妖婆占便宜，别说50两，就是5文钱都别想拿走。他拉着林大强就往外头走，林小鱼则转身就要往屋内走。你们干嘛去呀？我都赔偿呢。放心，赔偿少不了你的，这50两银子不是小钱，我们总得花点时间凑凑。就这种老不朽，林家还真准备给他钱啊？刚才差点被他给骗了，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他自己下了套给林家的吧，把自己闺女也推销出去。就是这样，那林家闺女不会也真傻到给他钱吧？要不然咋办呢？总不能真让他爹背个臭名声吧？林小鱼则在屋里和林老头和林老太解释开了：爹娘，刚才答应他的无理要求，
都是为了让他高兴呢。瞧见没？现在他将村里人都骂了一顿，也没人帮着他了。哼，喜哥早都能睡着，让门外那个老不休的有了可趁之机，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呐！谁要这艳福，谁是龟儿子。我也该出去揭露他的真面目了。爹娘，等着好戏开场吧。钱准备好了？还没呢，这钱都没准备好呢，出来干什么呀？今天不把50两银子摆在我眼前的话，这事儿绝对没完呢。那说给你的赔偿，自然是建立在我爹欺负你的前提下呀。但我刚才进屋问我爹了，他说他在洗澡呢，你突然进来就脱衣服。既然这样的话，你该给我爹赔偿才是啊。他撒谎呢！他看热闹的村里人终于等来了事情的反转。刚才陶老太那嚣张的模样已经让他们很是不快了，现在自然就逮着陶老太骂了起来。原来这才是真相。我说现在林老头也不差那钱，看上这一脸褶子和老树皮一样的老泼妇干什么了？原来林老头才是吃亏的那个。可不是，还好意思要赔偿？他该赔偿给你爹才是。对于这样的人，要是我就把他的腿都打断了。哎呦，没天理了哟！就是林老头欺负我呢，你们就连傲的一村里的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村的呀！这一下村里人更气了，这陶老太可真是个没良心的啊！他们一开始就是帮他来着呢。你说我爹将你拉进屋里的，你说说，我爹腿脚不好，就算力气大，只要你睁开一会儿，你跑了他也追不上你吧？我那是被吓的，就被他拉进去了。有谁看见了？人群里一片噤声，反正是没有人看见。陶老太又梗着脖子，他拽我进去是没人瞧见，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瞧见了呢。所以说我爹也不是非礼你吧？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两个早就勾搭上了？我爹在家里等你，那既然这样，你也别要什么赔偿了，你给我爹做小娘吧，我给你彩礼，怎么样？30两银子。30两就30两吧，但是你先把钱给我，我想好了再说。林小鱼这时远眺，看到了人群里早就回来的季春桃和林大强，而且这会儿陶家人也挤了进来。贱婆娘，让你在外头给老子偷人，让你给老子戴绿帽子。我错了。打到最后，陶老太只能变成呜咽的求饶，因为陶老头根本就不给他辩解的机会。别打了，万一死在我家院子里，晦气！陶老头这才停了下来，去把你爹叫出来。这时，林家4个男丁齐齐站出来，挡在林小鱼跟前，将他遮掩得密不透风的。林大强说：“你对谁小妹比划指头呢？老子一下子就把你这个老东西给放倒了。”林二强说：“你给我放尊重点，管不好自己的女人，来我家讹钱，你们陶家真是阴魂不散。”林三强说：“还想让我娶你女儿？做梦吧你！”林四强说：“有什么事和我们说就行了。你们陶家的人品，反正10里8村的都要知道了。信不信我卖海货的时候多给你说一说？”村里人，这就是儿子多的好处啊！就林家这4个儿子，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儿？也就这没眼力见的陶家了。他又是过去对着陶老太就是一脚把他给踹翻。谁让你搞这一出的？闺女的亲事我都谈好了，就和咱们村的刘老贺彩礼我都收了。你没和我说呀？再说那刘老贺都50了，哎呦！谁知道2个儿媳妇都齐齐往后退了一步，这公公可在气头上呢，他们哪儿敢拉呀？我闺女就不嫁给你们林家了，我还看不上你们家呢。刘老何可是愿意出20两银子给我的，哼，这个贱妇就给你们家了。刚才我可是听得真真的，你们给30两银子，我就给休书。30两，1文钱都没有。大家瞧见了，他们家为了20两银子，把花一样的闺女卖给了50岁的老头呢。这说不好，这陶老太就是为了钱故意来上我爹的。大家伙刚刚都听到了，这要是万一闹上公堂，可要帮忙作证啊！一定，这陶家的忒不要脸了。我们一开始倒是信了那老婆子的鬼话。一家子不要脸的，赶紧滚出我们村子！就是，我们村里的土被你们踩了都嫌脏。快滚吧！还在我们家撒野，被我们家小妹耍得团团转，还来这里丢人现丑，我都替你们羞得慌。现在斗也斗过了，真相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了。这陶家的人看了就碍眼。你这个泼妇，林家怎么就要了你？我闺女这么好呢，你们有眼不识泰山呢！呸！
滚出我们村！你们家的闺女还是留着自家用吧。我们秋田傲的狗都瞧不上你家闺女。可不是，在这里丢人现眼，想卖女儿又想卖媳妇的，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家。哼，为了钱呀，还给自己弄个绿帽子戴呢。你一言我一语的，险些把陶老头给气死。他后悔了，他就不该来的，来了这里也是被人给羞辱的。他气得又是给陶老太踹了一脚。哦，老头，不好了！其中一个还一边跑一边叫喊：“你们咋来了？能出啥事啊？我们回去再说。”陶老头也是有些不耐烦了。现在陶老太闹出这么大的丑事，他自然是不想让旁人知道的。你家闺女啊，和人私奔了，是远处大山村的秀才。据说书都不念了，现在人家娘正堵在你家门口叫骂呢，都交上大粪了。你们快去瞧瞧吧。这个小贱蹄子，就那么缺男人呢？都是你养的好闺女，不知羞耻，丢了我们陶家的脸呢。陶老太瑟瑟发抖，但是嘴上还争辩着：“不会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小慧让我上林家来，让林老头和我不清白，让她嫁进林家来的。这怎么可能和什么大山村的秀秀在私奔呢？”陶老头气得鼻子都喷气了，这个蠢货怎么都说出来了呀？他直接一个大耳刮子打得陶老太原地旋转了好几圈。我们都被你生的赔钱货当枪使了，真他妈是赔钱货呀！赔钱货！秋田傲的村民听到这劲爆的消息，叫骂得更加起劲了。原来林老头才是可怜人啊！现在都说出来了，真是不要脸的老娘们！你真是头一名啊，活该被打，被打死了更好。陶家呀，就没一个好的，哼，2个儿子还在牢里呢，闺女又和人私奔去了，哎。谁知道他们村里的风气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以后咱们村里的人呢，还是不要和他们村通婚吧，这风气不正啊！林小鱼站在娘家院子里静静地听着，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过没想到这陶小慧竟然会和人私奔，是因为陶老头要将她嫁给50岁的老头子。看着陶家人匆匆离开的背影，林小鱼也是无奈地摇头。我呸！不要脸的东西！连我一个老头子的便宜都占，真是一家门风不正。谁跟你们结亲家，谁就是瞎了眼，祖坟冒青烟了。那边正离开的陶老头气的是天灵盖冒烟，他只好气得踹了陶老太一脚。哎呦！陶老太一个趔趄摔倒了。老林，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自然是知道你是做不出来这种事情的，可是你咋早不出来说呢？你是当爹的，咋还躲在孩子们的后头呢？哎，咋的？我这几个孩子有出息，能帮家里扛事儿了。你家的能不？哎呦，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这种桃花了。老林真是有福气啊！哪里能想到这个年纪了，还有这么好的福气？就是，不过你这孩子养的确实不错，哎，儿子、女儿、儿媳都能独当一面。可不就是嘛！你们林家的日子可真是蒸蒸日上啊！难怪陶家就非要和你们做亲家呢，宁肯使出这样下作的手段来。我想好了，我们林家要起屋了，这到时候都来帮忙啊！到时候盖好了，一定得摆酒席，让大家来热闹热闹。林家不是刚娶了老儿媳妇进门吗？咋又要盖房子呢？这么有钱啊！要你管呢？你没瞧见人家一家子都在齐心赚钱吗？这日子能不红火呀？可不就是嘛，真是让人羡慕啊！刚才被陶老太整弄的一出丢掉的面子也找回来了不少，他心里啊可算是舒坦了。等村里人一走完，咋的？你说盖屋就盖屋啊？这家里的钱跟母鸡下蛋一样啊？哦，那咱家钱还够吗？孩子他娘，你操持家务辛苦了。这我不是没说盖几间吗？那咱们银子差些，就先盖2间，要是多一点就盖4间，这不都没事儿吗？平日里看着爹不苟言笑的，就在小妹面前像是个慈父，没想到还这么会哄他们娘啊！哎呦，真是学到了，学到了！盖2间也得摆酒，那还不如多盖几间。等老3、老4都娶媳妇了，都是要分家的。咱家现在就4个屋，哎，咱们也得再盖8个屋才行。娘，我们才不要分家呢，
一大家子多热闹，咱家人拧成一股绳，怎么都闹不散。咱们还能努力的赚钱，把日子过成村里最好的呢。季春桃觉得自己可不蠢。潘香草虽然嫁过来没多久，但是看着林家人齐心，也是很喜欢这环境的，也点点头。我们也不分家，我们也要和爹娘一块住。盖8个屋，老婆子有志气。哎呀，刚是想想就忍不住笑出声。哎，去，别哄我啊！这过年也没有半个月了，这几天帮着多赚点钱，等到过年那3天还是要歇一歇的。哎，好嘞。林小鱼和吕成行见到林家的事处理完了，就准备归家去。这刚进门就瞧见屋里坐着一个人。小鱼妹子，我上回来过，是柳三介绍的，叫萧全。萧大哥，是你啊？这螃蟹我怕是吃不下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呢。不，我来也不是为的这螃蟹生意。你上回就让那个小子来和我说过了，我这卖给贩子批发也能卖，没关系的。来，喝水。我老婆子动作慢了，这放了白糖的。破费了。林小鱼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瞧，原来是他们的渔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岛，离这也不远，然后他们上去歇脚做晌午饭。这小岛的石头上就有一片牡蛎。牡蛎呀，这玩意我知道的，挺鲜的。我以前赶海的时候遇到过，如果是一个石头上长着，那都是一片一片的。对，就是，但是这次这个个头特别的大。林小鱼在看清的时候，感觉自己耳畔都响起了《好运来》这首歌，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哪里是牡蛎呀，这是生蚝啊！这么大个生蚝，一定先天多汁吧？萧大哥，你这个是在哪捡的？这个东西我能卖的？地方我还记得，这钱其实我也能赚，如果让给你，你自然要贴点钱。其实啊，我就是嫌着这个麻烦。明白。林小鱼说着，就从怀里取出了1角银子。他收好银子，那你明日一早雇条小船，我带你去吧。好嘞。这总不是很远的地方吧？这海里危险，往深了去，我们还是不敢的，就外头去一下就成。自然，我们渔船也不敢去深海呢。你小船去，约莫也就1个时辰就到了。1个时辰，那倒是不远。林小鱼又叮嘱了萧全，这事儿不要和旁人说，等自己赚了钱，自然还有酬谢。萧全都喜出望外了，自然是满口答应，顺便把那个生蚝也留下来给了林小鱼。拿着吃了，里面的汤汁也吸了，保管你大有好处呢。说着，脸颊微微的红扑扑的，像是3月里盛开的桃花一般，唇角含着笑意，总是觉得这个小女人有什么坏心思一般。这样生吃不好吃，对吧？等我们明天挖了回来，保管给你做一个最最好吃的。牛婆婆，小离人呢？我要和他一起去买点东西呢。好像是他家里又出啥事儿了，桂香陪着一块去看看了，我留着看屋呢，要不然我也得去瞅瞅。又出事了。林小鱼就直接去了田家，发现吕成行跟在他的身后一起过来了。怎么还跟我来了？就在村子里呢，你还怕我弄丢了不成啊？我就是不放心。珍珠，我的珍珠都是我的珍珠，好多钱，好多。林小鱼定睛一看，这明显是疯了的股市。这是又出了什么事？你们等在这里也不回我那儿了。小黎，你说。小鱼姐，田小帅这个小畜生把家里的弟妹都带出去卖了。是田小帅带着弟妹去县城，说是打零工，谁知道去了2日都没有见回来。所以今日田家的亲戚顺便也找上了田小黎。那几个长辈已经去县城里寻了，田小黎则在这里等。本来也是让田小黎去县城寻的，但是他坚称自己已经被卖了，田家的事儿和他没关系，他在这里就已经是情分了。你做的没有错，你不愿意，谁都不能道德绑架你。田小黎重重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主要是他和这些兄弟姐妹没有感情，他们能不能被找回来和他都没有关系，他只是在这里等一个结果。弟妹，何谓道德绑架呀？就是有些人用道德束缚你，这道德就像是一根绳子一般绑着你，让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哦，原来这就是道德绑架呀。那遇到道德绑架该怎么办呢？那就更简单了，
只要我没有道德，他们就绑架不了我。啊！珍珠，你抢了我的珍珠！然后插着手就要朝林小鱼冲过来。他没事吧？没事，只是被我打晕了，免得他出手伤人。这么咔的一下就把人给打晕了，也不知道疼不疼呢。吕兄弟，你打得真好。看，人是不是回来了？是的，小鱼姐。等他们说了这消息，下次他们叫我也不来了。这时牛车哒哒已经到了近前。怎么样，几个孩子找回来了吗？牛车上陆续下来几个男人，除了他们，牛车上已经没人了。不用说也知道了，人没找回来。这二嫂子咋回事啊？这人已经疯了，把自己给撞晕了，你还敢上去扶呢？小心他在你面前撕衣服，有理都说不清呢。我们去县城问过了，田小帅这个不孝子，把几个小子都给卖了，人贩子在这儿已经去下一个县城了，我们这牛车也追不上啊，就回来了。哎，罢了，这也是这几个孩子的命啊。那既然找不回来了，我们就走吧。哎，且慢！有事快说，你这眼珠子乱瞟是你娘教的吗？田有良气的拳头都握了起来。林小鱼这意思就是说他没娘教。三叔，你先别生气，咱们赶紧有事说事儿，将六叔的事情托付出去要紧呐。他就清了清嗓子，摆出长辈的架子，走到田小丽跟前。小丽啊，你爹娘现在都需要人照顾，正是需要你的时候，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照顾他们。我已经被卖了。这跟你被卖不被卖也没什么关系啊，都是一个村的，他们可是你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总不能看着他们饿肚子吧，然后饿死冻死吧。我现在已经不是田家的人了，我要给小鱼姐干活，如果要我照顾他们，就是占用了我给小鱼姐干活的时间，你们需要付钱给小鱼姐的，算作是雇我了。林小鱼忍不住一笑，你这亲闺女来照顾爹娘还要我们来掏钱，你是疯了吧？我看你就是不孝。你不懂律法的吗？这田小丽已经被卖了，就不是田家的人了。你若是不懂，你就去问问官府的人。我呸！谁不知道你和范县令有一腿啊？要不然咋回回都去你那吃饭呢？田有良气得不行，嘴上也混说了。这时他的一个巴掌就落在了田有良脸上。田有良在家里也是当爷爷的人了，在家族里也是长辈，当即就要和吕成行扭打在一起。三叔，几个男人赶紧冲上来围着吕成行。你们还想以多欺少不成？谁让这个没娘教的嘴上没个把门的呢？教训教训他怎么了？难道我们还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吗？你们就是都上也行。李桂香也赶忙出来打圆场。算了，谁让你们三叔说话不着调啊？你们也想想，若是旁人这么说你们媳妇儿，你们能忍吗？田有良刚才那话说的确实不对。哎，快松开，我三叔都要吐舌头了。吕成行看着田有良面色酱紫，舌头都要吐出来了，就松开手把他甩到一旁的地上。你们你什么？我家相公只是简单的教训你一下，你刚才那话若是外传的话，诋毁了范县令，咱们隔壁几个村的人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不日日往你家门口浇粪水呢。三叔，你刚才这话说的确实不对，咋能随便的污人清白呢？那人家相公哪里能忍？要是三婶子被人这么污蔑，你早拿着菜刀去了。可不是嘛，还说的是范县令，那范县令是个好官啊。你以后啊，嘴上可万万不能没把门的了。我不想被连累，也被泼粪呐。咱们家住的可近。刚才的事儿是我一时嘴快，对不住了，望你不要说出去。还有，吕老三掐我脖子这下，我就既往不咎了。你当我傻吗？我会自毁清白。林小鱼翻了个白眼给他，那个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今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回去。再等下，他们两口子总需要人照顾的吧？我们同族的也不能坐视不理，但是我们各家都有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们把小黎给赎回来呢？可以啊。这么想着，田小黎的眼泪已经吧嗒吧嗒的就落了下来。相信我。田小黎吸溜了一下鼻子，把还没有落出来的眼泪给憋了回去。好，那你买走小黎的时候是多少钱？我们几家凑一凑就给你。田有良咧着嘴，其他几个也一副不大想出钱的样子。
最后还是田有良下的命令：每家凑一凑，我也掏钱，要不然这田大德和这丰富谁来管呢？谁不愿意掏钱的，就接回自家去。我们愿意出钱，这小黎妹子照顾人细心。对，我们这些族亲哪比得上亲姑娘照顾的细心呢？这个钱我也愿意出。一定要把人给买回来。我们田家还是有脸面的人家呢。我买小黎倒是花了不多的钱，只要1两5钱银子就行。那劳烦你们再等一等，我们这就回家取钱去。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小黎爹娘有人照顾了，我们也好放心呐。那你们还是再等等吧，等我一起说完，你们再回去取钱也不迟。那你说，我给小黎治的病，他可是一身上来到我们家的，光是那个伤药就是2两银子了，还有鸡鸭鱼肉的进补，做的新棉袄就有2身了，这怎么都得再加上3两银子吧。这时田有良说：我们愿意出。主要啊，是我实在是太喜欢小黎了，这份喜欢哪能贱卖啊，必须要加钱的。加多少啊？1000两。啥？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谁拿得出1000两银子啊？咱们这一个村里有人拿得出吗？县城里也没几个大户人家能拿得出来吧？你不卖就直说不卖呗。我的意思是莫要消遣我们。你已经说出来了，我就是不卖。林小鱼拍了拍手掌，意思是谈话结束，可以打道回府了。你卖呗，要么5两6两。当初他们卖小黎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掏钱把他买走呢？现在他成了我的家人了，你们想买，还是得看我高不高兴卖的。我现在说了，我不卖。小黎，我们走。其实你们大可以不管他们，他们就是作孽，才沦落到现在这个悲惨境地的，这就是老天对他们的惩罚，谁让你们自己愿意管他们。说完，林小鱼2口子带着田小黎还有李桂香就走了。田小帅那臭小子都卷着钱卖了爹妹跑了，为什么我们要管这烂摊子呀？我们和田小帅这个不孝的能一样吗？那他们也不是咱们爹娘啊，好像不管也没什么事吧？一笔写不出2个田字来，你们别给我想一些有的没的。从今天起，1家1日轮流着送1顿饭就行，不能叫他们饿死了说我们姓田的都薄情寡义。别算计几个钱，名声重要，知道不？哎呦，钱，我的钱！这时被打晕的古氏突然爬了起来，看到是田有良说钱，就朝他冲了过去，然后死死地抱住了他。你把我的钱藏哪了？你不给我钱，我就尿你身上，我要脱裤子了。古氏还真脱了裤子下来，尿在了田有良身上。田家几个年轻人纷纷捂着眼睛，表示没眼看，最后还是在田有良的呼救声中将古氏给拉开的。今天他差些死了，又被尿了一身，他就不该管这闲事才对。姐，你答应我的，脱了裤子就给我钱的。田有良吓得有拔腿就跑，这要有嘴都说不清了呀。这下子可别让我在家等着了，我一个老婆子，你等着担心，还不如跟你们一道去呢。那咱家这些海货谁来看呢？可老值钱了，被人偷走了咋整啊？早被你四哥拿走了。柳絮这丫头就跟个牛皮糖一样粘着死犟，这要是她以后娶了媳妇儿，不带她玩了可怎么办啊？柳絮可是要立志嫁给四哥的呢，就看他们的缘分吧。林小鱼没有和牛婆婆继续说，转头进屋就去倒水了。小鱼姐，谢谢你啊，每次都为了我的事情让你操心，下次我一定可以自己解决。说什么呢？这种事情可没有下次了，我们都得集中精力赚钱才是。田小黎就乖乖点了点头。小鱼姐，这豆芽发的真好吃，这大冬天的能有什么菜呀？我看要不多发点，让四强哥拿去卖呗。这也卖不了多少钱，他们要是知道了是绿豆和黄豆发出来的，肯定要说咱们奸商了，输了口碑。而且这稍微聪明一些的也能琢磨出来。也是啊，这四强哥的车里都塞满了，也没地方放了。你知道吗？小黎的娘和田有良有那什么，真是人疯了谁都去欺负一下。误会了吧？他记得当时古氏也是被打晕在了地上，这田有良被吕成行吓唬了那么一通，还能有精气神干那事儿？村里好多人都瞧见了，
这小黎娘提着扣子在他后面追着，说他答应尿了就给钱的。这此尿非彼尿啊！这应该没什么的，一个疯子说出来的话不能信的。而且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田有良要是那种人，也不会去管田大德两口子了。哎，行了行了，我也不去乱说，我就是听着外头在传，所以来说下。收拾好了吗？咱们赶紧回家吧。也不知道两孩子在私塾里面怎么样了。马车经过私塾门口的时候，还传来了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嘿，大妹子，往事都是我一个人来的，站在外头等着也无聊。这里就住在隔壁，往后我就来找你唠嗑。行，进来坐坐吧。哎呀，不行不行，我家小龙都是第一个冲出来的，说必须要瞧见我，要不然他就输给别人了。一聊才知道，这上私塾的几乎都是家底不错、家中孩子也少的。林小鱼没想到跑在最前面的竟然是自家的秋秋，他伸出胳膊挥了挥。太好了，你是第一个接到我的。秋秋，慢点跑，摔了怎么办呀？哥哥呢？在那儿。嘿，娘，我今天没跑第一。那你胖嘛，胖就跑不快了呗，让人家小闺女也没事儿。我是让着他的。因为秋秋回来说，买晌午饭的时候总有人和他和哥哥搭话，而且买的晌午饭又贵又不好吃，都没有吃饱。嫂子，今天怎么这么快呀？不快不快，这不是知道你要出海吗？大头几乎也没睡呢，这刚租了船在屋里眯着呢。哎呀，大妹子，我来晚了。这在海上啊，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所以今天上午起得晚了些。肖大哥来的刚刚好。林小鱼说着就去屋里喊大头了。这么多啊？怎么，那里的木砾不够挖吗？林小鱼反问道。他是听萧全说那里的生蚝是遍布了整个小岛的石头，所以才喊了不少人来的。谁知道那个小岛的消息能捂多久呀？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多赚点才是。够，大妹子做生意真是我见过最豪爽的人。饭食可准备好了，说不准得在小岛上吃呢。带了些饭团，还有几个囊子的水，应该是差不多了。大妹子，这叫小船？萧全指着这足足可以容纳30人的船问道：船怎么了？船怎么了？小鱼姐说租大一点的船，稳妥一些。这海里要是有什么风了，多危险呢。是我说的，不差这点钱了。今天啊，一定要多挖些牡蛎呢。生蚝，我来了。终于在船晃荡了2刻钟左右的时候，小叔娘的亲戚忍不住吐了。这是我妹妹，也是在海边的村子里的。我倒是没想到她会晕船呢，添麻烦了啊。没事，住在海边上也不一定出过海的。瞧见没？就那儿，这小岛不大，远远的看过去像是馒头一样，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馒头岛。林小鱼点点头，随着船靠岸，他就第一个跳下了船。这么多，肖大哥说的果然是真的。林小鱼的2眼都放光了，恨不得扑上去就挖生蚝。这些都是钱，都是钱呢。这哪还能骗你呀？不过要等潮水退了，现在这个天气呀，鞋袜浸湿了也难受得很。谁知道林小鱼从背后篓子里拿出了鹿皮靴，这靴子防水的，可惜就只有3双，这潮水应该到小腿肚下面了。我跟小鱼一起干，剩下的1双给我吧。小黎瞧着有些不舒服呢，让我先来干，让他歇会儿。这鞋码瞧着呀和我差不多大，我的脚也不臭，要不让我先来穿吧。小黎，你休息一会儿吧。好。3人穿着鹿皮靴，围着岩石就开始叮叮当当的敲起来。小黎啊，你把这整个挖下来干嘛呢？林小鱼这才发现自己忘了和他们说要挖整个。哎呀，嫂子，我忘了说了，你们呢得整个掰下来，这样到时候还能卖好一点价钱呢。生蚝要这样，不能挖破了，要整个都好的才行。生蚝？这不是牡蛎吗？而且带壳的，又重又占地方，这不是挖肉更快吗？生蚝也是牡蛎的一个品种，个头大一点的就是生蚝了。就按小鱼说的做，小鱼的秘方多着呢，也许这么做能多卖一点钱。大家一起好好挖，
到时候挖到的我都回收。林小鱼一说要付钱，大家就更加起劲儿了。小大哥，瞧见我相公没有啊？你家男人去勘察小岛去了，说是给咱们搭个棚子的，到时候可以做点饭食，还能挡个海风的。这一眨眼，1个时辰就过去了，太阳都高挂了。林小鱼就让大家歇一会儿，吕成行还真的搭了一个棚子起来。相公，累不累？不累，马上就给你搭好灶台了。哎，你是不是饿了？咱们反正已经带了饭团了，等会热热就能吃了。林小玉一笑，你去船上看一看，船员一般都会带锅上船的，咱们借一个过来，就可以热饭团了。好。他过去问船员借，并且允诺等会儿请他们吃饭团，船员自然爽快的就借了。呀，这都是你家老三弄的呀！哎呦，这手脚真是利索呀，这活干的也真不赖。哎呀，早知道让我家的也一起来帮忙了。这里面还有肉呢。都是小玉姐想的，这个饭团里面加的是蜜汁肉，还有一些甜甜的，味道特别好。昨晚我们做了好久呢，今天肯定大家都能吃饱。真的吗？那我也不客气了。林小鱼见他们吃得香，包了2个滚烫的饭团，就去找吕成行了。怎么不先吃啊？他单手接过饭团，倒是真饿了，塞在嘴里啃。你可真是在哪都没有忘自己的老本行呢。林小鱼抓过吕成行手里抓的这个海鸟，就你还想吓唬我呢？你是吃鱼的，又不是吃人的。林小鱼说着，拍了拍那个海鸟的脑门。你们还不回来？这饭团都要吃完了呢。哎呦呦，你们2口子还真是到哪都能弄到吃的呀，这鸟都能被你们抓住呢。他抓的。这海鸟稀罕，你们带回去给俩孩子吃。成，现在呀也没空煮这海鸟了。吃完饭之后又歇了1刻钟，大家又去挖生蚝了。岛上充满了当当当的快乐敲击声。这一日忙活下来，到了下午晌，已经足足挖了接近20个背篓的生蚝了。起风了，要不早点回去？这背篓刚放到船上，天空就下起了豆大的雨。奶奶个腿儿的！我们找了船头最有心安那个船把式看了的，说是今天不会下雨的，太他妈娘的坑人了吧！下雨了，咱们就不能回去了吗？安全起见，还是别回了。这风雨若是下大一些，都有翻船的可能。咱们的船毕竟不是那种大船，还是怕大风大浪的。那就不回去了。嫂子，没事的，咱们就留宿一晚也行。这风雨总不会不停吧？哎，孩子有他奶奶看着，我不担心。这时，一个浪拍来，船舱一个晃荡，林小鱼险些没站稳要摔倒。船上晃，还是去岛上的棚子里吧。趁着雨势不是很大，我们再把棚子3面都给围起来，能挡雨。兄弟，你以前也是跑海的吗？你懂得倒也挺多的，还提早搭了个棚子，是提早知道要下雨吗？不是。吕成行搭着棚子，一个是为了他们做饭挡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肯定不止这1天要来这个海岛。姐，你不是说带我来赚钱的吗？你可没说这海上这么危险，我要回家，我家孩子还小，不能没娘。好了，别说了，这咱们现在在棚子里呢，顶多耽误你1夜。小树娘的妹妹还是有些不满，来的时候晕船就已经让她很难受了，又没有歇好，又要继续干活，现在又回不去了。那钱还没有拿到呢。你的钱先结给你，算你30文钱1日。这一夜要是困在这里的话，我再额外50文钱。小树娘的妹妹还真拿过去了，还找给林小鱼20文钱。她得了钱，心里也高兴了不少，说：看样子咱们今晚是要困在这里了，若是等会能走，我再把50文钱还给你。林小鱼淡淡的点头，只要不吵得她头疼就行。姐，你没赶紧要钱啊，钱要拿到自己手里才放心嘛。小树娘叹了一口气，她怎么有这么笨的妹妹呢？哎呀，你拿到了就行啊，我们是相信小鱼的。就今日这差事，还是她求了林小鱼，才给她多要了1个名额来的。大家围着火堆坐着，因为下雨，天色也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饿不饿？我这里还有晌午剩的5个饭团呢。小鱼姐，我们不饿，晌午饭吃得很饱了。要是这雨连续下2天的话，我们等很饿了再吃吧。这孩子从小就一个人长大，自然是很有危机意识的。林小鱼说：那先这样，明日若是雨不停，咱们还能吃生蚝，那个海鸟也炖了来吃，还有5个饭团呢，应该也够了。大家都没意见。
他正准备关上锅盖的时候，小树娘的妹妹伸手拿了一个饭团过去，她也没吃，只是揣着藏在自己的怀里。林小鱼这一夜除了梦到孩子，睡得倒也还好。早安，风止住了，咱们可以回去了呢。倒是能回去了。大头和小黎呢？我在这里。原来大头也跑到岛上去了，他还摘了一点什么果子回来。大家都饿了吧？睡点，咱们回家。大家虽然觉得这果子都不大好吃，但还是伸了手。唯独小树娘的妹妹有些不大高兴，把俩手揣在一起。这果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吃，这小子也是忒胆大，我才不吃。爱吃不吃呢，不吃你就饿着，就你话多。小树娘看着自己这妹妹就来气，把她给训了一顿。我摘这个果子的时候，看到有小鸟在吃。鸟能吃的东西，咱们应该也是能吃的，不会有毒的。昨日里不是打了一只海鸟吗？咋不能再来吃？林小鱼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是说过没有食物可以吃那只海鸟，但是眼下他们都要归家了。就你事多呢，那鸟是你打来的不是？早知道你一天到晚这么多事儿啊，我就不带你来了。咋的啦？那稀罕的鸟人家往县城一卖，好歹也能赚几个钱呢，凭啥给你吃呀？姐，您是不是我亲姐？从昨日起我就好好想过了啊，就你现在这个德行，我也可以不是你亲姐呢。小黎呢？没跟你一起去？小黎姐不是去挖生蚝了吗？雨停了，她就去忙活了。大头挠了挠脑门，嘀咕道：“这丫头勤快的简直让人心疼。大家都还在休息呢，她一个人挖什么生蚝啊？哎呀，你这个傻丫头，干嘛一个人来干活呀？”小雨姐，等一下，我敲了这个就上来。田小黎专注干活，应了林小鱼一句话以后就没有抬头了，然后专心的挖生蚝。小雨姐，看我已经挖了这么多了，一个背篓里几乎装了3/4。林小鱼把她的手掰过来看，那握榔头的位置都已经泛红了，再干下去就要破皮了。傻丫头，傻丫头！小雨姐，我才不傻呢。你不是说我是自家人吗？那他们是你雇来的人，我和他们本来就不一样。我勤快一点，咱家就能多赚一点钱了。哎，林小鱼听到咱家这俩字，心里也是暖暖的。现在也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回去了，早点回去还能赶上卖一波呢。哎，好。等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只见吕成行在海滩边上收了一桶鱼。哎，去，要抓你自己抓去，这海里啥没有啊？脸比你大的老王八都有呢。这鱼都是海里的东西，又大又肥的，总得分给我一条。去，要抓你自己去，这海里啥没有？脸比你大的王八都有。小树娘的妹妹看到吕成行竟然抓了这么多鱼，一脸的羡慕，想要跟着占点便宜。原来你昨夜出去就是弄这个的。挖出了一道海沟，流出的鱼不多，就这些。行，大哥们，咱们赶紧回去吧，等到码头了，一人买俩包子吃。好嘞，给我们一人买俩大馒头就好了。船只这一次是顺风行驶，只花了1个时辰就回到了码头。他们刚放了生蚝，小树就朝这边冲了过来。爹娘，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我让大家帮我找找你们，都没有人理我。哎呀，好孩子，爹娘回来了啊！我们跟你小鱼婶子出去，能出什么事儿啊？村里的那些白眼狼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喊他们干嘛呀？昨夜里晚饭和今天的早饭可都吃了？我给弟妹们煮了吃的。小鱼婶儿，昨天的海货你哥哥拿走了，后来等了很久你们还没回来，我就锁门了。是个靠谱的，长大了呢。吕成行那边急着装车，林小鱼要去县城里报个平安，还要去卖生蚝呢。姐，我走了，下回挖生蚝还喊我啊。小树娘撇撇嘴，没搭理他。小鱼啊，这次你给我的面子都叫他给败光了，以后我也不会问你要人情了，反正就咱们自己人干干就成了，免得又给你添麻烦呢。哎呀，我这耳朵呀都被他聒噪的长出老茧来了。昨夜都没有睡好，你们赶紧回去歇歇吧。小鱼姐，还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呀？你就赶紧去睡吧。这还没出村子呢，就遇到了聚集在一起的村里人，听到了他们说的闲话。不是说林小鱼一家子都失踪在海上了吗？咋又回来了？哎呀，没事儿，这回命大，还有下回呢。哼，凭啥他挣这么多钱，还没啥风险呢？小树那小子让咱们帮忙找人，凭啥嘞？又没钱给咱们。咋的？
早上没吃饭，出来喝了一肚子西北风，放你娘的臭屁了是不是？我瞧你们脑子被驴踢了吧，天天咒人死是不是？真是缺德呢，小心遭报应呢。这几个说闲话的人没想到林小鱼耳朵这么尖，不过呢是他们说人在先，毕竟理亏，他们就缩了缩脖子散了。小鱼姐，你真是太厉害了，骂得他们都不敢回话。本来就是他们嘴上缺德，而且遇到这种说闲话的就要骂过去，要不然你忍个1-2次的，到时候啊就指着你的鼻子骂了。马车很快到达县城，林小鱼虽然急着去卖生蚝，但还是先回了一趟家中。牛婆婆，我们回来了。可算是回来了，我昨夜里1晚上都没睡，都在惦记着你们呢，这还生危险。牛婆婆，没事的，这赶海的这么多，我们就是小心谨慎一些，才留在那个岛上过夜的呀。以后你不要太担心了啊。唉，回来了就好啊，这俩孩子昨夜里估计也没有睡好。哎呦，我的面糊了！俩孩子还没回来，你们先吃，就是稍稍的有点焦，吃着可能更香嘞。林小鱼也没客气，大快朵颐起来。娘回来了是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啦？哥哥说门前有马车轮的车轱辘影。爹娘，你们没事就好。吃完晌午饭，林小鱼知道俩孩子还有午休时间，就哄着他们去睡觉了。去何处买？自然是留客楼了。林大厨看到林小鱼啊，就跟看到了贵人一般的态度。林大厨，我借你地方用用，能行不？好说好说，这今儿又来卖啥呀？好东西。大厨，前面客人催海胆炒饭呢，你啥时候开始做呀？就说下锅了，让他们再等等，等会儿送一小碟尼罗过去。他将自己的背篓放了下来，将一个生蚝拿了出来，足有半个巴掌大，都是完好的。这个是啥？生蚝，也就是牡蛎。那这个生蚝要怎么做呀？我这不就来借地方了吗？烧水就把生蚝上锅蒸，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把另一些生蚝开了盖摆盘，然后放上浸泡过的粉丝，还有蒜蓉，也是上锅蒸。这个蒜蓉生蚝和蒜蓉蛏子不是差不多吗？这次还加了新花样啊！您到时候尝尝就知道了。没一会儿就开锅了，林小鱼将生蚝拿出来放在一边，摆盘开了盖的生蚝则加了一些酱油，又烧了热油浇在上面，滋的一声，香味就被激发了出来。我能尝尝吗？请。蒜香味和生蚝的鲜味交织在一起，好吃好吃。小鱼妹子，这盘就送给我吧。这快过年了，我们留客楼啊还有贵客呢，我给一桌匀几个尝尝，怎么样？给钱就行。行，咋能不行呢？这生蚝啊，我在集市上从没瞧见过，只有你独一家有。等他们吃了好吃，我就找你买。你万万不要卖给我太便宜了。林大厨高高兴兴的，这生蚝绝对可以成为他们留客楼的主打菜。林小鱼就只好再做了一份。又要给客人试吃，花钱库。你猜错了。他将蒜蓉生蚝和清蒸生蚝放在一起，还有一盘料碟。当时花钱叫食客试吃，是因为炝蟹是生的呀，能接受生的东西的人可不多呢。现在咱们这生蚝一闻就这么香，哪里需要给他们钱呀？那你准备怎么办？那就半价试吃吧。生蚝类，又肥美又滋补的生蚝，味道香，功效好，男女老少吃了身体棒嘞。生蚝，巴掌大的生蚝类，咬一口快乐似神仙，吃一盘龙精虎猛。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新鲜的大生蚝啊！买不起人参鹿耳，你可以尝尝我们这生蚝，这是海里的人参呢。哎，你不是卖炝蟹的小嫂子吗？你家的炝蟹是我吃过最肥美最好吃的，咋就不卖了？炝蟹生意不好做，我已经把方子卖给留客楼了。你们想吃和我做的是一个味儿的炝蟹呢，就去留客楼吃。现在我做的呀是独一份的生蚝，现在半价试吃，就这么2盘，半价试吃嘞啊！半价是多少钱啊？一个卖20文，半价呢就是10文钱。太贵了，这真的是进补啊！对呀，也不一定就有人参鹿茸的功效啊。可不是嘛，要不便宜点，5文钱我就试吃一下。对呀，那炝蟹以前还给我们白吃的呢。这生蚝难得，我们是开船去小岛上，不瞒你们说，还被困在那里1夜呢。这好东西就是要费事儿一些的，
这挖一个生蚝就要好久了呢，所以这价钱是没法少的。这生蚝不就是牡蛎吗？您见过这么大的牡蛎啊？再说，这小黄鱼和大黄鱼的价格差多少？你难道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试吃呀？现在还是半价试吃呢，等会儿就恢复原价了啊！再说，我卖的东西就没有不好吃的，你们赶紧决定吧。给我来一个。哎，咋样啊？好吃不呀？这汤甚是鲜美。哎，你们别催我呀，我再吃口肉。老板，这些剩下的半价试吃都给我吧。你这人咋这么精呢？好吃你不说，你想一个人买绝啊？就是，要不留点给我们尝尝？哎，老板还有没有？我也要。不好意思，半价试吃一人只能尝一个的，您吃得好就得正价来买的。然后一盘蒜蓉粉丝生蚝已经被抢光了。老板还有的是吃吗？这个也是半价试吃的，蒸起来蘸个酱吃，原汁原味的。哎，你不早说，赶紧给我来一个。我也要。老板还有我。老板，刚才这蒜蓉粉丝生蚝给我来10个，我带回去让我全家老少都尝尝。这会儿儿子过年了，应该吃点好东西了。不好意思，只有生的，这加工你们得回家做了，法子是简单的很，而且这生蚝直接也能吃，不怕腥味的话可以尝尝。至于滋补的效果，你们多吃点就知道了。相信你一次。哎，小鱼姐，你生意太好了，我一直插不上话来着。林大厨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您生蚝得给他留一些，那些是吃的，那些客人他们都还要呢。哎，能余我几个篓子，成不成？价钱随您说。拿去呗。最后剩下的几篓子也被林大厨给霸占了。小鱼妹子，快歇歇，卖了1个时辰，累了吧？这生蚝明儿还有吗？说是不下雨的话就还有。刚才一共拿了200多个生蚝，一个就算我30文钱吧，一共给你6两银子，你收好。这多了。小鱼妹子，这我能吃亏吗？我问你买来30文钱一个，要我卖肯定要卖60文钱一个，或者更贵的。而且你刚才这方子又没背着我，算起来呀，又是我占便宜了。回到家的时候，牛婆婆就在门口候着了。早就卖完了，这可是稀罕东西，哪能卖不快呢？酒楼的食客也爱吃得很呢。哎，这就好，这就好。啥东西这么臭啊？呀，肥肠呀！我这就去洗，俩孩子爱吃。小鱼姐，生蚝卖完了？卖完了。这不是说卖完了吗？咋还有啊？你这妮子还骗我嘞！牛婆婆，这是带回来咱们自家吃的，好东西也不能光卖呀，咱们自己也得尝尝。再说，小黎为了挖这个手都破皮了呢。没有，这哪还没有啊？明明都红了这么一大片，就是要破皮的。这回猪下水让我来洗，小黎是咱家赚钱的，你去歇着。牛婆婆，你也是咱家最重要的，没有你的话，咱们赶海也去不了啊。没有你这块俩小的，我们出去挖生蚝也是不放心的。您是不知道您多重要呢。牛婆婆嘿嘿笑着，笑得眼尾都开了花。小鱼姐，这生蚝咱们怎么烧啊？要不都做烧烤生蚝吧，咱们自家折腾一下也没事儿的。烧烤也弄肉串吗？可以先烤一些尝尝，我去屋里拿炭，到时候等过年了，咱们再正式的弄一弄。小鱼，我这肥肠也洗得差不多了，这也能烤吗？娘，你都没有来接我们，这回还是小龙娘第一个接到他的，瞧把他给得意的。娘忘记了，下次记得肯定去接你。娘，我们可以自己走的，妹妹在胡闹呢。哥，你话好多啊。都来，咱们一起烤串烤生蚝，你们也顺带着烤火。娘，我给你讲个笑话吧。球球在学堂里听了什么笑话啦？娘知道狗不叫的下一句是什么吗？信乃迁。娘答对了。但是我们有个同学说狗不叫汪汪汪。娘，你说好笑不？豆也还顺口。来，都尝尝。这么香，这么稀罕的东西，非要留自家吃，这赚钱不好吗？牛婆婆，你就吃吧，咱们也吃点好东西啊。好吃吗？好吃是好吃，得拿去卖才是正事。娘，今天过节嘛，有那么多好吃的。
是呀，以后每天的日子都是过节呢。小雨姐，这能卖吗？咱们今天先吃，卖生蚝这事儿，咱们过几天再说也行。夜里，两口子缠绵的时候，吕成行倒是更猛了一些。你莫要折腾我了，明日还要挖生蚝卖呢。林小鱼直呼吃不消。你让我吃了这么多生蚝，难道是不想？想什么？林小鱼的眼神都微微迷离了。分明是你自己要吃。嘘，只要娘自有需求，为父愿意做那地里累死的牛。林小鱼解释的话在细碎的声音中被埋没了。第二日一早，林小鱼今日虽说腰酸背疼的，但是气色极好，像是被浇灌的鲜花一般。听到田小黎叫他有些面红耳赤的，下意识的在想，这宅子的隔音约摸着是不错的吧。那个，我起来晚了，咱们这就出发吧。啊？田小黎一愣，早饭为什么不吃呢？吃了。若不是这厮，今天能起这么迟吗？小雨姐，都是我不好，我怕着凉了，我一直架着火呢。还烫吗？不烫了。然后自觉地退出了灶房外。这丫头，哎呀，今儿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我们闲着说话，这瓜子儿啊，都快吃了2把了。上来吧，赶紧去。爹娘，你们今天一定要早点回来。哎呀，行了，你这小子，我们又不会跑，只要不下雨就都回来。若是下雨没回来，你记得锁好门，照顾好弟妹。你爹娘跟林小鱼干嘛去了？可怜他们一家子被林小鱼算计了，现在到处筹钱修路，直到现在这钱都没有凑够呢，所以村长的儿子就前来一探究竟。我不知道。小子，告诉我，左右是一句话的事儿，你说了这2个铜板就都是你的啦。你一时想买瓜子儿也好，买糖块也行，都可是平时吃不着的好东西啊。小树直接逃窜进了屋里，然后把门砰的给关上了。你这小子，哎，你看清楚啊，这可是2文钱啊！你见过铜板吗？我娘说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别想骗我。村长儿子被气得够呛，看着空无一人的院子，只好愤怒地离开。这回还是去上回的岛吗？今天还带着那个有肉的饭团子吗？去上回那里，饭团。哎呀，我今早起得迟了，竟把这茬给忘了。小雨姐，我准备了吃食，昨夜里没有做饭，我就蒸的白面馒头。还好有你呢。等等我还没有上船呢，等我一下。上回和你们一起的那个小嫂子还没上船呢，哎，是不是要回去接她一下？接她个屁呀！我们小鱼是花钱雇人干活的，不是花钱雇姑奶奶的。就她这样的性子，还等她干啥呢？林小鱼这才看到，原来在码头等的是那个小叔娘的妹妹。直接开吧，咱们今天出发的还比较晚了，都不知道能挖多少生蚝呢。你们等等我，不等我就跳下来了。到时候我淹死了的话，你们可都得赔钱了。小鱼，你放心，这麻烦是我惹来的，我去解决了。你倒跳啊你吓唬谁呢？哦，旁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10岁的时候就能把一条河游个10来回了，10里8村没人比你水性更好了。要是你还能淹死的话，那就是你命该如此呢。你有个当姐姐的样子吗？旁人家的姐姐谁不是帮衬妹子的？你竟然还阻挠我赚几个血汗钱，就是有了钱看不起人了，可惜谁呢？你等着，等我发达了我也瞧不起你。行，就是我瞧不起你了，你想跳就跳吧啊，跳不死重新跳。林小鱼默默地催促着船员快一些，好歹是一家子姐妹，闹成这样也难看呀。看你就是林小鱼的一条狗，不就是挖生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也雇个船，我也去挖，我自己弄了我自己卖，看你们还怎么拦我。小鱼，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的，你们怎会给我添麻烦呢？左右是几句口角上下，这我平日里有了事儿，还都得你和小树爹给我帮忙嘞。咱们是顶好的邻居。你这么说，我心里更过意不去了。你好歹骂我几句，让我心里舒坦点儿啊。你这要求别人骂你，我还是头一次听呢。行吧。
你等一下可得给我挖3桶生蚝，要不然我可就要动手打了啊！3桶太少了啊，至少得5桶呢。挖不到5桶，我可就不回去了。我给你们作证。他们的船很快就到了馒头岛上，这一回没有小树娘的妹妹，原本只是轻微晕船的田小黎，这次也好了不少，所以一下船，他们就开始干了。今日没有下雨，他们也没有被困在岛上，挖了1日的生蚝，明日就卖1日。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呢，自己给干的啥活自己心里没数吗？还非要粘上来。哎呀，算了算了，明儿他肯定就不来了的。各自回家吧，休息1日，用热水泡泡，这手千万别弄破皮了。林小鱼给他们结算了今日的工钱，他自己凿生蚝的时候也没有感觉，现在倒是觉得手掌有些火辣辣的疼。小鱼婶儿，这是你的5文钱，辛苦小叔帮忙看家了，你爹娘已经回家了，你也先回去吧。那就不说了吧，反正我也没告诉他。而林小鱼的马车从码头回来到离开若叶村，都一直被人盯着。你瞧仔细了，又是什么好东西？可不是嘛，若是寻常的海货，他能亲自去啊，而且带的都是他亲近的人，就那大海家的寡妇，还有小树苗2口子，还有那个田家的倒霉蛋，还有那个没爹没娘的大头。村长捋了捋胡子，觉得儿子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惜小树这个没眼力见的，他不告诉我他们弄的啥呀。哎，不过我听说今天码头上有个妇人跟林小鱼他们吵架了，好像是帮他干过活的，赶紧去问问。哎，据说那个妇人不是咱们村里的人呐。不是咱们村里的人，也是附近的人。咋的？你长了嘴不会打听呀？赶紧去。哎呀，老板，咋才出摊呢？你这生蚝别处都没有，我们想吃啊，还找不着地方呢，就天天盼着你出摊儿。可不是嘛，昨儿咋没有呢？我前天吃了3个，觉得跟那个年轻的小伙一样啊。我媳妇儿那杜老四有没有这么神呐？我要5个，我来10个，我要1杯喽，能不能便宜些？排好队，插队的就不卖了。哎，那个明日还有没有啊？没有，这个生蚝不好挖，所以1日挖生蚝，1日出摊。哎呀，那我再多来点儿，明日可没得吃呢。哎，你们别都给买完了呀，给我们留点啊！就是海货，你们别闹得和什么稀罕货一样。嘿，不稀罕你排什么队呀？不要着急，马车上还有呢，一定管够。今天若是没有买到的，后天一定会给留，你们放心吧。林小鱼哪里想到，他们辛辛苦苦挖了1天的生蚝，1上午就卖完了呀，其中还留了5篓子给留客楼。这一日，林小鱼回去美美的睡了一觉。他都盘算好了，这都已经腊月20了，再挖个10来天的生蚝，美滋滋的过个年。小黎，你也太勤快了。小鱼姐也很辛苦啊，挖了生蚝回来还要卖，我已经泡了菊花茶在屋里了，你润润嗓子。他答应过秋秋，今天一定要第一个去接。秋秋娘，你今儿可真早啊！是嫂子来迟了一些，是比平时略微晚了一些，我去运好东西去了，一般人我不告诉。过来，我给你瞧瞧。只见大胖嫂子篮子上的布一掀开，露出了里面的生蚝。林小鱼微微怔住，没见过吧？可别以为这是石头疙瘩，我第一回见也被惊呆了。但是我邻居分了我2个尝尝，就这么简单的蒸起来，都要把人舌头掀掉了呢。确实，这次也是我邻居去排了1刻钟才买到的1篓子，看我这才运了5个，要不然多的话我也分给你些尝尝。这生蚝吃了男人身体好，孩子吃了脑子好，我们家小龙记性不好，吃了这个念书一定好。娘，哼，还是我比你快一点儿。没事吧？你这臭小子，你要把你娘给摔死啊！诶，生蚝呀，你家也吃过呀？我们老家就是小渔村的，这东西我也卖。嫂子，你若是在集市上不好买的话，就去我家拿。真的？你家还有啊？这太好了，我回家一趟给你拿钱。小龙，你先在这待会儿，给娘管着生蚝，不能让人买走了。哇，你家的院子好大好大呀！你这么能动弹，你咋还这么胖啊？
哼，因为我吃的多呀。小龙叉着腰，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龙来我们家了，不去陪他玩一下？妹妹不是在和他一起玩，我先吃了再看结束。大胖嫂子拿了钱过来，林小鱼接过来一算，不对，这是少了嘛？给多了，我这生蚝才卖20文一个呢，这半篓子也就15个，给3000银子就行了。我就知道徐春娇那个人不是个好的，哪有那么好心帮我们排队？竟然一颗生蚝还赚我2文钱，好黑呀他！嫂子下回要提前和我说一声，你来接小龙的时候我给你留着。那好嘞，姐你收着呗。这烤肠咋这么好吃？我能尝尝什么味儿不？好给我家这贪吃的瓜娃子做。自然是可以的。娘，他好能吃啊！烤肠还有呢，你的同窗也是偶尔来家里做客一次，不要吝啬了。不过我也没有很心疼，就是有一点点心疼。还好我哥哥没有那么能吃，不然我肯定抢不过。林小鱼又忍不住哈哈一笑。昨天村里啊来了一个卖货郎，好多品种的炒货呀，这家家户户都备了点年货呢。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你赶海了，今年能过个好年呢。啊，哥呀，香着嘞，你仔细点吃。你那妹子昨日里没来找你吧？会不会以后和你娘告状，说你不帮衬她？找我？她敢？我非得骂她不可呢。和娘告状我也不怕她，她自己这事儿做的不地道。林小鱼听他们说着，马车很快就到码头了，但是码头上那条熟悉的船不见了。大头，船呢？小鱼姐，我真的是昨晚赶海回来我就定下来的，我肯定没忘记的，我肯定不是做梦。你给我的钱我还付出去了呢。你们在等船吗？别等了，那船早一会儿就出发了。什么？船走了？我们人还没有上船呢，他咋就走了？小树娘一听就嚷嚷起来，眼珠子都瞪圆了一圈。就是昨日和你吵架的那个人带来的人一起上船的。啥？你们别说是我说的啊，上回你买了我好多包子，我才来说一下的，让你们别浪费时间等了。谢了，这事儿我们不会说出去的，等我们回来还卖你的包子。小鱼姐，大船可能不好找了，我去弄条小船吧。赶紧去。没一会儿，大头就弄回来了一艘船，不过是个小船。林小鱼一行人就坐着小船去了馒头岛。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就不该带他来挖生蚝。哼，本来想着让他多赚几个钱，没想到竟然是这么黑心干的东西呢。没事，都是这岛上长的东西，没说只有我能挖。咱们到时候啊，手脚快一些就行了。我一定多挖呢。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说什么呢，小树娘的妹妹就先叫嚷起来：“你来干什么？这地方已经被我们先占了，你们去别的岛上去。”你哪里来的狗啊，在这里汪汪叫呢你？啊，你以为和那狗一样的，撒泡尿穿起来就是你地盘了是吧？行，你才是狗呢，你就帮着你的好主子吧。我看你就不想认我这个妹妹了。啥时候咱们去娘面前好好说道说道，这亲戚就断了。我揍不死你！我小时候能打你，我现在也能打你呢。试试就试试，我才不怕你。林小鱼看向在挖生蚝的人，竟然是村长和村长儿子，还有他们兄弟一家子。我们能在这里挖生蚝吗？能，自然是能的。这馒头岛啊，也不是我们家的，大家都能挖，不是吗？你说是不是呀，小鱼？林小鱼可算是见识到了村长这个笑面虎。呸！还和我打？哼！小时候看在娘的面子上，我不下死手。你以为你长大了就是我对手了是吧？哼！小树娘妹妹狼狈的衣裳都湿了，像是只落水狗一样，头发也被小树娘扯得一团乱，就是赤红着眼睛，气得不行。算了，小鱼那边都开始忙活了，咱们不能耽误小鱼的事儿啊。你带衣裳了没？我这衣裳都湿了，你们要不先把我送回岸上，去你家换一身衣裳。你想啥呢？这船来来回回多耽误时间，我们没空。小树娘的妹妹气得脑壳冒火，又去找船员。船员表示，只要他拿钱来，就能回去一趟。最后就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衣裳，咬着牙挖生蚝。咋的？
他们来的比咱们还晚，能比我们挖这么多来着？这得都多少钱呢？村长也眼热的看了一眼，他们挖的连林小鱼他们一半都没有到。他们有经验啦，熟能生巧呗。再说，咱们这工具也不行啊，他们用的都是铁榔头、凿子，我们用的是木厨子呢。我连家里的棒槌都拿过来了，有的时候还用手去掰呢，肯定不得劲啊。也是，下回呀，咱们肯定能挖得更多。累死老娘了，给我一个馒头。谁知道没人搭理他。黄氏刚烤好一个馒头，小树娘的妹妹伸手就去拿。你这人干什么的？把我的手都打红了！我就是问你要一个馒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我小气？你去问大方的要啊！我又不是雇的你，我凭啥要给你吃喝？而且他知道眼前的人是村长媳妇儿，他还是有些不敢回嘴。你们一个个都咋回事？都抠搜成这样了，我吃一个黑馒头也跟人眼馋。我们是花了钱雇了你们的船的，又没说包饭，你们脸咋这么大呢？把钱还给我们！今天本来雇了你们的船，你们不接我们，这个钱就得退回来。带头那个船员就把钱退了回去。我们都没带晌午的吃食，你们带的够多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匀我们点儿。你们的脸确实是大，我们愿意给钱的。那问小鱼姐吧，我不知道。这晌午的吃食能不能匀我们一些？我们花钱买。你们现在知道天气冷，想吃点热乎的，你们不等我们就开船了，也没留个口信的，就没有想过我们也是在冷风中等着吗？钱不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不依不饶的，我们花钱买点吃的都不行，都是一起出来讨生活的，就不能帮衬下？你们这是在道德绑架！你们说破嘴皮子，我们也不会卖给你们的。这岛上的位置是我花了几千银子买来的消息，你们就这么透露出去了，你们的船以后我也不会租了。船员们不吭声了，被林小鱼质问的无话可说，是他们理亏。可不是，干嘛非要和我们买呢？我看他们烤黑面馒头呢，你们也能去买呀？呸！就是看我们小鱼好说话，想来占便宜呢。不问你们买就不问你们买，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带了吃的的。呸！那你瞧瞧这什么人呢？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啊！要不然我们都给钱了，还能不讲信用去接别人吗？而且还把咱们这挖生蚝的地方泄露出去了。哎呦，不气不气，也怪我这妹妹了，气坏了咱们划不来。你这黑面馒头卖我们几个呗？我这得5文钱一个呢。你抢钱呢你？这码头的包子也才2文钱一个，白面馒头只要1文钱，就你这黑面馒头，硌牙的东西还要卖5文钱一个。这岛上啥也没有，就得这个价。再说我们雇了你们的船，你们不也要了双倍的价钱吗？咋的？就只许你们坐地起价，不许我们坐地起价呀？黄氏双手叉腰，看着就是不好惹的家。啥时候能走啊？这天都要黑了还不走吗？你咋话这么多呀？啊，我们雇了你们的船，我们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再说了，我们才挖这么点儿，你们也来帮忙一起挖吧。挖够了我们就走。几个船员才不会凭他们几句话就帮忙呢。你想干什么？带上我一起回去吧。小树娘的妹妹露出一个讨好的笑脸。带你？这大白天的，你是做美梦了吧？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呢。他们能来这儿啊，就是你带来的，要不然他们能知道我们在干嘛呢？我不知道啊，是船员带他们来的。哼，那你怎么跟他们一块儿啊？我刚好及时赶上，我以为你们也在船上，我就稀里糊涂的上了船。这下我能上船了吗？他是和你们村的村长一起来的，就是他说的去馒头岛，还把你们挖生蚝的事儿都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才花双倍钱雇走我们的船。我们也是为了钱，不得已的。关你什么事儿？你凭什么来这里多嘴啊？这天这么冷，海风这么大，我们还没吃饱呢，我们离不开，你也别想走。林小鱼在后头看的都要给他们鼓掌了，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大头给我踹他脸，给他踹下去！你，哼，好嘞，你个叛徒！你们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下来呢？你们真的是没有良心啊！咱们把他一个人丢在岛上，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能出啥事儿啊？这你们放心，村长也怕关呢。
要是把他一个人丢在岛上，出什么事儿了，官府也不会放过他的。至于会不会被欺负和刁难，就不知道了。我管他去呢，我又不是他娘，我管他一辈子呀。哼，只是恰好运气不好，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而已。果然，等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小叔娘的妹妹果然被刁难了。你想上船啊？得交钱，也不贵，就10文钱。你抢钱啊？这船不是被他们雇下来了吗？凭什么来的时候带我来，回去就不带我回去了？反正冻一晚上也冻不死吧？我给。小叔娘的妹妹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吞。怎么反悔了？我不是反悔，是我钱没有带够。这样吧，我给你们背半篓的生蚝怎么样？听说这玩意儿在县城里卖的还挺贵的。船员皱了皱眉头，和他的伙伴耳语几句，最后还是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这船可是被我们包下来的。皇室的模样也有些狰狞。啥？是他们说跟我合作，一起抢了林小鱼的生意的，现在怎么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了？你算什么东西？良心能当饭吃吗？你又不是我们村里的，我们跟你讲信用干什么？他气得都冒泪花了，动作大幅度的将剩下的半篓子生蚝甩给了皇室。行了吧，我能上船了吧？我这样死在这儿，你们也脱不了干系。少了，这船可是我们包来的，你给了他们半篓子，怎么也得给我1个篓子才行。小叔娘的妹妹气得都掉眼泪了，知道她这是被讹了。她挣扎了好一会儿，还是把那个满满的背篓给递了过去。这还差不多，我也算是个厚道人了。你要是遇上那几个心黑的，不把你都拿光呢，还得让你倒给10文钱。看着剩下的可怜的只剩下半个背篓的生蚝，小叔娘的妹妹气得连句话都不想说。嘿，论心黑呀，咱们都没那个婆娘黑。早知道我就要1篓子的了。那咱们哪能跟他比啊？就他这生意真不厚道。哎呀，不知道那小子还会不会来租咱们的船呢？还包咱们吃喝呢。这伙食，哎，真不是盖的呀。对，以后旁人出双倍的钱，咱们再租，要不然都找那林小鱼。船起航，小叔娘的妹妹又吐了个昏天暗地。她觉得这一趟可真是划不来呀，她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小鱼啊，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什么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什么人也请你从今天开始知道。我们也不是总想着占你便宜的，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错。小树爹也跟着点头，媳妇儿说啥就是啥。这生蚝我肯定是能卖出去的，这个你们真的不用担心，那卖出去了再给也不迟的啊。林小鱼看着他们真诚的眸子，知道这钱他们收的不心安，所以暂时也就不推辞了。咋这样呢？这村长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他都忘了当初大家伙选他当村长是为了啥？他可是拍着胸口说要给咱们村里人干实事的，现在干的都是抢人饭碗的事儿。人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嘛。所幸那个馒头岛上的生蚝也就那么多，我们再挖个几天就没了呢。他占不了多少便宜的。我也怕耽误你生意，这要是他卖的更便宜呢？门外就传来了咚咚咚的大力敲门声。谁呀？你家妹子怪积极的。秋秋娘，我是来买生蚝的，你这今日有吗？嫂子来的真及时，我们刚从岛上回来呢，这里都是。哇，这得多少钱呢？小鱼，能不能还给我20文钱一个？我想从你这里再按照22文钱一个分给别人，这样他们就不用排队，我还能赚几个钱。随即点头。好，那我就给你按19文一个，这样你卖多少钱就都由你。不过今天这生蚝我家还是多一份，明儿就未必了。你若是担心拿多了卖不掉的话，就拿1篓子去吧。19文啊，真的太好了，肯定都能卖掉的。那先给我来2篓子吧。她日日在家里料理家务，都没有赚过钱呢。婆婆对她颇有微词，连小龙都说她只会花她爹的钱。现在她就要让他们瞧瞧，自己也是能赚钱的人。夜里，下雪了，下雪了！今年的雪下得还挺迟的，雪下得还挺大，明年肯定有个好收成。都说瑞雪兆丰年，林小玉也觉得算是一个好兆头。先吃饭才能出去玩。妹妹，你还是不要出去看雪了吧。若是打湿了、病了，娘是要担心你的。
安心吃饭吧。哥，你现在好烦啊！你不喜欢看雪，你不能把我的路也堵死了。怎么看看雪就能生病了呢？咱们私塾里好几个染了风还没来上学，咱们都没事儿，说明我很强壮。好了好了，快先吃。秋秋要去看雪，等会撑伞去看就行了。娘说的有理。娘，快来，我们一起来看雪。娘，看。好了，万一着凉了，看你哥不说呢。此生也算共白头。这可不算，我要看着你青丝变白发，这样才是真正的白头偕老。下雪了，好开心啊！小黎，有烦心事儿，可是在担心你爹娘那茅草屋棚子不结实。可能是我不孝顺吧，我没有担心他们。他们卖了我的时候，我就当今生和他们的缘分已经断了。只是我在想，这雪若是再下去的话，会影响我们明日卖生蚝，可怎么办啊？无妨，我们就在县城里呢，走到留客楼也就几步路，还能过不去吗？林小鱼第2日起来的时候，白茫茫的一片。娘，今天私塾不念书，可以陪我堆雪人吗？不过得等娘卖完生蚝回来，而且你要先把3字经给背全了才行。你哥都已经会写了呢，你也得跟上才行啊。哦。别理这个小暴主脾气的，今天不用去私塾，娘给他布置了课业，他是心里不舒坦呢。哥哥快来，这个好好吃啊，甜甜的，糯糯的。外面滑，还是我去吧。是呀，牛婆婆，这下了雪，滑得很，不是闹着玩的。这扫雪的事情，等会儿就交给小黎来做，她年纪轻，摔一下也没什么。你年纪大了，不经摔的。早上抢扫帚，我没抢过牛婆婆。哎呀，你们一个个的是把我当宝贝疙瘩了吗？哎呀呀，我又来叨扰了。你这给我的生蚝好卖，我今天又来。话音未落，大胖嫂子就摔了个屁股墩儿。大胖嫂子站起来拍拍屁股，没事人一样嘀咕：“你们别出来，我进来就成。我这今天都摔好几次了。”来这么早，吃过了没有啊？吃是吃过了，但是还能再吃点。你家的东西都怪好吃的。昨日里的生蚝都卖完了？那当然了，我这都还没进家门，这位邻居分一分就卖完了。那2个篓子有69个呢，一个我赚3文钱，也赚了207文钱。对，今天我得多拿点。在下雪天上街买菜的人也少，我把这生蚝送货上门，岂不是能卖出去的更多？就是你走路得小心一些，要不然总摔呢。可不是，我也摔出经验来了，咋样能疼得轻些？路上小心啊！今日出摊的话，马蹄容易打滑，我推着板车去，你走慢一点，慢慢的跟来就行。哎呀，要不你在家里等我吧，等我把东西运过去了，我来背你。我哪里还要你背呀？何须在意他人眼光呢？哎呀，快出摊！小鱼姐，今天下雪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在屋里躲着呀？还出来赚钱啊？昨日里挖了生蚝，得先卖掉，明日就能休息了。不过街上没什么人，估摸着生意也不是很好啊。没事，左右都是自己挖的生蚝，卖不掉自家吃也成的。我去帮你问问林大厨吧，看看酒楼能要多少。林小鱼也有几分感激，这下雪天酒楼的生意其实也不好。没一会儿，小帮厨过来说，林大厨说能要个2篓子，林小鱼也很是感激了。哎呦，小嫂子，你的出摊时间倒是与众不同啊！这下大雪的你竟然在，哎呦，我运气可真好，今儿都不用排队了。哎，都是昨傍晚拉回来的，都很新鲜。您瞧瞧要多少？那给我来半篓子吧，挑大的。谁知客人还没等来，却等到了小树娘的妹妹。这里不让摆摊的。林小鱼提醒了她一下，好歹也是小树娘的妹妹，看在这层关系上提醒一下呗。凭啥呀？你能摆摊我就不能？这地可是公家的，凭啥你行我就不行？林小玉，你也是个黑心肝的，有好事只想着捂着自己的偷偷发财。小树娘的妹妹嘴和炮仗一般，吵吵的林小鱼很是头疼，她干脆也就不吭声了。我要5个。来我这儿买，都是馒头岛上挖的生蚝，他卖多少钱，我都比他便宜1文钱。那个客人疑惑地看了一眼小树娘的妹妹，然后并不搭理她。哎，
你说我卖给你便宜点，你咋还不要呢？你这个人怕是脑子有问题吧？凭啥你要卖我就得买啊？你这个妇人脑子有毛病吧？谁知道你们卖的东西什么品质啊？我从卖枪械的时候就跟着那个小嫂子买了，想抢她生意，你一边去吧你！小叔娘的妹妹一愣一愣的，啊，咋还这样啊？她便宜点还卖不出去了？看你就是个狐狸精，还勾引男人，不知道给他们用了什么妖术，不就是买个生蚝，还非要为你买？林小鱼的柳眉不善的挑起，但是吕成行已经快他一步的在地上捏了个雪球，就对着小叔娘的妹妹脸砸去。啪的一声，雪球砸在他脸上，一下子散开了。你们欺人太甚！是谁欺负我们家妹子，还和她抢生意，胆子肥了，在我刘克楼门前这么做。你是谁啊？林大哥，没事儿，就是遇到狗了。不长眼的狗敢惹我妹子，我也不能忍的。小亮，你自己滚，还是我们动手啊？我啥也没干啊，为什么他能在这里摆摊，我就不行？她是我们林大厨的新妹子，你算什么东西啊？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哼，可不是，真当我们刘克楼门口摆摊，阿猫阿狗都能来啊？要不我撒一泡滋他，我尿黄还分叉。我来也行啊，我上火了，味儿还大呢。小叔娘的妹妹听着这些男人的话，脑子懵了。林小鱼她还有个开酒楼的亲哥，让你滚你就滚，别啰嗦。你欺负我们小鱼姐，信不信我们揍你啊？小叔娘的妹妹紧了紧自己背着的篓子，像是被赶走的丧家之犬，夹紧了尾巴，灰溜溜地躲到远处去了。冷不冷啊？要不改明雪化了，咱们再来卖。左右在家也没事儿，今天新做的棉袄也暖和，我不冷的。那是小黎不？瞧着像。吕成行也看了一眼。小黎，你这白送了一趟啊！今日下雪，外面都没什么人呢。我们带来的这些生蚝都还没卖完呢。这不是生蚝，那是……我和牛婆婆在家就猜到了，今天的生蚝可能会不好卖。我们一合计，若是这烤熟了热乎乎的生蚝，可能买的人会更加多一些。那这个是蒜蓉酱，我特意在家里面炒好了带过来的。辛苦你了，这么重的东西背着走那么远呢。小雨妹子，我听说你又要弄什么新鲜东西了。今天我这刘克楼里总共没几桌，我也闲得很。不如我就在这儿瞧瞧先。哎，就是烤生蚝呢。林大厨要想吃别的，你也弄点来，顺带烤了。成，先去弄几串肉来，要嫩羊肉。躲在远处腿都快麻了的小叔娘妹妹忍不住嘀咕：这林小鱼不想想办法怎么招揽客人，搁这做法呢。我以为你那蒸蒜蓉粉丝生蚝已经是极品了，没想到这烤生蚝才是极品中的极品呐！难怪你这生蚝都是带壳的，还竟然是有这样的妙用。你这是弄啥呢？烤生蚝。咋闻着这么香呢？我可是一个不大爱吃海货的人，我都闻着都香啊！哎，你这个咋卖呀？25一个。妹子，你来招呼客人，今天这摊子呀包给我了，我给你弄得好好的，保管好吃。这是烤生蚝，和咱们水煮吃的海货不一样，几乎都吃不出什么腥味来了。这生蚝生的我们也有卖，熟的是25一个，因为这上头蒜蓉里面还有肉丝呢，还要花我们老大功夫了。你们看要生的还是熟的？我先来一个尝尝，要熟的，太香了。香，好吃。又鲜又香啊！这生蚝的肉啊，还挺有嚼头，还真的是一点也不腥哎。我媳妇儿一直回家说这生蚝多好多好，我就没尝尝的心思。现在一吃，真香。给我来一个。那我爱吃生蚝的，我得来3个才行。您瞧瞧，我这儿的生蚝也是又大又好的，它生蚝卖20文钱一个，我只要19文钱，客人来点不？
林小鱼，做着香，这生意哪能你一个人做？我得赶紧去挖点生蚝回来。小树娘的妹妹暗自在雪地上愤怒地跺了跺脚，然后就往家中的方向走去了。这时来了一辆马车，这大雪天的出门也不怕车子打滑呀？哎，这马蹄还包着呢，这是大户人家呀，说不准是有急事呢。哎，也停下来了。哎，不会是来这里吃烤生蚝的吧？你就是林小鱼吧？你还记得答应我们家小姐的事儿吗？你们家小姐？对，我们家小姐姓张。张小姐，你今天这么焦急的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这落雪的天，马车也不太安全呢。我让你弄的珍珠首饰好了没？反而在这里弄烤生蚝。这图纸我已经给了打金店的，那边如果做好了，肯定会通知我的。不过张小姐急的话，我们现在就过去吧。那你这摊子……于是乎，他便上了张雅贤的马车。那个，你们不要着急啊，烤好了每个人都有。对，我来这收钱的，给了钱的去那里领烤生蚝，记得排队啊。闺女慢慢来，不着急，我们在这儿闻着也香。是嘞，一定要烤的滋味好一些啊！我家小孙子在家里馋坏了，听说这个吃了还补脑子呢。这里烤得热乎乎的，我们等的也不冷。田小黎听着客人们温暖的话，他手下烤生蚝的动作也愈发的娴熟。但是在一个转弯处，马儿突然被窜出来的一只狸花猫给惊到了。一顿操作下来，马儿恢复了镇定。还好有惊无险。你的相公竟比我这10年的车夫还能御马。我们村里人瞎糊呢。你是过来看做的如何了吧？你每次图纸给的都太新鲜了，每我都得研究许久，现在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了。不知道还合不合你的意思？来看看。这是张小姐，这珍珠饰品就是她订的，正好我也没有瞧过，现在你就拿出来瞧瞧吧。林小鱼在唐工匠的工作台上拿了自己画的图纸给张雅贤瞧。这你是如何想到的？竟然还能做成这样？就按张小姐要求的做出来罢了。哎，来了！太漂亮了，小姐。既然早就做好了，怎么不早点给我？平白的耽误了这么多光阴。落雪，银票给小鱼，我们可以回府了。哎，张小姐，还有一点没好。什么没好？张小姐一共给了我20颗南洋珠，这里只用了18颗，还有2颗我用来做了另一个项链。竟然还有？可有设计图让我瞧瞧？因为这个多出来的2颗南洋珠只能做很简单的款式，所以我是口头告诉谭工匠的。还有多久能弄好？1炷香时间。还不快去呢，我们家小姐都已经坐下等了。你在留客楼门前烤的那是什么东西？闻着味道甚是不错，客人也多。小姐，你还要不要保持身段了？那个是烤生蚝，女子吃了美容养颜，而且这海货无油，吃了都是不会发胖的。张小姐若是想尝尝，我就让我相公去拿一些来。张雅贤乖巧的点头，落雪在一旁无奈的摇头。吕成行已经按照林小鱼的要求回去给张雅贤拿生蚝了，落雪一个没注意，她全吃完了。还有吗？没了。张小姐若是还想吃的话，可以去留客楼门口，我亲自给你烤，管够。我拿了这首饰就要去寻我表姐了，说不定事后就要留在京城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相见的日子。要不你同我去京城？小鱼是我的妻子，家中尚有2个幼儿。张小姐若是喜欢吃美食，京中自然有好地方，多的是你没吃过的美食啊。我只是这么一说，你那么紧张做什么？小姐。落雪也冲他摇了摇头。他们张家财大气粗的，普通百姓自然是会害怕的。这瞧得奇怪的慌。张雅贤也没有说好看，也没有说不好看。落雪，我是瘦了些吗？好像不曾啊，小姐。您穿的衣裳还是那个尺寸的，就是这瞧着脸好像小了。是镜子？不是，奴婢看您的脸，这么看也是瘦了呀。我来告诉张小姐吧，
因为脸稍微圆一点的，用这种长的项链或者丝巾，都是可以让脸型看起来长一点，起到了修饰脸型的作用。妙哉妙哉！张雅贤高兴地拍着手。除了原先给的钱，再赏小鱼。张小姐还有什么要改的？早点说，我也能改啊。她的手艺这么好，也有赏。于是乎，唐工匠也得到了一个红封。张雅贤高高兴兴地带着2条珍珠项链走了。爹，这张小姐出手真大方呀！谭工匠运气也好啊。小鱼啊，有些方面的经验呢，你可能真的不如我啊。其实这个项链啊，我早就做好了，只知道是这张小姐定的，就故意让她等着，磨着她性子。等她再一瞧，超出预期的满意，就自然会赏钱了。所以刚才你是故意出声的？实不相瞒呢，我们谭氏大金店以前也是专门服务于有钱人的，祖上还传下了一本专门伺候贵客的话术，这只是讨要赏钱的一个诀窍，我自小就学会了，可惜呀，一时没有用到的机会。看来你这话术还是有妙用的嘛。哎，对，我除了要将谭氏大金店发扬光大，还要将这个话术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林小鱼将工费给了谭工匠以后就回去了。相公，你觉得谭工匠那祖传的话术如何？怎知子孙后世就永不如人呢？怎么就不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呢？真好，有志气。所以你是不是和小李说了那些？他读书格外的刻苦呢。吕承行摇头，对于子女，他只希望他们一世平安喜乐。怪了，不是你说的，那孩子怎么就这般少年老成呢？莫不是真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就到了留客楼的门口。小鱼姐，傻丫头，你怎么也不进酒楼里等啊？这外面天寒地冻的，是不是傻呀？小玉姐给做的棉袄还搭这么多呢，我把手缩着就不冷了。那你看，傻丫头鼻子都冻红了呢。都卖完了，最后来了一个客人，直接要了半篓子，我便宜一些给他了。你小鱼姐差点跟人去京城了。啊，小玉姐，你不要我们了吗？你去京城干什么呀？别听你姐夫胡说，张小姐只是开了个玩笑，她还往心里去了，差点得罪人呢。这厮好像真怕自己会走呢，如若不然，也不会在小黎的面前提起。林小鱼和吕承行还有田小丽3人在雪中漫步地走回了家。娘，不冷了，好玩着呢。还好玩呢？这耳朵要是长冻疮了，来年还是会长的，到时候啊又痒又难受。不会的，娘不要凶我，来陪我堆雪人嘛，来陪我堆雪人嘛。你别赖着你娘了，雪这么冷，要是把娘的手冻坏了，爹也心疼的。来，让爹来。我们就堆一个雪人，才不会冻坏的。你们就这么堆呀？咱们家可是有皮手套的。变大，变大，变大！你们也一起去堆雪人吧，我去喊小李。这路滑，你可要当心些。我就瞧瞧，我都多大年纪的人了，我还和小娃娃一起玩啊？娘，进来。娘，我不吃东西，我也不玩。你爹和秋秋在堆雪人呢，你真不去啊？我不去。人也不是一直学就能学进去的，适当的时候要休息一下，劳逸结合。比如你看你前面写的那几个字，就比这个字好看，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一定好好写，争取写得更好。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村里人干农活，为什么要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呢？为什么不一口气干完？因为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这力气呢就能生回来了。若是非要坚持一口气干完，干到最后啊，这农活做的也就潦草了。写字亦是如此的。那我看会儿书休息一下。那你眼睛总要休息一下吧，可以看看远山，可以这样揉一下。娘，你放心，我眼睛累了，我就做眼保健操。儿子长大了，嫌弃娘了。娘，你怎么还不出来玩啊？就出来堆一个雪人呗，
爹娘就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吗？你总不能连娘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吧？哎，知道了。哥哥，你小丽哥可爱吗？是爹爹对的。可爱。那就让爹爹对个爹爹，让娘对个娘，我们就对我们自己，我们对一家4口。小雨姐，你不陪秋秋和小李他们玩吗？不玩，动人的很呢。我想着小李写字手冷，给他做个手套，5个手指头啊能露出来的，能握笔的手套。那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吗？不用，我自己就可以搞定。要不你去买2汤婆子吧，俩孩子念书的时候手冷，可以捂一捂。哎，我这就去。哇，小雨姐，这样半指的手套戴上还能做精细活呢。这个好像不防水，不能带着来挑拣海货的吧？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的用处。小雨姐，真的是热乎乎的，比咱们的皮囊子还热乎呢。什么东西热乎啊？呀，好东西，有了这个，冬天就不动手了。牛婆婆还认识这呢？认识，不就是汤婆子吗？我以前见村里一个老婆子用过，她老头给买的，给我们那一圈的老婆子都给羡慕坏了。牛婆婆，现在你甭羡慕别人了，这个就是给你的。我是让小黎买2个回来瞧瞧质量先，好的话呀，咱们家1人1个。不便宜吧？这好东西就留个俩孩子吧。我才不羡慕他们呢，早死了呢。他老头子后面还跟别的老婆子纠缠呢。哎，再说以后等我死了，我的棺材是全村最好的呢。没事儿，孩子们也有的。你看看漏不漏水啊？不漏。这得花多少钱啊？我这个就给孩子们用。婆婆，我这1个生蚝就能卖20文呢。你想想，我卖1篓子生蚝就能换回1个汤婆子了。再说，赚钱不就是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的吗？要不然，我还不如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呢。就你这性子，你能闲得下来？哎呀，赶紧拿着，一家人不说2家话。你再跟我客气，我可就不高兴了啊！外头又下雪了，这汤婆子真暖，要不给你爹娘也备1个？成，这雪一时半会儿啊也停不下来，我到时候就回娘家一趟，要不然等雪停了又要赶海货又要挖生蚝的，没空闲。那年礼送啥？那就往客气里来送呗，头一回呢。那你可得赶紧准备准备，别太晚了，好东西都买不着。这雪突然就下大了，快拍拍，可别化成水了，记得去喝碗热水。哎，正好就试试这2个汤婆子漏不漏。我买了这么多，按照小玉姐平时教我的砍价的法子，还问老板要了2斤炭呢。你这老实丫头也能开窍，不错不错，多和你小玉姐学学。娘，我们雪人堆好了。娘，这个是爹，这个是娘，这个是哥哥，这个是我。能说说为啥越做越小了吗？因为太冷了。娘，爹爹是坏蛋，我们帮你打爹爹。雪人堆的不错，为师在屋里温书，外头尽是秋秋你的嬉闹声。你的课业可完成了？先生，我这就去做。哎，为什么要住在先生家隔壁呀？小丽姐的饭做的是越来越香了。林小鱼也点了点头，确实好使。吃完饭，林小鱼就把送年礼的事儿和吕成行说了一遍。今日送还是明日？今日的雪刚积上，路上估计也没有打扫。若是等明日，各个道都有各村的人清扫了，可能会好走一些。要不你俩先去把礼买来些，免得明日不好卖。小嫂子，你今日还买猪下水？不过我这肉啊都不好卖，猪下水也不能便宜卖给你。要不你做我一桩生意，猪下水我白送给你，怎么样？好呀，我要半扇猪，明早你给我送过来。啥？屠户都惊呆了，这就来买过一回猪下水的客人竟然是个大户哎！哎，好，明儿一早保管给你送去，留个住处呗。林小鱼叮嘱了要现杀的猪，留了住处就去又买别的了。第2日一早，阿星生怕你今日回不了娘家，这一早就用了好些个布料包马蹄呢，总算叫他试出一种不容易打滑的。难得要去外婆家呢，你还带书，
是不想和外婆家的小伙伴玩了吗？娘，先生说温故而知新，那里的小伙伴很多都念不起书，我可以教他们认字的，这样我也能温习先生教我的，也不耽误我的时间。哎，老林，你闺女来了！别骗我，这大雪天呢，我闺女咋来呀？你们干活，我还生怕你们打滑呢，都给我小心点啊！哎呀，真来了，我还骗你做什么呀？不信算了，等到地儿了，你再跑着去给你闺女女婿倒茶呗。爹，是四弟他们赶马车出去了吗？这大雪天的，要是马匹打滑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呢。那咱家的马在那儿呢，肯定是你们小妹回来了。瞧追风这德行，赶紧去烧热水，泡碗热乎的茶给他们喝。这么一路过来，定然是挨冻了。哎，我这就去。闺女来了，小妹来了吗？可有近10日不见了呢。都来了，都给她抱回去。哎呦，小满哟，外头冷的。哟，咱们生闺女是弄几斤猪肉吃？人家林老头那是半头猪啊，不能比呀！哎呀，这要是我闺女多好啊！哎呀，后头还有啊，那是酒吧？汾酒啊？哎呀，听说老贵了，一坛子就要好几两银子呢。哎呀，这么贵的酒，让你不要买。嗨，上回女婿的虎骨酒都还没喝完呢。哎呀，谁家有虎骨酒呢？这可是好东西呀，我可得省着点喝。林小鱼听了也无奈的一笑，林老头还真有绿茶男的潜质啊，明里暗里的都在炫耀。哼，还拿着酒呢，还不还给闺女，让她拿回去退了去。这么贵的东西跟水有什么区别呀？喝了身体还不好呢。哎呀，爹娘，你们咋想的呀？这人家老板好不容易东西卖出去了，咋会让退呢？也是，就卖给你们这些傻子的，这么贵的东西。哎呀，娘，我不是买了猪肉了吗？这不还大实惠的东西吗？至于这酒，爹高兴啊，这1年就1回的，你可别说我了，这样钱花了，我和爹还高兴呢。哎呀，行，不说你，这你才赚钱，我们也不要紧，你就提几斤肉意思一下就好了。小李和秋秋都念书呢，你用钱的地方也多着呢。林小鱼只好频频点头。外婆，我想喝水。哎呦，小乖乖，这小脸都被风给吹冷了，外婆这就给你倒去。秋秋回过头对着林小鱼骄傲地眨了眨眼。林小鱼无奈摇头，果然还是隔辈亲呢。哎，小妹，你可算是回娘家来了，平日只有4弟拿海货能见，这让我们羡慕死了。听说你在弄那个生蚝，辛不辛苦啊？累不累？其实我们现在赚的也行，要不你就回家来住呗，哥哥们养你。我觉得二哥说的对，就是弄生蚝忙的，平时呀也能回来，有马车便利的很呢。姑姑，爸爸想你。林小鱼将他抱着就坐在了腿上。哎，二弟，你瞧见没？咱们小妹呀稀罕孩子，你得努力啊！我这……大哥，要不你和大嫂努力也行，可别尽会给二哥二嫂压力呢。不过他越是时间已经超了不少的时候，还有些恶心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哎呀，我也想啊，但是你大嫂她不跟我生啊。哎，真的是，你大嫂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赚钱的好时候，就得先把钱赚了，让3个弟弟都娶了媳妇儿。我们已经有小满传香火了，就是想多要几个孩子，过几年也能啊。大嫂说的对呢。别听你哥的，我也就瞎说的。现在大家都卯着劲儿赚钱，我们确实不着急生娃。哎，对了，我带了姜香饼呢，我去热热。哎，听说你闺女做饭可好吃了，有一回做的什么野味烩饭，刚好那段时间我去外面打工了，没吃到呀。哎呀，老林呐，这几日啊，也劳烦你们给我家帮忙盖房了。
今儿就让我闺女来做个晌午饭，正好送了半扇猪。今天呀，咱们吃大肉。哎呀，你净会给闺女找事儿做，没有一次来咱家是闲着的。娘，没事儿，各位叔叔伯伯这么忙呢，我做顿饭咋的了？小旭呢？他爹回来了。柳大哥回来了呀，这趟肯定没少赚钱吧？小旭以后是个有福气的。二嫂，你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吃食呢，累不累啊？没事儿，这盖房子呀，多少年才赶上一趟的事儿，等忙完这阵子就好了。爹说了，给各位叔伯吃大肉呢，那咱们就做一个猪肉炖大白菜粉条吧。潘香草没有意见，温柔地哎了一声，两人就在灶房里面忙活了起来。二哥，你还不放心我呢，怕我把嫂子吃了不成啊？没有，我是怕香草帮不上小妹什么忙，小妹做的吃食都是特别新鲜的。二嫂不行，那你来帮呗，二哥。小妹，你就别逗你二哥了，你快出去呗，好了再叫你帮忙端饭菜。哎，这二哥是又不放心了吗？原来是妹夫不放心啊！哎呀，小妹和妹夫成亲多年，要是我和你二哥以后啊也有这般好的感情就好了。你来干嘛呀？这是刚才外头有人叫喊着卖的白糖，我想着你可能爱吃，就买了。孩子们分过了？还没有，想着先让你尝尝，好吃吗？突然耳边传来吕成行的问话。好吃。二嫂拿些，我去给孩子们分一分。这炖的差不多了，马上下了白菜就能吃了。我这花卷也差不多好了。哎呀，刚才闻着就老香了，我干活都卯足了劲儿啊。是啊，今天吃啥呀？这老林一直说他闺女做的饭菜香得很。我媳妇儿说这是我小妹做的，什么花卷儿，是没吃过的东西，你们有口福了。还是小二子有福气啊，媳妇儿造上功夫也好，还有妹子也能不能做吃的。是，赶紧给咱们分分吧，这吃饱了趁着雪停了，咱们赶紧干活呀。看着年前是弄不好了，争取啊正月里弄好。是喽，好，开饭了。来，麻烦各位排个队啊。林家闺女，这可是肉啊，你这一碗里放的肉，搁别人家都能吃一天了。就是，这太客气了吧，我们要是不下死力气帮忙干活，我们还不好意思了呢。我们不能白吃你家肉啊。尽管吃，这大雪的天儿哪能不让你们吃饱吃好呢？林老太看着这么多肉也有些心疼，这可是闺女给他们送来的年礼呢，大家都高兴就好。这是啥呀？这么好吃呢？是不是城里的东西啊？花卷，算是吧。今儿的饭肉又多，没排到的都伸长了脖子在瞧。谁呀？饭点来，不会是闻到香味来的吧？就是比狗鼻子还灵。爹娘，好像是小旭回来了。这傻小子怕是想小旭了吧？这虽然是雪停了，小旭也过不来呀。大爷大娘，我又回来了。四哥，你想我了没？林四强被这话问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快进去，外头风大。你小鱼姐今天也来了呢。吃了吗？正好在分饭。没呢，就是过来吃饭的。我家老头做的东西太难吃了。来，有你的份儿。今儿还提起你来了呢，今儿倒是团圆了，可就差你了。刘大哥，你说你大雪天的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啊？你可别和我推辞啊，这是不是给你的？给你爹娘的。爹娘，这小旭爹送的东西也太多了。不多，都是我从南边运回来的。这荸荠和甘蔗在咱们这儿可不多见呀，荸荠容易烂，你们可得快些吃啊。干啥呢？我把小旭当亲闺女一样啊，这些都是稀罕东西，我们哪要你的这些东西啊？到时候你都拿回去啊，赶紧拿回去。不贵，我买回来还便宜着呢，就是在咱们这边卖的贵。那也不能要。大娘，不是说把我当闺女的吗？这就是我回来送猪肉了，你和大爷一定要吃。你这鬼精的丫头，
这送猪肉啊，那是出嫁的闺女，你这还没嫁呢。嗨，早晚要嫁的，先送嘛。小鱼妹子，你那个生蚝还挖吗？我听说你们租的那个船员还挺不地道的。说来话长了，等会儿聊吧。我这大船现在也不出去，要不你要出海就用我那个，不收你钱。那说好了啊，我可不和你客气的。热瓜卷，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花卷已经没有几个了，哥哥姐姐都是客人，你就不能下回吃？你二婶反正都已经学会了。你是倒霉孩子，你给我憋住，不然娘揍你了。哎呀，打孩子干什么呀？哥哥姐姐才不是客人呢。小满要吃，你们就分一下呀。这个给小满，我和哥哥一人半个就行了。我们大一点，一定让着弟弟。哎呦，球球不愧是上了私塾，有礼貌。但是这咋行呢？他人小也吃不了这么多。嫂子，你还把我们当一家人不？一家人哥哥姐姐让弟弟也是应该的嘛。再说，球球和小李也不是没得吃呀，只是孩子们分一分，不打紧的。嫂子，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好了，小妹我知错了。哎，乔姐妹，还是听咱们小妹的，小孩子的事儿，大人都不计较的。你看咱家小满多懂事啊，孩子们的事儿就让孩子们自己分呗。知道了，知道了，都怪我想太多了。好，难怪小旭都要来这儿吃。你这样那样的场面，我哪里学得会呀？为难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呢。啊，不哭不哭，等会儿啊，给小满留一碗，等小满饿了再热一热吃，怎么样？哎，这生蚝能卖往外地吗？都是贝壳类的，应该是放得住的。那成，我的船呢，你先随便用啊。我等明年啊，出了正月15就要走了，那到时候你可得多弄点生蚝给我。成。刘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呢？和我还这么见外？这还没过年呢，你就要给我压岁钱了？你想什么呢？咱们是平辈，我才不给你压岁钱呢。你忘了，我上次一船的海货，还有你的尼罗，还有干海带、干虾之类的。哎，这是分给你的钱。嘿。啊，我忘了，可别分多了啊。哎，放心，我这人抠子，不会多的。啊，对了，我正月15走之前呢，你这些东西还得给我弄好。好嘞。刘三走了以后，他偷看了一下红封里的银票，竟然有一张100两的银票。看来刘三这一趟可是没少赚钱。要不咱们去买点春联贴呗？以前村里的人也都没什么钱，有卖春联的货郎过来都舍不得买，家家户户都裁点红纸贴一贴算数。也就那些个滑头去看街上春联那字儿怎么写，自己在家有炭条写。现在咱们赚了1年，也攒了点钱，就买个用毛笔字写的春联吧，以免得咱们去捡炭条了。这一整个县城啊，就没有谁的摊子上比我的春联还要齐全的。你瞧瞧我春联上的字儿，哎，多么的周正，也是秀才写的呢。我才不信，秀才出来给写春联啊？那他们咋不支个摊子自己卖？你这般说，那肯定就是给你的春联贴金，要不然咋能多卖2钱啊？你不知道不要胡说，这要不是秀才写的，谁能写出这么多对子啊？你行吗你？这可能真的是秀才写的呀，这秀才多半有架子，让他们支个摊子卖春联，他们肯定是要卖贵一些的，要不然咋对得起他们秀才身份呢？卖贵了又卖不出去，那还不如写好了让这些摊贩代卖呢，旁人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也就斗不了他们的面子了。对，还是这个小嫂子明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样啊，给我便宜一些。不行，一副对联12文钱，没得少。大过年的就贴一回，就不要说价钱了。这红纸也要钱呐，这笔墨都要钱的，我也就赚1文钱。哎呀，那11文钱就给我顺带带一个呗。11文钱我也要一个。那给我来一个也行，我们这么多人要呢，就便宜一点。摊贩只好答应了。小嫂子，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你想要什么春联，我卖给你便宜点，就这个数。你瞧这个怎么样？娘喜欢就好，我们赶紧回家看书吧。小嫂子，你是不是也是做生意的人呐？这价钱还的我都没什么利润了。是，偶尔在刘克龙门前摆摊。好嘞，下回我去给你捧捧场。这个字写的怎么样？
贴在咱们县城的家门口吧。我再念几年书，我可以写的比他还要好。娘，以后我可以写春联。大头，你干什么呢？不冷啊？那个，我长肉了，好几圈呢。小雨姐，我看他是太冷了，所以跑跑暖和暖和。给你做的大棉袄怎么不穿呀？赶紧去穿起来。我这不是舍不得穿吗？这是我第一件棉袄呢，还是小鱼姐的工作服。我现在不工作不穿也没事的。他赶紧进屋就把棉袄给穿上了，然后也不哆嗦了。小鱼姐，我穿好了。以后啊就穿着大棉袄，反正也耐脏。等明年你好好干了，我再送你2件，不愁没有棉袄穿。小鱼姐，其实你给我开的工钱，我也能买得起棉袄了。我这样总占你便宜，是不是太贪婪了？明年给你发的也是工作服，不要想太多。你让让，我去煮一点米糊。煮米糊糊干啥呀？还能贴春联啊？我在村里只看到有几家贴红纸，都没见过春联呢。这是福旺、财旺、运气旺。行啊，和小航学的不错呢。我知道小鱼姐以后是要干大生意的人，我们作为小鱼姐的帮手，不能连账本都不会看。我有空了就跟小航学认字呢。可惜小航念书的时候，他也没有好好学，他有些字也认不全。改天我给你买本千字文吧，小航不懂的我教你。谢谢小鱼姐。大头直接来了个90度角的鞠躬。小鱼姐，这些容易死的螃蟹，我按照你教我的给它们做成枪蟹了，还有泥螺也腌制下去了。现在还养着几根鳗鱼和一些海螺，等会儿你带走呗。海带也有，就是没天气晾晒。米糊烧好了，小雨姐，你看这样很粘了吗？贴春联。这事儿让男人干，我来帮忙。大头也积极地凑在吕成兴的边上。李桂香急步跑了过来。不好了，出事了！你们贴着吧，我问问嫂子。嫂子慢慢说，不打紧的。小黎，去倒杯水。李桂香摆摆手，示意田小丽不用去倒水，但是田小丽已经跑着去了。她粗喘了几口气儿，才回过神来说：“小树娘，小树娘她妹妹的传承了，现在人都没有踪影。我也是听人说，好像看到你的马车回村了，这才跑过来知会一声。不知道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到你？”没事儿，她现在不是我雇来的，她是自己挖了自己卖。我在县城里卖生蚝遇到过她，有许多买过的客人都能证明的。而且这样的天气，这雪都刚化开，他就敢雇船去挖生蚝，可真的是想发财想疯了。这海里面估计还有伏兵在，他怎么敢的？小树娘呢？他早就去码头那边了，现在也通知了官府，让官府的人帮忙打捞一下。那船上除了小树娘的妹妹，还有船员呢，还有他们村好几个人呢，都是活生生的人呢。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若是没了，所以一边双手合十的祈祷。要不我们也跟着去瞧瞧吧，看看能不能帮下忙的。今天沉了的那个船已经被官府找到了，船捞上来了，人也死了几个，好像有一个就是那个带头的女的，还有几个是船员，还有几个人不见了，官府正在找呢。还去吗？去看看吧，不是还有人没找到吗？我水性好，到时候跟过去一起看看。到了码头上的时候，只见码头放了好几个脸色清白的死人。林小玉一看，竟然都是熟人，正是小树娘的妹妹和2个熟面孔的船员。没想到他们竟然一块儿死了。我就不该让你来赚这份钱，谁让你的心这么贪的呀？现在好了，连命都搭进去了，你快起来呀！你不是水性好得很吗？快起来和我吵架呀！你看他不听我劝吧，现在就惹上海神了。这可能就是他的命数了。小树娘默默地淌泪。大哥这是咋了？咋都湿了还不回去换衣服呀？这样的天气，别冻出个好歹来呀！当初瞧见了尸体，官差也不乐意下去打捞，这些人都是他一个人扛上来的。我让他回去换衣裳也不听呢。我只是不放心他。没事儿，我们陪着他，你回去吧。
今天风不大，也没有下雨的，怎么舟上浮冰就翻船了呢？我也不知呀。听说他租不到船，就租了个小的。就他胆大呢，为了几两银子命都不要了。哪儿是小船啊，是艘又小又破又老的。是啊，我就在那边卖包子，今儿生意不好，我也多看了几眼。他还说着今日要是能出海挖的生蚝绝对是头一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哎呀，这就是贪心的下场啊。神呢？神都没事吧？哎，这不就是他们一起出海的人吗？竟然都还活着！哎呦，真的是福大命大啊！他们怎么了？当然是死了，你瞧不见吗？这脸都白了。先带去最近的村民家里，让他们换一身干净的衣裳，烤火，喝碗热姜汤咸。等下本官还要细细的问，这次的祸事究竟是由谁导致的？县太爷，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我们只是被喊来挖什么海货的，说是每天给20文钱，没成想海货没挖到，差点丢了命啊！带下去。当家的，这些人咋都带到咱们家来了？你没长眼睛吗？你要是不满，自个儿找范县令说去。谁让我是若叶村的村长嘞？这当个村长也没有啥好的，好事轮不到一桩，办点屁事就得他出头。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当家的，这死了好多人，范县令不会怪罪在咱们头上吧？村长摇了摇头，他不知道啊。不过末了又叮嘱了皇室，千万就别说认识那个女人，就说上回一起去挖过生蚝，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干系。皇室应了，心里将小树娘的妹妹骂了个半死，这死了还不得安生。范县令，我们都好了，先进来烤火吧，等人来齐了一块说吧。孩子他娘，别哭了，哭坏了眼睛怎么办呢？我本来想着让他来上供，帮衬他一把，没想到助长了他的贪念呀！我不知道他的死要不要怪我嘞，毕竟我是他姐嘞。这不怪咱们，他自己也是当娘的人了。平日里我觉得嫂子是最明理的，怎么今天就想岔了呢？她只是小你几岁，她有自己的想法，该劝的你也劝了，吵也吵了，你何必为她的咎由自取而觉得愧疚呢？是啊，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还不如多帮衬一些他家年纪还小的儿女吧。是，哼，这事说不准也是田家的闺女刻的，谁不知道这田家的闺女是个不祥之人呢？你看她，就算是被卖掉了，还能把她爹娘弟妹刻成什么样？说是家破人亡也不为过呢。远处传来了幸灾乐祸的奚落声，竟然有人把这沉船的事儿和田小离牵扯在一起。是不是真的是我？不是，傻闺女，你想啥嘞？这怎么能怪你呢？咱们这么多次出海都平平安安的，跟你压根就没关系呀。林小鱼几乎要气炸了，他花了好多精力才让田小离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倒霉蛋儿，但是今天偏偏又有人把这事儿给扯出来。哎呀，完了，小鱼生气了。平日里瞧着是个好性子的，一生气就会冲动，肯定是他们说小离的缘故。阿行，你赶紧去看着小鱼吧，我怕他打不过村里那些个多嘴多舌的婆娘，你赶紧去瞧一瞧。吕成行黑眸里的怒意滚动，一看，觉得是他自己多虑了。林小鱼正骑在王金花的身上，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的抽着。敢说我们家小离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小离也是你能说的？你说你这张嘴是不是臭嘴啊？说。我是臭嘴，别打脸了。所以你给我好好的说一遍，我家小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赶紧说。田小离这闺女真是有福气的，是他那破烂的家里克他来着。他若是没有福气，能被林小鱼买走啊？他是有大福气的，这些个阿杂事都跟他没有关系嘞。小离，瞧见没？这人的嘴就是那最毒的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何必要听这种长舌妇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总之你就是我的家人。呸！谁长舌妇啊？小玉姐，我知道了，以后旁人的事情和我都没有关系。现在看到小玉姐为了自己竟然这么折腾王金花，她的心又紧紧地揪了起来。能放我走了吗？林小玉姐，我这都认错了，我这张臭嘴。王金花舔着脸讨好林小鱼，脸几乎都皱成了一朵菊花。
嗨呀，这都是吕老太跟我说的，就是你那个婆婆，我就是嘴贱学她说了一句，冤有头债有主的，你去找她呀，放过我好不好？你说是谁？这吕老太自从怀了身孕之后就消停了不少，林小鱼几乎都要把她给忘记了。没想到她还在背后说三道四。你婆婆不，我婆婆呸，是吕老太那个常师傅，就是她说的，揣着肚子里那个不知道谁的种，到处说着闲言碎语。那死老太婆呢？把她揪出来，让她给小丽一个说法。小鱼姐，算了，她刚才还在这里呢，她肯定没走远，我带你们去找她去。王金花知道把这事儿彻底推给吕老太，她才能逃过一劫。再说了，这事儿也确实就是吕老太和她说的。吕老太，你给我站住！你可真是害死我了！你来说说，是不是你说的小驴是倒霉蛋？说是他克死的那些入海的人？那个，你拽我干什么？我可没有说过这个话。你说了，我就说了，怎么了？我就还说出来不让我说了吗？我现在可是还怀着身孕呢，你敢打我不成吗？林小鱼啪一个巴掌就呼他脸上，怀个孕就和皇太后一般了，这张破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吕老太气得舌头都捋不直了。你什么你啊？我打你的脸又不是打你肚子呢，怎么了？你若是喊肚子疼的话，我就给你请个大夫；说是肚子没事儿，药费反正也得是你自己出的。老三，你看你媳妇打我，还尊不尊敬我了？虽说咱们断亲了，我还是你亲娘啊！她打我。林小鱼看着吕老太那告状的做作样，就又给她另一边脸也来了一巴掌，啪，手都打红了，别气了。老三，你个闹！又一个巴掌声让吕老太的叫骂声戛然而止。你就少说几句吧。哎呀，媳妇打婆婆了，大家来瞧了，我怎么养出了这么一个不孝子啊？还有这恶毒的妇人啊！大家快来瞧啊！我们就是说错了几句话，这恶媳妇就要打死婆婆了。林小鱼看着二人跟表演二人转一般，更觉得是吕老太确实是挺着个肚子在地上打转来着。小鱼姐，怎么办啊？他们那么多人肯定会指责你的。林小鱼摇摇头，没事儿。这死老太婆就是隔三差五的蹦跶出来，恶心人玩儿呢。都怪我妹妹这事儿啊，要不然你们也不用来码头了。你们都别急，就先看着他们唱大戏呗。林小鱼，你虽然有钱，但是也不能这样啊！这可是你婆婆呀，肚子里怀着的也是你们吕家的种。就是，有了钱，自己亲婆婆都不放在眼里了，更何况是有身孕的人呢。我瞧着就应该让她赔钱才对。村里除去跟着林小鱼赶海的那一小部分人，其他人都是有着仇富心理的。至于之前台风天林小鱼两口子挨家挨户的去敲门的恩情，早就被他们抛之脑后了。有几个想要给点林小鱼颜色看看的壮汉，本来是想教一下林小鱼怎么做事的，但是看到吕成行在一旁看护着，就也不敢了。毕竟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吕成行可是能跟拳王一较高下的人。怎么了？怎么了？又闹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就是，咱们这片还不是死人了吗？就是这个吕老太说是田小黎克的，这田小黎是林小鱼的下人，所以这林小鱼就不得了了，就把她婆婆给打了。说清楚，她是谁婆婆？以前是林小鱼的婆婆，后来闹了点别扭，两家已经断亲了。范子玲听完来龙去脉，点了点头。青天大老爷，你一定要为民妇做主啊！这个恶妇殴打我，我现在肯定是动了胎气，要吃好贵的补药保胎呢。林小鱼忍不住笑出来。你笑什么？现在你来说说，为何要打他？谣言可以杀人，不知道大人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今日只是他们在说我家小丽克死这些入海的人，以后是不是全村人都要说？再往后是不是整个县城都要说？说是我家小丽有什么想不开的，这个责任算谁的？你说的有理。这么好好的一个姑娘，若是因为几句谣言毁了后半生，着实可惜。那确实应该打。可是我是怀孕的人。怀孕又怎么了？她可打你肚子了？既然她印不出来话，那就让我来说。
我只是打了他几巴掌而已。说是他动了胎气，也是他自己躺在地上扑腾所致，这所有人都瞧见了。他自己扑腾了约莫1盏茶的功夫了。确实是的，我们都亲眼看到的，他是自己躺下去闹腾的。吕老太，你还不快起来！这般对待你腹中的胎儿，真是枉为人母。你起不起来？这码头出了人命，本来是哀伤至极的事儿，你竟然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散布谣言。你再不起来，本官就让人拉你去衙门里过年了。当即一咕噜就爬起来。范大人，你咋如此偏颇这个贱女人？为母不善待腹中胎儿，为婆婆在媳妇儿面前没个长辈样子，为人在人后非议人家闺女，你还觉得自己没错？来人！范大人，我没有意见，我没有啊！你别抓我去牢里过年，千万别啊！我们去码头看看，瞧瞧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来了没有。好的，大人。吕老太见范子玲和官差走远，一口气彻底的松了下来。你给我等着，小蹄子，这次便宜你了。到底是谁便宜谁啊？你尽管不便宜我，大声嚷嚷，再把范县令喊来，这样你就能去牢里过年了，到时候自家饭食都省了呢。吕老太被林小鱼气得一张脸都红了。算了算了，可别把县令大人给招回来，到时候真去吃牢饭怎么办？我可不要你假好心，我就和你说了这么一嘴，要不是你跟林小鱼说，他怎么知道这话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老姐姐，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好邻居了，我是那种故意伤害你的人吗？我就是性子直，藏不住话。再说，本来就是你先说人家田家闺女的，我说实话还有什么错了？吕老太先是被林小鱼气，现在被王金花气的都要喘不过气来。王金花看到吕老太这样，心里提防着她装晕要害自己。你们婆媳之间的事自己处理，大不了你们再干一架，我锅里还煮着饭呢。瞧瞧，之前还好的和一个人似的呢，现在就互相推责任呢。哎呀，我说啊，这田家闺女就是倒霉。小声点，小声点，别惹这煞神了。也不知道这林小玉和范县令是什么关系，范县令都偏帮着他呢。我和范县令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这么好奇的话，爸可以亲自去问问他。哎呀，你听错了，我没说你呀。都是欺善怕恶的东西呢。要不先去瞧瞧我妹夫来了没？顺便和范大人道个谢吧。范大人，这船究竟是怎么翻的？原来是小叔娘的妹妹聚集了一群人，就说要带他们挖生蚝，然后一人给20文钱的工钱。本来他们瞧着小船又破又小，不敢上的，但是小叔娘的妹妹又给他们工钱涨了10文，所以他们心一横就都上船了。因为天冷，海里还有浮冰没有化掉，这小船本来就不大行，就在快要靠近馒头岛的时候撞上了海里的浮冰，船直接侧翻，但是幸存者都是扒着船上的浮木才得以存活的。死了的小叔娘妹妹和几个船员是因为仗着自己水性好，准备游到馒头岛去，他们要去挖生蚝赚钱。这大冷的天儿，他们游着游着就死在海里了。真是作死。何为作死？作死就是自己太作了，把自己给弄死了。范子玲默默点头。怎么这么蠢呢？这怎么这么蠢呢？小花，小花，为什么死的是小花，不是你呀？明明是你带小花来挖生蚝的，怎么你不去死啊？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问我啊？你媳妇儿自己跑去挖生蚝赚钱了，你能不知道？还有她卖了多少钱，还有今日包船一个人干，你这个睡她枕边的人能不知道啊？我不管，要不是你带她来挖生蚝，她现在还好好的在家里呢。青天大老爷，你为什么要抓我呀？范子玲看他一头雾水的样子，就慢慢的把沉船的原因说给他听。所以这次的伤亡就是你媳妇儿导致的，租这种又老又破的小船，非要带人游过去，所以死了的那几个人，你和租船的都要赔一部分钱。为什么呀？我媳妇儿也死了，谁来赔我们钱呢？她的死
不过是他咎由自取。我就好好的家里睡觉呢，那船员给我介绍来的生意，我只是租个船，凭什么要我也赔钱呢？我不服气，叫县令来跟我说，要不然我这个钱不赔啊！官差亮了一下佩刀，这个租船老板的声音马上就落了下去。我要找县太爷，我得问清楚。范大人真是一个好官，好吗？他刚才还帮了我们，而且他还替死了的人做主，这样有点赔偿的钱，失去劳动力的家庭还能好过一些。咋的？天灾人祸还有要赔钱的？这简直太好了呀！也不知道赔多少钱，要是有10两银子，这过年都不用愁了。可不是嘛！哎，这要是赔个20两、30两的，我去死一死都愿了。咱们这普通人呐，哪能赚这么多呢？就是，我看那遇难的才是有福气的，让家里人都能好好过年了。你们不要胡说啊，那是活生生的人，平日里能见到的人永远都见不到了。家里孩子问起来爹去哪儿了，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哎呀，那是因为你大海死了之后，人家没赔钱。这你虽然没了男人，但若是抱着银子睡，这感觉呀，必然又是不一样的啦。不会说话就闭嘴。怎么了？我说的是实话呀。既然你觉得赔点钱家里人就可以过好日子了，我就把你送到码头，你自己跳下去吧，我给你赔钱。我为什么要跳下去？范县令，救命啊！有人要杀人了！林小鱼没想到，这来一回码头竟然能与人发生许多次争执，可能是这个村子真的和他八字不合的缘故吧。听完来龙去脉之后，他又对着愚昧的村民教训了一番。范子玲头一回觉得当县令难，这些村民们愚昧又贪婪的思想，他一时半会儿是真的难以改变。范大人，还有几位官差大哥，你们忙完了记得来我家去吃个便饭。不了，等会儿还要去看你们若叶村修的路如何了。想到那修路的事儿，他又含恨瞪了林小鱼一眼。林小鱼无视村长，所以他们回去就凑在了林小鱼的院子里。还好小鱼姐让我们赶海的时候都慎之又慎，这可真不能拿自己的命去跟海上的危险拼啊。钱是赚不完的，我们一定要细密。范县令让租船的人赔死掉的人1人5两银子，一共是15两。而小树娘的妹婿拿了5两银子，还要另外赔给2个船员1人3两银子。这么算下来，小树娘的妹婿还亏了1两银子。你家妹子可是白死了，死了就是什么都没了，哪有什么白死不白死的？再说，一切都是他自找的，怨不得别人。谁知道范子玲看完村长让人修的路之后，还折了回来。因为村民的愚昧，还特意让林小鱼不要和他们一般计较。闲聊的时候，得知范子玲的父母都不在这边，今年过年他也不回去，就邀请他来自家吃年夜饭。范子玲推脱不过，暂且应下了。眨眼就到了年30这天。娘，甘蔗呢？来了。小林，你还真惯着他，这甘蔗呀要自己啃才有意思呢。秋秋他还小嘛，这甘蔗也塞牙呀。娘，这个好甜，你要不要来点？宅子里咱们都打扫过了，过年也喊了大头，这孩子没地方去，就赖咱这儿过年，咋还没来呢？牛婆婆刚还念叨你呢。婆婆，我给你带菜来了，这个菜就是按照您家的方法做的，不过我给种在猪食草里，没事有太阳的时候我就给搬出去，天冷的时候就在灶房里暖着。没想到长得还挺好的，刚好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啊。这罕见的东西啊，去外头卖，说不定能卖1两银子来，舍得给我们吃啊。好东西当然是要自己吃的呀。今天可是除夕，除旧迎新呢，可洗过澡了？洗了。这啥东西啊，真的好甜啊。不能咽下去的。飘雨姐，我咽下去了，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费嗓子，你还是吐了吧。
这猛然间拥有了一个别人家的儿子，又怕他读书读傻了。小李，明年是过年呢，能不能放下书本就玩一天啊？既然是娘的要求，那就好吧。乖。本官，我来你家吃年夜饭，叨扰了。范大人没有家人在这边，来我们家吃顿饭而已，别往心里去。就是我们家人比较多，还有一双儿女，范大人别嫌吵就好。林小鱼看了吕成行一眼，敏锐地察觉到这男人似乎是在炫耀。哎，少爷，瞧见没？那边的葡萄架，你小的时候啊，就日日夜夜的馋葡萄啊，从葡萄结果，你每天都站在葡萄架下边看那葡萄熟了没，老爷都没少训斥你呀。福伯倒是记得仔细。范县令，你们在这里先玩一会儿，还有最后一点菜了，我去弄一下，等下喊你们吃饭啊。范子玲点了点头。相公，你好像特别不太喜欢范县令。你想错了，没有的事情。他并没有特别不喜欢范县令，他只要靠近林小鱼的所有男人他都不喜欢。这天儿啊虽然冷，但是灶房不大，咱们这么多人围聚着，就不用点炭了，吃起来呀暖和着呢。这可不是给你们取暖的。这生肉咋吃啊？这个小锅是用来煮肉的嘛，但是这白水煮肉它也没味儿啊。你涮涮就知道了。我在书上看到过，极寒之地的人有一种吃法，叫做温鼎，也就是在鼎中烫熟这个羊肉。范大人不愧是学富五车，这都知道呢。反正也是差不多的东西。好吃吗，范大人？这可不是什么清汤，这是小鱼用羊骨头熬制了好几个小时的羊汤，肯定好吃。确实味道不错。好吃好吃啊！这小嫂子的手艺果真不赖呀。哎呀，难怪以前衙门里的几个猴都想去咱家蹭饭。当然啦，我娘做的饭可好吃了。吃了小鱼姐做的饭，平时我在家吃的时候就跟吃猪食一样。你这孩子把自己比作猪了。范大人多吃点啊。等年夜饭吃完，范子玲也坐着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天。范大人，你是官吗？我在隔壁的私塾念书，我怎么样才能像您这样当官呢？像你这样刚启蒙的学生，还要寒窗苦读10年，再参加县试，在乡试拿到秀才的名头，在院试成为举人，等到秋闱的时候再进京赶考。若是能考上进士，圣上就会按照名次分配官位。那你呢，范大人？你是什么名次啊？我是进士78名。哇，范大人，你好厉害啊！我一定要和你学习，要努力比你考的还要好。小子呀，这科举哪里是那么好考的？像我们家的少爷都是挑灯夜读啊，白日里鸡叫了，他又马上起来，一路过来十分的不容易。娘，我去温书了。你这孩子，今儿年30。范大人以前都这么认真，我只有比他更认真，以后才能考得比他好。小李腮帮子鼓鼓的，说起话来也非常的有志气。勤劳是好事，但是有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就是你多做了，但是没有效率，和少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念书这个事情是极为讲究方法的。我以前有个同窗，每日只睡2个时辰，依旧连秀才都没考上。你猜是因为什么？我知道，肯定是睡不够。你现在还是幼童，你若是因为过于勤奋耽误了你休息，以及常年坐在桌前看书，对你这背部发育也不好。你觉得你的身体都不好了，以后还拿什么去考试？殿试圣上还是要看体态言行，再评出前3的，其中探花郎就是模样最好的。那探花郎比我……范大人，你说啊，你还没说探花郎有多么的英俊呢，快说快说。很是英俊，探花郎游街的时候，瓜果都能被投掷一车，不少心仪他的女子还丢手帕。那要是扔的西瓜呢？会不会把他砸死？
我娘还说过，有一种水果叫榴莲，闻着臭，吃着香，而且全都是刺。要是扔这个的话，会不会把他花郎给砸死啊？啊，我没见过什么叫榴莲。那个榴莲啊，我也是听旁人说的。我们村里有个人啊，经常跑船，五湖四海的跑，所以见识的也比较我们多一点。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说小李念书要劳逸结合的事情吗？怎么又扯到探花郎了？确实是要先长身体，等到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在里面做3天3夜的文章。有些身体不好的人，考到一半就晕厥了过去。啊？你也别听福伯说的我这么勤勉，其实我小时候啊，都站在葡萄藤架下面铲葡萄呢。我也是等到考中秀才之后才勤勉起来的。我知道了，我要跟着大头哥哥锻炼身体。是啊，我带你跑圈啊，跑2圈，身体都热热乎乎的。范子玲走了以后，大头率先开了红包。小玉姐，这范县令给的红包也太大了吧？我要不要现在追过去啊？我脚程快，现在追过去还能赶得上。林小鱼制止了他，这是人家范子玲要给的，非要送回去，人家心里也不舒坦。娘，你说范大人是不是书里面说的君子啊？来咱们家吃饭还给我包红包，不像是那些总想占我们便宜的人。我觉得范大人是君子。你们这红包呢，娘给你们收着，等你们要花钱的时候问娘要啊。娘偏心，都不拿小李姐姐和大头哥哥的，就欺负我和哥哥人小。你们小孩拿那么多银子是不行的。可是人家也想每天拿钱数数嘛，这样多快乐啊！娘，你剥夺了我的快乐。每天数钱的快乐。好啦，给你们的压岁钱，1人10文钱啊，拿着数吧。这个钱你们要怎么花，娘也不管你们，成了吧？谢谢娘。谢谢娘。小玉姐，今天早啊，牛婆婆已经在炒炊饭了，闻着可香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切都会不一样的。都起来了嘛，没起来就先放锅里暖着，底下炭火烘着，也不会凉得太快呢。哎，那等会儿吧。咱家没晒干竹子吧？明年得早点做准备来。牛婆婆，你忘了我们买了鞭炮的嘛？等2个孩子醒了就一起去放。我这身好看吗？好看好看，大头哥哥瞧着可精神了。谢谢小玉姐，谢谢牛婆婆。哼，我以前最讨厌过年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热热闹闹的，只有我是一个人，只有我有一个破烂的家，却没有家人，也没有新衣服，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好啦，大年初1呢，咋还能哭呢？以后的日子呀，要每天都开心了才对。你可是我们的小管家呢，村里多少大人都羡慕你啊。那是，还有人家说跟我说媳妇儿呢。可以放鞭炮了。我要放。淮南，不行，太吓人了，要是炸到眼睛可咋办？啊，弟弟，那咋办？总不能让娘买的鞭炮浪费了吧？爹爹抱着你放啊，咱们点了火就飞快的跑开，行不行？行。还有小李呢，正好我买了3串鞭炮，1人来1次。好。走，放鞭炮去。刚在屋里站定，林小鱼就捂住了他的耳朵。哎呦，这鞭炮还是比爆竹热闹啊！这多少钱1串啊？明年我也买1串热闹热闹。他们家是新搬来的吧？平日里就看到有2个孩子背着书袋去隔壁私塾念书，没想到这回倒是能认他家出身。哎，以后都是邻居，你们也常出来玩啊。哟，还放鞭炮啊？我是来给你们拜年的。嫂子，你看看我这簪子好看不啊？金的呢，都说1两金10两银，我这簪子像是带了20几两的银子呢。20几两银子，你也不怕把你脑袋给压坏呀？看来吕大哥长得好看也没用啊，不是照样没什么本事吗？没有本事给自己女人穿金戴银的。林小鱼的柳眉皱了起来，他这是自己得不到的就要诋毁一下。
就是他们看自己的金簪子羡慕，所以呀被气走了呢。可没一会儿他就理解了，因为一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炸响，几乎要把他的耳朵给炸聋了。而且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还掉在了他的身上。这人是傻子吗？靠这么近干什么啊？可不是，这鞭炮可猛着呢，不知道人有没有事儿。这大过年的，他不会是想故意来碰瓷的吧？你小子是故意的对吧？我都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点了鞭炮呢。小鱼姐，我就是故意想要教训她一下。上回也是在这里，他们都说是这个坏女人想要跟你抢男人呢，所以我要教训教训她。你这孩子，你不怕把她炸伤了？那应该不会吧？要不然咋有人摆鞭炮呢？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把她的衣服炸坏了。不过范大人给我那红包，我赔给他就是了。不好意思啊，家里正放鞭炮呢，忘了提醒你了。假惺惺，你就是故意安排好的。侯片兰的眼泪都气出来了。不过我们两家关系也没这么熟吧？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你会来。我不管，你得赔钱，我要去那屋里换衣裳。他想着等一会儿进去林小鱼他们的房里，一定要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再闻一下独属于吕成行的味道。这么一想，他忽然就笑了，这笑容有点瘆人。不好意思，我们家里没有多余的衣服了。如果你是来拜年的，你就先回去换了衣服再来吧。林小鱼双手一伸就挡在了门口。嗨，他家放鞭炮大家都知道，是你自己非要过去的。就是啊，这可不怨别人啊，你这衣裳也没坏，就是有几个洞眼儿，你打些个补丁不就行了吗？是啊，大过年的，要债的都不问人家要钱呢。侯片兰的脸都气歪了。姨姨，你的脸好黑呀，你好丑啊！你要不要先回去洗脸吧？好吓人。小孩子不能说这样不礼貌的话的啊。虽然你爷爷的脸炸得黑乎乎的，但是他的金簪子更黑啊。这都说真金不怕火炼呢，这簪子怕是假的吧？这完全就是一个镀金的银呢。这个是让老谭给你做的，本来是想吃完饭再给你的。侯片兰不屑地看着吕成行，我也不清楚该做什么花样的，想必你自己设计的你应该最喜欢，就让老谭帮忙打了这个呢。哎呦，小鱼啊，这大过年的怎么有个乞丐堵在你家门口了呀？这真是晦气呢。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小树还有几个小娃都来了呀。早饭吃过了吗？吃过来的，正好带他们来县城玩玩，顺便给你拜个年嘛。哎呀，小树哥哥、阿牛哥哥，你们来的晚了一点，刚才鞭炮都被我们放完了呢。谁说鞭炮放完了？还有呢。哎呦，这东西炸人不啊？不炸人，我都给拆了，本来是留给孩子们玩的。这个鞭炮一个一个的放，估计也没什么大威力的。哎呦，真是稀罕东西啊，我们乡下可没有。李桂香也点头说，她也想瞧瞧这个鞭炮点燃以后是什么样子。都进屋子，都进屋子。林小鱼，你给我赔偿，你的鞭炮给我炸成这样了。哎呀，这鞭炮难道还会追着你炸不成呢？还不是自己没长眼吗？还有这么多乡亲都在呢，要是你真的吃亏了呀，大家能不帮你做主呀？我看你就是故意来讹小鱼的吧。啊，他娘的，我讹他什么了？现在簪子也是假的，他的衣裳也被炸毁了，这个年要怎么过呀？你还说上脏话了是吧？啊，你什么东西啊？还在老娘面前叫嚣呢？想欺负我们小鱼，门儿都没有呢！想打架，谁怕谁呀？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这棉袄撕成一缕一缕的，让你连补丁都打不上呢？你信不信？哎呀，算了算了。哎呦，算什么呢？你看他，这是想走的样子吗？啊！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女人呀，就是不要脸呢。她呀，就是垂涎我们小鱼妹子的男人呢，经常隔三差五的就来。我们没一个人喜欢她呀，她还舔着脸要来呀。大家伙以后看到她呀，就绕着走吧。这时，周围的邻居都是用一种别样的目光看着侯片兰。这时候，侯片兰的相公穆野也寻了过来。哎呦，怎么弄成这样子了？这衣裳坏了，要不让秀娘缝一下，能比补丁好看。哼，你就不能给我买一身新的？
侯佩兰把怒气都撒在这个男人身上。我什么我啊？你就是没钱对不对？你早说你没钱你就别娶我呀！你送过我的什么簪子，那都是假的，根本就不是黄金的，我丢死人了！然后他就借机跑了出去，反正也没脸在这里待着了。你就是侯家女婿啊？你脾气也太好了吧？对不起啊，小兰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替她向你们道歉了。木野朝着大家鞠了好几个躬，一副真诚的样子。这个算是赔他衣裳的。嫂子，我不能要。我知道小兰总给你们添麻烦，这钱我是万万不能要的。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去找小兰去了啊。嘿呀，这种难搞的女人就是欺负这样的老实人。哎呀，都是月老牵的姻缘呐，不把这老实的和难搞的人配一配，这日子可咋过下去啊？希望刚才那个女人能瞧见枕边人的好，回头是岸呐。大家闲聊了一会儿以后，便各自回家吃早饭去了。哎呀，我们是来拜年的，竟然还要来你家吃早饭呢。这是牛婆婆做的，都尝尝牛婆婆的手艺吧。这大过年的，不如做汤圆吧。啊，汤圆？田小丽眨巴着眼，就是外面是包裹着糯米皮，软软糯糯的，里面是芝麻糖馅的。小鱼，你说的东西倒是和元宵有些相似啊，也是里面包着甜馅的，不过都是白糖做的馅儿，还没吃过芝麻馅的。这芝麻馅的，那不是像麻酱一样是咸口的吗？这能好吃吗？这芝麻呀还能做甜口的呢，等我做好了你们就知道了。新年好啊，小家伙。小玉姐，林大厨来了。林大厨还有空来呀？我还以为留客楼里忙着呢。这汤圆可以下锅了，等会儿大家都先尝尝。好嘞，我这就生火，怎么煮还得你回来说。林大厨，今日怎么有空啊？这些孩子瞧见您都跟财神爷似的。这好歹大年初一也让我休息一日不是？行，难得你还记得我这儿呢。那谁能不记得呀？我那堂弟呀，估计等一会儿就来了。还有那谭工匠。那您坐会儿，我等会儿啊煮汤圆给你吃。做啥呀？都是自家人，你这造访也让我瞧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哎呀，都是熟人，小鱼就是我亲妹子，她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大家都别紧张啊。你们这动作还挺利索呀，你们是我小鱼妹子的好朋友，什么时候你们若是再也搬到了县城，需要找个工来做，都可以来我留客楼。哎，谢谢林大厨，那就盼望着我们哪一日能买房吧。来，林大厨，你来品一品，我这汤圆寓意团团圆圆，顺带着喝一口汤，浑身都暖和起来了。甜，我要尝尝喽。倒是我忘了提醒了，这汤圆小小的咬一口，里面的芝麻就会流出来了。我还以为是元宵呢，这元宵啊都是从糯米粉上滚出来的，没有汤圆这么软糯。还有这芝麻糖馅的，我是头一回吃哎，好吃好吃。哎，这汤圆能卖吗？能啊。小鱼妹子，我果真没有看错你，你就和我一样是个爱赚钱的人。既然这样，咱们就去留客楼里卖汤圆吧。今天是过年，这汤圆一碗10个，咱们就卖2000银子一碗。啥？今天？林小鱼懵了，这大年初一的要这么拼吗？真的是掉进钱眼里去了？可不是嘛，今天大家都在休息，就咱们赚钱的话，咱们的生意肯定特别好呀。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成为有钱人的原因，赚钱太快乐了，停不下来呀。这林小鱼觉得自己比起林大厨来，还是稍显得咸鱼了一些。小鱼妹子，今天赚的咱们5-5分。小鱼呀，你看林大厨都这么诚心了，要不你就跟他卖汤圆呗，一个汤圆20文钱，抛去本钱，你也能挣个8-9文钱一个呢。赶海不比卖吃食危险呐，要我看呐，这卖汤圆比挖生蚝还有利润呢。小鱼，我们都可以留下来帮忙做汤圆的。那还用说吗？好，我大年初一不休息了，去卖汤圆去。到时候赚钱了，大家都有份的。不过这汤圆，咱们自家人啊，得1人1碗，先尝尝先。林大厨也满意了，新的一年从赚钱开始。
这也太好吃了！这芝麻馅的怎么咸口甜口都好吃啊？小鱼咋想到芝麻还能这么吃的？行，你们在这里先忙活着，我和小亮赶紧去把留客楼给开起来。今天县城里的人绝对多的嘞。这边吕成行和小树爹就负责把做好的汤圆送到留客楼去，灶房里也忙得热火朝天的。哎呀，这忙成这样，我感觉今年得发财呀。那可不，谁赚钱有咱们闺女积极呀。你咋不去搓汤圆呢？哎呀，灶房里都站不下人了，我是被闺女赶出来的。你有能耐你去搓啊，反正你是腿坏了，又不是手坏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最后这些汤圆咱们自己煮了吃就行，也算是大年初一咱们团团圆圆了。啊，吃了？这得卖多少钱呢？这天黑了，运汤圆的都没回来，8成是生意淡下去了。再说，这汤圆就糯米粉和芝麻粉，也值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自家吃呗。哎呀，要不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他们就从留客楼里回来拿了。大娘说的对，这汤圆呐，等卖钱就赶紧买几个，我们想吃啥时候不成啊？林小鱼想了想，也没有催，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吧。咋说呀？酒店那里还有汤圆吗？小树爹摇了摇头。那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呢，就只能自己吃了。自己吃就自己吃嘛，咱们也忙了这么久，我的手都酸了。咱们也来尝尝这卖的这么贵的汤圆。钱拿到了。哎呦，女婿啊，这赚了多少钱呢？肯定少不了，我就没见过哪个财运比小鱼还要好的人，你就放心吧。这里一共是230两银子，今天汤圆一共赚了460两，这个是林大厨按照5-5分分过来的。我的天哪，就这么点糯米粉能卖这么多钱呢？还有汤和芝麻粉呢，咱们用的都是好料，也不算奸商了。再说这留客楼里卖的本来就贵呢。能赚钱就好，咱们这过年太有意思了。这么多，确实比我想的多呢。来，大家都忙了一天了，分一分吧。分啥呀？小玉你全拿了就是了，我们就是刚好来拜年，顺手帮一下而已。是呀，是呀。我这里呢，可从来没有免费帮忙这样的道理。如果我是连这点小便宜都占的人，那我成什么了？这样吧，咱们就平分。这不行的啊！这汤圆的方子是你的，林大厨也是瞧在你的面子上才给这么多钱的，平分肯定是不行的。要不你拿200两吧，剩下的30两我们分一下。我拿1半吧，剩下的1半你们分。一共12个人。哎，我不要。我本来就和小姨姐是一家，我干活怎么还能拿钱呢？我也觉得这么数不对，还得算上小树爹还有阿行，帮了忙的人一个都不能落下。小丽也得算，这样的话一共是14个人。那我们家咋还能拿双份的呢？都是应得的。赶紧的，我们分了钱吃汤圆去。小鱼，汤圆刚才我吃过了，我就不吃了。这下次还有这赚钱的机会还喊我啊？不管啥日子我都来，就算天上下冰雹我也来。让男人和婆婆看看，自己一天赚的就顶他们赚大半年的了。哎呀，这赚了钱还有汤圆吃呢，今年的过年呀，是我最高兴的了。眨眼就过了一日。早啊，小李，今儿不看书啦？娘，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已经听娘和范大人的，劳逸结合，很好。你们娘俩还在外面唠什么嗑呢？这赶紧过来吃早点，垫垫肚子。等会儿还要去拜年呢。你还费这功夫？这大冷天的，有空不多睡会儿？没事儿，秋秋和小李爱吃就行。再说了，我也就做了他们2个人吃的份儿。说着，他还小小的脸红了一下。这又没事，都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才不跟这些小娃娃一样，要挑好看的吃。小李姐姐，如果这个小兔子做起来很麻烦的话，以后就不用特地给我做了，我尝一次就行了。没事儿，现在有空，以后没空了就不做了。娘，咱们去哪儿啊？先去外婆家。哎，来了！哎呦，小李秋秋啊，冻坏了没有啊？娘，昨儿才见过呢。哎，我能不知道啊？我还没这般老糊涂。行了，进来吧，不嫌冻得慌，
你是不是将小李和秋秋卖给我爹娘了？你瞧他们高兴的那个样子。哎呀，哪儿的话呀，这都是女婿亲生的娃娃，什么卖不卖的？那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呀，这倒是有一件好事儿。买回来了，跑了好远，非叫人把铺子开了，花了3倍的价钱买的酸梅子呢，就是10倍的价钱也得买呀。小妹，我太高兴了，我要当爹了。哎呀，我正要说呢，你就给我抢先说了，这大喜的事应该让我说才对。林小鱼看到林老太高兴成这样，原来是要当奶奶了呀。二舅好傻，我又要当姐姐了，不知道这回是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是啥都好，家里添丁就好。等年后啊，这房子也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小娃娃生出来，家里也有宽敞的地方。今儿才知道二嫂有了。林老太摇摇头，是昨儿。哎呀，你这汤圆真好啊！你二嫂都说了，这个娃娃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汤圆。汤圆好，汤圆妙，汤圆呱呱叫啊！汤圆还能赚那么多钱呢。好了，娘，都知道小汤圆今年10月就能出生了，先让小妹他们来吃点饺子暖暖。怕做旁的不好吃，就包了饺子，连汤带水的，吃了暖暖。好的，嫂子。等会儿啊，还要去小树娘家和桂香姐家拜年呢。我们先去吃点了。他们告别了林老太，就回了若叶村。瞧瞧，人家搭上了林小鱼，马上就那鸡呀狗啊的都跟着升天了。这衣裳料子比我家小子都穿的都好。可不是嘛，林小鱼呀，就专门受这些倒霉蛋可溜亲的呢。大头听着这些话，眉毛都没抬一下，从小听得多了去了，都习惯了。小鱼姐，小鱼姐夫，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可算是把你们等来了。傻小子，这么冷还等呢？这风刮得刺骨，快上车。小鱼姐，小恒哥哥好久没见了，你想我了没？想。我和小航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烤红薯有经验，我们烤出来的红薯没有人说不好吃呢。真香啊，光是闻闻就已经很香了，还挺好吃的。小航哥哥烤的红薯就是好吃，真香，县城都没有这么好吃的烤红薯。也从怀里把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了大头跟小航。我娘说我已经拿了小鱼姐很多钱了，这个我不能要的，红薯也不值钱。红薯是不值钱，值钱的呀是你们这份心意。然后二人像是提前排练过的一般。谢谢小鱼姐，小鱼姐新年快乐，日进斗金，天福天寿，阖家团圆。谢谢你们。林小鱼笑得合不拢嘴，这俩小子倒是有心了。哎呀，小鱼，可算把你盼来了。走，赶紧去我家去，我烧了酒酿圆子等你呢。我家也得去，我做了枣糕呢，孩子们试过了，都说不错。两家走下来，林小鱼的红包也散出去了一些。小鱼，可别出去了，外头守着人要拉你去他们家拜年呢。知道你是咱们村里有钱人，就掩护你这几个红包了。就怪你这个爱炫耀的性子呀，出去说什么呢？给你小鱼姨添麻烦了。小树娘的小儿子都要被戳哭了，林小鱼赶忙护着。小孩子嘛，得了个红包也高兴。好了，不哭了啊，姨姨再给你一个红包。去玩吧，小鱼，也就你惯孩子了。小孩子嘛，什么惯不惯的。再说，昨挣了这么多钱，你们都不拿，我给孩子们发红包才几个钱呀？再说，旁人家的我才不会给呢，我又不是冤大种。我出了这道门，我就回家了。这么一说，小树娘就放心了。林小鱼他们准备开门回去，但是发现门口人堵得太多了，门都推不开。林小鱼无语，都让开让开，大过年的堵着人家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都要来我家拜年了是吧？小树，赶紧的，带弟弟妹妹问叔叔伯伯婶婶他们要红包来。小树娘一张嘴，噼里啪啦的就跟个炮仗一样。叔叔，你要来我们家拜年吗？我娘做了红枣糕呢，你进来吃一块啊。
新年快乐，红包拿来。婶婶，我的红包呢？我祝你明年发财。哎，走走走，我又不来你家拜年，要什么红包啊？可不是嘛，你娘跟着林小鱼赚了这么多钱，也不知给我们孩子发点红包啊，还好意思问我们要红包？没有没有，快让开！但是林小鱼已经趁着小萝卜头们问村里人要钱的空档，顺利地爬上了马车。以前你能赚钱那会儿，一个个跟得了红眼病一般，现在一个个上赶着要红包，都是把咱们当大傻子了吗？牛婆婆说的对。田小梨也点点头。这时马车迟迟没有起步，在马车厢上拼命地拍着，一直吵得林小鱼脑子都嗡嗡的。小李和秋秋也皱起了眉头，娘，他们好烦啊。见小李都开口了，秋秋更是说，是啊，比史先生隔壁的大黄狗还粘人，和他追着骨头跑是一样一样的。林小鱼听着俩人的童言，也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不过他们这么扒拉着马车，真的像是一群狗围着要讨骨头吃。林小鱼，去我家做客呗，我家有小孩爱吃的白糖糕呢。来我家，我家还有瓜子、花生炒豆呢，咱们听你们讲讲赶海的传奇故事。哎呀，我家吃啥都有，只要来我家。这马车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女儿，就是你抢走了我的女儿的。姐夫，赶马车走啊，还停在这里干什么？吕成行扬起马鞭，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没痕的马臀。我的小梨呀，娘都快饿死了，你别跑啊，别跑啊，给我钱！我们要不要停车啊？毕竟她是你生母呢。田小梨摇了摇头，态度格外的坚决。瞧他那样子，还知道要钱，还管小梨要。你们说他这是真疯还是假疯啊？古氏先前连脱裤子这种事儿都干出来了，应该不算是假疯。但是疯子也有清醒的时候，清醒还知道来要钱，他不应该是想到那些被田小帅卖掉的儿女而伤心欲绝，自责的去撞墙而死吗？小梨慢点跑！你小时候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以前他们都嫌弃你呢，就我养着你，我对你有恩情。他爹坐在地上的呢，瞧着也是怪可怜的样儿，要不咱们给他几个铜板，就当打发叫花子了。不行，他可怜，比他可怜的人多了去了，咱们可怜别人也不能可怜他，要是可怜了他，我就对不起那些弟妹，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田小梨说着，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下来，而且也不能给小鱼姐添麻烦。林小鱼这一次和田小梨的意见一致，可怜这些个曾经的恶人，那被他们害过的人才可怜。马儿跑着跑着就回到了县城里。卖汤圆喽，卖汤圆，和刘克楼一模一样的汤圆，只要10文钱一碗。这都下午涨了，我这里卖8文钱。客官，还是来我这里。小玉，你咋知道的今儿卖不了多少？咱们上次卖呛蟹跟风的就快呢，现在这汤圆更简单，咱们大年初一就卖那么贵，那些个会倒腾的，就是晚上不睡觉啊，也要倒腾出来了。咱们明天呢，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过年，然后初4可以开始赶海了。感觉都好久没有去海边了呢。转眼间初3过去了，10几个筐子全部塞满了，可谓是收获颇丰。哎呦，以前他们赶海都是黑灯瞎火的时辰，倒是没瞧见，没料想这收入这般好啊！这么多海货呀，要搁自家吃得吃多久呢？那你也学人家雇那么多人去赶海呗？我呸！我就说不行吗？这赶海难道是人人都会的东西吗？大过年的别计较了，赚自己的钱让别人说去呗。小航瞪了一眼说瞎话的人。哟，今儿收获这么多呢，那我看您的香没白烧。每次小鱼姐在，收获准少不了，小鱼姐是顶顶幸运的人。那当然，咱们现在这日子呀是越过越好了。有些人就不知道小点声吗？不就是点海货吗？嘚瑟什么？他10有8九是眼红，不然不会来了这么一句风凉话。怎么，一群聋子？大吵大闹的，我看你像聋子。你什么你？
小航正准备继续呛回去，林小鱼咳嗽了2声。嘿呦，村长来了！那声音里充满了看好戏的意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对呀，谁让林小鱼一天到晚脾气那么大，都不知道摆脸色给谁看。就是说啊，自己发家致富了，也不带带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何必把面子上搞得那么难看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就差拿一把瓜子儿过来嗑了。几天不见就翻脸不认人了，小树娘，胳膊肘往外拐。谁跟你是自家人呐？啊，呸！那你们是一家人，的确了，都是一个德行。有事说事儿。村长冷哼一声，背着手，别以为你们人多势众就能糊弄过去。今天我来，主要是收赶海税的。赶海税？赶海也要交税呢？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们收了这么多海货，别忘了那片地可是咱们村的，多少也该给交点税吧。村长，从来就没有交税的说法呀，怎么好好的要交税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不能有啊，你们说对吗？就是赚这么多交点税怎么了？这路还都是村长出钱修的呢。你们交税给村里弄好一些，不是也蛮好的吗？要我说，你们这么赚，交点税也不痛不痒的呀。四周一片附和声，大家都在看热闹，多收林小鱼的税，说不定大家还能分点红利。那你这收税总要有个章程吧？准备收多少钱？他假意问道。反正你们家以后赶海一次就必须要给1两银子，这是新规矩。这样1年就是360两银子，到时候他自己手指缝里露一露。村长心里几乎笑开了花。我要是不交这1两银子呢？那你就别想在咱们村里赶海。敢不交税？林小鱼沉默了一下，然后突然笑出了声。你笑什么？大家伙手脚麻利一点，都听见了吗？村长赶人了，咱们交不出1两的银子就不能赶海呢。那大不了明天就不赶了，我们收拾东西回县里去。村长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僵，他就是想套点钱而已啊。林小鱼的反应让他突然有点下不来台。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悻悻地走了。怎么办呢，小鱼姐？天无绝人之路，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们就再想想其他的法子呗。就是，要我说，这村长欺人太甚，就是不能惯着他。实在不行，我们开个店也行，反正大家不用担心，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赚到钱的。对，有小鱼姐在，咱们就有主心骨，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以前遇到那么多困难，咱们都过来了。小鱼姐心地这么善良，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大家七嘴八舌起来，好像刚才的不愉快就没有发生过一样。看着大家信任的目光，林小鱼的心里暖洋洋的。小鱼，才安静没多大会儿，外面又有人来找林小鱼。怎么样，货都处理好了吗？都处理好了。林小鱼点点头，并不打算把刚才的事情说出来。放心吧，你四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天不早了，要不四哥留下来吃了饭再走吧？不了，后面还有好多事儿做呢，我就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些东西处理了才行。小鱼姐，咱们刚才贸然拒绝了村长，真的好吗？他以后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吧？要是他把四哥的渔货车给打劫了……不会的。村长那个人呢，他就是欺软怕硬，你但凡跟他强硬一点，他马上就不敢多说一句了，不然刚才也不会直接走。再怎么说，咱们也是村子里的人，事情摆到台面上闹开来，总是不好看的。这点脑子，他不至于没有。田小黎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行了，好不容易把这事折腾完，大家就别想了。剩下的有什么事情呢，就交给我就行。我刚看了，家里还有面，
一会儿咱们做点炒粉，吃完了再走。小雨姐，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学会做炒面。好呀，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林小鱼把炒面端上来的时候，直接被大家哄抢，几人赞不绝口的都说好吃。收拾好了东西，一行人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林小鱼，林小鱼，李村长，怎么了？哎呀，小鱼啊，你们今天这么早就要走啊？还好我眼尖，隔老远就看到你们了，不然今天呀又找不到你们了。李村长，有什么事儿你也可以到县里来找我的。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火急火燎的？哎呀，这三言两语的说不清啊。小鱼，你看，要是不急的话，咱们边走边说。好呀，李村长，那我们边走边说。小鱼呀，不是我说，现在呀，你在我们村里都出名了。出名？林小鱼有点疑惑。对呀，这村子里不管是男女老少，现在对你可都敬佩了。当时台风天是你让你们村子里人躲到山上去，还挨家挨户来敲门。哎，你还记得吗？当时你还冲我们弱水村这边呐喊呢，说台风来了去山上，除了你们村啊，就属我们村伤亡最轻了。这个事儿啊，这都是小事。李村长，您怎么还客气起来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这怎么能是小事呢？生命无儿戏。哎，小鱼啊，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跟你说，现在有些村民认为你简直就是我们再生父母了。李村长，这可不敢当啊。哎呀，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呀？小鱼啊，你的好心肠我们都看在眼里呢，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实话跟你讲啊，村里啊现在呢稍微遇到一些小困难，大家都很期待，想让我和你来聊聊合作的事情。合作？果然猜对了。对啊，合作。李村长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那我就直说了啊。听说你和你们村的人有些闹得不愉快，我们大家伙也有意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带着我们赶海呀？李村长，哎，小鱼你放心啊，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交税的。见林小鱼没吭声，又一连串的说起来，也绝对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哎，小鱼啊，我们村啊实在是太穷了，你也知道，大家呢也是想混个出路，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呀，我也不会来求你的。李村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都是隔壁村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赚几个钱，吃饱饭，把家里的孩子好好养大。我回去好好想想，这件事情不急。林小鱼这么说，就证明他不反感合作赶海之事，看来是有戏。那小鱼，你看下次赶海的话，哎，你放心啊，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贪心，村民们也只是想赚些钱养家糊口。李村长，您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我当然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赶海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一时间也很难下决定呢。要不这样吧，你先给我2天时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们大家伙呀也得商量一下，您说是不是？不然万一到时候真有了什么岔子，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啊，是，你说的对。那小鱼，你考虑好了之后就叫人来找我，告诉我一声，我一直在村里等着。好的，李村长，你放心吧，您的提议我们回去一定仔细考虑，您留步吧。啊，不，我送你们去关路岔口上。小鱼姐，我看着李村长人倒是挺好的，像他这样才是为民考虑的好村长，哪像咱们那个破村子的村长啊，一天到晚的狐假虎威，全是为了他自己捞油水。你看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了直叫人恶心。我当然知道李村长人很好啊，只不过咱们赶海的靠的还是牛婆婆算的退潮时辰，这个事情还是该回去问问牛婆婆的。李先富隔壁村的村长啊，倒是听人说过公平公正，平时里也不摆架子，村民们有事都托他调解，想来是个不错的人。既然有牛婆婆把关点头，那就应该问题不大。晚上睡前就把这事儿跟吕成行也说了，
他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去告诉李先富同意合作赶海的事儿。心里想着事儿，人就睡不踏实。天儿都还没亮，林小鱼就爬了起来，想着吃过饭就去李先富家里拜访好了。让林小鱼没想到的是，他刚一拉开家门，就发现李先富居然已经等在了门口。李村长，你怎么来了？小鱼呀，你这个考虑的怎么样了？行，我答应了。哎呀，太好了！哎，这桌包子你拿着吃啊。那个卖包子的小娘子说特别好吃，你吃着吃着啊。林小鱼看他高兴的样子，像是比直接给他银子还要快活。林小鱼和李先富交代好了赶海的事宜，然后约好了今晚赶海的时间，就让李先富先回去了。这个李村长看着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希望别和咱们村的村长一样欺负人。哪能个个都和那孙子一样啊？牛婆婆也笑得露出了黑洞洞的空了的牙。到了沙滩上，小鱼妹子，这个螺要的啊？要的要的。哈，我这里有个大的兰花蟹呀，没想到赶海还能抓住这个呀。他到处走着帮忙，一刻也停不下来，就怕出了差池。哎，小鱼呀，这回可真是要谢谢你了。台风之后，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揭不开锅了，要不是你愿意带我们赶海，我估计村民们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李村长，您就别再客气了，要不是大家勤劳致富，就算我有什么好提议，这事儿啊也还是办不成的。小鱼，你快来看，这个是什么呀？是不是能卖个好价钱啊？大娘，您真是好运气啊！这是翡翠螺呢，这个螺煮熟以后通体碧绿，就像珠宝一样，特别好看。而且螺肉肥厚，实在是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到时候咱们呀就把它带到县城里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啊，鲜嫩过瘾，咱们也真想尝尝是什么味儿呢。这么一听你说，估计达官贵人们都会爱吃呗。林小鱼非常满意，和他们合作也感觉很愉快。赶海顺利结束了，大家收获满满，这效率可是若叶村的2倍都不止。来来来，大家伙听我说，今天是新年后我第一次和大家一起赶海，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这个过程中我很感动，感谢大家的配合，希望我们以后通过双方的合作，日子都能越过越好。按照每个人30文钱的标准，村民们拿到手后都有些惊讶。真是村长请来的大财神啊，我们无以为报啊。对呀，台风后我们村里人一直挨饿，你简直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别这么说，大家千万别这么说，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许久没赶海，回去几乎是倒头就睡，没想到第2日一早麻烦就来了。林小鱼，今天说什么你也跑不了了，赶了海被我抓了个现行，必须要交税。而李先富早早的就来一边候着。你大声嚷嚷什么呀？小鱼赶海回来累得很，没空在这里跟你扯皮。哎呦，这不是隔壁穷村的李先富吗？怎么你们村里穷就跑我们这儿来挖墙脚，想让林小鱼到你们村去赶海？我告诉你，那可没门。不用你说有没有门，我告诉你，小鱼已经答应了帮我们村的村民赶海，这些海货都是在我们村弄的，你根本就没理由跟他收税。你村长一听到李先富的话，顿时感觉气得一口气都喘不上来了。这到手的鸭子飞了怎么行啊？他二话不说，挥起拳头就和李先富打了起来。林小鱼看着2个村的村长扭打在一起，脑仁也是突突的疼。张先富，好你丫的，竟然在我们村的地盘上揍我们村村长！就是，恶狗还冲人家家里来咬人嘞。我们再说我们村的事儿，关你们屁事啊！这边若叶村的村长的狗腿子们就帮了起来。若水村的快来呀，咱们村长被人打了。只见那边若水村的地里干活的村民都扛着锄头跑了过来。行了，大家伙也都冷静冷静，你们要是真打起来了，受了伤痛的还是你们自己呢，也没人给出医药费，何必呢？你倒是说的轻巧，这件事儿还不都是因你而起？你乖乖的付赶海税，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就是，
惹事儿精，赚这么多钱一点税都不肯出。林小鱼感觉额角一跳一跳的，这些开口的人都是若叶村的村民，有些还是跟着自己赶海的人。林小鱼的心脏都气得抽疼了。好，那咱们就来说道说道。纳税这是朝廷的事情，我问你们，朝廷何时发布公文说赶海都要纳税了？这哪是我们小老百姓知道的？村长让你纳税，你就纳税呗，你又不差那2个钱儿。朝廷根本就没有颁布纳税公文，凭什么要我一个人纳税呢？这纳税的钱又是进了谁的口袋？我们赶海虽然收入还行，但是是起早摸黑的干活，凭什么赚的钱要被别人平白这样的剥削呢？你说我不差钱，你也不差钱呢，街上那么多乞丐呢，也没见你伸手办个子儿啊。我不给，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还给你啊！林小鱼轻飘飘地说道，但是杀伤力十足，特别是眼里的不屑。村长目光悠悠地看着林小鱼，他没想到林小鱼早就想通了这一层关系，难怪怎么也不肯纳税，而且他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化解了自己给他设下的麻烦。那个，纳税是不可能纳的。村长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你就别想去赶海。村长看现在都走到这一步了，他若是被林小鱼给吓住了，那岂不是成了这么多人的笑话？这纳税虽然不是朝廷的政令，但是这纳的税也是以后补贴咱们村里的人，造福村民的。你可不能就只管着自己发财，都是一个村的，你不能看着大家饿死吧？村长狡猾地把利益抛向了村民，若叶村的村民一下子就沸腾了。对，就该纳税，要不然你凭啥住在我们村里？就是啊，让我们眼睁睁看你家赚钱，你们赚的又不肯分出来，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就得纳税，不纳税你就别赶海了。林小鱼看到村里人三观竟然歪曲到了这样的程度，你们忒不要脸了吧？想钱想疯了是吧？干脆你们一起去抢钱庄来的快一点的。你这个婆娘多什么嘴？你是跟着赚着钱了，连亲妹妹都害死了，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啊？就是一边去，小心让你也纳税。小树娘气得嘴角都抽抽，她亲妹子的死能怪她吗？你们村里真是没一个好东西，大不了李小鱼不回你们村不就得了吗？我们村里还有闲置的房子呢，我租了给你用来放海货，到时候咱们不过落叶村，看你纳哪门子的税。好，那就麻烦村长了。说完，林小鱼又挑衅地看了一眼若叶村的村长，他脸都气歪了。李先富，你又挖我墙角！要不是你们想出纳税这破法子，想要分人家口袋里的钱，这墙角我能挖走吗？哼！村长气得说不出话来。算了，走吧，和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已经就这样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内心已经彻底的被贪婪淹没。你们敢再玩什么花样试试？这事儿就是闹到范县令那儿去，我也不怕你们。赶海纳税本来就是你们的不是，还有什么不爽的？干脆两个村里的人打一架，来试试。这话成功的让村长止步。他们村的汉子都勤劳能干，周围村子里的闺女都乐意嫁到他们村里去。真要是打起来，若叶村里的人还真不是若水村的对手。村长，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滚！老子才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村长一声怒吼，眼神在人群里扫过。就算林小鱼不在村里住，他想捏几个人让林小鱼难受难受，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再说林小鱼他们拉着海货就去了若水村。就是这儿吗？是这儿，这是我三叔公家的房子，他家里不差钱，被儿子接到县城里享福去了。这钥匙一直放在我手上，现在我就租下来，你拿着用就是。三叔公就算知道我给他房子租出去了，他肯定也不会生气的，这是造福村里人的好事儿。我觉得那个家里有咱们一家4口的好多回忆呢。本来咱们去了县城里，那处房子也就该卖了的。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哪儿都一样。林小鱼被他安慰了一下，豁然开朗。眨眼就到了第2日。不好意思啊，小鱼姐，我耽搁了。林小鱼皱着柳眉，觉得有几分不对劲儿，直觉告诉他必然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赶紧去赶海吧，要是去的迟了，就少干半个时辰的活呢，这捡到的海货就少了。你们不用担心，就算今天耽误了点时间，导致了海货少了点，我也不会克扣你们工钱的，就按照昨天那样的干活就行。我们可不是这个意思，就怕耽误了您的收成。是的，我们夜里还能赚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村里好多人现在也想赶海，但是您这人都满了，他们都羡慕我们的很呢。人和人呢，就是不同的。今日的赶海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这老板这么厚道的一个人，落叶村咋还不知道珍惜呢？还问他收税，咋想的呀？还是咱们村长有远见啊，把这么一撮财神爷给咱们请回村，然后咱们都跟着沾光。我明儿送1篓子鸡蛋去给村长。我今儿一晚上赚了50文钱呢，我得给他割条肉去。你可是弄了2条石斑呀，这运气可真好啊！今儿怎么迟了半个小时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就说瞒不过你呢。小叔娘磨了磨嘴皮子，看向了大头。大头低着头，有些为难。这事儿是他提议不告诉小鱼姐的。是这样的，小鱼，村长在你这里收不到税，今晚就故意在村口等着我们。他知道我们要跟你一起去赶海，他就问我们要出村费。他娘的，他想钱想疯了吧他！林小鱼忍不住骂了脏话。这么恶心的人，村长也能在他心里排进前3了。本来我们也跟他说这个出村费不合常理，但是他们带了一帮人堵着我们，我们出不来又怕耽误事儿，就给他了。李桂香点了点头。一人多少钱？我们是15文钱，大头和小航是1人30。李小鱼心里又骂娘，这村长分明是查清楚了他们的收入，所以就1人直接要了1半的收入。这一拿就是对半的收入，饿狗都没他饿。这事儿明天我来解决。第2日一早，你刚才睁着眼睛在睡觉呢，我就帮你把眼睛合上了。林小鱼撒谎不打草稿地说，然后眼神已经朝房梁那里飘了过去。我怎么不知道我睡觉不睁眼睛呢？昨天晚上放过了你，谁知你今天早上睡着睡着就拿拳头砸床，我怕你伤了手，只好让你砸为父的胸膛了。你都不记得了？不早了，咱们起吧。还早呢，鸡还没叫呢，以后不许梦见别的男人。村长的醋他都吃，这死！但是他很快就被吕成行推倒在床上，吃干抹净了。若叶村，他来干什么？不都被赶出咱们村了吗？不纳税，凭什么让他进咱们村子？怎的？我凭什么纳税？凭你脸大，凭你麻子多吗？林小鱼这么一说，他们都快要被气疯了。你瞧这林小鱼都要气成什么样子了，就他有钱了不起？可不是嘛，也就比咱们呀长得好看那么一点，还敢吓我们呢。哼，等会儿看村长啊怎么收拾他还有他那帮人呢。小鱼姐，他们骂你呢，你怎么还这么开心啊？他们骂我吗？不是在夸我有钱，夸我比他们漂亮吗？田小丽觉得小鱼姐这么说也没错啊。那牛婆婆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你肯定还在睡，也没有空做吃的。这个煎饼是牛婆婆做的，里面加了腌过的豆芽菜，还加了鸡蛋和2片火腿呢，是小鱼姐说的新吃法。那我得好好尝尝。昨晚你们回来，村长没有来找你们麻烦吧？钱他都拿了，还找什么麻烦呀？那成，你吃完了，咱们一起去找桂香姐还有小树娘，一起去村长那里讨个说法来。凭什么要你们给钱啊？那我们边走边吃吧。你来啦！我们正准备去弱水村里啊挑拣海货去呢，这时候都不早了呢。海货在那儿又不会长腿跑了，咱们还是先去找村长要个说法吧。嫂子，你不走，是家里灶上还煮着东西吗？小鱼，咱们闹下去也不讨好，村里的人都是黑心的，还不如我们也搬家，我们也不住在这村子里了，好不好？
林小鱼顿时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嫂子，是昨夜村长来找你麻烦了。李桂香只顾着低头哭，这林小鱼的怒火可是窜上了天灵盖了，这得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嫂子，你说不出口没事儿，我们等一下去村长家就知道了。这个老东西天天想着旁人口袋里的银钱呢。不是村长，是那个混子贺刚，他昨夜里爬了我家的墙头，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虽然被我这拐杖给打跑了，但是想必桂香一夜都没有睡好嘞。他调戏你了？我婆婆护着，没让他进屋，但是他说大海被我克死了，又说了阿杂话。哼，就是吃准了你男人没了靠山，还有小鱼也不在咱们村子里了呢。小鱼，这阿行是干啥去了？不知道，看看去。林小鱼拔腿就跟了过去，腿直接一踹就把人房门都给踹裂开了，然后踩在门板上走了过去。哎呦，这就是那个混子贺刚的家呀！原来阿行是来给桂香出气来着呢。哎呀，难怪，这以前阿行和大海呀是最要好的了。他奶奶的，谁敢犯到爷爷家里来了？大清早的，活腻了是不是？吕成行一脸怒容地站在他跟前。你来我家干什么？贺刚微微往后退了一步，他退，吕成行便进。你不许骚扰李家嫂子。咋的了？老子又没上你，你就找人来教训老子？果然是臭寡妇，谁都敢勾搭。他这话刚一落地，吕成行直接一个勾拳将他打倒在地。吕三哥，我错了，手下留情。小叔娘捂着嘴，都惊讶的在一旁瞧着。小鱼啊，你家的人狠话不多呀，平日里一点都没瞧出来呢。果然，吕成行直接拎死狗一般的拎起贺刚，然后又是哐哐哐的好几个拳头，打得贺刚都懵了。他这不是道歉了吗？还要怎么样啊？阿行，算了，小鱼啊，你快拦着阿行啊！这要是把人给打坏了的话，可是要赔不少钱的。哎呀，这种人呐，就该给他好好的教训教训呢。哎，你瞧见没？阿行兄弟打人有谱着呢，就挑脸打脸还能打坏不成啊？顶多打成猪头嘛。还真以为你可怜无依了，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救命啊！救我！呀！饶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吕成行恍如没有听见一般，一拳头接着一拳头的对着他的脸。饶我！算了，既然他知道错了，那就算了吧。贺刚无力的抬起眸子看林小鱼，他明明早就知道错了呀。起来，去和嫂子道歉。我错了，我不敢爬墙了，我对不起。昨晚爬他家墙头的好像不是这个人一般，可是他口中曾经说他是个骚寡妇，想男人了，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我不原谅你，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自问兢兢业业，从来都没有得罪过村里的人，凭什么你们还欺负我？就因为我好欺负吗？贺刚抬头看着李桂香，又绝望地看了一眼吕成行，他不会又要挨打吧？那张温柔的小脸上变得面无表情，然后一脚将他踢得翻滚了过来，然后一脚踩在他两腿之间的位置。田小黎看着这一幕，眉头也浅浅地皱起来，怎么看着这么似曾相识啊？小鱼，阿行，咱们回家吧。桂香姐，你可没有被贺刚这个混人给气糊涂吧？我刚才看到阿行将人揍成这样，他在我面前那个卑微的样子，我突然就不怕他了。我知道那些欺负过我的人，在更厉害的人面前不过都是纸老虎，我越是怕，他们就会越欺负我。嫂子，这回你可是说对了，他们就是纸老虎呢。你这一脚下去，他不会是废了吧？废了倒好，省得再去欺负女人。哼，做都做了，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以前听小黎做这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等到我做的时候，我只觉得舒爽。他们是活该。恭喜桂香姐终于想通透了，以后谁也欺负不了我们了。他们是恶人，我们就做比他们还要恶的人。李桂香重重的点头，
一行人就一起离开，留下了贺刚在地上哀嚎。林小鱼，你不交赶海税也就算了，反正你也不住在村里，我们就当你不是村里的人了。没想到你竟然还在村里横行霸道，将贺刚打成这样。村长过来就直奔林小鱼而去，还将赶海税提出来说：人是我打的，你冲我来。是啊，打人就说打人的事情嘛，提什么赶海税的事啊？你不从我这扒点银子去，这晚上是不是睡不着啊？短命鬼！你竟然咒骂我，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村长了？村长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一颗心都被气得狂跳。我尊重你，你是不收我赶海税了还是什么？那税是不可能少的。那尊重你是绝对不可能的。村长，先说贺刚的事儿，他们都把人打成这样了，欺负咱们村里人呢，肯定得让他们赔钱才能走。就是，赚钱不带咱们自己村里的人，还带弱水村的人，咱们和他没完。贺刚多惨呐，好好的一个后生，被欺负成了这样了都。那你把贺刚打成这样，得赔钱，至少50两银子吧。贺刚他人呢？他是没手了还是没脚了？还是贺刚其实是村长您和他娘私通生的私生子呢？需要您代劳跑一趟？他身边的人像是田小黎被造谣成倒霉蛋，还有李桂香被造谣成克夫，而大头是个孤儿，又被他们造谣成克六亲。就若叶村这个风气，足以令林小鱼厌恶。而村长就是纵容这一切的人。你这个贱人究竟在混说什么？我劝你别动手，如果你不想和贺刚那样变成一个猪头的话。哼，你给我放尊重点儿，贺刚跟我就没有关系，这若叶村的每个村民都像是我的子女一般，我会过问这件事儿，实在是你们太过残暴了。你说我们像你的子女，那为什么贺刚趴我家墙头时你不管不问？人是我打的，赔偿1分钱没有，大海死了，我一个寡妇能有什么钱？那你们就准备不管了？贺刚自己都没说话呢，难不成你真的是贺刚亲爹？被我们说中了？你，怎的？你还有话要说吗？难不成你想要报官？那就去呗，正好咱们也去说道一下，你这进出村子都要收费呢，看看范县令会不会让你把收进去的钱都给我吐出来。哎，村长，你可别被他糊弄了，谁不知道范县令跟这个林小鱼有那个，都还去他家吃饭呢。这一次就算是告官，没准儿真要让自己吞进去的几10文钱都吐出来呢。村长脑子里思来想去了一番，最后决定还是不告官了。虽然我身为村长，但是有些事儿不是我说了就算的。既然贺刚和你们也是私事儿，你们就私下了结吧，那么我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处置，免得说我这个村长啊不公道。他说完就双手负于身后，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他娘的，我还以为有场硬仗要打呢，果然村长还是怕当官的嘞。哎，咱们要不要请范县令给咱们做主呀？出个村子都要交钱呢。算了，咱们这点小事就不要麻烦范县令了。林小鱼默默地在吕成行的脸上瞟了一眼，免得呀这个某人又要吃醋。我现在才看明白，果然只有当了那恶人，旁的人才不敢再欺负你了。哎，这村里呀就是黑白不分，乌烟瘴气的。桂香啊，你干嘛要得罪村长啊？我们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待得下去呢？你要知道，你没了男人，我没了儿子，阿牛还小，咱们家就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烂泥。婆婆，你放心吧，大海和阿行是好兄弟呢，你们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事，怎么能看着你们被欺负呢？再说你们才不是烂泥呢，要我说你们是天上的月亮才是，善良纯净。小鱼，我想搬家，搬去县城。那太好了，今天就搬吗？好。桂香，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这若叶村咱们都快住了10来年了，这说搬家就搬家呢。虽然我不怕那些个恶人了，但是住在村里少不了麻烦，还要出村费，还不如早日搬了。我们一家3代人，其实去县城有一个屋住就行，到时候还得拜托小鱼了。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桂香啊，你有钱吗？娘呢就1根架状的银簪子，估摸着能当个3000银子，这80差的还多吧？当初大海赶海也攒了1两多银子，后头阿行兄弟还了1两，这大半年来赶海，我又赚了12两银子，卖汤圆又攒了2两银子。等晚些时候，我去娘家接阿牛，到时候再凑一凑，还要把这个房子卖了，再买个小屋也成。桂香，你真能干，谢谢你阿行媳妇，是你带桂香赚钱的。应该的，大娘。小叔娘，我也是劝你赶紧搬走吧，这个村里好人不多，住了10来年又怎么样？我们从娘家搬到夫家，不也是住了10来年吗？哎呀，你说的没错，我也要搬家。这在哪住不是住呀？这个村子呀，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们还死乞白赖的住在这儿，平白让人克扣辛苦赚来的钱呢，那不是傻吗？娘，我现在就去接孩子，这件事情要和娘家说一说，让他们也好有个准备。拿着，我们挣钱了，你回娘家也不能不提点东西，别让乡里乡的看了笑话。我娘家也没事儿。拿着。李桂香接过手里的红皮鸡蛋，和小叔娘林小玉告别，先赶着回娘家了。小叔娘，其实我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县城里的东西可多了，头花呀、胭脂、水粉、小孩子的食物，用的都比村子里的齐全呢。就算不是为咱们自己，为了孩子过得好，有个好的教育条件，咱们也得出去的。行，我也得赶紧凑钱去了，这个村子呀，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呢。两人在村头分别，林小鱼正好遇到了大头。大头，过来。他就知道这里有着村长的无数双眼睛，听吧，就怕他们听不见。那个缸里的尼罗呢，还剩下一点，挺值钱的。我搬走之后，你们就拿去卖了吧，能赚不少呢。赚了钱，你们几个就分分。这个村子呀，是容不下我了。大头挠了挠脑袋，本来想说家里不是已经搬空了吗？怎么还会有尼罗？行，小姨姐，等你走了，我就把那尼罗拿出去卖钱。有人偷，我就去报官，让他们有来无回。此刻听到报官，身体猛地瑟缩了一下，忙不迭地跑了。胆子就那么大点啊？那行，大头，我先给李桂香和小叔娘看房子去了，这里你给我看好了，别让人伤了他们。您放心，这事尽管交给我。其实这是林小鱼做的一个计策，赌的就是村长那贪财的心理。如果他敢来偷，那就真的叫他有去无回，报官之后也够村长喝一壶的。哎呦，我就瞧着今天喜鹊叫呢，原来是财神到了。林芽在晃着富态的身子，殷勤地跑出来迎接林小鱼。林小鱼温和地笑了笑：“您太客气了，这哪跟哪呀？我今天来呢，就是有求于您的，希望您帮我找个便宜的房子。”哎呦，是您要买房子呀？要不说您是财神呢。您放心，我保证给您挑一套既便宜又好的。是我的2个嫂子为了我和村长闹翻了。还有这事儿？他私下纳税，胆子真是狗胆子吧，太可恶了。这年月的哪家都不好过，能帮一把是一把吧。他们本来也是为了我的事儿。要找什么样的房子跟我说，保证给你最短的时间找到。真巧，今天您可算来对了，我这里呀又添了几个新的要卖的房子，都是偏一些的地段，价钱便宜。你看这2处是连着的2个房子，有什么事儿啊，他俩人互相招呼一声就能听见。行，今天有空吗？我得回去给桂香嫂子和小叔娘说说，毕竟还得等主家来看看呢。行，您要办的事儿，就算没空我也得腾出空来给您办，不是？两人就这么敲定了。桂香嫂子、小叔娘，我找到房子了。小鱼妹子，这得亏是你呀，要我们两眼一摸黑，这去县城啊，指不定被人怎么骗呢。没关系，快上车，我带你们去看房子了。你们看，东边这间大一点，
有5个屋1个院子，得要25两银子。西边这间就3个屋，只要18两银子。心里忍不住啧舌，这县城的房子还是贵呀。缺多少？我来给你们补，以后还我便是。两人对林小鱼是千恩万谢，也不推辞了。毕竟村里是真的没法住人了。这个他们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哪里都有数不尽的回忆。我这一辈子都要在这个村子，现在要走了，老房也卖了，我这个年纪肯定回不来了，多半是要死在外面的。婆婆，人要往前看，我和阿牛都在身边，这不叫外边，还是家里。我们离开这个村子，是为了让我们家更好的发展，为了让阿牛上更好的私塾，将来考取功名。您别伤心。婆婆，你听我说，县城里还有私塾呢，这说不准阿牛啊还能考功名，你们一家人还能去京城住大房子呢。京城，这个我不敢想，我只要阿牛平平安安的，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顺遂，我死也瞑目了。奶奶，您别哭了，我以后一定会有出息，让您天天吃肉，住大房子的。好孩子啊！就是，我们活着累死累活的赚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孩子过得好，有出息，比啥都强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2个人的房子都卖给了村里人，本来就是存了永远都不回来的心。什么？李桂香和小树娘坐着林小鱼的马车跑了？看见了，看见了，他们拉了好几马车东西，说不定那里面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哼，搬走了又怎么样？他们的房子还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不回来。告诉村里人，都不准买他们的房子，谁买，我让他在村里混不下去。村长，房子已经卖出去了。谁买的？谁买的？我。哎，村长，你不能怪我呀，他们的房子都卖的便宜呀，这有便宜不占，纯属王八蛋。而且您这话也不是刚说吗？这不怪我。说着，他很快便溜走了，只留下村长在这里捶胸顿足，懊悔不已。对，林小鱼的房子还没卖出去，我得好好拿捏拿捏。哼，和我斗还嫩了点儿。等到夜里，小航，你给我站住！怎么，村长找我儿子有事儿啊？村长，你是想在这里毒我儿子吗？我告诉你，我们家可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你要是敢对我儿子小航做什么，你看我这根铁棍答不答应？村长，我忽然想起家里有点事儿啊。哎，对，我家里的海货还没挑拣呢，我先走了。村长，一群废物。村长，怎么，你还有话要说？村长面对拳王冰寒的脸色，颤抖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航，走，以后光明正大的去和林小鱼赶海，没人敢拦你。你给我等着。第2天，村长就让村里的无赖泼皮挨家挨户的劝说，让村民们不许购买林小鱼的房子。我可不买林小鱼家的房子，就算是便宜倒贴我都不要呢。就是，我也不买。林小鱼一家丧了良心，挣了那么多钱，村长让他们交点税怎么了？就是，我看就是抠门吝啬鬼，家里过得那么好，帮帮我们又怎么了？就是，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那钱又不是村长自己昧下的，是给我们村里做建设的。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哎，你干什么？发酒疯去别处发，也不看看这哪里是你撒野的地方。村长，您先别打我，我有话要说。到底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报仇呗。村长，我有办法让林小鱼他们回来。什么意思？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的房子来一场火，房子烧了，那林小鱼不就得回家一趟？这主意是真的够狠。行，这事儿你去干，但我丑话可说在前头，村民知道了，我替你兜着。要是闹到范县令那里，可别怪我不帮你兜着。村长，您就放心吧，我办事牢靠得很。再者，
就算是知道了，又怎么样？那些村民屁都不敢放一个。您放心，我保证他们不敢乱说。我可告诉你，那个林小鱼和范县令关系好，别把事儿给我捅大了。村长您放心，就算事情捅到范县令那里去，我保证不把您供出来。3天后，小鱼姐，你快回去看看吧，咱家房子着火了。大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房子好端端的，怎么会着火呢？我不知道，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看见房子那边有黑烟冒起来了，好大的黑烟呢。我说小鱼妹子，这里有我们呢，你快回去看看吧。村里人有说什么吗？没有，他们推责任那就推得一个干净，一个个的都说不知道。要我说小鱼姐，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就我们隔壁那个王大娘，天天老早起来就到夜壶，能看不见？大头义愤填膺，提起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脸涨得通红。小鱼姐，难道他们忘了吗？是你带领鹿野村的村民富起来的呀，是你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些难道他们都忘了吗？林小鱼沉默不语，有的时候给的多了，反而给自己结下了仇人。再次回到入野村，谁要是知道线索，我给半两银子作为酬金。笑话，林小鱼倒是走了，他们还住在这村子里呢。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士。小鱼妹子，我知道是谁干的。林小鱼瞟了一眼王金花，虽然很嫌弃王金花，但若是他知道是谁干的，那林小鱼便也忍了。想赚钱？是呢是呢。和我去范县令那里作证，我给1两银子文钱，干不干？真的给我1两文钱？小鱼妹子，这可不好骗人啊。你再废话，我就不给了。我干。林小鱼直接把这件事告到了县府。范子玲听后大怒：范县令，我冤枉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我身为村长，不思其职，反倒撺掇人烧毁房屋，你该当何罪？村长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的求饶。林小鱼，此事你看如何办？自然是要赔偿的，我看10两银子吧。什么？别说10两银子，就是5两我也拿不出来。你这是不把朝廷律法放在眼里。觉得林小鱼救了一村的人，却被这么对待已经是不公，当即一声令下就要杖责村长。我掏钱还不行吗？别打！村长，这可是10两银子，你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范县令可是要杀威棒伺候的。村长心里一股恶气发不出来，生生的把自己憋得翻着白眼晕了过去。得，真是不禁想，多行不义必自毙呢。还得是小鱼妹子在公堂上也能从容不迫，要是我早就被吓得语无伦次了。外面围观的人群街头拍手称快，爆发出一阵阵的叫好。盖棺定论后，陪我一起。当然，我不去，你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瞎说，我哪有那么弱？村长被人抬上了马车，几个人一块儿回了若叶村。我说林小鱼，这件事情确实也是村长的不对，但你闹到范县令那儿，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可以这个事私下解决就是了。你看这事闹的，十里八乡都知道我们若叶村这个事，你让我们这些村民出去，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哟？林小鱼啊，你这事办得不地道。村长再怎么说也帮过你不少。再说这事儿，说不定是贺刚和王金花他们陷害咱们村长。就是呀，林小鱼，当初村长可是帮了你不少呢，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哎呀，别说了，这是攀着范县令这关系，有个当官的关系就是好，小心你们再说给你们也抓起来。村长帮我，是你们哪只眼睛看到的？当初如果不是我交了银子，他也不会这么痛快的同意的。我也不跟你们废话。大头，去，给我把村长家的房子点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嘞。大头，你个天傻子丧良心了！来人呐，快救火呀！村长媳妇儿黄氏破锣嗓子吆喝的震天响，
林小鱼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彻底烧毁村长的房子，但是没想到今儿个风大，火一点就着，这能怪他吗？相公，你快醒醒啊！林小鱼领着人上我们家杀人放火了，可怜我呀，勤勤恳恳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被人欺负。哎呦，疼死我了！这一磕直接把村长从昏迷中给磕了过来。咋了？这是咋了？还咋了？都让人欺负到头上来了，你个不中用的废物！这10两银子物归原主，感觉如何啊，村长？已经清醒过来的村长气不打一处来，从原地蹦了起来，就想冲上来打死林小鱼。村长被吕成行一个过肩摔了个狗啃屎，胳膊摔到坚硬的石头上，彻底断了。你们还讲不讲理？随便打人没王法了还？真是活该！哎呦，真的是没王法了，和县里有关系就了不起啊，欺负人啊！点了我们家房子还打人，乡亲们你们看看，俺这上哪儿说理去？明明是你们点了我家的房子，恶人先告状不说，还想着倒打一耙是吧？真不是个东西，恶狗先咬人呢！这也太过分了，我们都是亲眼看着的，唆使大头把村长家的房子烧了。林小鱼，你这真不善良啊！这多大的仇啊！再说村长也赔给你钱了，就算是错了就不能原谅吗？要大度一点，毕竟一个村的。懒得再和这些村民废话。吕成行，我不想再回来了。乖，不生气，不想回来我们就永远不回来。吕老大媳妇儿咋就走啊？哎呀，走了。周氏回到家里，成天就知道出去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不知道早些回家做饭，娘都饿了。咋的啦？我咋个东家长西家短了？我在村里的名声还没有你娘响亮呢。你找抽是吧？饭好了没呀？饿半天了。周氏心里嘟囔着，但是他也没明说，就把话头带到今日看到的八卦上去了。还好我们没有得罪他，要不然把咱们家房子烧了，咱们住哪儿去啊？赔10两银子也就堪堪造房子的钱，这屋里的家事也值钱的。是啊，大家都在猜是不是给村长家里的银票都给烧了，看村长媳妇一直在掘灰呢，肯定是家里藏着钱。切，你们还真是被他唬住了，他一个妇人能翻出天来。娘，现在老三媳妇儿自从跳海那一遭后性子就变了，您又不是不知道。得了，你们俩怂包，你们忘了以前老三出去跑船了，我照样不是把他治得死死的吗？还不是林小鱼看她怀孕的份上，也没怎么跟她计较嘛。哎呦，我的肚子有点痛，都怪你，兴许是你不着家做晚饭，我这个肚子里的金疙瘩气得踹我。娘，你咋不说是被林小鱼气得动了胎气呢？啥动了胎气呀？咋就动了胎气了呢？又是被谁气的呀？吕老太就伸出指头指着周氏：“爹，我们……老大，管管你媳妇儿吧。”周氏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圈圈，还不进屋给娘做饭？瞧把我小弟都饿得踹娘了，赶紧去，记得给娘多打个蛋羹。他抹着眼泪就进灶房里去了。这还差不多。娘这不是有身孕吗？你就让她，委屈一下怎么了？我还不够让着她呀，生了到时候还要我伺候月子呢。你看全村都找不出这么一家来。那娘肚子里的好歹也是我弟妹吧？那要你说咋办？弟妹，你都当爹的人了，还缺弟妹吗？多个娃子还多分你的钱呢。那都要生了，现在说还有个屁用啊！要是能和老三一家一样能够分家就好了。你做梦！老三可不是爹娘亲儿子，我是爹娘亲儿子，能这么容易分家吗？啥？不是亲儿子？吕老大满脸的不耐烦，知道自己说漏嘴了。哎呀，孩子他爹，咱们才是一家人呢，一个兜里揣钱的，可不许瞒着我。被爹娘听见了，看你咋个交代来着？哎呀，我轻点。哎，那你三弟不是你三弟，他会不会什么江洋大盗，什么逃犯啊？不至于吧？那会儿他才17、18岁嘞。哎呀，那咱们去报官的话，会不会有赏金呢？我去县城的时候都瞧见门口贴着一些逃犯的画像呢，要不然咱去比对，万一能得一笔意外的赏钱呢？如果有100两的话，
咱们儿子念书可就不成问题了。你做梦呢？真要是什么作奸犯科的人，咱们就危险了。这事儿啊，还是给我烂在肚子里吧。哎呀，知道了。这要是真的能得到一大笔钱，还怕什么危险啊？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啊。林小鱼那边，梦里村长在烈火中化身为青面獠牙的恶鬼，然后被大火焚烧，化为灰烬了。林小鱼正在梦里面得意地笑着呢。小鱼，娘来了。你起得怎么这么早啊？起来了先去洗漱啊，看我干什么？娘来看你了。娘来了。哎呦，看我家这丫头啊，都当娘的人了，还这么咋咋呼呼的。娘又不是外人，你想睡就再多睡一会儿啊，慢慢起来，没事儿。哎，早就醒了，就是天冷了多躺了一会儿。吕成行在一旁眯着眼看着。小鱼啊，就是一日都闲不下来。这现在若叶村赶不了海，就只好去弱水村。幸好这弱水村的人都挺好的，这钱赚的也省心一些才是。是啊，我这女儿啊，以前没开窍，现在开窍了，倒是这么拼命。我这当娘的说不骄傲是假的。哎呀，就是担心她的身体呀，老姐姐。林小鱼看到这一世还有2个爱她的人，心里也是微微触动。娘，你大老远的咋来啦？自然是让你4哥顺带着捎来的呀，你放心，累不着脚。瞧你娘给带的。墙角处躺着一只大灰鹅，被林小鱼看了一眼，还乱叫了几声。耶，脏死了！你们母女聊着，我去弄。娘，你就放心吧，我做事靠谱着呢。你爹说要来，他腿脚不好，我就没让他来。哎呀，你一个女人家，要是得罪了什么人，受了欺负可怎么办？爹娘还有你几个哥哥都没在你身旁啊。娘，还有我呢。哎呀，阿行这么瘦巴巴的，也不多吃点饭，咋打得过人呢？娘，你说啥呢？瘦是瘦了点，但有肌肉啊。要不你上手捏捏？这闺女瞎说什么也不知道，哪有丈母娘捏女婿的？小鱼娘，你别看阿行这孩子瘦，可有的是一把好力气呢。就说我们村里有个拳王，阿行跟他比划过呢，都没输。其他一些个混蛋都是一下子就放倒的，真是有个一把力气的好后生。林老太听得怪玄乎的，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婿，好看的跟画上的人一样。行，你心里有数就行。哎，有个好消息，你们猜猜？房子造好了，几个哥哥昨天赚的特别多。老姐姐，是不是另外一个儿媳妇有喜事了？林老太将脑袋点得跟小鸡啄米一般。大嫂也有了，那咱家不是双喜临门了？哎呀，还有你3哥4哥，他们要是成亲了，娘就圆满了。这房子造起来喽，他们成亲也不远了。牛婆婆也跟着笑。2个嫂子有身孕了，那娘不是要忙死了吗？现在家里的活计都是你来做啊。哎，忙就忙呗，你娘还年轻着呢，忙活点造上活计，洗几件衣服什么的，还是忙得过来的。再说了，你那俩嫂子都是懂事儿的，什么喂鸡喂鸭这些清醒一些的活计，他们都是抢着干的。要不我给你买个下人，也能帮着做些家里的活计。哎，不要不要啊，又不是县城里的老夫人老太太，哪里有这么金贵呀？哎呀，好啦，我这回就是来看看你，确定你没啥事我就要回去了，搞得像是娘来和你诉苦一样。林小鱼拉都拉不住，只能塞了一些钱，让林老太扯布给2个未出生的小侄子做衣。小鱼，这村里不是进不去了吗？你咋回村里收干海货呀？谁说咱们就得去那烟灶地方收海货了？我去弱水村去，实在不行，边上几个村子也行的。马车很快就到了弱水村。哎呀，小鱼呀，今天咋有空来村里了？我是来收一些海货的，村里人家可有，价格你们放心，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哎，有，去年我家婆娘晒了不少虾干呢，因为买不起肉，就趁着虾便宜的时候晒点虾干，好歹也是虾肉啊。没想到这个还收啊！我家有鳗鱼后，不过是死的晒的，我尝过，不影响味道吧？哎，那我家有黄鱼响，我邻居好像晒了不少吹皮，还有我对门的好像晒了海带干。小鱼啊，你若是要的话，我就赶紧把人给你叫回来。哎，要，各位帮忙。哪儿的话，你是我们的财神爷才对，那就说好了，在这儿见啊。林小鱼忙了一早上，收了满满的海货干，到时候倒卖就是一大笔收入了。
收了海货，吕成行就赶着牛车去了若叶村。林小鱼一下车，好啊，你个林小鱼，你还来咱们村里？你点了我们村长的房子，还不肯付赶海税，你竟然还敢来我们村里？怎的，烧的你家房子啊？如果你这么想换个新房子的话，我不介意帮你点把火，如果1两银子的赔偿就够了。你放屁！你竟然想点我家房子，你这个疯女人！林小鱼又是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攥紧了拳头以后就想给林小鱼来点颜色看看，但是吕成行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挡在了林小鱼前面，看似轻轻地推了那村民一下，那个村民就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你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我的女人？林小鱼抬头看着吕成行紧抿的唇，觉得他酷毙了，真该让林老太过来瞧瞧他女婿是多么的武力值爆棚啊！林小鱼回村了，大家都出来瞧瞧呀！林小鱼回村了，快出来拦着他！纳税，你进了村子就得纳税。哎，你别怪我们提醒你啊。谁知道林小鱼走到那个石碑边上，又倒退着走。他娘的，竟然敢耍我们！林小鱼，别以为我们稀罕你身上的几个臭钱，你今儿就别想进我们若叶村了。你想清楚哦，可不是我想进去呢，应该是你们村长想求着我进去才是。毕竟想要我身上的臭钱呗。而且你又算什么东西呢？让不让我进，你能做得了主？村民一愣，脸都几乎气成了猪肝色。来了，没把他放进来吧？身后呼啦啦的带着一大片人，带来的都是村里的人。林小鱼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王金花。林小鱼，你不是很有骨气吗？都不在我们若叶村赶海了，现在又来干什么？甭管你来干嘛的，你只要给钱就行。赶快交税吧，等一会儿村长就来了。你赚那么多钱，就当回报村里了呗。我要是你，我就不可能这么磨磨唧唧的，大家客客气气的多好啊。林小鱼几乎都要听得笑出声了。我可没说过我要进去，还辛苦你们一大帮人来看我要交税。我不进去，税也不交。那你站在这儿干嘛？就是玩啊！一时半会儿，村民们叽叽喳喳的低语着，但是也没有人直说林小鱼什么。王金花，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干啥？我可没说你什么坏话。王金花都被林小鱼给打怕了。你过来，有你的好处。你耳朵凑过来。王金花就凑了过去。给我去给刘三传个话，我给你50文钱。不行，乔姐妹，全村都在等着你纳税呢，我为了50文钱犯不着得罪其他人啊。要不这价钱咱们再谈谈。林小鱼就只静静的听着，他知道王金花的德行。果然，王金花见林小鱼不为所动，就说：那也不是不能商量，50文不行，咱就100文行吧？100文，我愿意为你冒这个险。你要是不愿意赚这个钱呢，自然有人愿意赚的。再说，我今日就是瞧不见刘三啊，我也不会进这个村的。想纳我的税，还想从手里分到纳税的钱，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做梦的比较好呢。理儿是这个理儿不错，村长多抠的人呢，这纳税的钱要是进了他口袋，怎么可能还吐出来？60文，不多要你的。林小鱼转身就要走。哎，答应你了。王金花屁颠屁颠的就跑去喊人了，直到柳三儿带着手底下的船员来村口了，他们才知道王金花去帮林小鱼叫。哎，你是个眼皮子浅的女人，纳税一次可以拿好几两银子呢，你就为了几文钱去帮林小鱼去喊人？你们才眼皮子浅，就纳了税，钱能到你们手里吗？我这个钱可是林小鱼真的马上就结给我的，村长只是说林小鱼进村要纳税，也没说不能让人带个什么话吧。王金花，你在胡诌什么？村长都快要气死了。这时王金花缩了缩脖子，村长你听错了，我是说我家灶上还在煮饭呢，我这就回去啊，要不然锅都要煮破了。村民们没有一个信他的胡诌，瞧着大日头的，他煮的哪门子饭呢？林小鱼，你不是能耐着的吗？我以为你就住在弱水村了呢，原来你还会来我们村里的呀。村长见林小鱼不吭声，还以为他是心虚了。今儿你不交个3两银子的话，就别想进我们村里。3两？哎，小鱼妹子，你给我把东西都送来了，你倒是比我想的还早个几天呀，我还以为你得15钱一天送来呢。柳三儿还没发现这里剑拔弩张的气氛。从弱水村收上来的干海货，我竟然要3两银子呢，就只能劳烦柳大哥亲自出来拿了。
哎，好嘞，这也不是什么事儿，赶紧去把东西搬过来，送我家里去。船员们赶紧就去林小鱼的马车上搬东西了。刘三啊，你怎么不在村里收这些东西啊？咱们村儿也靠海呀，家家户户哪里能没有一点干海货呀？就是，这热水村的你就应该不要，上我们村里先。我家还有好多长鱼呢，你比市价贵一些不？烦死人了！这事儿是我和林小鱼合作的，收东西是他负责，你们要说呀，跟他说去。刘家的，你得清醒点啊！她一个女人能成什么事儿？你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她？就是，还不如让我来呢。我也行啊，我们打小就一起长大的，你应该关照一下我吧。刘三脸都黑了。林小鱼虽然没进来，不用纳税，但是刘三你出去了呀，还这么多人出去了。刘三就扬起下巴，睥睨了村长一眼。怎么的？我出去了要怎么样啊？就是要纳税，一个人半两银子。刘三听到这话，一把拽起了村长，从村口的石碑这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你干什么，刘三？我警告你，放开我！村长，刚才你走了也有5趟了，你先把你这个2两5钱银子交了啊，分给我们全村人，要不然凭什么就只有我们纳税啊？因为你们做海货的生意。放你娘的臭狗屁！做海货生意怎么了？多少人赚点钱死在海上了都，怎么没见你那时候说给村里的人家家属贴点钱呢？村长眼神发狠，柳三儿竟然敢当众质疑他，他算什么东西啊？赚了点钱就和林小鱼一样的飘了。但是这时柳三儿手底下的船员们一个个都把手里的干海货暂时放了下来，一个个摩挲着拳头。咋的？你手底下的人还要打人不成？村长，你别害怕，你要是进出村子都收费的话，别人也收，那我给也没关系。但是这敲诈勒索就把我一个人当冤大头的话，我手下的人一个激动把人打了也就打了。哎，要不你改天制作一个章程书来，我们按着办事儿。那我回家制定个章程。林小鱼倒是没有想到柳三儿倒是厉害，还能把村长给吓走了。柳三儿让船员把干海货送回他家，他就过来和林小鱼简单说了几句话。小鱼，我15就走，我想着把柳絮也捎上，这闺女也大了，总是丢别人家不是事儿啊。这小丫头还和我闹腾呢，哎，当爹真不容易啊。是跟着你好一些。这柳絮喜欢林四强的事儿，他还是没有敢说出口。虽然他相信四哥是个正人君子，但是柳絮年纪太小了，两个人整日腻糊在一块儿也不太好。第2日一早，我赢了。哎呀，这种游戏也太简单了吧！小李撇撇嘴，一副觉得游戏幼稚的样子。娘，哥哥太厉害了吧！人跟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没事儿，术业有专攻，你哥哥可能是擅长玩游戏吧？要不娘带你去街上买炒栗子吃？好耶，炒栗子，买炒栗子去了。母子3人正要出门，就听到了外面的拍门声。别跑啊！阿牛娘来了，桂香姐来啦。小鱼，是小叔娘说家里收拾好了，请咱们过去一起吃个饭呢。哦，对了，这些糖炒栗子是她买了托我带过来给你的，她说她就不过来了，还得先回家把饭做上。小叔娘怎么那么客气啊，还买炒栗子呢？你们2个现在刚买了房子，凡事都要紧着来，万一有什么用钱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呢？瞧他们俩馋的，下回呀，我给他们买就行了，不用你们破费。本来这就是买给孩子们吃的，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小鱼，你看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现在就过去吧。我跟大家伙说一声，我们收拾收拾，马上就来。难为小叔娘有这份心了。仔细梳了头，一行人才准备出发。小鱼，你可是来当客人的呢，坐坐坐，怎么还能让你来干活呢？你快出去陪着大家玩吧啊！我这里一个人就行了，马上就好。小鱼，我敬你一杯，要不是你帮忙啊，这房子我还真买不下来，也没办法住到县城来生活了。哎呀，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了，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是，咱们就跟亲姐妹一样，以后啊，你用得着我的地方，说一声就是了。对了，小鱼，你知道吗？现在回村都要收钱了呢。
什么？连普通村民都要收钱吗？是呀，每一次进出村子都要交钱了，说是一次得5文钱呢。那村里有些人出去上工，一日才20文，这一下子就被剥削了10文钱呢。这大家日子呀，也越发难过了。小叔娘说着也忍不住啧舌，好歹村里也是有一些朋友在的，这种规矩简直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长此以往，村里的人还有活路吗？这日子过得是真苦啊！村长这种做法迟早会自取灭亡的。他现在就算是从村子里面的人手里拿到所谓的规矩钱，等到过段日子大家都不出村了，不仅拿不到钱，村子里也根本就赚不到钱，大家心里也会对他有意见的。现在村子里的人呐，都不乐意出去了，无论是出海的，还是出去卖海货的，出去上工的，这都得给了村长钱。忙活了呀，自己啥都不剩，这还不如在村子里种地呢。林小鱼叹口气，这样就是恶性循环，以后村子的经济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差。我婆婆现在在林大厨那里找了一个洗碗的活计，现在每天也有事儿干。忙吗？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我婆婆还干得来。林大厨人也好呢，有时候我婆婆回来还带一点客人吃剩的饭菜之类的，说是林大厨给的。等我们多攒一点钱，就把欠你的钱都还了。就是没那么快能还，真是不好意思啊。没事，我也不急着用。你跟大娘说，让她好好先在林大厨那里干着。等好了，吃饭吧。好，一起吃，好不容易聚聚呢。娘，球球刚刚非要踩泥坑，鞋子裤子都脏了。我是想摘花给娘，所以才踩的。那你也不能踩泥坑，你是个女孩子，要文静一点。况且你这样做会给娘添麻烦。不听。好了，别吵了，时间也不早了，村子里面还有事情呢，我先带他们回去了，以后有空再聊吧。小叔娘几人应声好，送他们出去，等看不到身影才转身回屋。黄嫂子，是小鱼来了，我来看看海货的。哦，那您进来吧，我们刚刚才买好呢。老张他们前2刻出去修船了，有一艘船底部有点坏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守着，怕落叶村的人来找事儿就糟了。我们村的人能跟着你们赶海也是有福气了，平时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要是不对您告诉我们，我们改。现在林小鱼在他们心里可是大菩萨，救他们于水火，能带着他们过上好日子。要是心里不高兴了，那可就完了。做得很不错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辛苦你们了，这赶海只要不出纰漏，咱们这事儿呢就能一直干下去，到时候也能让大家多赚一点钱了。好，我们都听你的。既然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要是有什么事情，让人来县城通知我。一定。小鱼，这是我家种的小果子，能生吃，甜味的，你带回去给家里小孩当零食吃吧。不用了。您帮了我们那么多，拿点不值钱的果子算什么？要是没您来村子里带着我们赶海，现在我们都说不定饿死了。您要是不收，我心里难受。谢谢。哪里要谢呢？小鱼呀，我这有刚摘的新鲜菜呢，你拿点回去做菜吧啊。我这儿有小鱼干，拿点给孩子当零嘴。你们不用再给我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报答您对我们的恩情，只能给您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不好意思。您在我们眼里就像是菩萨来救我们的，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林小鱼听了，心中十分复杂。小鱼，萧全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我的村子呀，我昨天才回到家，就听见我爹娘说，村子里呀来了个女财神、女菩萨，带着全村子赚钱。我还琢磨哪来的女菩萨能有你赚钱吗？结果没想到啊，那女菩萨就是你呀！你别取笑我了。我哪里还敢取笑你呀？我一笑，说不定全村的人都要骂我了。我不知道你已经从之前的村子搬到弱水村来了，今儿早还去找你来着。现在进出你以前那个村子，现在都要交钱了。
那村长真是黑心呐！外村的现在进出都要10文钱，如果不交就不让人走了，把人扣下来。最后我交了钱还没找着你，别提多憋屈了。以后我就住这儿了，没意外的话暂时不会离开的。你找我做什么？难不成你又发现什么了？我在一个地方发现了生蚝，我在一个小岛发现有生蚝，趁着渔船回来就赶紧回来给你传消息。那可是生蚝啊！要知道生蚝的价格在外面可是居高不下，不知道多少富贵人家花大价钱抢着要呢。我知道了，你辛苦了。明天找个时间我们去看看吧，拖久了也不好。明天肖大哥跟我们一起吧，我顺带给您捎上银子来。今天出来的匆忙，身上没带什么银子。不用，都是熟人了。萧全虽然推辞着，但是见林小鱼提给他银子也是高兴的。林小鱼就没有和他多说，这银子必然是省不了的。二人又说了2句话，林小鱼因为捧着东西的缘故，先跟萧全告别，回了家。娘，你也要劳逸结合，要不然累坏了怎么办啊？娘心里有数的。娘，你要出海了吗？是呀，出海赚银子，给我们小李呢赚买书的钱。你可要好好学习的啊。我一定会考到功名，到时候给娘请封一个诰命夫人。好，娘等着呢。不过你可不要赌狠了，坏了眼睛啊就什么都不好了。我会的。林小鱼起床后，把秋秋和小李托给隔壁的邻居看着，就带着东西来到了村长家。走吧，你带头。好。哟，现在还有人不要命敢出海啊，真是要钱不要命。对啊，前几天不是说隔壁村东头那个人出海没回来吗？指不定就是死了呢，死在海里，可是连尸体都见不着了。他们想出就出去呗，反正死的不是我们。出去说不定也赚不到钱呢。林小鱼心头火起，弯腰捡起附近散落的石块，直起身子就立刻用力地往对面那些说话的人身上扔。哎呀，谁砸我呀？我？你当我耳聋了还是人傻了？说我出海会死是吧？那我死之前呀，要拖你们一起死呢。再说2句试试，我砸死一个算一个。反正我有钱嘛，又不是赔不起呢。他一强硬，若叶村的人反而气弱了。说说而已，那么小气呢？我相信林姑娘，她不会带我们去送死的。其他弱水村的人有样学样，也跟着砸起对面。别生气了，这种小人不值得我们生气。这船是我朋友的，已经仔细检查过了，一定不会出差错。要是出了事儿，我担保。那我们快点去吧，不知道来回要花多少时间呢？小岛四面环海，大概只有半个村子那么大。就在那头，有很多生蚝，带好东西我们过去。这生蚝可比往日的都要肥嫩呢。好了，快干活吧，时间也不多，我们得抓紧了。林小鱼招呼着，大家都听他的话，赶紧低头干活。这次的生蚝非常肥美，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的，你功不可没。生蚝卖出去以后，利润分你1成。分我1成？小鱼妹子，你想仔细了，这钱可不少啊。要不是你，我们都找不到这个岛，也不可能挖生蚝回去的，更别提赚钱了。这钱你该拿的。要不你再想想。想啥呀？说定了。你愿意给，我也愿意拿。这是你应得的。好了，既然来了，萧全大哥就帮忙一起干活吧。有了这1成利润，萧全干活更加卖力了。一行人忙碌了半天，等到时间不早了，才提着20几篓子的生蚝回了船上，往回行驶。你真听见了，是生蚝？我哪敢骗你啊！我就是在码头那里逛着逛着就听见了，说林小鱼找着一个小岛，上面全是生蚝，要不然他们今天干嘛出海啊？那可不就是去挖生蚝了吗？村长一听更焦虑了，他之前就因为卖生蚝得了一大笔银子，这可比普通的海货还要值钱呢。你过去码头那里等着，等林小鱼一走，你立刻过去塞银子给那个船长还有船员，让他们带我们去，就说事成之后还有更多。知道了，我一定做好。
村长想着刚才给出去的银子，感觉肉疼，又想着如果能找到有生蚝的岛，什么银子赚不回来呀？他又高兴又焦躁，等待着消息。大概到了傍晚，怎么样了？银子给了，可是他们什么都没说呀。我问了，也只是说要考虑。你傻呀？他们不说那个小岛在哪儿，你干嘛把银子给他？要是他们拿了银子，又不说小岛在哪里，那银子岂不是白给了？可是我不给的话，他们连话都不跟我说。哎，行了行了，知道你不靠谱，快滚吧，别在这儿烦着我。看村长的眼神也带了几分不满，闻言哼了一声，转身走了。既然船长和船员收了他的银子，那么就说明还是有可以商量的余地。明天必须要去看看。村长看见林小鱼，有点犹豫，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等一会儿再去找船长。那不是若叶村的村长吗？怎么了？看我干嘛呢？这又不是独属于你们弱水村的码头，看着就不安好心。就是，怕是来找船长要去小岛的位置吧？想要抢我们生蚝呢？村长一梗，他见林小鱼知道这件事儿，就也不遮掩了。什么叫抢？那个岛又不是你的，谁都有资格去那里挖生蚝。林小鱼双手抱胸，仰头看向村长。是啊，岛不是我的，但是你也不知道岛在哪儿吧？船长，昨天你可是收了我的银子的，你该告诉我岛的位置在哪里吧？林小鱼没说话，似笑非笑地看着村长。船长竟然把装着银子的荷包从兜里面掏出来扔给村长。不好意思啊，村长，昨天你的人跑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把银子还给他。你们给我和我的船员的银子都在这儿了啊，一分不差。林姑娘已经和我们约好了，这个月包我们的船，我们不能违背约定。我可以给你双倍的银子。你不知道吧？船主是萧全的朋友，船员也是他家亲戚呢，所以啊，你那点小心思根本就没用。什么？村长震惊不已。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了，还好我找了我朋友，要不然这生蚝说不定就要被某些心思不正的人给抢走了。你们故意的，故意骗我。这就是运气啊，老天赏饭吃。有些人呢，就算是跪着求也吃不到这口饭呢。说罢，他们的船便出了海。小雨姐您来了，早就给您准备好地方了。今天人多，林大厨暂时忙不过来，一会儿就来给您捧场。行，要几桶直接去马车里搬，钱先不急着给。好嘞，和小鱼姐做生意就是痛快。不消一刻的功夫，林小鱼就已经忙得满头都是汗。刚才还满满登登的生蚝已经卖得一个不剩，而刘克楼门口的摊子处，一双眼睛盯着林小鱼。大婶子，这胭脂你还买不买啊？不买别瞎摸啊！您要是给碰坏了，那我怎么卖呀？周氏本来就是来这摊子前面遮掩自己，他还想趁着这小贩不注意，偷偷的擦一点。我不看清楚我怎么买啊？喂，你把东西给摔坏了啊，赔钱啊！什么？你还敢让我赔钱？这胭脂一看就是假的，坑人的。最后胭脂铺的老板非要拉着周氏去告官，周氏没有办法，只好照价赔偿。回头一看，哪里还有林小鱼的影子了？哎呀，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他只能无奈地回到了家。哎呀，怀个孕也没有鸡蛋吃，也没有肉吃，怀个什么劲儿？去给我买几个红皮大鸡蛋。他掏了掏自己的口袋，才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哎呀，娘，我钱不见了。出门的时候不是给你钱了？老大媳妇儿，你这是故意的。哪个天杀的偷了老娘的钱，怎么不去死啊？天天哭，天天哭，我还没死呢，还不是你没用，要不然小偷怎么就偷你的钱？周氏心里委屈，把这一切都归结在林小鱼身上。谁让他有发财的路子，不带着他们一起的？卖光了生蚝之后，林小鱼再一次坐萧全的船出海。本来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航，结果3、4个精壮的汉子就围了上来。小鱼妹子，别怕，他们不敢做什么的。
原本和林小鱼隔着3米远的吕成行，瞬间移到了林小鱼身前。站在床板上的林小鱼面色冷凝地看着这些人，难道是若叶村的村长又来找茬？这是若水村的村民，就是不知道他们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小鱼妹子，能不能让我们也跟着你上去挖生蚝啊？前段时间的事儿，我们也知道，若叶村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占了您的地方，这样丧天良的事情，我们保证做不出来。我们也知道，之前有人贪财想去挖生蚝，结果最后自己包船去送了命，那也是活该呀。小鱼姐姐，求你就让我们去吧，我娘病了，没有钱吃药，我想挖生蚝赚钱给她治病买药。说着，虎子一咧嘴，眼泪便从眼眶中大颗大颗地流了下来。行，你们上来吧，但我们可说好了，这地方如果你们不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带人来挖生蚝的话，以后若水村的事情我不会再管一件了，我说到做到。